听说这次瘟疫很严重啊，已经死了很多人了。我们原本要去的新州城已经封城，不让人进出啊。我也听说了，新州城的官兵都逃了，城里的李大人带着家眷也跑路了。现在士兵围着城外，只要有人从城里逃出来，就直接乱箭射杀，十分残忍呐。我他妈，是不是知道我是被绑着的？还真以为你俩是有良知的好人。是啊，这批货看来不能运到新州城了，不仅要绕开新州城，还要多走60多里路。哎呀，这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真他妈的晦气！呸！老大，这雨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闲着也是闲着，这些女的反正都要被卖到窑子里，不如让咱哥俩先乐呵乐呵。乐呵你大爷乐呵！你给开爆了，咱们还挣什么钱呢？精虫上脑的混蛋玩意儿，你给我忍着！等到了福州城，你想要什么样的，我就给你找什么样的，少给老子打这批肉票的主意。知道了。凭什么你就可以，我就不能？我可记得上一次趁我不在，你们抢来的6个女子全都上了一遍。老大，我去检查检查，他们几个有没有要苏醒的？要是有的话，我再给他们下点药。去吧。现在下雨啊，别让一会儿路过进来躲雨的人发现了。注意药量啊，别给弄死了。虽然说可以奴隶买卖交易，但律法在那儿，禁止本国人买卖本国人。要是被抓到，可是要夷3族的，小心些。好嘞，老大，你就放心吧。你看着他们，这雨一时半会儿看来是停不了了。我去找点柴火，今晚就在这儿过夜。好的，老大，你去吧，放心好了，我会看好他们的。小宝贝儿，我来了，哥会好好疼你的。你说不让我上，我今天偏要上，还要上最漂亮的。这批药劲儿真大，过去那么久了，这效果还这么好。秦羽早就清醒了，他要装昏迷，等待时机，先逃了再说。他猛地睁开眼睛，吓得人贩子一愣。就在人贩子愣神的功夫，他快速出手，直接掐住人贩子的喉咙，一用力，人贩子不可思议地瞪着眼睛，领了盒饭。见没人回答，他也没在意，坐起。这小子真他妈猴急，不就是女人吗？这都等不了，看来又躲起来自己解决去了。也罢，听说福州城春香苑头牌丽春姑娘长得非常妖艳，等到了福州城，我就让她好好慰劳慰劳一下我这兄弟吧。他无意间抬头时，就看到了房梁上站着的秦羽，只可惜被人贩子躲开了。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二弟呢？你说那个废物垃圾吗？喏，就在那里。他没事，只是睡着了而已。等一下你就可以去陪他了。没等对方反应过来，一脚就踹到对方下体。秦羽松开手，人贩子身子弓得像个虾米，捂着裆部退了好几步，哀嚎连天。秦羽转身捡起他掉落在地上的刀，直接扔了过去。一刀就像飞镖一样，直接刺穿人贩子的胸膛，不停地发出呜呜声。想活就别乱动。妈的，本来就已经力竭了，你动个锤子啊动！当女子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就看到一把刀插在一个男子身上，他直接给吓晕了过去。没出息，人贩子已经被我杀了，你们要是不怕，就不要乱动。我没空给你们在这里浪费功夫，要是让我救他，就听我的安排。3个麻袋同时停止了扭动。很好，多谢姑娘救命之恩。有那点力气，省着用来救人吧。等把他们放开，
看看有没有吃的。我动不了了，就靠你们了。是。叫什么叫什么？不就是死人吗？有叫的力气，赶紧搜一下他们的包裹，看看有没有吃的。我都快饿死了。哎，一会儿再有匪徒进来，我可管不了你们。多谢姑娘的救命之恩，若不是你，我们可能再也活不下去了。婆婆妈妈的，你们要是不饿，就把吃的都给我。扶我起来。怎么？你们都不饿吗？赶紧吃啊！这雨一会儿停了，我们还要赶紧离开这里。于是他决定暂时不回家，他要去新州城。赶紧离开，这里任何人不得靠近。我是大夫，听说新州城瘟疫，我特意赶来救人。赶紧走，赶紧走！城里的人你救不了，赶紧走！你们的命是命，城里百姓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要见你们将军。是谁要见我啊？启禀大将军，不知哪里来了一个小丫头，口出狂言，说自己可以救新州城的百姓，要我们放她进去。你起来吧。就是你说可以救城中的百姓？没错，就是我说的。你们这些官兵拿百姓的命不当命，封城，你们知道这样会害死多少人吗？我告诉你，这一城的百姓都会死。你们应该派大夫进去医治、隔离病人，而不是封城让他们自生自灭。你们这样跟屠杀有什么区别？你可知道我放城中的人出来会死多少人？我告诉你，到时就不是一座新州城，可能就是10座、20座，甚至是全国所有的人都会被天花感染而死。你觉得死1城人好，还是死全天下的人好？你有能耐是吗？不知者无畏是吗？自以为有3脚猫的医术就把自己当救世主了是吗？那好，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希望你进去之后不要后悔。所有人给他让路，让他进去。对着大将军冷哼了一声，就穿越军队朝新州城走去。大将军，就这样让他进去？万一他真的能救城里面的百姓怎么办？这新州城里面可是有位上面点了名要他死在里面的人。没事，这几天进去的大夫又不止他一个，我还没听说过天花可以医治。他找死就让他进去找死吧。那位还没感染？据探子回报，还没有。没想到他命还挺硬呢。咱们的人还是没能冲出去吗？回殿下，没有，我们的人刚出城就被乱箭射死了。哼，这群人真的是反了天了。他们是想把我的命留在这里啊。看来他们给父皇请旨，让我到新州城巡视，不过是请君入瓮的把戏。哼！行了，站起来吧。我又不是说你，城外又来了个人，下去把他带上来，问问是干嘛的。殿下，我看应该是和前几日进来的人一样，都是大夫。你也是进城来给百姓看病的？这座城现在谁说了算？我要见这座城现在说话有用的人。哦，你要知道，在你之前来的大夫，也如你现在一样，信誓旦旦地说可以救这里的百姓，也都说要见这座城的负责人。可是他们现在都感染了天花，甚至有的大夫已经死亡，你确定还要进去？不过，你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我既然来了，就没想着离开。不让我见这座城的负责人也没关系，让我去见这里患了天花的人。还真是一个不怕死的。我就是这座城负责人，你自己去吧。得了天花的人都隔离在县衙一些牢房里。祝你好运，希望你能活着出来。殿下，就让他这样去了？
随他去吧，一个黄毛丫头也敢口出狂言，说自己能治天花。不过他这份勇气真是可嘉呀。秦瑜在人群里转了一圈，看了几个人，果然就是天花。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城楼上那位公子就是你们的主子吧？你去告诉他，如果想要让城里的人活着，当然也包括他，接下来必须要听我的安排。现在就去让他把城里所有的牛集中过来，特别是得了牛痘的牛，没有感染牛痘的牛也要想办法让他们感染牛痘。各位大夫，你们辛苦了，我这里有个方子，不知你们敢不敢尝试？小丸啊，你有什么方法？你说出来我们听听看。不知各位前辈可知道牛痘？牛痘我们知道啊，可跟咱们这天花有什么关系呢？天花就是一种病毒，而牛痘也是一种病毒。不过牛痘病毒种植人体不会给人带来生命危险，种植成功可以预防天花，所以各位前辈可以尝试用牛痘预防天花，给人接种牛痘，从此杜绝感染天花。啊，我们活了一把年纪了，祖辈也都是行医的，只知道接种人痘，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接种牛痘啊。女王，你说的可是真的？牛痘真的能够预防天花？接种牛痘人不会死？我们也给不少人接种过人痘，可是死亡率极高，一般人都不愿意接种人痘。老爷爷，牛痘的毒性没有人痘的毒性大，是对人体造不成生命危险的，但是可以形成对天花病毒的免疫。接种牛痘后也会出现像天花一样的症状，2到5天就会恢复正常，大部分人都是3天左右。啊，女王，你是怎么知道的？是做过验证？哎，女王，你赶紧把衣服穿起来，别让人看见了，传出去会是我们几个糟老头，会坏了你的名声。几位老爷爷都是为国为民的好大夫，更何况大夫本来就是给人看病的，不是说大夫面前不分男女的吗？你们看，这是我4天前将牛痘种在我身上的，现在已经成了痘痂，所以我亲自试过了，没有问题。我这里还有够几个人用的量，你们要不要试一下？几个老头还是忍不住扫了一眼，果然看到了痘痂。于是几人本着为医学献身的精神，城楼上听他的，去准备吧。陛下，我们就随着他胡闹吗？听说接种人痘的死亡率超高，现在接种牛痘，会不会死更多人啊？死马当做活马医吧，反正结果都要死，不如拼一把。你带人去安排吧。那您的安全？放心吧，这种情况他们不会朝我动手的。留阿谦和阿东2兄弟保护我就可以了，你们去吧。要不，殿下，我们护送您回府再去。看来今天是等不来父皇的救援了。也好，走吧。县衙外面传来一阵阵的牛叫声。谢谢你们找来这么多牛，不过还不够，全城的百姓太多了，你们还要再找一些来才行。这位大夫，你让我们弄来这么多牛干什么？有什么用啊？秦瑜笑了笑，没有回答。他走到一头牛跟前。几位老前辈，你们快来看看，这个是不是就是牛痘？这就是牛痘。姑娘啊，恐怕我们是帮不了你了，只能靠你帮他们接种了。大夫，快去看看我家主子，他好像也感染了，已经发起了高烧，身上还起了红疹子。放开我！放开我！你家主子要治病，让他来这里隔离，一起治。小大夫，得罪了啊！现在全城就你一位大夫了，我这也是迫不得已。等回头你救了我家主子，你要杀要剐，我绝无怨言。我数3个数，放开我，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你家主子要治病，我说了，把他带到这里来。
另外，你们所有接触过你家主子的人也要隔离。让你找的大夫呢？怎么还没到啊？随后就是一脚横踢。你竟还敢出手抵抗伤人！来人，把他拿下！救不好主子，就让他跟着一起陪葬。袁统领，误会，你赶紧让他们停手啊！袁统领看向地上被打趴下来的侍卫，哼，不必了，还真没看出来，还有两下子。难怪敢独自赶着马车穿过层层封锁到新州城来，果然不简单呢。你们最好别来烦我，我没工夫陪你们玩。你家主子要想活命，就带他来这里，要不然就在家里等死好了。哼！我让你走了吗？小何，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有点意思。嘿，一次两次就算了，3番5次的，这听不懂人话是吧？叔叔可忍，婶婶不可忍。他依靠自己灵活的身手，一时间和袁统领打的是不相上下，所有的护卫都看傻了眼，一拳猛地朝他的太阳穴上砸去。垃圾！就这3脚猫的功夫，又好意思逞能？回去告诉你们主子，要想活就过来，本姑奶奶可没空去搭理他。我一直钦佩的袁统领就这样败了，惨败给了一个小丫头，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统领，你还好吧？这娘们儿还真有两下子，是我大意小瞧她了。走，回去禀告殿下。不多时，阿东和袁统领以及侍卫去而复返，只不过他们中间多了一个人。你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四皇子回答了自己吃的东西，最后又说吃了河虾。你之前吃过河虾吗？以往也吃过，可并没有问题啊。那你之前有花生米和河虾一起吃吗？没有。那单独吃过花生，脸上有没有起过红疹？两者分开吃不过敏，两者同时吃过敏，真是奇葩。姑娘，你说什么？啊，没什么，你就是感染了风寒，有些发烧。你以后花生米和河虾不能够一起同时，避免过敏，身上脸上红肿起疹子。姑娘的意思是我没得天花？没有，不过是过敏加上风寒导致了你发烧。虽然没感染，但你也要尽快治疗。是你自己接种，还是我来给你接种？你确定这个牛痘真的能预防天花？能不能预防天花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不接种，你得了天花肯定能死。你想好了吗？是让我给你接种，还是你们自己来？另外，让你的人全部集中到这里，城中的百姓也需要尽快接种牛痘。啊，对了，还有，让他们用布蒙住自己的口鼻，我会教他们如何取牛痘，接种牛痘。学会了，让他们去城里给百姓接种。袁统领，去把我们的人都叫过来。殿下。哎，去安排吧。是。来吧，你给我接种。可能有些疼，你忍着点。城中还在继续给百姓们接种牛痘。至于四皇子接种完牛痘就被侍卫送回了他居住的院子。不知是他命不好还是怎么的，当天夜里他高烧不退，甚至说起了胡话。神医，求你救救我家主子，白天是我不对。哎，袁统领，你这是为何？赶紧起来，白天的事我早就忘了。再说我一向对事不对人，袁统领大可不必如此。来，神医如果不原谅我，不去救我家主子，我就长跪在这儿。那你就在这儿跪着喽，永远都不要起来了。威胁我？本小姐是被吓大的吗？我家主子现在高烧不退，你给开的药我们都给他吃了，可一点用都没有，反倒更加严重了，浑身烫的可以煎鸡蛋。求求你，快去救救他吧，求你了。行了，你起来吧，
我去拿药箱。哎，袁统领，按理来说，你家主子吃了我的药是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的，可听你说的好像很严重一样。除了下午他说的那些，他还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没有？他吃的喝的东西一向是和我们吃的一样，吃的东西应该不会有问题啊。那就奇怪了，为何他会有如此状况？袁统领带着秦云来到四皇子的房间，就看到他被几个侍卫按在床上，他还在不停地挣扎乱动。你们主子一发烧就这样吗？还是就这次这样？袁统领支支吾吾不敢说，毕竟这事关皇子。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主子的命重要还是脸面重要？半年前我们主人遭遇暗杀，当时有一支箭头留在了体内，没取出来，后来时常发烧，一发烧就会出现自残。把他衣服脱了。神医，这是为何啊？你想干嘛？要想你家主子活着，就按照我说的来，要不然你们就等着给他收尸好了。神医，你不能离开啊！你要是走了，咱家主子……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要救他的命，你们就得听我的。显然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了，那我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了。你们准备给他收尸吧。照他这个情况，他最多能够活到明天早上。脱，听他的，把主子的衣服给脱了。你们看我干嘛呀？赶紧的，听神医的，出了事我负责。不脱是死，脱了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反正横竖都是死，搏一把或许还能活。还请神医出手救救我家主子，我等全听你指挥。这是你说的，如果一会儿在我治疗的时候你们还这样婆婆妈妈，就算眼睁睁看着他死，我也不会再救。我们所有人会全力配合神医，还请神医出手。秦瑜说完转身回到床前。那支箭是从这里射进去的？是，当时只把箭杆取出来了，我家主子的命算是捡回来了，只是每天肚子都会疼，一直会捂着肚子。袁统领留下，其他人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进门。我需要开水，没有用过的白布，越多越好。另外给我准备2坛最烈的酒，还有拇指粗细的竹子，把每个竹节都通开弄干净，不可以把竹子弄破。还有带瓶塞的小瓷瓶，放厨房。准备好了告诉我。看我干什么呀？听神医的，赶紧去弄。侍卫快速离开去准备了。秦瑜开始给四皇子推拿针灸降温。袁统领，神医要的东西我们都准备好了。看着点你家主子身上的银针，不许让任何人碰，否则神仙难救。东西都放厨房了吗？快带我去。侍卫回答了是，就快速带着秦瑜朝厨房走去。做得很好，这里不需要你们了，出去把门关上。等一下我说干嘛你就立刻干嘛，不可迟疑。我要热水就要马上给我热水，我要布你就要给我布，明白吗？明白。好，那现在你也去换身干净的衣服来，把外面没有用过的白布和热水端进来。没有刚刚烧得厉害了，还是要尽快做手术才行，要不然这家伙死定了。小子，算你幸运，遇到了姐，要不然你就死定了。记住了啊，你可欠姐一条命哦。旁边袁统领整个人都是发抖的，他根本就没机会阻止，因为他拿着白布和热水进来时，秦瑜已经把四皇子的肚子划开了。不想他死，就把刀给我放下，洗手过来帮忙，要不然我不介意看着他死。还有，就凭你，不是我小看你，再练几年你也不可能是我的对手，赶紧的。他现在就算杀掉眼前的人又能如何？四皇子肚子上那么大个口子，肠子都出来了。他杀了秦瑜，全程还去哪里找大夫救他家主子？抖什么抖？到底能不能行？不能行就给我滚出去，换一个不怕的人进来。瞧你那怂样，给我白布，另外你手按在这里，不要动。以后一定要离这个女人远一点，这
们也太狠了，划开人的肚皮，翻开人的肚子，眼睛连眨都不眨，这种狠人惹不起。大夫，你把他肠子给割了？不懂就不要吭声，这是阑尾，你看看上面都是啥，不切掉让它在里面过年吗？就算箭头取出来了，这玩意儿不割掉，你家主子还是会死的。哎呀，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你又不懂，都被你气糊涂了。缝合完，他眼睛不小心瞟到了四皇子的下体。我操，这么长？确实挺长的。金鱼抬头白了对方一眼，显然对方说的长和自己说的长不是一个长。既然如此，那我就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于是他就支开了袁统领。袁统领进来走到床边，正好看到他割掉了四皇子的包皮。完了，这下全完了。就算四皇子救回来，醒来发现自己成了太监。蠢货，你们这群人动不动就要寻死，我真不该出手救你家主子。他有你们这群属下，早晚也要被气死，还不如现在就这样死了算了。你都把他给阉了，就算救活了有什么用啊？他以后都是太监了，等着他醒来剐了我，那还不如现在一刀自刎，死得痛快一些。谁告诉你我把他阉了？你自己过来看看，这叫逼批。切，算了算了，不跟你解释了，解释了你也听不懂。还有，你放心吧，他日后肯定会感谢我今天这刀的。哼，本小姐为了你将来的幸福也是煞费苦心。哎，谁懂啊？我真是太伟大了，做好事不留名。行了，别瘫在地上了，叫2个丫鬟进来，把这里收拾一下。我今晚就睡这里了，你自己盯着吧，不要给他吃东西啊，等他排了气再说。哎，我都快累死了，有事你再叫我啊。这一夜，四皇子梦中挣扎了一夜，后来他还梦到自己要被对方阉掉，可不管他怎么挣扎、嘶吼、呼喊，都没人来救他，最终对方还是下了那一刀。其余正做着美梦，被四皇子这声杀猪般的叫声惊醒。鬼叫什么鬼叫什么啊？是你爹死了还是你娘死了？扰人清梦，要死了是吗？不错嘛，还有力气尖叫，看来你是死不了了。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主子，你昨晚刚做完包扎，还不能乱动，扯开伤口就不好了。这哪里像是刚做完手术的人？古人难道都那么生猛的吗？行啊，别鬼叫了。袁统领，让人把他4肢绑在床上，嘴巴给他堵着，最近几天都不要让他下床。你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去让人把他绑起来呀！他再这样乱动，断子绝孙可不关我事啊！来人，拿绳子来！你这个狗奴才，竟然敢绑本皇子！放开我，看我不砍了你！主子，得罪了，等你好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属下绝无怨言。哼，嘴都给你堵上了，还不老实，小心我抽你！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婆婆妈妈的，还像个男人吗？不就是割了个逼皮吗？又不是给你阉了，你紧张个毛线！再折腾，我不介意真给你阉了，让你以后当太监。妈呀，我看到了什么？一个女大夫居然打了当朝4皇子！瞪什么瞪？再这样动下去，小心你小命不保！你再跪下去，他要是死了可不关我事啊！袁统领心惊胆战地抬头看向病床上的4皇子，这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哎呀，都别跪着了，赶紧的，起来按住主人的4肢还有头，不能让他再动了。狗奴才，等我好了，一定要先挖出你的眼睛珠子，再把你剁了喂狗！竟然让一个陌生人对我为所欲为！我去，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女的呀？
难道他都不知道羞耻，不知道避讳的吗？看他这熟练的程度，好像经常做这种事儿一样。虽然我知道你身份高贵，但那又如何？本小姐我捂得这么严实，等你能从床上下来，我早就跑没影了。你到哪儿找我去？打皇子？估计我是这穿越第一人了吧？还给皇子做了一个包皮手术。我应该没有给穿越前辈们丢脸吧？哎，我都在城楼上听到侍卫叫殿下了。在古代，谁可以被称为殿下？那当然是皇子啊！我又不傻，早就猜到你的身份了，只是装作不知而已。好了，看着他点儿，要是再乱动，你就把他打晕了。再折腾开线呢，我可不管了啊！等药煎好了，你就给他服下。啊，对了，治疗费、护理费给我结一下，一共500两银子。要准备跑路了，跑之前要弄点好处。面对百姓可以当圣母，但这个人身为皇子，肯定身价丰厚，必须从他身上坑一把。秦瑜在这里待了3日，你们看着他点儿。这2个瓷瓶里面的液体，你们每天用它给你们主子伤口擦拭消毒。至于下面的，如果线没有再崩开，就不用管它，肿胀是正常的。我的大小姐啊，我是男的，难道我还不知道吗？你这什么虎狼之词啊！赶紧住嘴吧你！袁统领让人给他拿了500两银票。谢了，我去城里看看百姓。都恢复的不错。他又看了看得了天花的百姓，在他改变用药后，很多接种牛痘也没好转的病人也转危为安了。他见大夫们都好了，城里的天花也都被控制住了，也该到了自己离开的时候。1天时间，他一直在城里转悠，在别人看来，他是在给百姓看病，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想办法离开这里。当晚夜深，他趁人不注意，拿了一条绳子从城楼上跳了下去。秦瑜再出现时，已经来到新州城外的一座小山上。我去，这具身体还真的是差呀！若是换在前世，就算天气再冷一些，下河去执行任务都不会着凉。这身体本来就弱，这如今又感冒了，接下来有的说了。也罢，就这样吧。新州城小院里，一声嘶吼犹如杀猪。四殿下，你没事吧？我要不要在你肚子上划上一刀，再给你下面来一刀，让你尝尝其中的滋味？等我能下地了，我非要亲手剐了那丫头。对了，他人呢？怎么那天走后，到现在都没来给我换药？天亮我们就去县衙那边请他了，可他不在，我们找了城中所有的地方。刚刚昨晚在城楼上巡逻的侍卫汇报说，昨晚后半夜在城楼上他们发现了一条绳子，在城里没有找到那名女神医，我怀疑昨晚就是女神医借用绳子翻过城楼跑了。你说什么？他跑了？他怎敢？外面那么多士兵围着，他就不怕被乱箭射死吗？根据侍卫说，他们听到了跳水的声音，我推断他可能是跳到河里，从河里逃走的。逃了？他为什么要逃？我就那么恐怖吗？派人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殿下，我们出不去呀，外面似乎又增兵了。一群没用的狗东西，别让我知道是谁在背后害老子，让我知道了，我非活剐了他。你刚刚说他从城墙上下去，从河里逃走了？
是的，属下如果没有推测错误的话，他应该是逃掉了，因为侍卫没有发现城外士兵放箭。好，天无绝人之路啊！末将请命，愿出城求援。不行，你们3个不行，我们身边肯定有奸细，你们3个太显眼，如果长时间不在我身边，会令人起疑，到时可能就不好了。继续对外说，我重病在身，旧伤复发日渐严重。另外找3个一向不起眼的忠心的下属，今晚拿着我的书信出城回京，找我父皇求救。西边一座大山后的平西村，我看呐，这次钱家老三肯定会和钱家大房二房分家。哎呀，可不是嘛，这家早就该分了。哎，你没看到啊，这秦家老奶奶一心偏向老大老二，什么脏活累活都让秦老三去做，听说呀还不给他们一家吃饱饭。嗨，这算什么？秦家老三的大女儿于丫头打小秦老太婆就不喜欢她，以前都是听说她把于丫头带到山里扔了，那时我还不信，这一次居然有人看到她亲手把于丫头卖给人贩子，我这才相信。哎，你说这毒妇下雨天怎么没被雷劈死啊？以后跟她做邻居，咱们可得小心一点，保不齐哪天咱家的娃都被她带去卖了。是啊，以后可得防着她点儿。于丫头这都失踪了14天了，也不知道被卖去了哪里。娘，我求你了，你就告诉我，你把于丫头卖去了哪儿？你要是告诉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我也不怪你。儿子，求你了，你告诉我，我给你磕头了。哼，你娘都说了，她没有卖你家闺女，你为何要这般诋毁你母亲呢？口口声声说是她把你女儿卖给了人贩子，你想把你母亲置于何地啊？让她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呢？不可能，一定是骗我的，一定是那个商人看错了。娘虽然不喜欢于丫头，怎么也不可能会卖掉自己的亲孙女儿啊。小时候虽然把她丢在山上，可娘都说了那是捡柴火，于丫头没有跟上，她又没有注意到，以为她自己跑回来了。可现在到底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如果商人说的是真的，那以前岂不是我的亲娘一直想害死我的亲闺女？可是为什么呀？秦正，你这个白眼狼，咱娘把你养这么大，还给你娶了媳妇儿，你可倒好啊，你不敢也就算了，还倒打一耙。一个外人说咱娘卖了你家闺女，你这就信了啊？那咱娘白养活你了，你这个白眼狼。大哥，哎呀，三弟也是一时气急，听信了别人嚼舌根儿，你这一脚踹下去，你给他踹个3长2短，咱们还得照顾他，地里那活就没人干了。原来在这个家，我只是一个干活的工具，我早应该想到的。老三，你也是，外人的话你能信呢？哎，咱娘是那种人吗？我和大哥家的闺女哪个不比你们家于丫头好看？咱娘怎么不卖他们啊？偏偏要卖你家的。哎，是，咱娘是不太喜欢丫头，可这不管是咱们村还是其他村子，这每家每户都不喜欢丫头呀。你这你也不能怪娘不是？哎，就算你怪，也不能说是娘卖了你家闺女不是？哎呀，你也别哭了，有这点时间，还不如去地里干点活。你干完了活了，也好去山上砍些过冬的木柴。在这里这哭哭啼啼的，还让街坊四邻的看笑话，你不嫌丢脸，我还嫌丢人呢。哎呀，不就是一个闺女吗？你回头你再跟三弟妹再生个小子就行了。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不会说话的东西！什么叫不就是一个闺女？你这个畜生！秦有望看到自家二弟被死死按在地上，憋得满脸通红，舌头都吐出来了。他便不再犹豫，
拿起旁边的板凳就朝秦正背上砸去。看到秦正不动了，二老似乎觉得对自己没威胁了。你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白养你这么大！爹娘，你们让开，让我来，看我今天不废了他！就朝秦正的腿上砸去。只听咔嚓一声，秦正的腿应声而断。秦正被疼醒，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再次晕了过去。住手！你要是敢砸下去，今天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砍死你！哎，大家都让让，让我进去！李正爷，救命啊！我家相公被这一家人打死了，快救命啊！哎呀，都给我让开！这杵在这里干什么？屋里头发生什么事儿？你们都不知道进去拉一下手，摘下架吗？都给我滚一边去！李正爷，你来的正好，你可要给我做主啊！我娘把我家姨丫头卖给了人贩子，我相公知道了，过来问他把人卖去哪里了，他们就把我相公打死了。李正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啊！都别围着了，去个人找李郎中过来给看看，快点去！秦老太婆，我说你个这老不死的，你这是又在欺负秦正一家了是不是？哎，好你个老不死的啊，竟然把自己的亲孙女卖给人贩子，你说你怎么就那么狠心呢？啊，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简直是猪狗不如你！秀珠姐，你别怕，有妹子在，妹子呀，今天就给你撑腰，我看谁敢欺负你！哼，哟。这是咋了？这是啊！素兰妹子，他们把小姨卖了，还把秦正腿打断了，也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伤，他还吐血了。哎，好了，没事，一定会没事的。我说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下雨打雷，怎么就没把你给劈死啊？你说你缺心眼就算了，还敢卖自己的亲孙女，你怎么不把你自己卖去妓院里接客啊？你个丫头片子，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要不然我把你的嘴给你撕烂！哟呵，秦有田，你口气不小啊！还敢撕我妹的嘴？来，我看你怎么撕！小妹啊，你就站着别动，让她去撕，我看她怎么撕。好的，大哥，我呀听您的。秦有田，我在外面听说你要等我妹，来，咱哥俩唠唠。李郎中被去叫他的人连跑带架的给带进了秦家。宋立正啊，不行啊，我救不了，要赶快把他送到镇上医馆才行，再晚估计命都保不住了。李郎中啊，就麻烦你了啊！不管花多少钱，要先把人救回来，钱不够你再回来给我说，我来解决啊！你放心，宋立正，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他的。文健呐，可以走了，路上注意坑洼，尽量走平展的地方，要快要稳。放心吧，李叔，你就瞧好吧，我懂。妹子，小钟就交给你了，带你家帮我照看一下，我得去镇上看着他爹。小钟，娘要去照顾你爹，你先跟你苏兰姨回去，你不要乱跑，不要一个人回来这里，知道吗？还要听你苏兰姨的话。娘，我知道的，我爹不会死吧？讨厌我爷奶，三叔大伯，我不会回来的。放心，爹爹不会有事的，你乖乖听你苏兰姨的话啊！苏兰妹子，那小钟就交给你了。秀珠姐，这银子啊，你拿着先用，不够呢，你再回来跟我说，我给你借。谢谢，苏兰妹子，回头我一定尽快还你。你们两个老不死的，都给我等着！要是秦大哥救不活，我今天我就直接把你们家房子给点了，烧死你们两个这没心没肺的狗东西！来，小钟，走去姨家，姨呀给你做好吃的。不行，这小妹说点肯定会点，我得看着她点。点房子没问题，别真把人烧死，那可是会被杀头的。不行，我得看着她点。
小妹儿，等我。小仲啊，到叔家，叔教你打猎怎么样？哎呀，这秦家二小子平时看着挺和气的一个人，没想到那么狠，那可是他三弟呀，怎么下得去手啊？什么三弟呀，又不是亲生的，你们都忘了，这俩老的生秦有田那年出去了一趟，再回来家里就多了个孩子，说是跟秦家老二一起生的，寄养在亲戚家。可当时那个孩子分明就有8个月了，比有田大上老多了，怎么可能是他生的？嘘，别说这个了，让他们听到，他们又来找你闹。你们忘记了，当初有人说那孩子不是他生的，他把人牙都给打掉了，还扬言谁再说不是自己亲生的，就烧了他们家房子呢。哎，这一转眼呐，35年过去了，我都差点忘了有这茬子事儿了。他们在这里议论着，丝毫没有察觉到他们不远处的墙角。原来如此，果然不是亲生的。秦家堂屋，老大，你要不去看看，老三别真被老二打死了。要是真的死了，得赶紧让老二出去躲躲才是。要是被官兵抓到了，那可是要杀头的呀！慌什么？死了最好，一家拖油瓶，还生那么多娃。秦家老大其实听到李郎中说对方伤得很重，有生命危险时，他也是怕的。毕竟自己那几板凳可丝毫没有留手，板板都用了全力的。爹，要去你去，我可不去。要是真死了，那我不也要被抓吗？我得想想到时候逃哪儿去。那不能行啊，他不能死。要是死了，你俩咋办？这一家咋办？真的去逃命过一辈子吗？娘，没事儿，我家那俩小子也大了，他们能替我照顾好您的。不行啊，老大，你听我说，你偷偷的去，要是真的死了，别人都以为你在家，其实在镇上，等官兵来抓你时，你就从镇上逃走。老太婆，给老大拿1两银子，万一真的要逃，他也好有个盘缠。说是老三没有死，那这1两银子岂不就是我的了？啊，那好吧，娘，您给我银子，我现在就去。你等着，我去给你拿。哼，真是晦气，扫把星，当初就不该收留他。要是老三没有死，你知道消息后回来要把银子还我。还？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这好不容易到手的钱再还回去，除非我是傻子。您放心啊，娘，我只要知道老三没死，我就回来告诉您，这银子肯定是原封不动的还给您。秦老大从秦老太手里拿过银子，离开家朝镇上跑去。我这好久没去耍2把了，今儿个终于有钱，又可以好好的耍了。说完，他收起银子，飞奔着朝镇上堵方而去。秦瑜骑着马还在往回飞奔，对家中发生的事儿一概不知。哎呦我去，回头一定要打一副马蹬，这个时代居然没有马蹬，骑马太他妈难受了。还有这马蹄啊，好像也没有马蹄铁，回头也要打一副。驾！他们也不知跑出去了没。他们有您的令牌，如果驿站给他们准备的是800里快马的话，日夜兼程，今天应该是可以到京城的。那就让外面这群人再嚣张几天。奸细审出来同党了吗？已经审出来了，新抓的还在审问。好，等审问完，抓起来全都吊在城楼上。敢在我身边使小动作，老虎不发威，真把我当病猫了。让你们放出去的消息呢？今天早上就按他们交代的方法
在约定的时间把消息传出去了，现在他们还没有动作，说明奸细交代的是真的。殿下，这城楼上风大，你生病还没完全好，我们护送你回去吧。不用，我没事，消息传出去就好，就让他们以为城中感染天花的人已经死亡大半，再过2天也把我感染天花的消息传给他们。哼！另外，城里现在确定已经没有天花患者了吗？我们已经排查过了，城中已经没有天花病人，那个女大夫的方法是有效的。殿下，如果这个法子传播出去，从此我们大前人就再也不怕患上天花了。恭喜殿下，贺喜殿下！是啊，从此咱们大前再也不怕天花。只是却不知此女为何人，竟有如此医术，不简单呢。还有，她当真把我肚子扒开了，还割掉了很多坏死的肉。袁统领想到秦羽把四皇子的肠子扯出来，胃里就一阵的翻滚。虽然他在战场上杀过人，可是看到活人，那视觉冲击力真的是有点让人受不了。可他哪敢实话实说？是的，殿下，他是说那是被箭头感染的坏死的肉，如果不切除，就算把箭头取出来了，您依然会死。至于为什么，他说了我也听不懂，属下便给忘记了，还请殿下恕罪。没事，你们下去吧，让我静静。没想到自己出来一趟，遇到一个如此奇妙的女子，只是不知为何她不以真面目示人。如此，就算我出去了，就该去哪里找她？启禀皇上，他死了。而此刻，宫门外面的马也倒了下去，马是累死的，人是猝死的，3天3夜奔袭近2000公里。让人抬下去，好生安葬。是皇上。来人，传秦国公、陈国公来见我。哎呦，2位国公哎，你们可算来了，快进去劝劝陛下吧。哦，赵公公，可知里面发生了何事啊？我也不知啊，就是四皇子的贴身侍卫送来了一封信，侍卫死了。陛下看了信后啊，就说召见2位进宫啊，你们快进去吧。微臣叩见皇。行了，你俩别来这一套，你们看看这封信。父皇，救我！儿臣被军队围困于新州城，城内天花泛滥，一旦有人出城，就会被城外的士兵射死。儿臣虽已表明自己身份，可对方并未当真。如今儿臣感染天花，加上旧伤复发，幸得一名医不畏生死进入新州城，他不但救了全城百姓的性命，还救了儿臣性命。2位国公看完了吗？你们觉得此事该如何处理？皇上，只要您下令，我现在就亲率将士去营救四皇子。皇上，微臣也觉得陈国公说的对，当务之急应该先将四皇子救出来再说。还有四皇子信上说，有一名神秘的女大夫让我们去找，她攻克了天花，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儿。皇上，微臣认为这件事也应该立即派人去查。好，陈国公，你调5000将士前往新州城去救四皇子，若有反抗，格杀勿论。秦国公，你给我查，这背后到底是谁想陷害老四？另外查这个女大夫。赵公公，去叫太医院的太医过来。秦羽快马到天黑，父亲此刻正躺在县城的一家医馆里面。高烧不退，内伤太重，如果这样下去，老夫最多能吊他3天的命。如果这2天都没有奇迹发生的话，那你们就只能为他操办后事了。大夫，求求你救救他吧！他要是死了，那我也没法活了呀！
放心，我会尽力的。这主要还是看他的造化呀。哎呀，秦宇，于丫头啊！哎，张叔，你怎么在这里？你这是在追我？哎呀，是你就好，是你就好。哎呀，我的妈呀，我这身骨头，我骨头快散架了，我。哎呀，还好，终于追上你了。哎呀，你别管我咋在这里了，你爹在和善堂药房，你快去看看他，或许还能见他最后一面。哎呀，我爹，他怎么了？哎呀，你别问了，你先去看看他吧，再晚怕是见不到他了，你快去吧。见张文健不说，秦瑜直接翻身上马，马鞭在空中挥舞了一下，马儿便扬蹄狂奔而去。我爹呢？秦正在哪儿？这位姑娘，你跟我来，我带你去。你是她姑娘吧？你来的正好，刚好能看看她最后一眼。昨晚她都差点没挺过去，我们老爷子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让她撑到现在。你父亲就在里面，你进去看看吧，我们老爷子也在里面。这时也不是他犹豫自己会不会暴露的时候，救人要紧，况且这还是他这一世的亲生父亲。他3步并作2步跑到床上，就给他做起了心肺复苏。他把手搭在男子的寸关尺上去摸脉，随后他又掀起男人的被子，在腿上摸了摸，点了点头，骨头正得不错。娘，你拿着这个方子去抓药，有我在，爹不会有事的。你是于丫头，你回来了。娘，是我，你快去给爹抓药，等爹好了我们再说，好不？秦云来到床前，又在秦正身上摸了摸，按了按，基本确定该怎么治了，又取出一个针弹，连续在秦正的前胸扎了7针，一只手将秦父扶坐了起来，又连续在不同的穴位扎了7针。阎罗14针，姑娘，你用的可是阎罗14针。我不收徒，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或许是有风吹进来的原因，床上的秦正在昏迷1天1夜后咳嗽了2声，睁开了眼睛。我是在做梦吧？说完又昏睡了过去。什么面子里子，在金战的医术面前都是狗屁求神医收我为徒，老头子我愿意侍奉你左右。闺女打小就留在我身边，她怎么会治病？我怎么就听了她的抓了药呢？抓药的小哥还说药方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神医，我相公怎么样了？好些了吗？家中有那么厉害的女儿，还把病人拉到我这里来，哼，岂不是故意来恶心我的吗？秦夫人，从你相公气色上看，他暂时没事了。谢谢你，李神医。之前李大夫被人叫神医，他还觉得自己值得这个称呼，毕竟在他手里医治好不少疑难杂症，这一生也救活过成千上百数不清的百姓。如今在秦瑜面前，他才明白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古人诚不欺他哪还敢自称神医？秦夫人过奖了，在你家闺秦夫人过奖了，在你家闺女来后，或许是你家相公听到了女儿的声音，又挺了过来。来，我再来给她号号脉。娘，我回来了，这些天让你们为我担忧了。我爹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爹是被你大伯二伯打的。于是他将这几天秦瑜失踪的事儿给他讲了一遍。别说秦瑜这个当事人听了气愤，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奶奶，竟然如此狠心卖自己的亲生孙女。娘，这些年我一直有个疑问，那老头老太婆一直区别对待我们一家，是不是我爹不是他们亲生的呀？这话可不能瞎说，你爹不是他们亲生的，难不成还是捡来的？
就算是捡来的，村里也没听人说呀。你别瞎想。还有啊，他们是你的长辈，就算对我们一家不好，他们也是你的爷爷奶奶，什么老头老太婆的。一定要让秦家一家子付出代价，直接弄死他们。他有千百种神不知鬼不觉的方法，但是让他们死得太痛快，就太便宜他们了。他心中慢慢的就有了一个复仇的计划。娘，他们都这样对你呢，你还这样维护他们？我爹说的没错，我就是被那个老太婆卖给人贩子的。闺女，你没事吧？啊，你是怎么逃出来的？还有，你怎么突然会医术了？什么情况？什么意思？这丫头被卖之前不会医术，那她刚刚这出神入化的医术是跟谁学的？一点也不像只学了10几天呀。娘，我没事儿，人贩子把我带走的傍晚，我就被人救了。对方觉得我聪明，就把我带到了一个山谷里面。外面看是山谷，我走进去才发现里面别有洞天。秦瑜为了以后自己能够方便生活，不让别人怀疑自己，便编了一个理由。你说什么？你去了药王谷？药王谷真的存在？我苦苦寻找了一辈子的药王谷真的存在？快跟我讲讲，这药王谷是什么样的？真的有老神仙吗？秦瑜无语，自己只是胡诌的，为了糊弄自己的母亲，自己哪里去过药王谷？果然呐，一个谎言要用1000万个谎言来圆。古人诚不欺我。那个李老是师门的秘密，不能够轻易的与师门之外的人说，要不然会被赶出师门的。还有，李老这事儿，您可得替我保密，我们不能在外面说自己是出自药王谷的，要是被人知道了，我就再也回不了师门了。哎呀，丫头，你说说你，哎呀，这下怎么办？你就不能说个谎骗我一下？哎呀，你看你现在把药王谷说出来了，这下可咋办啊？娘，没事，只要我们不往外说，他们就不会知道的。来了更好，我也想看看这传说中药王谷的医术到底有多厉害。要是我能够从中得到点失传的药方、针法啥的，或许我的医术还能够更上一层楼。秦瑜这样想着，床上的前夫连续咳了起来。这是哪里？爹，这是在医馆，你刚醒，气血不足，不要说话，好好休息。于丫头，爹这是死了吗？我怎么看到你了？你不是被人贩子带走了吗？你也……大爹，你醒醒啊！你不能死啊！娘，别哭，我爹就是睡着了，没事了，一会儿就好了。你爹那脸色分明就跟几个月前你陈家大叔死的时候一个样，你别骗娘，娘看得出来。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娘，你也看到了，我爹刚刚咳吐出来那么多血，又说话，他这属于亏了气血，缓过来就好了。丫头，是真的吗？你没骗娘吧？那你看我爹现在的脸色是不是变好了？哎呀，你就放心吧，有我在，我爹不会有事的。娘，我刚让你抓的药就是给我爹补气血的，熬得怎么样了？对，还有药，我现在就去熬药。对，我现在就去熬药。哎，秦大嫂，秦大哥怎么样了？斯兰特大哥，你来了。你秦大哥他好些了，在床上躺着呢。你进去，姨丫头在里面陪着他爹呢。好，哎，那大嫂，我先去看我大哥了啊。多谢张大叔路上追着告诉我爹在这家医馆，要不然我真的就见不到我爹最后一眼了。要是路上张家大哥没有遇到于丫头，那岂不是今天相公就要死了？
奇怪啊，为什么秦瑜说要不是我，他就见不到他爹了？这秦大哥不是还活着呢吗？苏兰他大哥，我们家小仲，还麻烦你们照顾一下，在你们家多住几天。哎呀，麻烦啥呀？都乡里乡亲的。小钟在我家，和我家那俩小的，还有老二家的小的，都玩得可开心了，没有啥麻烦不麻烦的啊。只要秦大哥能好，这些都不是事儿。哎，秦大哥身边现在缺不了人，你们就不用送了啊。好好照顾我秦大哥，等过几天我来接你们啊。这银子不够用了，也跟我说一声啊。娘，我爹没事了。看你这样子，昨晚一定没睡吧？那旁边还有一个床。你上去睡会儿，我来看着我爹就行。起初秦母还不同意，后来还是没有说过秦瑜，乖乖的上了床。他觉得自己的女儿这次回来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看来药王谷的人不但救了我闺女，还让我闺女变得懂事了。有机会我真要好好感谢他们才是。秦母一睡就从中午睡到了晚上，大概8点才醒。两母女一起吃了晚饭，秦瑜又细问了秦母自己被卖后家里发生的事。秦母并没有添油加醋，实事求是地将她失踪后发生的事说了一遍。秦母是边落泪边说，秦瑜听得也是心如刀绞，他恨不得现在就回村教那一家子怎么做人。哎，爹，你腿上有伤，不宜有大动作。这不是梦，我不是在做梦，我的鱼丫头真的回来了。爹，我回来了，还好我赶回来了，救回了这世的爹。孩子，我终于找到你了，我一直在找你，从你失踪到听说你被人贩子买走，我的心每一天都像被刀割了一样，一刀又一刀的疼啊，我都快撑不住了。爹，我知道，我都知道，是女儿不好，让爹费心了。爹，你放心，以后我再也不离开了，再也不让你和娘为我难过了。秦家老大欠了赌债，利滚利已经滚到了188两。嘿，我儿子好好的出门，这几天一直都没回来，肯定是你们这群人给他谋害了。又上门来说他欠你们钱，对，肯定就是这样。你们还我儿子！哼，撒泼？去哪一家收债不遇到撒泼的呀？难道对方撒泼就不收债了？银子不要了？你别在这跟我演戏啊！给你2条路，要么你们替秦老大还钱，要么就把秦老大给我交出来，交给我们处置。你们要是藏着他不交出来，没关系，那可就别怪我们兄弟不客气了。你们想咋地？这是我家，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乱来啊，我就去报官，告你们谋财害命。进去，给我搜，把值钱的东西都搬走，床底下、墙缝都给我瞧仔细了，只要是能藏银子的地方，都给我睁大了眼睛，好好的给我搜仔细点儿。搜家抄家嘛，这活儿他们熟啊，哪天不干上1、2次的。老太婆，你最好能老实点儿。你儿子到今天欠了我们一共200两银子，今天你最好能替他还上，要不然过了明天那就是300两，后天就是500两，到时候就算你们拿命来还都不够。我也实话跟你说了，就算你去告官，我们也不怕。那这是你儿子白纸黑字画押的，他借了我们的银子，我们找他还银子，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他们也拿我没办法。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老大，还真没看出来啊，这家还挺有钱的。这里面有5张100两的银票，还有3个10两的金锭子，碎银也有不少呢。哎呀，真没想到啊，在这偏僻的地方
还隐藏着一个巨富啊！啊！好，好，行了，钱既然找到了，那就让兄弟们撤吧。呸！早点乖乖把钱交出来不就好了？非得让老子搜，真是自讨苦吃。老大，你怎么把借据还给他们了？要是……你个混蛋玩意儿！咱们已经捡了大便宜，这穷村子，你觉得他们真的还能拿出钱来？就这些钱，还不知他们从哪儿搞来的。再说了，我虽然混蛋，可也懂道上的规矩。说着，他想起箱底的一块玉佩，给他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时间太久远，他有些想不起来。平西村的事，秦瑜并不知道。爹娘，你们还有什么好考虑的？难不成下一次让他们再把你打成如今这样子？还是说你想看着他把我再卖给人贩子一次，或者说卖我弟？可他们怎么说也是你爷奶呀。唉，这古代的人就是矫情，孝道也要看孝敬的人值不值得孝敬。他敢，他要是敢卖你们，我就跟他拼命。秦正，你要是明天回去还像以前那样护着他们，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来，我就带着女儿和儿子离开平西村，你自己跟他们过去。秀茹，你说什么呢？你带着孩子能去哪儿啊？我听你的不就行了？回去我就去找李正，给我们做主分家，今后咱们一家子单独过，不再管大哥二哥的事儿。他们都快把你打死了，你还管他们叫大哥二哥？你看谁家亲兄弟打架下死手的？我看你肯定就不是他们亲生的，一定是抱养的。明天回去我一定要好好打听打听。爹，我娘说的对，等咱们回去了，好好的向村里人打听一下，你到底是不是那个恶毒的老太婆亲生的？分家？哼，这事哪有这么便宜就算了的。爹娘，你们明天回去，我想今天先回去收拾一下，明早和张大叔再一起过来接你们。秀茹，要不你跟于丫头一起回去？小鱼回去就行了，我和你明天一起回。小鱼啊，你要回去就早点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放心吧娘，我会小心的。那爹就辛苦你照顾了。启禀大将军，从齐鲁城方向有大概2万士兵正朝我们这边而来，距离此地不足10里。啊，什么时候的事儿？我们在方圆30里内不都有探子的吗？为何到现在才来汇报？来人是谁？禀大将军，我们也没看清，其他的探子应该是被对方抓了，我们也是提前发现才回来报告的。哦，对了，军队里的旗帜上有一个陈字。陈字？哎呀，当初就应该听上头人的安排，就应该在城中传信出来说天花已解时，自己就应该带兵离开的。可现在即使自己是为大钱百姓着想才封城的，恐怕也没人相信了吧。更何况四皇子还在里面。传我命令，所有士兵没我的命令不许乱动，给我备马，我要亲自去看看对方是谁。禀报陈将军，从新州城军营有100人小队骑着马正朝梅营地而来。哦，打探清楚对方是谁了吗？回陈国公，是新州城这边的守将李成李将军。哦，是他呀。来啊，给我备马，我去问问他到底想做什么。将军，不可啊！哎，没事儿，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小时候我还贪过他的小鸟，现在难道他还跟我动手？来呀，备马！很快两人就在军营外1里处相见。哦，陈叔父，好久不见，身体可好啊？呵呵，李家小子，我来问你，你围着这新州城想做什么？哎，陈叔父，不是我围着新州城啊，你可能还不知，新州城全城人都感染了天花，死了不少人的。我也是为了不让这里的天花蔓延出去，让大钱百姓受苦啊。哦，这么说来，你还是为了大钱百姓着想了。可，那为什么京城都没有收到你们这边的奏报呢？这老家伙真是明知故问。
陈叔父，我已经写了奏章上去，给了兵部了。哎呀，陈叔父，皇上不会是接到我的奏折，专程派你前来的吧？哎呀，可是你带这么多兵干嘛呀？我可以完全配合你治理好这里感染的难民的。嘿，这谁说李家小子傻的？这不挺聪明的吗？哎，我说你小子，你别跟我贫。现在这城里头什么情况？城内这2天每天都有百姓在城楼上喊放他们出来，我也派了人去打探，天花好像已经控制住，另外得了天花的百姓也都痊愈了。这不是也没得到上头的命令，我也不敢撤军呐。陈叔父来的正好，你看现在怎么办呢？那好吧，你就带着你的人从哪儿来的就退哪儿去，新州城暂时由我接管，等我弄清城里的情况再禀告陛下，让陛下定夺。肃杀遮面的女大夫救了你们，那你们就没有其他的线索吗？就凭这一点，四皇子，这比大海捞针还难呐！这等人才，你们当时就该想办法把他留下来才是，怎么就能让他跑了呢？啊！哎呀！殿下，城中的乡绅要给女神医建一个雕像，还说要日日祭拜，你看这是……随他们去吧，他们是该感谢他。如果不是他，这一城的人估计都要死了。替我送500两银子过去。另外一边，秦瑜快马加鞭回到了平西村。秦家的2个老不死的，不想死就给我滚出来！秦瑜看老头老太太出来了，取出火折子，将手上的火把径直扔向了他们的房子。好家伙，这几天天气干燥，火把刚落到房顶上，轰一下就着了。来人呐！来人呐！救火呀！来人呐！秦老婆子一时也没认出他来，就从院子里冲出来要打秦瑜。当他冲到跟前时，才认出对方来。秦老太婆，看来你的眼睛还没瞎。怎么着，看到我活着回来，是不是很意外啊？应该很失望吧？当初你把我卖给人贩子，没想到我还能回来吧？今天只是烧你家房子，算我收你一点利息。我爹差点被你们打死，来日方长，我们日后慢慢算。秦瑜说完，调转马头：各位叔伯婶娘、爷爷奶奶，我们全家打我记事起，我奶奶，哦不对，这个秦老太婆就处处针对我家，脏活累活全都是我爹娘干，还把我们一家赶去住山洞，吃不饱穿不暖。这都算了，小时候他领我到山里，想把我丢山里喂狼，现在又把我卖给人贩子，还把我爹打了个半死。要不是遇到了李老神医，我爹就死了。所以我今天我俩烧了他家的房子，算是惩戒。今日之后，我代表我们家与这秦老太婆和这秦老头断绝关系。明天我爹回来就找李正爷办理分家，还请各位叔伯婶娘、爷爷奶奶做见证。哎，于丫头，你真的是被你奶领去卖给人贩子了？是的，陈家婶子。那天秦老婆子把我爹藏起来，说找不到了，还说有人看到他跑到山里去了，就带着我去山里找。没想到刚到山边上，树林里面就跑出来2个人，给我套上了麻袋。我听到他们说50文已经不少了，这老太婆就为了50文把我给卖了。各位，你们觉得她还是人吗？我知道我作为晚辈不该怪他们，也不该烧他们房子，可我就做了。就算泥人也有3分火气，何况我是活生生的人。你们骂我不孝也好，骂我混账也行，我不后悔。没想到秦正说的都是真的呀，这秦老太婆真不是个东西，自家孙女都卖，还叫50文。这老太婆哪里是卖呀，这分明就是送嘛！这要我看呀，房子烧得好，就是让这老太太长长记性，看她以后啊还敢不敢作妖了。
就是，要是换作是我，烧房子我都不带打招呼的，最好是连他们一块烧死。这个婆子平时就跟秦老太婆不对付，她这一开口，身边的人都看向了她。哎，你们一个个这什么眼神呐？换作是你们，我就不信你们能咽下这口气。哎，都杵在那干啥呢？赶紧的救火呀！咱屋里头有没有人呢？哎，怎么？我这老头子说话不管用了是吧？赶紧的救火呀！一会儿起风，这火再烧到你们家去咋整？赶紧的！姐，大姐，你可回来了，大姐呀，你可回来了。小钟，姐回来了。以后谁要是再敢欺负我们，姐就打回去。以后啊，谁也别想再欺负我们家。我听姐姐的，谁都不许欺负我们。等我长大了，我保护姐姐，再也不让奶奶把你卖了。好，小钟以后好好吃饭，快快长大，保护姐姐。宋爷爷好。于丫头啊，你怎么回来就把你爷奶的房子烧了呢？这再大的仇他们也是你爷奶呀，这传出去让别人怎么说你啊？谢谢宋爷爷关心，没事，随他们去说。要是我爹被欺负，我被卖，我回来一句不吭，那也是会被人骂软弱无能，别人瞧不起，说是不孝。既然怎么做都会留下坏名声，那我还不如就按照我自己的心意来做，怎么舒坦怎么来。不过宋爷爷您放心，名声好坏都是别人说出来的，我又不需要背着名声过日子。再说名声眼下又不能当饭吃，将来的事儿将来再说。你脑说是不是？你这丫头啊，出去一趟嘴巴更会说了。老头子我说不过你也罢，反正啊现在你烧也烧了，说你也没用了。哎，你爹现在怎么样了？这几天前张家老大赶着马车说是去接你爹回来，哎呀，这可把我一顿的痛心呐！多好的孩子呀！谢谢宋爷爷关心，您也别太难过了，我爹已经好了，只是这伤筋动骨100天，回来要好好休养。我今天就是提前回来收拾一下窑洞，明天让张大叔去帮我把我爹接回来。哎，好，没事了就好。那你赶紧带着你弟回去收拾吧，都收完晚上来我家，让你陈奶奶给你做好吃的啊。好嘞，谢谢宋爷爷。其余拉着弟弟一起给宋理正弯身行了个礼，然后就离开了。你这丫头，你这咋回事啊你？刚见面就要跪咋的？多谢张姑姑这几天帮我照顾我弟弟，等我娘回来一定要请你们到家里好好的感谢你们。哎呦，这都不是事儿，你能安全的回来呀就很好了。小仲呢也听话，还很乖，每天呀就跟着我大哥二哥家的孩子跑来跑去的，也不用我去管，这没什么的呀。同时他也在思考该怎么让自己的弟弟去学习。还有张家大叔二叔的孩子们都和小仲一样大，都没有上学，村子里也是没有私塾，真要上学还要到镇上交昂贵的学费，还不一定有书院收留。他想到了自己的爹，当初就是要去考秀才，突然被秦老太婆阻止，没让他去成。既然能考功名，为什么不让他爹继续读书去考？张素兰见秦瑜站在那一动不动，跟他说话他似乎也没听到一样，于是就喊了他几声。素兰姑你继续，我听着呢。行了，也没什么了。哎，对了，你不是要收拾屋子去吗？那你们就先回去，一会儿这秦家老太婆呀再回来打你。没事，烧他们房子只是给他们警告，要是还敢来招惹我们，那我非常不介意让他们在床上躺几个月。行了，你呀自己也注意点。行了，赶紧回去吧，这等收拾完了呀就过来家里吃饭。今天你大叔二叔啊打了好几只的野鸡，今晚我们家菜，你和小仲也来。好嘞，素兰姑姑，回去收拾完我就去你家。弟，你是不是想骑马呀？不是的姐，我就是觉得
这马好壮啊，也不知我什么时候能长得比这马还高还壮，到时候我就可以保护姐姐了。小屁孩，明明很想骑马还不承认，要想保护我，那你也要先学会骑马才行。秦瑜让秦仲拽着缰绳，他在后面把他抱着，开始教他骑马。秦瑜载着秦仲在路上飞奔，秦仲实在是太兴奋了，高兴地嗷嗷叫。后来张大叔的大儿子也偷偷将自己的马牵了出来，也骑着在村里村外路上飞奔。弟弟，怎么样？记住我给你讲的了吗？敢不敢自己骑？姐，我记住了，我想试试。看来我弟弟还是骑马天才呀。怎么，小仲开心吗？怕吗？姐，我不怕，我很开心。小红很听话，一拉缰绳让他站住，他就停下了。小仲最棒了。哎，姐，你什么时候下去的？我都不知道。我还可以继续骑吗？当然可以啊，大将军都是骑马的。咱们小仲想不想当大将军啊？等我长大了，我要在姐姐身边，我要保护姐姐，不让任何人欺负姐姐，我才不要去当什么大将军呢。好，那小仲长大了就保护姐姐。那姐姐，我再去骑2圈。你注意安全，骑慢一点。知道了，姐，放心吧。这混蛋玩意儿又偷我马出来骑，上次踹一顿还不够啊，真是不长记性。哎，张大叔，你这是干嘛呢？还怒气冲冲的。哎，于丫头，你怎么也在这里啊？那马上面是小钟，他怎么会骑马了？你教的？啊，这孩子聪明，一教就会。你家振东也骑得很好的嘛。这小子自己趁我不注意，偷偷把马拉出来，上次还从马上摔过一次，真是不长记性。我这是来教训他的。张叔，男孩子野孩子嘛，你就随他们好了。难不成你还想让他们当女孩子一样，整天在家穿着绣花？随他们去吧，你看这不是骑得很好的吗？小钟、振东，你俩过来。姐，你叫我有什么事吗？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收拾房子了。振东，你也跟你爹回去。我呀，刚刚跟你爹说了，他不会打你的。下次要骑马就跟你爹说一声，别偷偷出来一个人骑，记得叫上小钟一起。不行啊，看来要尽快把马镫和马蹄铁搞出来，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搞出来。张叔，你们家是不是有打铁的工具？我记得二叔会打铁是不？对呀，他去镇上跟人做过学徒，后来老师傅不在了，他就回来了，也没出师，打出来的东西啊没人要，他还说别人不懂货，后来啊就把那套打铁的工具拉了回来。那我回头让他帮我打2样东西。你要打什么呀？直接找他就行了，他打的东西虽然奇怪，但用起来还别说，真挺好用。秦瑜和张大叔告别，各自回了家。据说这里原本是个狼洞，后来秦家给秦正盖新房住，秦正就自己来了这里，把这个狼洞挖开，然后住了下来。还是古代好呀，要是在现代，这山洞别说娶媳妇儿，门都没有啊。被子没了，锅碗瓢盆也没了，光秃秃的。姐，我们家的东西肯定是爷奶、二叔他们干的。以后啊，别叫他们爷奶呢，我们就当没有他们这家亲人。你看他们把爹打的，差点都死了。我知道的，姐姐，以后我不叫他们爷奶了。可是我要是遇上他们怎么办？或者他故意来找我怎么办？那就当做没有看到他们，他们找你，你也不要理他们。什么尊老爱幼，什么孝道，都统统见鬼去吧。就秦老太婆和秦老头，他们不配。谁爱当圣母就當去，反正我是当对方是空气，以后不招惹我，算他们有眼色。要是再来招惹，我可不介意让他们在床上躺上几个月。两姐弟牵着马朝村里走，这不，刚走到半路，就遇到秦家二老带着自己的孙子。
嘿，你个死丫头，都被人贩子卖到了窑子里边去了，你还敢跑回来给我们秦家丢脸？好，这是谁家的狗没有拴好，在这里乱叫。你个死丫头，你竟敢打我，看我今天不打死你！哎呀，你这个不孝的丧门星，小时候就该把你掐死在山里喂狼，现在翅膀硬了，先烧我家房子，还打你2叔，你这个丧门星，我打死你！秦瑜哪里会给他机会，一脚飞踢把他也踹倒在了地上。老太婆，我再给你说一遍，以后不要出现在我们一家面前，要不然我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房子建一次火就烧一次，要是不信你尽管试试。拉着秦仲牵着小红马就走。娘，我们现在怎么办？那死丫头她怎么敢动手打你？等明天老三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他。老二啊，算了吧，就你这样啊，换作是以前你欺负老三没关系，你没看出来吗？老三这个女儿这次回来，你就没发现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是人呢？老太婆呀，你这次做的真是太过分了，说不好她说的话那都是真的，今后啊，咱们还是离她远点吧。你个老头子说啥呢？我们就这么算了？他把我们房子都烧了，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现在他还动手打了我们，你说算了就算了，想得美！哼，那随便你吧，这个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成了这个样儿。娘，现在我们怎么办？要不我们去报官，让官兵来把这个疯丫头抓进去蹲大牢。你天天饭都吃到狗身上了，报官？你看官差是先抓你，还是先抓那丧门星？老太婆看老头子走了，看了眼窑洞，她也怕秦瑜说的窑洞意外塌了砸死自己，犹豫了片刻，她还是没敢往前，折返回去追秦老头了。素兰姑姑、张大叔、张二叔、张爷爷、张奶。哎呦，小乖孙，你慢点跑，别摔着了。啊？这小鱼和小仲不是才回去吗？那么快就过来了？哎，大嫂、二嫂，我出去看看啊。哎，你去看看，这儿啊也不用你帮忙，你去看看于丫头是不是有需要帮忙的，要是有啊，你去帮下她啊。啊，你大嫂说的对，去吧。嗨，小鱼啊，你怎么这么快就过来了呀？是让我帮忙吗？爷奶。不用，舒兰姑姑，这家里都被搬空了，今天晚上可能不光要在你家吃饭，还要在你家睡觉呢。哎呀，没事儿，到姑家呀，就是到了你自己家，晚上呢你就跟着我睡，小仲啊还跟大郎、二郎他们睡。哎，你说屋里都被搬空了，是秦家人干的？我这昨天还去看了呀，门还锁着，屋里的东西也都在，今天就都没了？没了。连小仲自己坐的一个小凳子也被他们拿走了。哎，我这暴脾气，他们也太过分了吧！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去。哎，不用，我已经教训过他们了。再说了，那东西要真是他们拿的，估计也被我一把火给烧没了。哎呦，你这丫头也是，这次太冒失了！你二话不说就回来把他们房子烧了，你说万一他们要报官怎么办呀？他们不敢。他们比我们还怕见官，又哪敢去报官？你说的也是，要是他们敢报官，肯定要先交代为什么把你卖给人贩子的事儿，还有你爹被打的事儿，这弄不好啊，他们自己都得搭进去。不过我还是要说说你，你女孩子家的这事儿传出去，可对你名声不好，以后啊，可不能再这么干了。素兰姑姑，你觉得我的名声还重要吗？你们应该也听到了村里有人说我被卖窑子里的事了吧？哎呀，行了，小鱼，你呀也别往心里去，他们呀就是一群吃饱没事干的碎嘴婆子，咋的？那还能他们说啥就是啥了？可明天我再要听到有人这么说，看我不撕烂他们的嘴去！姑，我没事儿，
他们想咋说就让他们说去，我无所谓的。反正不说身上也不能掉2斤肉，无所谓了。于丫头，听你大叔说你想找我打东西，要打什么东西？有样不？张二叔，你家有纸笔吗？要是没有，我去厨房拿根炒火棍也行。有纸笔，不用炒火棍，我这就给你拿。哎呀，这纸笔啊，还是我师傅留下来的，只可惜他无儿无女，给我留下来的铺面也让我给弄关门了。你看这纸笔够不？2张就行，用不了那么多。二叔，就这2样东西。丫头啊，这图我看得懂，可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哎，我看不明白啊。你看啊，这个像月牙的东西，像不像我们的马蹄？我称它为马蹄铁。我们打出来就相当于给马穿上的鞋子，马跑再远也不怕石子硌了马蹄了，这样马的耐力就会更强，能跑更远的路。二叔，你有没有觉得孩子上马时有时候一下子还跳不到马背上，还要找踮脚的地方，还有坐在马背上2条腿耷拉着悬空着，是不是非常不舒服？这个呢叫马蹬，有了这个，无论是上马还是骑马都会方便舒服很多。上面这个孔就是与马鞍连接的接口，你明白了吗？我懂了，于丫头，你是怎么想出来的？要是有了这东西，确实以后就方便多了。二叔也不急，明天有空再做也不迟。于丫头，这里脏，你到堂屋里去。等会儿吃完饭不用管我，这东西打出来，明天接你父亲就能用上。以后啊，咱们的马也可以穿上鞋子了。哎呀，于丫头，行了，到堂屋里去吧，这外面晚上冷。二叔，这个东西就先打2副，别打多了，也不能对外说。特别是马蹬，我们用的时候挂马身上，不用了一定要藏起来。马蹄铁在马脚下，不注意也没有人看得出来。张二叔和张大叔同时皱眉。张二叔刚刚还想着贩卖这2样东西卖钱呢。你们想啊，这外面所有的马匹都没有装马蹄铁和马蹬，要是我们装上了，被有心人看到了，上报给官衙，到时候对方是好官，我们可能还会落下一个有功的名声。这要是遇到贪官，他要是想贪掉我们的功劳，会不会对我们下死手？另外最严重的是，咱们边关是不是常常被匈奴人欺压？这要是让匈奴人知道了，我们有了这个东西，再装到他们的马匹上，咱们大钱岂不是大难临头？到时候朝廷查下来，发现是我们造出来的，我们这一家老小的还能有活路吗？哎呀，于丫头，你咋不早说呢？还好我们没有做出来，要不然就真完了。老大呀，你去把李正请来。这东西于丫头没画出来也罢，现在画出来了，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咱们县太爷肯定不行，那就是个黑心的东西。听说你们李正爷上头有人，官职还不小，让李正来看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法子。爹，看到图纸的也就我们几个，又没有别人知道，我们不往外说不就行了？我们都不说，你还能看着你那几个娃子不说呀？万一哪天他们说漏嘴了，又或者你跟老大哪天喝醉了给别人说了，怎么办呢？就让你送李正来看看。抱歉啊，张爷爷、张二叔，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没事儿，你不也说了，这落到好人手里这就是功劳，这落到坏人手里那就是死路吗？就看你李正爷认识背后的人是什么来头，是好人还是坏人了。哎，老张啊，你家这大郎是咋回事啊？我还以为你家出了啥事儿呢。你这也好好的呀，这怎么就那么火急火燎的？走，你爷你爹要跟你们李正爷说事儿，我们去厨房看看晚饭做好了没。哎呀，老张，我可没对不起你们一家啊，你们可不能做傻事啊。
宋立正啊，你想啥呢？我们找你来确实是有事，还是大事。说起来啊，也算是找你救命的。宋立正，你看这2个图纸。宋立正看了看还站在门口的张家老大和老二，才稍微放心，不是打自己就行。他这把老骨头可受不了他们摧残。他把目光放在图纸上，看来看去也没看明白。宋立正啊，这是于丫头画的，还是让她给你讲吧。秦宇也没有客气，走过来就给李正讲了用处。宋立正听完也是连连擦额头上的汗，他还真就跟张大爷说的，他背后有人，还是能直达天听的人。哎呀，老二啊，你现在去安2幅图纸，打上2幅。明天跟我一起进京，在我们回来之前，这件事不要往外说，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啊。多谢宋立正。他们刚吃完饭，张二叔就打好8个马蹄铁和2个马凳。如果看图宋立正还有所怀疑，那现在他已经100%确定了，这玩意儿不能留在他们这里，要尽快送走才行。二郎啊，你先吃饭，吃完饭了好好休息，我们4更出发进京。老婆子，大儿媳妇去给老二准备路上的干粮。这长途跋涉的宋立正能受得了吗？二叔，我也不知道这能带来这么大的麻烦，这些都是我之前弄的应急药品，上面有写用处，你们这一路肯定用得上，你带着。这是几副治疗伤寒的药方，要是路上感染的风寒什么的，我给你这几瓶药吃完了，就按药方上面抓，见到服用就行。于丫头，我也不跟你客气，谢了。这一路这些药还真用得上。4更天，一辆马车趁着黑夜从宋立正家出来，出发前往京城。这几个药方，一会儿你来交给李老，让他帮我配好，我走的时候要带走。其实他也想抓了药回去自己加工，可那样太麻烦了，回家还有一大堆的事儿，跟秦家2老分家还不一定会闹出什么幺蛾子。分完家也要想想今后该怎么生活。眼下这天气越来越冷了，现在建房似乎还来得及，要不要建呢？哎呀，不想了，有啥用啊？李正都不在村里了，也没人给我们分家分宅基地。哎，真的是庸人自扰。秦神医，你那些方子都是药王谷的，这等药方你怎么可以随便泄露出来呢？要是被有些人知道了，岂不是要招来杀身之祸？不是什么大事儿。李老这是看过药方了？看过了，我正在给你配。可是你的药方，我原以为我的医术已经是大前国数1数2的，这几天啊，看到你为你父亲治病开的药方，我才知道我是坐井观天了。秦神医，我有个孙女儿，天资聪慧，和你年龄也差不多，不妨让她跟在你身边，做个丫鬟，帮你跑跑腿，如何？这个李老真的是自己不能拜师，开始迂回了，让自己的孙女给我做丫鬟，这算盘打的啊！不，那怎么行？我们家就一个窑洞，你孙女来了也没地方住啊。再说了，我就是个农村的丫头，哪里还要人来伺候？李老，您的美意我心领了，可确确实实真的用不上。哎，秦玉刚不是说了吗？家里是窑洞，没地方住人。哼，那回头就找人去帮他借一栋不就好了？这丫头就是不愿意来城里住，要是来县城住，我家的院子都可以免费送给她。秦正上去躺好后，秦瑜这才将买来的东西往马车上搬。旁边的李老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叫来了自家医馆的伙计，让他赶着自己家拉东西的马车送秦瑜他们回去。其实他主要的目的还是想看看他们住在何处，日后要是上门，自己也不用两眼一摸黑找不到地方。秦瑜并没有拒绝，毕竟自己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装点好后，秦于、秦正一家和李大夫告别后，2辆马车一前一后的离开医馆。秦大嫂，你们回来了！啊，大嫂，这才几天啊，你咋就瘦成这样了？谢谢你啊，大妹子，这些天多亏你们一家帮我带小仲，要不是你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行啦，秦嫂子，咱们都是一个村的，这有什么谢不谢的？也就是多一张嘴的事儿，而且小仲又乖，哪里需要我们去照看呀？哎，秦大嫂，我这最近呀，听村里的人来传，说秦大哥不是秦家那2头的亲生儿子，是在外面抱回来的。我问我娘，哎呀，她又不肯说。你说，大妹子，你说的可是真的？难怪这么多年不待见我们，这就说得通了。秦大嫂，那天呀，我去河边洗衣服，就是你们去医馆的第2天。我这刚到河边啊，几个婶子就在那儿议论，我就听到他们说呀，秦正大哥不是他们亲生的，他们就看到我来，立刻就打住了话题，哎呀，就没再往下说。我才不会像母亲和苏兰姑姑一样不说出来，不但要说，还要让爹听清楚弄明白，看看他这么多年孝敬的是谁。接下来分家，他才能够分得彻底一些。苏兰姑姑，你说什么？我爹爹不是那2个老东西生的。你这丫头，说话就不能小点声吗？小姨啊，你说什么？我不是你奶奶亲生的。本来他看着秦正这样说出来，怕影响他恢复的，得，现在白瞎了，都知道了。他上前一步。是的呀，秦大哥，我呢也是听村里的婶娘说的，这具体呀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我问我娘啊，我娘就叹了口气，什么也不告诉我。正哥，你看要是真的，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娘，不管他们对我爹有多大的恩情，在他们把我卖出去的那一刻，差点把我爹打死，那时起，我们就和他们已经没有关系了。而且这些年，我们一家任劳任怨，该还的也都还完了。娘，可能你还不知道，昨天我回来就一把烧了他们的房子，就算你想继续和他们和解，也和解不了了。哎呀，你这丫头啊，怎么就那么不懂事儿啊？就那么大的胆子，就算他们做的再不对，你也不该去烧他们的房子呀。这大冷的天儿，你让他们住哪儿去啊？哎呀，秦正啊，我的正儿啊，你可算回来了！哎，娘要气不活了呀！你生了个好闺女，她要放火烧死我这帮老骨头，还要烧死你的侄子们啊！哎呀，正儿啊，你可要为我做主啊！娘，你怎么这副模样？快进来，外面冷。我爹他们呢？哎呀，儿啊，娘不活了呀！娘都一把年纪，还能活几年？老了，被自己孙女欺负，还收了房子，要跟我们断绝关系，还打伤了你二哥。你大哥现在也下落不明，老婆子我不活了，不活了！哎呀！一边是娘，即使不是亲娘，这些年做了很多对不起我的事儿，可毕竟她给了我一口吃的，养活我这么大。可另一边是亲闺女，被这个娘卖给了人贩子，差点就被推进了深渊，我也差点丢了命。可是现在女儿是回来了，但她又烧了秦家的房子，让秦家老小没地方住，没衣服穿。我如今也还活着，似乎除了我受些苦，受些委屈，也没什么。秦瑜现在什么话都不说，他就要看自己的爹还有自己的娘到底站在谁的一边。要是这样的情况，秦正和自己娘都还愚孝站在秦老婆子一边的话，他会二话不说直接离开这个家，从此对这个家不管也不问。反正他们的女儿已经死了，我不过是借尸还魂，他们自己都不在乎，我又何必掺和这一家子的乱事？
娘，你先起来，坐下来，我们慢慢说。这老婆子也就是做个样子，她早就想起来了，只是一直没人来拉自己。其实她这会儿还有些埋怨张秀如拉她起来晚了。唉，这一家人活该被骗被欺负，都这样了，还能被秦老婆子拿捏住。娘，我们今天回来，在村里听到有人说秦正不是你的亲儿子，是真的吗？秦老婆子已经做好了准备在张秀如认错时拿捏对方，哪里想到张秀如不按常理出牌，这一问直接问住了秦老婆子。果然，素兰妹子说的没错，秦正果然不是亲生的。娘，看你这样子，那村里的传言就是真的了，秦正真的不是你亲生的孩子了。你胡说！你就是想离间我和我儿子的感情。秦正就是我生的，有天是双胞胎，就是我一起生的，他们两个。娘，您就别隐瞒我们了，你就直接说了吧，秦正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哎呦，我说秦老婆子，您呀就别演戏了。我来这里时呢，还看到你穿的花枝招展的，哼，这怎么还没多长时间，你就变成乞丐了？你个臭丫的骗子，没人要的玩意儿！这是我们秦家自己的事，有你什么事儿？轮得到你插嘴啊？哎，秦家大娘，你这都一把年纪了，你说话也太难听了点吧？谁说我小妹没人要了？你个死老太婆，我今天这非要打死你！你呀才是这臭丫头骗子！你这个死没良心的老东西！村里的婶娘叔伯都知道我秦大哥不是你亲生的，就因为这样，你才对他不好的！你个死老大伯，敢说我没人要，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先不说我妹子打对方对不对，就说这懒老太婆老胳膊老腿的，万一这我妹子刚动手，老太婆讹上我们家怎么办呢？这事儿秦老太婆可是惯犯了。就在上个月，秦鱼被卖的前夕，秦老太婆在自家田地里边摔倒了，李家的后生刚好路过，就上前扶她起来，还问她有没有事儿，还打算蹲下来背她回家。哎，可是呢，她不但不领情，还抱着对方的腿不让对方走，就在地里头大喊李家后生欺负自己，故意把她推倒的。这一顿的胡搅蛮缠，后来讹了对方10个鸡蛋，这事才作罢。哎呀，这万一我妹子真的把对方按在地上打了，别说10个鸡蛋了，恐怕10只老母鸡都没有用吧。果然，张文健把张素兰拉住后，哎呦哎呦，打人了，打人了，杀人了，杀人了！这时秦家二郎秦有田刚好也过来，也是找秦正麻烦，要让他赔自家房子。哎呀，杀人了，杀人了！秦老三把我娘杀了！张文健这一追，才发现原来这秦家老二那么能跑，他这个打猎的野猪都追过，居然追不上秦有田。哎呀，你小子是不是找死啊？谁杀人了？谁杀你娘了？我这……哎，各位叔伯婶娘，这都是误会。秦家大娘没事，就是在秦正老弟的窑洞地上撒泼喊杀人了，刚好被这小子赶上听到了，也不继续弄清楚缘由，就往村里头跑。哎，你们说他们这不是恶人先告状吗？哎呀，这秦老婆子越来越过分了，你们都不知道啊！前天我还看到他带着秦老二去把秦正窑洞里的东西全都搬到自己家里，连个破瓦罐啊都没给他们留。啊，是真的吗？那这秦婆子也太过分了。这秦婆子看来又要讹人了。秦老三也真是命苦，摊上一个这样的娘。要我说呀，李正就该把秦老婆子一家赶出我们平西村去。对，他们就是一个臭虫，让人厌烦。哎，大家都回去忙吧哈！我要把这家伙带回窑洞去，省得他又出去乱造谣。说完，他就连拖带拽的拉着秦有田往窑洞去。作为爱看热闹的乡亲们，他们又怎么会错过呢？于是都跟在张文健后面，陆陆续续到了秦正所住的窑洞。哼，果然呐，这秦有田说的都是假的。娘，你赶紧起来，你在地上打滚也没人理你的，你再把自己折腾坏了。你别害我娘，我就没你这么不孝的儿子。
眼睁睁看着你娘我被人打耳光，也不阻止，还说我不对，我没你这不孝的儿子！哎呀，老天爷啊，我咋就那么命苦？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孩子，现在翅膀硬了，先是让自己闺女回来，烧了我家的房子，现在又叫外人一起欺负自己，还打自己！哎呦，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当初我就不该把你带回来，就不该养你！娘，你说什么呢？我真不是你们亲生的。哎呀，小郑那孩子也是可怜，生下来就被人给丢了，被老秦家捡回来。开始还对他挺好的，我还以为秦家会真心对他，没想到一切都是假象。小郑刚能算上是劳力，他们就迫不及待的让重活脏活都给他来做。就是，我还以为秦老婆子会供出一个秀才公甚至状元公回来。小郑那时读书多厉害呀，没想到他要去考秀才，秦家人竟然拦着不让他去。哎，可惜了呀。这会儿居然说漏嘴了，那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反正早晚他们也会知道。没错，你就不是我亲生的，你是我在山里捡回来的。要不是我，你早被狼吃了，还能活到现在。要早知道你是这样，我当初就不该收养你。秦正听懵了，果然自己不是亲生的，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颓然地坐在床上，有些失魂落魄。既然秦正不是秦家亲生的，那事情也就好办了。怎么说，我也是大家闺秀，不但知晓仁孝，更是懂得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道理。相公，你好好休息，这事儿让我来处理，我会处理好的。他说不管就不管，没多久还真的就睡着了。哎呦，母亲不会也是跟我一样是穿越来借尸还魂的吧？可是回想这几天和母亲的接触，就是地地道道的古代人呐。可是他现在这一变脸，这气质绝对不是农村人才有的，就给人一种上位者的错觉。现在站在他面前，都会不由自主的觉得跌他一刀。看来这个娘来历也不简单呐，这气质绝对是从小养成的，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有这么大改变的。只有一个可能，娘大有来历啊。秦瑜开始在脑子里搜索和母亲有关的记忆。自己这母亲温文而儒雅，还教我识字儿，绝对不简单。真是有趣，先是父亲不是亲生的，母亲也来历非凡。这下好玩了，我会是富二代呢，还是官二代呢？哎呀，真是期待未来真相揭开的那一刻。现在还是乖乖的站在旁边，看看母亲怎么大显神威。娘，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娘了。说实话，在得知你把小鱼卖给人贩子的那一刻，我真的恨不能杀了你。可是你是我相公的娘，我不能这样做，当然也做不到。后来你们又把我相公打得几乎死去，现在勉强救回一条命，双腿现在还是断的，我恨你们。刚你来看到你穿着残破，又听你说小鱼把你们房子都烧了，我以为你们是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觉得你们狼狈可怜。你是我相公的娘，我身为你的儿媳，理应照顾你。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你不是我相公的娘，对他没有生育之恩，只有养育之恩。这些年，就说我从嫁到这个家开始，我觉得我和我相公每天就像一头驴一样，每天做着最累最脏的活，吃的连猪狗都不如的饭食。
这些我都认了，毕竟你是我家相公的娘。现在你不是了，这些年我觉得我和我相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你们对他的养育之恩，我觉得我们已经还完了。从今往后，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宋大哥，你来的正好，趁乡亲们也都在，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一家的状况。我也不说了，还请宋大哥代李正爷做个主。今日我代表我相公秦正和秦家分家，自此形同陌路，永不来往。宋明远还想进去劝两句。哎呀，老爷子不在，你少管闲事儿。秀如妹子说的没错，本来就不是一家人，非要往一家按。这些年确实该报的恩也报了，这秦家这次错得过了，确实对不起他们两口子。哎呦，你说分就分，你说不来往就不来往。秦正是我养大的，是我儿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做起我儿的主了。宋大哥，你也看到了，秦家大娘这样，我们实在无法和对方过成一家人。现在是于丫头烧了他们的房子，我这个当娘的可以不再计较她卖我女儿的事儿，也可以不再计较打伤我相公的事儿，可我不能保证从今往后和这一家人住在一起，我会不会做出不烧房子或者更出格的事儿。还请宋大哥代李正爷做主。哼，要分家可以，要断绝关系也可以。我把他养那么大，他小时候我们还送他上过私塾，你们该给我补偿。我也不多要啊，就要30两银子。事情闹成这样，这秦正两口子肯定是不能再和以前一样了。分家就分家吧，分之前必须捞点好处回来。我看你是想屁吃，30两银子，哼，想都别想。要是能够彻底和秦家分清关系，花点银子也没什么，至少能够甩掉这家拖油瓶。至于给原主报仇，不着急，这没了我父母帮忙，我倒要看看秦家人怎么一步步把自己作死的。让他们这么痛快的死，哪有让他们受尽折磨死好玩呢？可不能便宜他们死的那么痛快。喂，老太婆，我娘说的没错，你就是在想屁吃呢。不过呢，这屁你还真能够吃得着。我也懒得跟你过多纠缠，既然银子能解决，那就用银子解决。鱼儿，哎，娘，没事儿，我有分寸。哎呀，家里面啊，现在被一把火烧了，什么都没有，无论是吃的、穿的、盖的都要买。也不对，还有银子，还有藏在老房子床下土炕里边的100两银子。哎，可谁会嫌银子多呀？30两，呵呵，没有。3两你要不要？要是不要的话呢，我觉得你家的老房子似乎烧起来会更好玩，这火呀，应该烧得更大才好。你个丧门星，你敢？我敢不敢？你要不要试试？就3两，你爱要不要？不要呢，现在就可以滚了。这家分不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碍。反正以后对你们也是视而不见，分不分无所谓。不过呢，要是你们家的人出现在我们家，或者来找我父母的麻烦，我想我还是十分想看看这火光冲天的样子的。好了好了，都散了吧，都回去吧，都该干嘛干嘛去。村民们见没好戏看了，也就相继离开了。我说小郑啊，你们现在这家也分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现在也没有什么打算，只能等腿好了，能下地了再说。宋大伯，其实我们想先找村里批一块宅基地，趁现在土地还没有上冻，我们想建新房。宋大伯犹豫了。其实宋礼正昨晚离开村前是有交代过宋大伯，村里有什么事儿就让他拿主意。
可现在牵扯到宅基地划分土地，他还是有些犹豫了。毕竟秦余家是分过宅基地的，不过是和秦家分在一起的，现在再分，怕是村里人会有意见。宋大伯，要是可以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住的窑洞这块地方就可以。您看能不能批给我家，重新建房子？哦，小郑，你也是这样想的吗？小玉过了年都16岁了，也是大姑娘了，和我们挤在这么大一个窑洞里，确实也不合适。要是可以的话，看看村里能不能帮帮忙，把这一块地划给我们当宅基地。这块地呢，本来也是咱们村的荒地，地下全是黑石头，也不耐旱，种什么死什么。罢了，咱们荒着也是荒着，那就划给你们家当宅基地也行。只是你们现在这个样子，有银子建房子吗？谢谢宋大伯，银子我们有。你也知道，我被秦家老太婆卖给了人贩子，被好心人给救下后，好心人把人贩子身上的银两都搜刮给了我，还给了我1匹马，我这才回来的。所以建新房子的钱还是够的。那行。既然你们有钱建房子，那现在啊，离地上洞还有段时间，宜早不宜晚。我呢，现在就去给你们办房契的事儿，等到明天，我再让村里的泥瓦匠、木匠过来帮助你们建啊。小鱼啊，你们是要建木房啊，还是土坯房啊？要是木房的话，我现在就找人到山上给你们砍树去；要是土坯房的话，我现在回村里看看谁家有，先借过来，给你们先用上，等回头啊，你再还给他们。不够的话，我就找人现在就开始做。张大叔，不用那么麻烦，我们直接盖砖瓦房。哎呀，小鱼啊，这砖瓦房可是至少要20-30两银子的，你们有那么多银子吗？张大叔，30两银子够吗？够了。你有多少？不够的话，我回去给你们凑凑。张大叔，你看这些够吗？你这应该有40两了吧？可以建一个很大的房子了。够就好。张大叔，这银子你都拿着，我爹现在这样肯定是下不了床，也帮不上忙了。这建房子的事儿，还要麻烦您帮我好好张罗一下。于丫头，房子的事交给我没问题，这银子还是你自己拿着吧啊。哎呀，张老弟，你拿着吧，要买什么东西你只管去买，不够用了你再回来跟我说，我来想办法。是啊，张老弟啊，你就拿着吧，这要买什么东西，你总不能让于丫头跟着你去付账，对吧？得了，收起来吧。秦大哥，你放心，这些银子我肯定给你花在实处上，我绝对不多花。银子交给你，我放心，辛苦你了。张大叔，您就好好收着吧，我们都放心您，您尽管用，可别省。秦宇本想着建一栋2层楼的别墅，可又觉得太显眼，大不了到时屋里的装修搞好一点，最基础的洗澡房间做好。爹爹，醒醒，该起床了。一天之计在于晨，趁现在你要在家里养伤，你就在家里边边教弟弟读书边学习，等你这腿好了，刚好赶上明年春天乡试，你呀争取考一个举人回来，到时候看谁还敢欺负我们一家。小鱼啊，你怎么起来这么早啊？秦云扶着他坐起来，他拿起自己父亲的衣服想要帮他穿上，被秦父拒绝了。小鱼，我来就行了。爹，那书是我在李正老爷家借回来的，你这段时间就教弟弟学习，你也准备等年后的乡试。爹，有我在，你还怕站不起来吗？放心好了，我和娘还有弟弟还要看着你去乡试，还有去京城参加年后的春闱和殿试，我们都期待着你能给我们拿一个3元及第回来呢。我这腿还真能站起来，还能下殿。爹，你是不相信我吗？我说能就一定能。好，爹听你的，给你们拿个3元回来。娘，这个是茶，你烧上1壶水，把茶叶倒进去，然后给前来帮忙建房子的村民喝。王叔，你忙着呢。是于丫头啊，
这会儿挖地基，我也帮不上忙，就想着先给你们做2张床，再给你们做几把凳子，也好不再睡土炕。王叔，我想让你帮我个忙。于丫头，什么忙？你说。是这样的，王叔，我想做一个黑板。黑板？是的，就是黑板。首先需要一块平滑的木板作为基底，然后涂上一层黑色的漆料就可以了。于丫头，这样做出来的东西真的能在上面写字？可以。那行，我家里就是这些东西，我现在就回去试试。于丫头，要是真的做出来，以后咱们村的娃们学习认字那就方便多了。是啊，王叔，有了这2样东西，我弟他们就算没有纸张，练字也不用趴在地上用树枝写画了。可不是嘛，真如你说的，那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我现在就回去做。王叔不用着急。我能不急吗？这可是能改变娃娃们命运的东西，我必须得抓紧时间。于丫头，你就等着我给你做出来吧，包你满意。王叔，你慢点跑，不着急。这老王这是怎么了呀？平时看他懒懒散散的，我还以为他老了跑不动了，没想到还能跑那么快呀！是啊，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让他跑这么快。嗨，问问于丫头不就知道了。于丫头，你给老王那家伙说了啥了？他那么高兴跑那么快呀？张叔，也没什么，等王叔做出来你就知道了。嗨，你这丫头也不老实了啊！张叔，回头我给你弄个好东西，保准比你这烟袋杆子好抽。哎呀，你这丫头是古灵精怪的，我就不信还有比烟袋锅好抽的东西。张叔，那要不要我们打个赌？要是真的比你的烟袋锅好抽，你以后就帮我卖茶叶呗。好，那我就等你弄出比烟袋杆还好抽的东西来。毕竟古人又怎么会知道2000年后科技有多么发达？要是告诉他们铁疙瘩能飞，人还能在太空生活，他们不但不会相信，还会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傻子。娘，茶水煮好了吗？煮好了，再凉一下就可以给他们喝了。娘，你过来，我给你看个东西。娘，这个是我在镇上买的布匹，你给我爹还有小弟做一套棉衣，棉花我也买回来了，改天我俩一起到镇上买新衣服。那哪行啊，买一件衣服的银子都能买20尺布了，这20尺布足够我们2个人一个人做2身衣服了，花那个冤枉钱做什么？更何况你买这1匹布也够我们一家人做好几套衣服了，不去浪费钱了。那行，我听娘的。哎呀，再说下去可能娘还会生气，等将来有了钱再带娘去买新衣服也不迟。不是不舍得给父亲买新衣服，只是父亲现在走路不便，买了新衣服也穿不了，得找机会跟母亲说说，给父亲做一件厚实的棉衣外套还有裤子，这样父亲每天穿衣服也不用那么吃力了，他自己都可以穿好。至于小弟嘛，我是不会承认男孩子就该穷养。那娘，我跟你说，我爹的衣服要这么做，保准做出来不但好看，以后我爹自己也可以很轻松的自己穿衣服脱衣服。哦，还有这样的衣服？我告诉你怎么做啊。首先我们从衣领开始，中山装的特点呢就是立领，所以是一个直立的领子形状。接下来是衣服的前片和后片，看这里是肩线，要平滑的连接到后片，最后这里设计一个小巧的口袋，既实用又能够增加整体的美感。很快，一张完整的现代中山装服装图纸就被他画了出来。秦瑜刚开始画，秦母还能听进去，可是后来别说听秦瑜说的话了，就是看他画出来的服装设计图，秦母都有些看傻了眼。娘，你怎么了？
这娘，怎么样？好看吗？好看，看起来很简单，穿起来一定好看。娘，你说的对，穿起来非常简单方便，不像我们现在穿的长衫，下雨了还要提着一摆。你等着啊，我再给你画一条配套的裤子。小鱼，这是衣服吗？我怎么觉得这比艺术品还好看呢？娘，你说的没错，艺术品呢，之所以叫艺术品，那是因为它好看。这衣服好看了，不也就是艺术品了？哇，姐姐，这衣服真好看，我可以穿吗？当然可以，回头娘给爹做好了衣服就给你做，好不好？你姐姐说的没错，等娘先给你爹做一件棉衣后，我就给你做，好不好？去吧，跟你爹学认字去。这丫头自从回来后就变了一个人一样，会骑马，会医术，也不再娇弱，做事也有了自己的主见。她还是我的鱼丫头吗？秦母有些担忧，她想问秦羽怎么会画画，又是从哪里看到这样衣服的。话到了嘴边，她还是咽了下去。娘，你再看看，我去给各位叔伯倒茶喝。张大叔，你辛苦了，来，快喝碗水。哎呀，早上我过来，你爹说你骑马去镇上了，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买了点东西就回来了。下次别一个人往外跑啊！要是去啊，你看看村里有没有人出去，跟着一起去啊！谢谢张叔，我下次和村里人一起出去，不再一个人去了。啊，行，后面是砖窑厂送砖的，也给他们倒碗水喝去吧。我找地方卸砖。老爷，府上来了客人，说是您曾经的同窗，有要事要找您。哦，我同窗，有没有报上名字？要是需要银两，帮一下，不用来知会我。不是的，老爷，您的这位同窗姓宋，是从商都安南县城那边赶来的。他还给了我这个。快，他人在哪里？带我去见他。老爷，您慢着点儿，先把靴子穿上。这老宋终于进京了。李正爷，你再坚持坚持，大夫很快就来了。老宋，你这是怎么了？来人啊，请大夫了没有？不必多礼。老宋啊，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个时候进京来找我？哎呦，刘大人呐，我来看你了。没想到我这身体啊，看来要给你添麻烦了。不会的啊！我现在就进宫给你请太医。我这把老骨头啊不重要。文杰啊，这就是我们前来见的刘大人，你把东西给他吧啊。是。张文杰看了看屋里的下人，他不知道是不是该当着这些人的面拿出来。刘大人看到张文杰凝重的眉头，加上这宋礼正拼了一身老骨头，不远千里都要来见自己，他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于是他对着屋内的下人挥了挥手，求刘大人救救宋礼正，我们日夜不息，连赶10天。宋礼正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就是这样也不愿意停下来休息，还请刘大人救救他。有话慢慢说，你跪下来做什么？更何况你不说我都会救他的。文杰啊，要事要紧，快把我们带的东西给刘大人看啊！看到这2样东西，刘大人皱眉，这是什么东西？还被张文杰贴身保护着。刘大人，这个是马蹄铁，可以钉在马蹄子上，只要给马儿钉上这个，那马儿就不会再怕碎石卡马蹄，从而让马蹄子受伤了。这你们是怎么想出来的？还有，就是为了送这个进京？还有这个，
这是马灯，把它系在马鞍上，人坐在马背上，脚蹬套在脚上。你别说了，宋大哥无法下床，你现在跟我一起进宫面见皇上，这可是大功一件，你们可是解决了朝廷一大难题。宋大哥，你好好休息，我一定会给你带回宫内最好的御医，为你看病，一定能治好你啊！我要留下来照顾顾里正，我不去。这东西也不是我们想出来的，这个功劳我们不敢领，只求刘大人尽快去见皇上，让他看在这2样东西的份上，快速派御医前来。还有，我们在马上已经钉好了马蹄铁，我再去给你绑上马灯，刘大人可以骑着我们的马去。张文杰把马凳绑好后，就让刘大人坐了上去。刘大人顿时觉得骑马原来还可以这么舒适。好，你们在家里等我，我很快就回来。请帮我告诉皇上，我有非常重要的事要汇报，这是关乎这场战争的输赢。另外，我必须把这匹马带进去。哦，这刘大人一般这个时候是极少来找朕的，一向都守宫里规矩，今天这是怎么了？还要带马进宫？那就让他带着马进来吧。不多时，刘大人就牵着马来到了养心殿外。哎呦，刘大人，您这是这怎么还牵了一匹这么普通的马来呀？赵公公，这个可不是一般的马，这匹马可是能让我们这场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哦，刘大人，这马有那么神奇，还能决定我们这次对匈奴用兵胜利与否？哎，行了，你就给朕讲讲这匹马怎么就是关键了。微臣恳请皇上骑一下我这匹马，微臣相信皇上骑完不用微臣解释，皇上自然清楚。哦，是吗？那我倒要看看刘大人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皇上，哎，无妨，就是一匹马而已。皇上，要不您骑着走2步？驾！马儿应声就跑了起来。这一跑，皇上顿时觉得和自己之前骑的马不一样，他越跑越来劲。此刻他有些想御驾亲征，他骑着骑着，甚至尝试着站了起来，可是把护卫们吓了个半死。好啊！有此神驹，我大前面对匈奴骑兵有何畏惧？好啊，好！刘爱卿，你立了大功了，说说看，要朕怎么赏你？微臣不敢贪功，还请皇上下旨，让宫中的御医前往微臣家中救一下我的好友。此人为送这个马灯和马蹄铁，不远千里，从商都下县，日夜兼程10天10夜，在今天才到京城微臣家中。同样还请赦免他们做出这2样东西。哦，你是说这东西叫马镫，是千里之外的人造出来的？还有马蹄铁是什么东西？皇上，这个就是马蹄铁，有了这个东西可以保护马蹄的脚掌，提高马蹄的耐力。微臣刚在外面试过了，这马蹄装上马蹄铁，一般的石子，这马蹄一提下去，可以直接踩得稀碎。难怪朕刚刚骑在马上觉得马蹄的声音不对，原来是加了个马蹄铁。做出这个的人真是神人呐！哎，你刚说什么饶恕？哎，不，朕要好好的嘉奖他们。来人，传李太医、王太医、赵太医，速速前往刘爱卿家里，为朕的功臣治病。哎呀，刘爱卿，你这位好友可是帮了我们大前国一个大忙啊！可以说自此之后，我们骑兵与对方交战不用惧怕他们，而且还能碾压他们。只要给朕时间，有足够的马匹，匈奴再无惧。赵公公选工部陈大人，还有军部李大人，陈国公，还有老四回来了没有啊？让秦国公也进宫。老奴这就去办。陈国公和四皇子还在信州城，还没有回来。啊，也罢，
让秦国公他们来见朕吧。皇上拉着刘大人进了养心殿。刘爱卿，你这位好友进献有功，想要朕怎么赏他们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朝廷解决难题，是微臣乃至天下子民应尽的事，所以微臣认为皇上不必奖赏。刘爱卿啊，刘爱卿，要是天下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也罢，这个事儿不问你，朕自己决定。半个时辰后，工部陈大人、军部李大人还有秦国公相继都到了养心殿。看到养心殿门口拴着的一匹马，他们都是诧异无比。当皇上让他们依次骑上去跑了一圈回来后，他们无不震惊。皇上，这是我大前之幸，万民之幸啊！有了这种东西，我们的骑兵如虎添翼，对匈奴骑兵再也无惧啊！爱卿说得对，有了这个东西，我大前百姓对匈奴再不惧怕，边关稳役。传朕旨意，工部即刻开始打造马蹄铁和马镫，尽快装备我大前骑兵。宫外，刘大人家中，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宋大爷！这个，你们看这个，看看这几个药方能不能救宋大爷？这位后生啊，这3个药方确实可以救病人，但是，要是3天前，要是早来1天，依照这上面的药方，加上我们3位的医术，可保病人无忧。可是现在3位太医有劳了，我这位好友现在情况如何？刘大人，是我等医术不及，难以回天。要是开药方的人能在，或许还能有一丝生机。只可惜张小兄弟说，开药方的人是他们村里的人，在千里之外，这怕是来不及了。那我这位朋友还能挺几天？我这就安排人去请。来不及了，你这位好友通过药物最多可以挺3天，少则也就是今天或是明天了。刘大人，还请早做准备才是。王太医、陈太医，你们2个在这里守着，我先回宫复命，再过来。那就有劳张太医了。行了，希望我们的那位陛下不要发怒才好。皇上得到张太医汇报后，先是大怒，骂了张太医废物后，就让赵公公准备一下，出宫前往刘大人的家。赵公公问皇上要不要提前通知刘大人一声接驾。我主要是去看看这位千里送国之重器的功臣，不必提前通知。什么叫国之重器？国之重器是指对于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的物品或工具。那一年大狱，我背着行囊进京赶考，路遇强盗，杀了书童，抢走了所有财物，后染重病。要不是遇到宋理正，早在10几年前就死了，哪里还有如今的大前户部尚书刘大人？恰在此时，管家匆忙走进来，在他耳边耳语了一番后，他神情一震，急忙招呼屋里的2位太医还有张文杰跟他一起出去迎驾。不用跪拜了，赶紧带我去看看宋老。哎呀，刘勋呐，你一定要求皇上赦免我们做出马蹄铁和马镫啊！我们县太爷他不是好人，我不敢给他上报，直接来了京城找你。哎呀，刘勋呐，于丫头是个好孩子，她可怜命苦啊！哎呀，你一定要求皇上不要追究他。说完，他又昏昏沉沉地闭上了眼睛。
只是睡得非常不踏实。到了前厅，他就让赵公公把张文杰叫了进去。罪名刘文杰，叩见皇上。起来吧。你就是千里奔袭带着送礼证来到京城的张文杰是吗？罪名不敢，罪名就是文杰。你倒是有意思，朕让你起来你就起来，朕赦你无罪，不但要赦免你无罪，还要大大的嘉奖你。张文杰，你有什么想要的？是想加官进爵，还是想要其他好处？你起来一并说给朕听。皇帝陛下，你真的饶恕我和宋理正宋家还有秦于秦家无罪？没想到你还是个滑头，朕都允了无罪。你现在可以起来了吗？谢皇帝陛下隆恩。行了行了，来人，扶张文杰、张爱卿坐。刘大人，这就是爱卿了。张爱卿，你们可知道你送来的东西对我大钱来说是多么重要吗？回陛下，于丫头跟我说过。于是他把秦于到他家吃饭画图，让自己打出来，又叫来宋理正拿主意怎么办，以及宋理正见到东西后立刻就下决定前来京城找刘大人，以及路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说了一遍。这么说来，你们不相信当地的官兵，才绕过他们直接来了京城。还有这2样东西是于丫头让你做的？又要往地上跪。坐着说，坐着说，不许再跪。皇帝陛下，我们那个县太爷他就不是个好人，欺压百姓，强抢民女，当地很多恶霸基本都和他有关。他充当这些恶霸的保护伞，弄得百姓怨声载道，无处申冤。就在前2个月，县城外的一个村子张老汉一家，他家闺女今年刚满16，都说好了人家。张老汉一家到县城为女儿置办嫁妆，恰好被县太爷给撞见了。张老汉家的闺女也算长得水灵，县太爷就动了歪心思。当时县太爷只是让人给张老汉家传了信，意思让他们乖乖的把闺女送到县太爷府上去。也不知道张老汉闺女定亲的人家怎么知道了，来到了张老汉家里，不同意让张老汉把闺女送过去。张老汉也是不同意，于是2个人一合计，决定当天让男方过来把闺女迎娶回家。男方也顺顺利利的把女孩迎娶回家了。可就在当夜，男方全家被人杀害，房子也被烧了，张老汉一家也惨遭灭门。张文杰说到这里，瞟见赵公公和刘大人不停地给他使眼色，他顿时就闭上了嘴。后来呢？这2家的亲戚朋友都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申冤吗？申冤了，没有用啊。据说去了府衙，就被扣押关进了大牢。混账！皇上息怒。你妈卖批，都给你不停的使眼色了，你这还要说？龙颜大怒，血流成河呀！哎呦，要变天了！这朝局又要地震了。朕自登基以来，一直以国家和百姓的福祉为己任，担心纪律，尽心尽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然有些地方官员贪污腐败，欺压百姓，鱼肉乡里，我虽知道，却不知道他们如此的目无王法。刘大人，这件事你怎么看？回陛下，微臣以为此事应该重查重办。好，那就重查重办。刘大人，你可有推荐的人选去督办此事？回皇上，微臣这里倒有一人选，此人打小就聪明绝顶，今年又连中3元，不妨让他去试试。你是说陈大人家的陈明轩？正是。这样的大案必定牵扯极深，他真的能胜任？皇上，您忘了3年前京城街头的碎尸案了吗？此案后来牵连的人也并不少，当时您让陈大人限时破案，
最终还是这名刚满16岁的少年抽丝剥茧追查出来的真凶。当时虽然他隐于幕后，但查到的证据牵连甚广。16岁他都能面不改色，毅然决然地找到证据，把那些人全部都抓起来，心思不可谓不坚定。所以微臣认为陈状元最合适。那行，李公公就按刘大人说的，你现在就去陈大人府上传朕口谕，前往商都安南县彻查此事。此事没有足够证据之前，不可走漏风声。朕这次要以杀镇朝纲。赵公公走后没多久，有太医快步跑到前厅，向皇上汇报宋理正醒了，恐怕熬不过今晚。老人家你躺下，不用起来啊。老人家你好好休息，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今后啊，你就住在京城，想进宫时就到宫里来找朕，跟朕讲一讲农家百姓地头的趣事啊。好，早明答应皇上好好活着。皇上和宋理正说了足足有半个时辰，还是太医说宋理正要多休息，两人才结束谈话。皇上走出了房间，回到了皇宫，立刻就让赵公公拟旨，封宋理正男爵爵位，赏800亩土地，赏银1000两，赏金100两，世传3代。3代之后，只要宋家有出息的后代，男爵世袭罔替。张文杰千里送国之重器有功，同样封其男爵，赏地800亩，赏银1000两，赏金100两，世传3代。张家后代若出有功之臣，3代之后男爵世袭。对于秦瑜，在张文杰的叙述中，皇上也觉得这丫头有些可怜。以他发明出来的马蹄铁和马镫的功劳，皇上想直接给他一个郡主的身份。思来想去，皇上最终决定他还小，等到陈明轩办完商都的案子回宫复命时，让其带到京城来，自己看看再另行封赏。谁让你们这么做的？为什么不为宋大哥设灵堂，停灵正堂？还有，你找来个马车做什么？老爷，我也不知道灵堂，准备为宋理正守灵。可张兄弟一口咬定遵从宋理正的遗嘱，不停灵，不进正堂，等自己走后找副棺材，找个地方把自己随便给埋了，不要刘大人麻烦。刘大人，你也别怪管家，这是李正爷的遗言，也是我的意思。你也知道李正爷的脾气，他说一不二，就听他的吧。趁现在时间还早，你也回来了，我这就跟你告别，带着李正爷回家。后来还是赵公公带着圣旨来传旨。听完经过后，刘大人，就按宋大哥的遗言吧，早日回故土也好啊。不同的是，来的时候只有宋理正和张文杰2人，回去的时候有20位御林军骑马护卫两旁。小公公手捧圣旨开道：大哥，现在怎么办呀？咱们撤吧。小心一点啊，大家一起退回去，不要惊到他。变故突起，只见那头原本一动不动的野猪噌的一下嗷嗷地向他们3人冲了过来。素兰，快带鱼丫头跑！素兰姑姑，我们分头跑，你拉着我，我们谁也逃不掉。丫头，你往外面跑，不要管我！就在野猪快要撞到张素兰时，他从野猪头顶上的树上跳了下来。野猪嘶吼着改变了冲撞的方向，想要把秦瑜从身上甩下来。秦瑜好不容易骑到他身上，又怎会轻易让他把自己从他身上甩下来？他找准时机，一只手死死抓着野猪，一只手从嘴里拿出匕首，直接朝野猪的一只眼睛扎去。只听扑哧一声，宋兰姑姑，快把你的开山斧扔给我！接着，野猪吃痛，再次发起狂来。秦瑜再次抓住时机，举起开天斧，
连续朝之前的刀口连砍3刀。野猪倒地，张素兰急忙过来查看，询问秦羽有没有事。素兰姑姑，我的屁股！这野猪毛也太硬了，我的屁股估计被它扎成马蜂窝了。哎呀，哎呀，素兰呐，哎呀，我这脚应该是脱臼了，你来给我接上。我们要尽快出了这林子，这么大的血腥味，一会儿再引来其他的野兽就不好了。他蹲了下来，在张大叔的腿上摸了摸，没有发现其他的伤，真就是脱臼了。他也松了口气，趁张大叔不注意，一扭一接，直接把张大叔的脱臼的脚给复位了。哎，丫头啊，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接骨啊？我们怎么不知道啊？张大叔，你起来走走看看能不能走。你刚不也说了吗？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走出去了我再给你们说。我去，这古人的身体恢复能力真是奇特。嘿，于丫头，你这接骨的手段还真挺好。你竟然不疼了，你看。张叔，您就别夸奖我了，就算再好的大夫也不可能做到不疼的。你这孩子夸你还不领情，那不领情算了，走回家。大哥，我来帮你。张叔，我们一起抬。今天啊，我这是受伤了，要是不受伤，这头野猪我一个人就给拿捏了，根本不用你们帮忙。哎呀，张叔，我没相信，赶紧走吧，我都听到狼嚎声了。嘘，你一个丫头哪里有狼叫啊，净吓我。你还没说你怎么会正骨，还有我觉得你这次回来就像变了个人一样，以前你就是柔柔弱弱的，今天都敢杀野猪了，这一点都不像之前的你。你们也都知道，我被秦老太婆卖给了人贩子，后来被人救了，救我的人带我去了一个地方，说我骨骼惊奇，是个练武的奇才，还说我是学医的好手，于是把我丢进了一个山洞里，说山洞里面呀有他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传承，让我进去继承传承。这不，我在里面足足待了10天10夜呢。从里面出来时啊，他们就让我出山了，还给了我一匹马，让我下山。在我没有看到山下之前，不可以回头。结果我到了山下，朝山上望去，根本就看不到山的影子。我当时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可闭上眼睛，脑子里面的东西都在，我吓得赶紧骑着马就跑回来了。原来传说是真的，这世上有一座看不到山，山上有一个白胡的老头，说是有缘人进去就能得到他的传承，成为武林高手。哎呀，没想到是真的。于丫头，你这是因祸得福啊，嘿，真好。于丫头，你呀是个有福气的人，我就说你这次回来，这怎么像变了个人？原来是遇到了老神仙呀。那个张大叔、素兰姑，别人问呢，你们可得替我隐瞒着我。嗨，你这丫头，姑姑啊，肯定给你隐瞒。谢谢吧。于丫头，累吧？不累。张叔，今天能吃到野猪肉吗？你这丫头，好，等一会儿到家了，这头野猪啊，我们都不卖了，全留下来做腊肉。那感情好。其实吧，主要是我弟现在正长身体的年纪，要多吃肉，要不然就长不高了。好，不过啊，这野猪是你猎杀的，回头要卖给我家一半才行啊。振东他们几个小子也该补补了。那怎么行？这野猪肉本来就是我们3个一起发现的，要不是张大叔你拦了那么一下子，还有要不是素兰姑吸引了野猪的注意，我也没办法骑到他身上去的，就更没有办法用开山斧劈他了。所以这野猪我们3人平分。我说你这丫头古灵精怪的，倒是让我有些不习惯了。于丫头，账可不是这么算的啊！我和你素兰姑姑什么忙都没帮上，最多也就是搭把的力气帮你抬出山，我们可不能要。要是让外人知道，那还不说我老张占你这孩子的便宜啊！张叔，你怎么能这么想？你看看，你浑身都是伤，腿现在还瘸着呢，
这头上脸上都是血。你要是不要，那让别人知道了，还不更说我霸道，不懂人情世故？这前段时间烧了秦婆子的房子，要不是我脸皮够厚，估计都不敢出门了。你这野猪肉再不要，我今后可真没法出去见人了。我看他们谁敢说你，我去劈了他们去。啊，大哥，你这脾气动不动就想动刀动枪的。哎，于丫头，那这次呢就听你的。不过这头猪要是分，就是我们2家分，不是我们3个人分，你们家和我们家1家1半。哎呀，素兰啊，你这怎么能，我们怎么能占于丫头便宜呢？你这张叔，就这样，就按姑姑说的办。再上路不多时，就到了秦于家的新房子。我看你们谁敢进来，进来我就砍死你们！秦于松开手，2人的手猛地一沉，差点给绊摔跤。哎，素兰，快跟上，快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你别让于丫头真弄出大事啊！怎么，看我和我爹不在，又来欺负我娘来了是吧？不错，很好。既然你们想作，那我就成全你们。娘，你让开点，让他们进去。我看他们是不是有命进，也有命出。娘，你别跟他们争吵，省得气坏了身子。让他们进去，进去后你就把门从外面给锁上，等我去点个火，烤个火回来再收拾他们。说完，他径直朝村里走去。哎，娘，那扫把星不会是要去烧我们的老房子吧？哎呀，老二，快去拦住他，不能让他烧了我们最后的房子呀！上一次烧秦家的房子，还说情有可原，这次为啥呀？就为了秦老婆子来跟我吵架，就去烧人家房子？那可不行，这传出去以后还怎么嫁人呢？哥，你在秦大哥家的门口看着，别让人真的翻墙进去了，我跟上去看看。素兰呐，哎呀，你去拉着点儿，让于丫头做做样子，吓唬一下秦家人就行了。你别真把秦家老房子给点了啊！哎，我知道了，放心吧，哥。等到秦家人追上秦于，秦于已经来到了村子里。于姐姐，你拿着火把是要去干什么呀？小虎啊，要是有人欺负你，你怎么办呢？我会踢他屁股。小虎可真棒。别人欺负我们，我们就要打回去。所以啊，秦老太婆去我家欺负我娘，我这就去他们老宅点个火玩玩。于姐姐，你又要去烧秦奶奶家的房子吗？小虎真聪明，你都9岁了吧？怎么没有去学堂读书呢？于姐姐，我已经10岁了，不是我不去，是我娘不让我去，我家没钱交束修。10岁的话，干些农活确实是可以的。父亲教书可以不收束修，可是以后换了别的教书先生，再不教束修肯定不行啊。那小虎，你告诉姐姐，你想不想读书呢？我想读书，我要学很多知识，等我长大了，我要当将军，把坏人全都打跑。小虎，你这个想法非常好，姐支持你。不过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想去当状元爷呢？不想，爷爷说匈奴人一到冬天就侵犯我们边关，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小孩都被他们抢走了，我要去救他们。哼，我要打匈奴人。好，那小虎可以加油哦，不但要好好学习，还要锻炼身体才行。姐给你出个主意啊，你每天带10斤的木柴去学堂，当做你的束修，但是必须得是你自己捡的砍的，可以吗？于姐姐，这样做真的可以吗？我有力气砍柴，10斤我砍得到。当然，于姐姐从来不骗人，我说可以肯定可以。那我现在就去砍柴，明天背着去学堂。但是不能到山里去砍哦。你个死丫头，给我站住！跑那么快，累死我了！哦，你们不是拿着被子要去我家吗？怎么不进去了？我可没有拦着不让你们进啊！你跑这里做什么？你不要过来啊！全村人都看着，你要是敢打我，我就去报官。
哦，是吗？我还怕你不报官呢。刚好我爹的腿还没好，刚好关老爷来了，好让他给我评评理。秦云说着又往前走了2步，秦老二继续后退，被石头直接给绊倒，摔在地上叫苦连天。杀人了！杀人了！哎呀，儿啊，你怎么样了？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娘可怎么办啊？儿啊！他这一叫，从各处院子里不少村民走了出来。快去叫李郎中啊！快叫他来看看还有没有救！哎呀，秦老二不会真的被于丫头给杀了吧？哎呦，这好端端的，怎么秦老婆子又去秀如妹子家闹了？快去叫李正来！你别在那瞎嚷嚷，叫什么郎中啊？秦老二啊，就是自己绊倒了，我一直看着呢。他想站起来呀，直接就被秦老婆子按在地上，不让他起来的。这会儿看到大家了，正装死呢。秀如嫂子，这是咋回事啊？这秦老婆子又去你家找事儿了？各位乡亲，让大家看笑话了。不过我也不怕大家看笑话，还要让大家评评理。这秦老婆子刚刚趁我一个人在家，带着他们秦家一家老小冲到我家里去，进门就把我往外赶，说我们建好的房子是他们的，是于丫头该赔他们的房子。我阻拦不让，秦老二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乡亲们，你们给我评评理，于丫头烧他们家房子是于丫头的不对，可于丫头为什么要烧他们的房子？于丫头才15岁呀，这秦家老太婆就把她拉去卖给人贩子。你们说说，这秦家老太婆是有多狠的心？还有后来，于丫头她爹知道是秦家老太婆卖了于丫头后，上门让她说出她把于丫头卖到哪里了。他们不但不说，还把我相公打得差点就死了，现在还不能走路。大伙说说看，换作是你们会怎么做？好在老天有眼，让于丫头活着回来了，要不然我是不会像于丫头烧他们房子这么简单，我会让他们全家去陪葬。娘，秦老二那个畜生真的打你了吗？孩子，娘没事儿。他打娘就是打我，娘你看着，我给你出气去。你不是喜欢装死吗？你怎么不装了？说说你用哪只手打的我娘？我警告你们不要惹怒我，这脚是轻的，要是你们再过来，那我就不客气了。说还是不说？不说我就2只手全都给你废了。我说，我是用左手打的你娘。哦，左手是吧？只听他说完，还不等秦老二反应，他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住秦老二的左手，用力一折，只听咔嚓一声脆响。哼，一群废物！我再警告你们一次，不要来招惹我，更不要出现在我们一家人面前，否则我真的会不客气的。要是不信，你们尽管试试。让各位叔伯婶娘爷爷奶奶看笑话了，也不是我做晚辈的不懂事儿，我只是觉得以前自己太善良了，一直被人欺负。今后我不想被欺负，这一切都是秦家老太婆逼的。当然，今后谁要是敬我1分，我必敬他10分。若要是谁欺负我们一家，那我肯定会报复回去的。刚刚我看到村里很多的弟弟妹妹没有去学堂，应该都是担心束修的问题吧。大家刚好都在，我给大家出个主意，没钱的人家去学堂每天带上5到10斤的木柴，就当束修了，不过需要他们自己砍来的才行。大家觉得如何？好，好。于丫头，你说了能算吗？哎呦，于丫头，你爹能教得了那么多孩子吗？我们村里呀，可是有好几10个孩子呀。束修的事情，于丫头说的没错，没钱的家庭可以用木柴来代替，不过这孩子们上山砍柴太危险了。那就这样吧，
就让孩子们在家里边劈点柴，拿到学堂吧，这样学堂也好堆放。等回头多了呀，我就拉到镇上或者县城给卖掉，换回来的银钱就当是给教书先生的束修了。至于教书先生的事儿，我已经在帮大家找了。于丫头昨天找我说，苦不能苦孩子，穷不能穷教育。我觉得她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啊，今后别的村我管不着，咱们平西村啊，无论男娃女娃到了6岁，最迟8岁，都必须到学堂去读书。哎呦，于丫头啊，你刚刚可是把我给吓住了，那一斧子要是真的砍到人，妈呀，我想都不敢想呀。素兰姑姑，我有分寸的。你这丫头啊，以后不许那么莽撞了。别说你素姑，就是我也差点被你吓死了。还有，你刚才不会真的想去烧了秦家老宅吧？那不一定，要是他们不追上来的话，我肯定会去烧了的。他们要是真进我们家不走，我烧了他们老宅，回来就烧了我们刚建好的房子，把他们全烧死在里面。哎呀，你呀，于丫头，你呀做得对。不过呢，咱这以后别动不动就烧他家房子了，这烧了的话，他们也没地方住，弄不好还真的就得天天来你家闹，到时候岂不是更麻烦？谢谢姑姑，我记住了。张大叔坐在墙角，看到秦瑜他们回来。怎么样啊？没事吧？张大叔，你还好吧？娘，快开门，让张大叔进去，他在山上受了伤。好，我这就开。张大叔，先别管野猪，你先到屋里，我给你看一下伤再说。张叔，您直接躺床上去，把外衣脱了，我给你看看腿伤。于丫头啊，要不我还是回村里让李郎中给我看吧。怎么，张叔不信我？哎呦哥，你咋这会儿跟个娘们儿一样啊？于丫头她让你脱你就脱了呗。她回来路上不是说了吗？病人在大夫面前不分男女的吗？你快点，你赶紧的。张大叔，你脱吧，不用全脱完，我估计挨着肉的衣服肯定伤口连在一起了，脱不下来的。张大叔点头表示赞同。张大叔，我要给你消毒，然后剪开你这伤口这块的衣服，可能会有些疼，你要忍着点啊。哎呀，不用吧，我受得了。张叔，你还是听我的吧。大叔准备好了吗？张大叔点了点头。那我要开始喽。素兰姑，你过来帮我一下忙，帮我把他的腿按着，不要让他动。哎呀，丫头啊，我之前也受过不少伤，比这个还厉害的都不知道有多少。还没等他说完，就拿着木棒塞到了张大叔的嘴里。大叔，你可要咬好喽。张叔，你可要忍住了哦。于丫头啊，我说你这用的啥呀？我这大哥咋看起来非常痛苦的样啊？张叔，我就说了很疼的，怎么样，信了吧？张大叔哪有心情听秦玉说话，他都快疼死了。张叔，我是真的佩服你，都这样了，你还能挺着抬着野猪回来。你忍着点儿，我先给你清理伤口，然后再拔树枝，会有点疼。哎呀，丫头啊，你快点吧，我怕我一会儿真的受不了。哎呦，要不我给你来点麻药？哎呦，丫头啊，你这用的什么东西啊？你差点把我给送走喽！这简直是难以忍受，这比刀子割肉还疼呢！哎呦，我先是给你用的酒精，给你消毒的，撒在伤口上是非常疼的。啊，酒精是酒吗？之前我都没听说过。算是酒的一种吧，不过我这个比较烈。哦，你这么说我就懂了。秦宇把他的伤口清理干净后，就开始拔木树枝。秦宇又动手分开伤口，朝里面检查了一下，发现没有残留后，用酒精又给消了一遍毒，随后从药箱里拿出针线，开始缝合伤口。看得张家兄妹一愣一愣的。缝起来好得快，不出3天，这伤口就愈合了。3天？ 3天。这几天不要弄到水，
这里还有点酒精，你带回去，每天擦上一遍，预防感染。送走张大叔他们后，丫头啊，你大叔没事了吧？刚刚看到他血里呼啦的，吓了我一跳。娘，没事，大部分呢都是野猪身上的血，他就腿上伤的有点重，不过现在也没事了，你就放心吧。娘，我们中午吃什么呀？一会儿爹和小弟应该就要放学回来了。确实是该做饭了，我去做饭，你去学堂接一下你爹爹。也不知道张二叔到了京城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呀？回来了好给我打一口锅出来呀。你是说你领了密旨前去商都查案，有人进京告御状了？四皇子，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4天前我刚下堂回家没多久，赵公公就拿着陛下的玉牌到了我家，直接跟我说让我拿着玉牌到商都安南县城查当地官商勾结、强抢民女不成、火烧百姓的事儿。这个案子那么严重吗？我也不知道啊。赵公公就跟我说让我明察暗访，我觉得这次的案子牵扯的一定很深。赵公公虽然没有明说，但是看他的表情，陛下十分震怒。这件事情肯定不是强抢民女这么简单，你要是想好了，还是早日回京吧。不行，我的仇人还没有找到，我不回去。你的仇人？你是说下令围城不让你出去的人？围城想弄死我的人，我知道是谁。我说的是给我开肠破肚取箭头的人，我要找到他，弄死他。不就是把你小蚯蚓的围脖割掉了吗？有什么好生气的？说不定啊，你以后还得感谢我呢。神经，哪里是蚯蚓了？明明是大雕。听说救四皇子的是个女的，莫不是四皇子喜欢上她了？城中的雕像莫非就是此女啊？呸！本皇子怎么可能会喜欢那么刁蛮不知羞的女人？四皇子，我们已经逗留新州城不少时日了，陛下已经催促很多次，我们该回京了。陈伯父好。哟呵，明轩你怎么来了？是来这边述职吗？怎么样，这一路还好吗？来，坐下来说。陈伯父，我不是来述职的，是其他任务，不方便告知，陈伯父还请见谅。哦，秘密任务啊，那行，不告诉我是对的，那我也就不问了。京城这段时间都挺好的吧？都挺好的，不过有百姓上贡了2样好东西，我爹说今后再也不怕匈奴骑兵了，为此他还多喝了好几碗酒，大醉了一场。哦，来，你快给老夫讲讲，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还能降服匈奴骑兵？抱歉，陈伯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过我知道是用在马蹄子上的。目前全京城2/3的铁匠都被征进了工匠坊，日夜赶工，说是这次出兵就用上，还要装备全军呢。照你这么说，军队还没有前往边关？是的，不过应该也就这2天了。哦，四皇子啊，你抓紧时间收拾东西，跟老夫现在就回京，老夫我还能赶上北上，随大军出征攻打匈奴。陈叔父，你还是这么急躁？就算我们要回京，也要容我准备准备吗？这次可不能听你的，你已经准备好多天了，今天必须听老夫的，跟老夫回京。这没有商量啊，你今日不回也得回，回也得回。最终胳膊还是拧不过大腿的。1个时辰后，新州城一小院门前，明轩，前路艰辛，带着我给你的侍卫，他们都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遇到事一定能保你周全的。我在京城等你，等你回来，我为你接风，咱们不醉不归。谢四皇子殿下，恭送四皇子，恭送四皇子。哎呀，行了，又不是以后不见了，别磨叽了，快该走了。我说陈小子，
你自个儿注意安全呐，别把自己弄得缺胳膊少腿的回来。谢谢陈伯父关心，我会注意的。陈伯父一路保重。平西村，听说上午秦家人又来找你们麻烦了。啊，这秦家老太婆带着秦老二还有他那些孙子，拿着被子大包小包的，想要搬到我们新家来住，还说这是他们家的。我娘阻拦，他们打了我娘，我废了秦老二打我娘的手。给他们点教训是应该的，不过今后还是尽量不要跟他们起冲突的好。唉，爹不是认为你这样做不对，只是你是个女娃娃，将来是要嫁人的，这传出去名声不好。不好就不好呗，大不了就不嫁人。以后啊，我就陪着爹和娘。再说嫁人有什么好，还要伺候公婆，还不如就在家里面伺候爹娘呢。哎，你这丫头说什么傻话呢？爹娘又不能疼你陪你一辈子，你还是要找个疼你爱你的人相伴余生的。不过你也放心，爹年后就去考乡试，拿个举人回来，后年去会试，再拿个状元回来。到时你婆家想要搓磨你，谅他们也不敢。姐姐，爹爹去考状元，我长大了就去当大将军，谁要敢欺负姐姐，我就带兵打死他。你这小屁孩才多大呀，就想当大将军了？姐，我已经8岁了，是个大人了。学堂里的狗蛋儿比我还小，才7岁，他都有媳妇儿了。哦，他7岁就有媳妇儿了呀？那我们小仲是不是也想有个媳妇儿呀？哼，我才不要呢，成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人了。唉，小老弟呀，要是在我那个年代，你这种想法注定是找不到对象，娶不到老婆的。小鱼啊，你给你爹换好药了吗？换好了就出来吃饭吧。换好了，娘，我们现在就出来。怎么样？你爹的腿恢复的怎么样？没多大事儿，虽然不会留下后遗症，走路瘸拐，但今后啊，是再也做不了重活了。唉，我爹啊，只能做个状元爷了。能站起来不留后遗症就好。今后家里的重活我来干，状元爷不状元爷的不重要，只要我们一家人能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就好。唉，秀茹啊，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本来就没让你过上一天好日子，现在我又弄成了这个样子。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去考取功名，让你不再受苦受累。好，我相信你一定能考取功名，到时候我们一家人都跟着你享福去。吃完午饭，素兰姑姑，素兰姑姑，我来了。张爷爷好，两位婶婶好。素兰姑姑，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我也来。于丫头啊，听你素兰姑姑说，这野猪是你打死的？是素兰姑姑和张大叔吸引了野猪的注意力，我趁他不备，直接骑到了他身上，屁股都快给我扎成马蜂窝了。这野猪毛硬，确实扎屁股，下次就不要再骑上去了，太危险了。好的，张爷爷，下次不会了。你去玩去吧，这里不用你帮忙，等会儿我让振东用马车给你们送一半过去。不用，我在这里看着。张爷爷，这野猪是不是全都是瘦肉啊？这个野猪肉啊，大部分都是瘦肉，没有肥油标。很多人呢都不愿意买野猪肉回去吃，都喜欢买些带肥的家猪肉，回家呢还能炼猪油，吃上几顿。这家猪虽然买的人多，不过呀，很多人也不是吃，因为这个肉腥味太重了。这野猪啊，大部分都卖给那些乡绅、富贵的人家，他们呐就喜欢吃野味儿。张爷爷，其实我这次出去听我师傅说，想要猪肉不腥骚，就要在猪还是小猪崽的时候就给他们阉割了，这样他们的肉就不腥骚了。这样真行吗？是真的吗？我师傅很厉害的，他说的话一定是对的。不信啊？张爷爷，
等来年你家再养猪的时候，可以试试看。哎，好，等年后家里抓猪崽回来了，我就试试看。要是这样养出来的猪不腥臊，那以后啊，嘿嘿，你张大叔他们也可以少些上山打猎了，就在家养几头猪就好了。我也觉得这样可以，上山打猎太危险了。张爷爷，这野猪的大肠还有小肠不要给弄坏了，留下来我有用。哎，好的丫头。不过这猪大肠和小肠有什么用啊？这臭烘烘的又不好吃。在后世，这猪大肠对很多吃货来说可是个好东西。就比如九转大肠，那可是山东济南有名的传统名菜，还有红烧大肠、干锅肥肠等等。哎呀，不要太多，现在也不好解释，解释了他们也未必相信。那就等一会儿弄好了，我来给大家露一手。我打下手，素兰姑姑当掌勺的，实在用不惯这古代这些餐具啊。哎，也不知道张二叔什么时候能回来，回来给我打锅呀！我想吃铁锅炒菜。他的请求注定成为奢望。丫头，你老实告诉姑姑，这野猪的大肠和小肠到底有什么用啊？难不成你这还要吃它？苏兰姑，你说的没错哦，就是吃。你们等着，等我弄出来，你们肯定会吃了还想吃。啊，于丫头，你，哎呦，你就不觉得恶心吗？习惯了就好。加了清水猪肠进去，然后开始大火烧开，开始焯水。他把素兰姑姑提前准备好的八角、花椒、桂皮、姜等等。好了，等一下让你们尝一尝什么叫做美味啊！丫头，这东西真的能吃？当然能吃了，一会儿煮好了你就知道了。只可惜没有铁锅，做不了炒菜，要不然更好吃。也不知道张二叔什么时候能回来。于丫头，我这都听你说过好多次锅了，这锅是什么东西啊？它做菜真的比府好吃？那是当然，要比府做的饭菜可好吃100倍不止。哦，那你就去铁匠铺打一个呗，干啥非要等我二哥回来呀？素兰姑，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让二叔做，以后啊，这做锅的手艺，二叔就抢占了先机。要是让别的铁匠做，那岂不是让他们抢占了赚钱的先机？啊，于丫头，那要是等我二哥做出来，其他的工匠看到了都是打铁的，他们这一琢磨，不也就都会了吗？没那么简单的，等他们研究透了，张二叔已经拿下市场了，就算他们打出来了，我们也不怕。晚上一桌子饭菜都是秦瑜在旁边说，张素兰还有自己娘张秀如做的。嘿嘿嘿，哎呀，今天是辛苦于丫头了。来来来，大家都来尝尝，她提出的这个新菜，叫什么九转回肠，这名字挺好听的。于丫头啊，这猪大肠真的能吃？好吃，张爷爷，您尝一下，保证你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张开嘴，他本想着这么小一块自己直接给吞下去，假装嚼一嚼蒙混过去，毕竟秦瑜忙活了一下午，还是要假装支持一下的不是。可当肥肠到他嘴里后，那味道让他不自觉地嚼了2下，结果越嚼越香。吃完一块，他又夹了一块，又夹了一块。眼见老爷子已经吃了4、5块了，大家也都不再等待，都觉得肯定是好吃。丫头，我觉得呀，以你的厨艺，完全是可以到县城当一个大厨，这肯定呀，每个月能领不少的银钱。素兰姑姑，你说的没错。其实啊，主要还是你掌勺的火候好，要不是你掌勺，就算我说的再好，这桌菜呀，也未必能够做得这么美味。所以呢，我只会说不会做。不如等二叔回来，把铁锅打出来，我给你写个菜单，你去县城开个饭店怎么样？
哎，不行啊！你要是让我杀个猪宰个羊还行，你要让我开饭店，那可不行，绝对不行，我可不是那块料。苏南姑姑没有尝试过，又怎么会知道自己不行呢？要是你担心银子的问题的话，我这里还有些银两，可以跟你合伙，一起把饭店开起来。苏大伯，您觉得呢？要不要一起也入一股？玉丫头，你在喊我呀？是的，宋大伯，我刚说，要是素兰姑姑到县城去开家饭店，你愿不愿意入股？也就是投钱进来，我们3家合伙在县城开家饭店。玉丫头啊，这可使不得！你素兰姑在家杀鸡拔毛种地还行，去县城开饭店，不行。玉丫头啊，今晚的饭菜确实挺奇特，挺好吃的。这要是开饭店的话，这些菜确实上得了台面。可是咱们在县城里人生地不熟的，特别是官府的那边，恐怕我们还没把店开起来，县太爷就会把咱们所有的银两给掏空了。我可听说啊，之前有一家从外地来咱们这边做酒楼的老板，那门店刚刚租下来，一些地痞流氓就上门了，3天2头的收保护费。酒店老板给了保护费，还去官府交了好几百两银子，想让那官府出面管一管。可后来啊，还没等到开业，酒店老板就像个乞丐一样离开了县城。据说不含租店的银子都花了2000两出去了。你说咱们这小门小户的恐怕是难呐。那这个贪官就没人管了吗？嗨，管啥管呀，天高皇帝远的。还有，你们忘了前几个月那家被烧死的新郎一家？后来啊，他们的亲戚去府衙告官，结果也被抓了，说他们是诬告朝廷命官，现在都还关在府衙大牢里边的。这都是官官相护。府衙的李大人啊，据说京城朝廷有人，关系很硬。说到这里，张爷爷咳嗽了2声，打断了宋明远再说下去的话。你们这些小辈记住了，今晚听到的话都不要往外说，把嘴巴闭严实了。今晚感谢张伯盛情款待，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这就回去了。谢谢张叔今晚款待，我也该回家了，就不叨扰张叔了。好。天冷夜黑，早点回去休息也是好的。等改日老二回来了，做出于丫头说的铁锅后，我们再聚起来尝尝铁锅做出来的菜。老大呀，老二儿媳，你们对于丫头的提议有什么看法啊？爹，你让我打个猎还行，你问我这个，我真不行啊。要不就听于丫头的吧。我觉得于丫头这次出去真的遇到奇遇了，回来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先是让王叔做出了黑板，还弄出了一套什么算法口诀，还有拼音什么的，反正我是看不懂。但孩子们回来说，有了拼音认字可快了，算法口诀计算起来也快了很多呀。振东，你给你爷爷说说。爷爷，我爹说的那叫乘法口诀，拼音呢是汉字拼音。我们学会汉字拼音后，学习认字可快了。好。老二媳妇呢？你怎么想啊？爹，我没意见，全听爹和大哥的。素兰啊，你说呢？大哥说的对，这于丫头回来之后啊，还真是变了很多。或许呢，我们倒是真应该听她的。不过必须有她在才行。要是我们自己啊，我们可弄不了。那行，就这样。等老二回来，给老二说一声，把锅给弄出来。你们呢，就跟着于丫头去县城找找铺面。爹，刚刚宋大哥说的。爹，也不早了，你和娘也早点休息吧。好，你们啊也各自带着娃子们回去睡吧。
拜别了老爷子，回到自己房子的老大媳妇儿问张老大：“哎，刚刚我要问老爷子话，你怎么拦着不让我问呢？”你傻呀！老二和宋理正进京干啥去了？等到东西一呈现给皇上，皇上肯定会问他们为什么不上报当地官衙，大老远跑去京城。宋理正肯定会把原因说出来。你觉得皇上不会派人来查这里的贪官吧？所以爹才留下我们问愿不愿意听于丫头的建议。等老二回来啊，估计还会有钦差大人到这边查案，到时县太爷肯定会被抓，我们再去开店就不怕他了。哦，原来还是这样。哎，那不对啊，宋大哥那么聪明的人，他想不到这些。哎，他想到了，可能是真的喝多了吧，也可能是想提醒我们，不要着急，等宋理正回来再做打算。行了，睡吧啊！今晚在家里听的话，你可别往外说啊，包括你娘家人。哼，合着我在你眼里就是碎嘴婆子呗？爹，爷爷没了，爷爷没了。哎，明远，好像是你家老二，他好像还在喊着什么。宋大伯，快跟我回去！宋爷爷，宋爷爷！爹，我爷没了。什么？你爷怎么了？你爷怎么了？他怎么会死？爹，我爷真的死了，他就在棺材里，是张二叔拉着他回来的。我们在村外面玩，看到一群人骑着马过来，走得近了，看到是张二叔，我们就跑过去。可是他看到我，他就哭了，他让我快些回家给你说，让建爷回家。这爹走了，我们可咋办呀？哎呦！要冷静，不能着急，这个家还要靠自己。宋大哥，是我对不起你们，我没有照顾好宋理正啊。好了，文杰啊，这和你没关系。当初去的时候，老爷子已经预料到了，他依然要去，这不怪你，我们也不怪你。宋爷爷，要不是我，你也不会这样，都是我的错，我就不该弄马蹄铁和马凳来，让你白白去了性命。宋爷爷，对不起。乖乖，原来设计出如此神物，挽救大秦子民免受战乱之祸的人就是她呀！听说是个女娃，没想到是个这么小的女娃。不过这女娃长得倒还挺标致。既然张家、宋家还有秦家的人都到齐了，那咱家就在这里宣读圣旨吧。宣读完，你们也好料理宋爵爷的后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商都安南县龙平镇平西村秦家有女秦瑜设计出马蹄铁和马凳，与朝廷与江山社稷有大功，但念及其年幼，又是女儿身，暂不封官位，等到了京城再做封赏。现赏赐永业田1000亩，黄金300两，白银3000两。钦此。金鱼有些懵，不是觉得封赏来得太快，而是觉得捣鼓了半天就赏了点田和银子，有点少。奉天承运，
宋理正千里送国之重器有功，封男爵，赏银1000两，金100两，永业田800亩。宋明远接的旨，他有些呆，有些傻。轮到张家了，这次依然如此。封男爵，赏银1000两，金100两，永业田800亩。不过封的是张文杰，接旨的则是张大爷。张大爷激动的，秦玉在旁边看了都怕他嘎过去。于丫头，咱家在京城等着你哦。秦玉有些莫名其妙。我没说过要进京啊，这公公什么情况？感觉认定了我会进京一样。传旨的公公走了，宋家、张家此刻不知该喜还是该哭。宋伯伯，还是先把宋爷爷接回来，办完丧事再说吧。小鱼说的对，明远呐，还是先把你爹接回去，先办丧事啊。乡亲们，今日我接我爹回家，还请各位父老乡亲帮我搭把手，帮我个忙。宋爵爷，你说怎么做，我们就跟着做就好。各位乡亲，大家还是按照以前的叫法叫我吧。爹娘，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叫什么叫？你娘我还活着呢！娘，老三家，你先喘口气儿再说，毛毛躁躁的。老三家得了皇上封赏了，赏了1000亩永业田，还有3000两银子，300两黄金呢，爹娘。老二，你刚说什么？我们家的？啊，是啊，你娘我刚说了，那要是我们家的就好了呀。哼，那就算我家的。走，跟我去老三家，让他给我们个说法。娘，你要干嘛？我可不去啊！那个扫把星他太邪门了，我不去。嘿，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孬货？哎呀，正儿啊，你的腿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哎呀，你看我这当娘的，之前娘不对，你看能不能原谅娘？娘也没想到老大和老二手下的那么重啊，当时我也是吓坏了，你别怪娘好不好啊？来，快过来叫三叔，跪下来替你们爹认错。要是你们三叔不原谅啊，你们就长跪不起。哎呀，正儿啊，是娘错了，娘对不起你，你原谅娘好不好？娘以后啊再也不会了，以后啊我只对你们一家好。娘，你起来吧，没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既然你们都知道错了，那你们就回去吧。我会给小鱼说，以后不去找你们麻烦。当然，你们也要离小鱼远一点。娘，你们回去吧，我有点累了，要进屋休息了，就不让你们进屋来坐了，不然一会儿小鱼回来看到你们又该生气了。正儿啊，你看我养活你那么多年的份上，能不能让我到你们家里住啊？你也知道我们家里的老房子四处漏风，现在又是冬天，我是彻夜的冻得睡不着觉啊。于姐姐，我们刚刚看到秦家老太婆一家人朝你们家去了。娘，这2两银子你就拿回去，找人把房子漏风的地方给补一下。鱼儿，我只是觉得这秦老太婆家的房子破旧，这大冬天的就想让他们补一下房子，以后与他们再无瓜葛了。爹，你进去，这事儿交给我来处理怎么样？那鱼儿，那就你来处理吧。秦老太婆，你们这是贼心不死啊！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你们这应该是知道皇上赏赐了我们1000亩永业田，还有3000两银子，还有黄金，是心动了吧？哎呦，让我想想啊，以你那抠搜又喜欢占便宜的性子，
你应该是来想博取我爹的同情，看在养我爹的份上，既往不咎。然后呢，慢慢的利用我爹的同情心住进我家，再然后霸占我家的财产吧。你放屁！我就是带着你二叔他们来诚恳给你爹道歉的，你不要在这里血口喷人！哎呀，成儿啊，从你出生，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哎呀，没错，娘之前是做错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是偏心，那也都是娘的错。现在秦宇也好好的，你的腿大夫不也说了能好吗？哎呀，娘错了，你就原谅娘好不好？好不好？哎呀，娘给你磕头了。你就磕吧，就算你把头磕破了，这个家这个门儿，只要我还在，你就别想进去。齐老太婆，我猜你是只知道皇上赏赐的银子和地是给我们家的，你不知道赏赐是给谁的。我也不妨告诉你，那些赏赐全是给我的，和我爹没有半毛钱关系。唉，要是秦正愿意管就管吧，到时候带着娘还有弟弟另外找个地方居住。1000亩地，哼，确实不少，还有银子。哎呀，秦老太呀，我觉得我真是疯了，竟然跑回来跟你理论。你呢，就在这里哭着磕头吧啊，我走了。哎，小弟，照顾好咱爹，我去宋大伯家了。说完，他吹着口哨往村里走去。要是一个现代人在，一定能听出秦瑜吹的是童年。奶，秦瑜要是说的是真的，我们还贵吗？贵！就算是真的，我也不信他还能不听你三叔的话。哎呀，成儿啊，是娘对不起你，是娘错了，成儿啊！三叔，我爹他们做错了，我替我爹给你磕头认错了，你就原谅他们吧。爹，他们不是我亲爷奶，他们把我姐卖给了人贩子，还不知道我姐吃了多少苦才回来的。还有你，要不是我姐回来的及时，你就死了。如果我姐没有回来，你也没有活过来，那我和娘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你在的时候，他们就对我们一家不好；你不在了，大姐也不在了，我和我娘肯定也会被他们折磨死的。爹，虽然他们对你有养育之恩，但你的一条命，还有我姐的一条命，已经还给他们了，我们不欠他们的。唉，爹，你好好想想吧。我去看书了，你要是还想让他们进来，你叫我去给他们开门。秦正听了秦仲的话，也是震惊无比。他怎么会没想过，要是秦瑜没有回来救活自己，那么现在的秦仲和张秀如会是什么样子？只是他一直没有去正视这个问题，毕竟秦瑜回来了，他也还活着。仲儿啊，推我出去，我去见见他们。秦家大娘，秦家大伯，你们虽对我有养育之恩，但在那天你们把小鱼卖给人贩子，后来又把我打成重伤，现在2条腿还是残的，我想我再不欠你们的了。你们今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当然来了我也不会见你们，我们就当作从来不认识吧。说完，他就让秦仲把大门给关上了。小仲，把圣旨放在供台上放好，再去抱点木柴进来。下雪了，你姐做的这个壁炉可以用上了。爹，他们还在门外喊呢，说你不孝。不用理会，让他们说就好了。以后我们一家都不再理会他们。嘿嘿，好嘞，都听爹的。嘿嘿。秦瑜回到了宋家，怎么样？秦家人想干嘛？还能干嘛？看上了皇上给我们的赏赐了呗。于是他把回去在家门口发生的事儿简要的说给了张秀如听。那怎么办？娘，你放心，圣上说了，那些土地和银子黄金都是赏赐给我的，我不同意，谁也拿不走。我爹要是真把他们接进了家，我就带着你和弟弟
另外找一个地方住，不再理他们。你爹肯定不会把他们放进去的，你这丫头可别瞎想。娘，你放心，我不会乱想的，我跟你开玩笑的。我们一家人一个也不能少，永远在一起。老爹呀，你可别犯糊涂啊，要不然我真的会大义灭亲，带着小仲和娘离开你的。哼！哎，这雪下得怪冷的，让你秀如嫂子和于丫头先吃饭，吃完了饭，你给秦叔带饭回去啊。张婶，小鱼，我刚去叫秦叔来吃饭，下雪路滑，他实在不方便，你们先去吃饭吧，吃完饭早点回去，带饭回去给秦叔。哎，俊浩哥，你去我家有没有看到秦老太婆他们？只有小仲和秦叔，他们在你做的壁炉里生了火，屋里可暖和了。娘和大姐回来了。院子里滑，你慢点跑，别摔跤了。你爷俩饿坏了吧？没有，我不饿。行了，还不饿，赶紧来吃饭吧。怎么样，宋大哥有没有说什么时候给宋礼正下葬？说了，打算在家停灵3天就下葬了。老爷子身上有味儿，停久了怕人生病。这样做是对的，入土为安，老爷子也能安心了。只是到了夜里睡下后，秦家人以后不会再来了吧？我可告诉你啊，于丫头今天可给我说了，你要是还像以前一样愚孝的话，她就带着我和小仲还有皇上的赏赐离开这个家，让你跟秦家人一起过以前的苦日子。唉，或许下午我拿银子给秦老太，小鱼看到不高兴了吧？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这冬天怪冷的，秦家那老房子四处漏风。哎呦，我们和你住了10几年的窑洞，他们都没有心疼一下2个孩子，让我们回老房子住。你现在好啊，还同情他们，他们怎么不同情我们？于丫头说的没错，你要是以后还这样，你就滚回去跟秦家人过，以后这个家你就别回来了。我才不会像于丫头那样，我们走，你们在这房子里逍遥快活，要离开也是你离开。哼！无论秦章怎么解释，张秀如都不听，就是睡。宋礼正的头七刚过，县衙就来人了。哎呀，没有考虑过离开平西村，能不能把永业田都分到龙平镇或者平西村4周，离家近的地方？到了张家，张大爷，不，张爵爷，你们如今家中爵位在身，以后啊，除了见到皇帝、王爷、皇子外，不必跪拜任何官员。去秦于家的路上，这就是秦于烧掉的秦家宅子？是啊，这个事儿还是秦家有错在先，不怪秦玉那丫头。宋爵爷，不用紧张，我只是问问而已，没有怪罪的意思。废话，他爹后来给他来信可是说了，皇帝想要封秦于为郡主，朝廷百官竭力反对，又因为对方是个女娃，才暂时未做封赏，还让自己不要得罪对方，皇上看着呢。这个时间点去秦正山边的家里肯定没有人，他们就带着陈明轩来到了学堂。这里面他们是在读书？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张大人，这是我们这里的拼音，是孩子们学习认字的新方法，非常的好用，比之前孩子们死记硬背方便多了。好，真的？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千字文更方便好用的？大人呐，您要是不信的话，我可以带您去看看。我们这里学堂现在只有秦正1名先生，他分别教了好几个班。不过现在啊，这些拼音现在都是由高年级的孩子来教6岁左右1年级的孩子们学习。秦先生啊，他也轻松了许多。高年级1年级？对啊。哦，您进村没有看到我们墙上写着苦不能苦孩子，穷不能穷教育？宋爵爷，您还是给我讲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我怎么有点看不懂啊。什么高年级和1年级，只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还有你们那一句苦不能苦了孩子，
穷不能穷的教育，说的太好了，我回去一定要上书陛下，让大秦百姓都知道这句话，把孩子的教育抓起来。哎呀，那可太好了，娃娃们有了知识，这个国家就有了知识，这个国家就可以富强起来了。呵，宋爵爷，你说的太好了，太对了。不，这可不是我说的，这都是玉丫头说的，她说的多我没记住，我就记住啊，反正就是娃娃强，国家就强。还有你问的，1年级嘛，就是6岁左右的娃娃们到学堂开始学习拼音，认识些简单的字儿，再就是学一些简单的数学，1、2、3、4、5这些。然后7岁2年级，8岁的3年级，每个年级学的东西都不一样。玉丫头可说了，要是只是算账认字儿，上完6年级就可以了。最少也得上完4年级。哎呀，宋爵爷啊，你越说我越迷糊，您还是带我去学堂看看吧。进了学堂，宋爵爷，你们能在墙壁上写字？大人啊，那是黑板，用粉笔在墙上写字儿，教孩子们学习。等教会了，擦掉就可以了，很方便的。讲台上那个娃娃就是秦玉的弟弟秦仲，算是3年级的娃娃，现在他开始教1年级的认识拼音。陈明轩很想进去感受一下在黑板上写字的感觉，被宋明远拉到了2年级。16得6，2612，36 18。这位小兄弟，这3乘以6为什么等于18呀？学生见过陈大人。秦先生客气了，这是小女弄出来的乘法口诀，陈大人你可以这样理解。陈大人，你请看，桌子上有3份铅粉笔，每一份都有3支。你看，我们用加法就是3加3加3等于9。现在我们用乘法，3乘3等于9，是不是方便多了？不用一个一个去加了。我们找到这个规律后，无论是多大的数字，我们都可以用乘法来解。秦先生大才，在下佩服。陈大人不必这么客气。其实只要掌握了这套乘法口诀，计算起来就简单多了。张文杰推着秦正的轮椅到了会客室。小仲啊，去厨房把你姐叫过来，让陈大人看笑话了，小子有些顽劣。我倒看小仲这孩子非常的聪慧，刚才我看他在1年级教那些孩子认识阿喔阿，教的挺好的呀。陈大人有所不知，他是被我罚去的，让他背书他就不好好背，这不就被我罚去教1年级的孩子们学习拼音，什么时候学会了，什么时候回3年级上课。那看来小仲这孩子的拼音一定学习的非常好了。没少被他姐打，能不好吗？爹，我给我娘烧火做饭呢，你叫我有啥事儿？小仲就说你叫我，说完就跑1年级去了。当时他就看愣住了，这乡野山村还有这么标致的女孩子。没错，陈明轩此刻的眼里就像是看到了仙女一样，他看傻了。我是不是该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是跪在地上给他磕个头，还是给他作揖呀？还是直接问大人 Hello 你好啊？他压根就没想到陈明轩看到自己会看傻。不必客气，进来坐坐吧。我想你就是发明马蹄铁和马镫的秦瑜吧？对呀，马蹄铁和马镫都是我发明的。你今天来给我们划分封地的？前几天一直有事，到了今天才有空过来处理这件事情。前天是在忙着调戏良家妇女，还是在想着怎么欺压百姓呢？秦小姐，你误会了，你说的人应该是安南县前县令吧？
实不相瞒，在下是金科状元，奉命前来彻查这边强抢民女全家被烧杀的案子的钦差。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的是，县令和知府全部都已经下狱，已经秘密押去了京城。哦，原来是我误会你了呀，我还以为你跟他们一样，也不是什么好人呢。于丫头，当着大人的面不要乱说，小女不懂事，还请陈大人见谅。无妨，无妨。你现在来，那个是我们的永业田，现在可以给到我们的是吗？是的，我是来特意问你们想要哪里的封地啊？这不应该是皇上封哪儿算哪儿吗？我们还可以自己选。之前是这样的，可这次比较特殊，加上查抄安南县令和知府不少家底，还有牵扯了不少人，所以安南的土地腾出了很大一片，足够给你们3家分了。所以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是可以按照你们要求分的。还有这么好的事啊？那这样吧，你就给我分一块有水源，最好是有个大水库的地方，然后千亩土地都连成一块。要是水库旁边有座小山，那就更好了。这个地方有倒是有，不过连着山也不过才300多亩，不够1000亩。不过其他700亩也距离这里300亩不远，也就在龙平镇附近。那300亩就在你们村子西边，我来的时候路过，还去看了看。水库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有个30多亩的样子，有座大山和一座小山。哦，陈大人说的是平西河坝和黑子山，还有小锅盖山嘛？距离这里大概3里地。应该就是那里。那里之前一大片都是被前县令给霸占着，现在全收回来了。秦大小姐，你要是要的话，我现在就上书朝廷，把这一块划分给你了。要，那就这里。封地确认好，陈明轩就跟着宋明远回到了宋家。袁瑶兄，你在这里这么久，已经把拼音和乘法口诀书带回京城了？3日前我书信回的京，我打算留下来在学堂里当个教书先生。这学堂里面学的东西啊，非常的有意思。如果把里面学的东西上禀陛下，在全国推行，我相信全国的读书人又会上升许多。明轩，你想的太简单了。即便这些知识能够普及大钱，百姓贫寒学子想要进学堂读书还是非常难的。就说纸张书本笔墨，又是哪一样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呢？平西村这些百姓的孩子能够进学堂读书，只不过是勤政伤残在身，临时教孩子们启蒙罢了。村里根本就请不起教书先生。这几天宋爵爷也请来了几位先生，来看了一眼就走了。还有这里的孩子，家家户户都有一块小黑板，用粉笔在上面练字，没有纸张，给先生的束修也不过是秦羽给出的主意。小孩子每7天拿5斤木柴，大孩子拿10斤木柴去学堂当束修。袁瑶兄，你是因为这里没有教书先生才要留下来的吗？在京城我一直找不到自己的目标，入朝当官我没有那个性子，这些年也就为家中打理一下陛下赏赐的产业。直到这次我来了这平西村，我觉得我应该为天下学子做点什么事。我找秦约聊过算术和拼音的事儿，他给我说了很多很多。我们现在学习和认知的，用他的话说就是学海里的冰山一角，所以我要留下来，把他所说的知识传播出去。好，远瑶，你既然要留下来传播教育，我就上书朝廷留下来治理安南县。我们兄弟俩一起为天下百姓做点实事，让他们早日摆脱贫困。乡试要连考3天。小鱼啊，你说你爹这身体刚刚才好，连考3天能受得住吗？娘，你就放心吧，爹啊一定可以高中解元的。我们就回去等着爹的好消息吧。等爹中的解元，明年再进京考个状元。娘，你就会成为状元夫人了。你这丫头就会拿你娘开心。
我现在也不想你爹能中解元、状元什么的，只要我们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的就好了。敢问二位母女，你们可是秦正的夫人和秦正的女儿秦神医？啊，原来是李神医。还真是你们啊！李神医，你这是怎么了？连我们都不认得了？哎呀，不是不认识啊，你们这变化也太大了。老头子我要不是看到刚刚你们送秦正进考场，我都没敢认你们。老爷子，上次我都说你眼睛不好使吧，现在承认了吗？小鱼，不能对李神医无礼。小女就是这样，还请李神医莫怪。上次你救了我家相公一命，我们还没有好好上门报答呢。等我相公考完，我一定让他登门道谢，救命之恩。不，小老儿哪会怪秦神医？还有啊，你们也不用谢我。说起来我也惭愧呀，要不是你家女儿秦神医赶回来，老头子我……老爷子，是你过谦了。其实我回来也看了，要不是你，我爹等不到我回来。我娘说的没错，之前是因为我爹腿脚不便，现在好了。等我爹考完试，我一定会让我爹上门道谢的。那好啊，老头子我就恭候大家了。今天把蒸煮的竹子不用再煮了，让得空的村民把竹子拿出来洗干净了捣碎。这会儿应该有非常多捣碎的竹泥了吧？小鱼，你回来的正好，你来看看我们捣的怎么样？好，就是这样。哎呀，今天之后擦屁股再也不用竹简了。 Yes， 快，把这筐还那筐都倒进我让你们建造的水池里啊！还有，把那个竹帘给我。张文杰按照他说的，把材料全都倒进了水池里，看着秦宇搅拌，又在里面添加了点东西。很快，张文杰就看着秦宇用竹帘在搅拌好的水池里一摇一晃，就有一张纸张出来了。于丫头，这是在造纸啊？是啊，就是造纸啊，你们没见过吗？以后村里孩子学习就有纸张写字了，以后再也不用为买纸而发愁了。你们都这样看着我干嘛？秦宇，我谢谢你啊！我们祖上数8代都没有一个会识字算数的。自从你弄出拼音和乘法口诀以后，我家的3个娃现在全都在学校读书，我们张家如今也有读书人了。现在你又做出纸张来，小鱼，谢谢你。小鱼呀，你是个好孩子。小鱼呀，就让我们拜谢你一下吧。你们要是还这样，我现在就将你们家的孩子赶出学堂，不让他们再去上学了。小鱼，我们听你的，不跪了。这就对了嘛，我们都是一个村的，你们呀都是我的长辈，我哪受得了你们的跪拜呀？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就是造纸，以后咱们全村都有免费的纸张用了。当然，这个纸还能够卖钱。之前你们帮忙，就算是你们白帮忙了。今后，也就是从今天起，咱们的造纸坊成立，无论是你们还是村里的其他人来这里做工，每天给你们每人20文的工钱，到了年底也能够给家里的人添几身衣裳。不用，小鱼，我们不要钱，只要能让我们的娃免费去学堂读书就行。我们也不求他们能考状元，等他们长大了，能去县城里别人开的店里当个账房先生就行。各位叔伯，你们放心，你们来这里做工，工钱照样给。而且呢，今后咱们村的孩子们去学堂读书全部免费，不用交束修。笑话，我现在造纸都出来了，那点束修还不是手到擒来？本小姐全包了。哎，大家都不必多说了，这个造纸的每一道工序都非常辛苦，20文是你们应得的，特别是这个抄纸更是辛苦。就这么决定了，大家不必再说了。既然小鱼说了，大伙儿都听他的吧。小鱼，你到一边歇着，这力气活我们干。
刚看你做了那么多，我们早就想下手试试了。那行，你们先试试，不行我再教你们。记住了啊，不能太薄，太薄了纸张不能成型，也不能太厚，太厚了纸张比较硬。张二说，其实我之前也担心做不出来，现在看来是可行的。我们还可以多做一些水池，大量的收购秸秆和1年生的竹子。张文杰点了点头，同时他有些皱眉。张二说，我们把纸张做出来了，不是应该高兴吗？你怎么愁眉苦脸起来了？小鱼，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二叔，我们还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您尽管说。我们现在要是把纸给造了出来，恐怕那些世家大族们不愿意看到啊。二叔，原来是这事儿啊！你放心，那些世家要是敢来挑事儿，我们也不用怕他们。你和宋大伯都有爵位在身，他们要想不声不响的来找茬，皇帝陛下知道了，怕是饶不了他们。所以他们来挑事儿，肯定会让陛下知道。当然，他们要是不声不响的来，我们就关门打狗，就当不知道他们是世家的人。年前我给你和宋大伯训练部曲的法子用上了吗？我们两家一共养了200名部曲，这几个月大哥都在按照你说的方法在山林里面训练他们。那就行，从今天起，我们造纸作坊还有泡柱子的水池，除了村里前来干活的村民以及今后其他村子来做事的人之外，不许任何人靠近。我现在就去安排。下午，陈明轩来平西村找刘远饶。这位兄台，你们平西村是发生什么事了吗？为何要登记才能进？这位老爷，这是我们刘爵爷吩咐的，今天起进平西村的人都必须登记，要是发现没有登记闯进平西村的人，一律打残了丢出来，概不负责。这位兄弟，村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部曲听他还打听，于是又4个部曲面露不善地围了过来。大胆，这可是陈知府，你们想做什么？你真的是陈明轩陈大人？大胆，陈大人的名讳也是你们能提的。退下。没错，我就是陈明轩，是来找你们学堂刘远尧先生的，还请麻烦通报一下。抱歉，陈大人，我们并不知道是你，还请见谅。陈大人，你是来找刘先生的吗？小周，你不在课堂上上课，怎么在外面玩呢？先生让我背的书，我早就背过了。我说要上茅房，我就跑出来喽，读书一点意思都没有。哦，那你觉得什么有意思呢？我要横刀立马上阵杀敌。陈明轩听他这样说，顿时大笑了起来。哼，就知道你们大人不相信，就我大姐懂我。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小仲将来啊，一定能当上大将军。骗子，哄小孩子还行。哦，我为何又成了骗子啊？你的笑出卖了你。我姐说了，要想知道一个人是不是在撒谎，看他的眼睛和面部的表情就知道。所以我看到你的笑非常的不真诚，虚伪。这些都是你大姐跟你说的？她还跟你说什么了？不告诉你，你不是来找刘先生的吗？他去了作坊，你要找的话就去找宋大伯或者张大伯，让他们带你去，要不然你到不了作坊。作坊？这平西村什么时候多了个作坊？还那么神秘。走，我们去宋爵爷家里。不知陈大人到来，有失远迎啊！两位爵爷客气了，我这不是要回京一趟吗？就过来问问刘远尧，有没有需要带的家书。这不一来，发现你们村子还给戒严了啊！哎呀，也就是登记一下，没那么严重。哎呀，陈大人，您也不是外人，我就直说了。大人啊，您也知道，我们村的学堂年后收了不少外村的孩子，那总不能天天的让他们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字儿吧，也不方便。这不嘛，这个秦丫头啊，就带着大伙
搞了一个造纸的工坊，上午刚开始抄纸。宋爵爷，你刚说什么？你们造出了纸啊？是啊，大人。刘先生这会儿啊，正在工坊那边抱着纸乐不思蜀呢，还说要亲自抄纸，学堂都不回了。大人呐，您来的正好，刚好帮我们劝他回来。宋爵爷，你现在带我去看看。其实他还是有些不可置信的。要知道，天下造纸技术都被世家给牢牢握在手里，就是皇帝想要都要不到。要是平西村真的造出了纸来，陈明轩不敢想象这大钱帝国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的。陈大人，您慢点儿，那造纸工坊就在那儿，又跑不了，您别着急呀。宋爵爷，你可知道你们造出纸来意味着什么吗？不就是会迎来世家的报复吗？没事，他们要是光明正大的来，我们就和他们光明正大的谈；要是他们玩阴的，那有多少人走着进来，就有多少人躺着出去。你们牛，希望你们到时候能抵得住世家的压力。没事儿，这不是有陈大人您吗？刚刚秦羽听说您来了，他就去写造纸术的秘方了。回头啊，您就上交给陛下。我相信，纵使世家想要闹腾，到那个时候也闹腾不起来。宋爵爷，你说的可当真？秦羽真的愿意把造纸术上交？哎呦，我的大人哦，是不是真的？一会儿到了，您问玉丫头就知道了。哦，大人，那里就是我们的造纸工坊了。啊，宋爵爷、张爵爷，你们这是在建城墙吗？嗨，这些村民知道今后要在这里做工，纸张卖了他们有工钱拿，听说会招来别人的觊觎，就把这作坊啊当成了他们自己家的。我们呢只是说建院墙，可是他们偏不同意，还说要是没有银子买砖块，他们就自己凑钱。这不，他们就把这院墙啊建了这么厚。百姓是淳朴的，他们做的没错。放心，只要陛下知道了这件事，我相信陛下一定会给你们建造作坊的银两的。刘兄，换我来试试。知府大人来抄纸？不对呀，刚刚好像是让他来劝刘远瑶回学堂的呀，怎么这会儿他也上来凑热闹了？你谁呀？一边玩去！我要给我家老爷子亲自做一刀纸送给他。刚说完，手就顿住了，他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你怎么来了？是有人给你通风报信了？不是，我要回京了，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要带的东西，刚好就遇到了。你让我来试试，我还没有自己造过纸呢。也罢，实在不行，我俩一起抄上一套。你不是刚好回京吗？带去给老爷子。哎呀，累死我了！你会吗？你就来抄。没抄过，不会。你教我。这天下寒门学子之福啊！秦羽，你准备卖多少钱一张？外面现在卖的麻纸是20文一张，宣纸更是高到了100文一张。陈大人，你觉得我们的纸张卖多少钱一张比较合适呢？天下多少读书人就是因为没钱买纸张，从而放弃学业，悔恨终生。所以我希望是越便宜越好，让寒门学子也能有书读，有纸用。陈大人果然是百姓的父母官。陈大人觉得3文钱一张如何？你刚说多少？我没听清楚，能再说一遍吗？陈大人，刘先生，你们听的没错，就是3文钱一张。当然，今后我们形成规模后还会更便宜。3文钱一张，3文钱一张，天下寒门学子有福了，大钱之幸啊！至于吗？不就是纸吗？我可还是要做软软的擦屁股的纸的。这要是让2人知道了，会不会被气死？算了，暂时先不要跟他们说了，
等做出来再说。陈大人，刘先生，你们刚刚抄的纸，小的已经为你们压好了。你们是自己分章晾晒，还是我们帮你们分章晾晒啊？我们自己来晾晒。张大人和刘先生毅然抱着一沓他们自己做好的纸来到了秦玉家。陈大人，刘先生，你们的纸晾好了。我们替天下书生谢过秦姑娘了。哎，两位大可不必这么客气，我可是要用这纸张赚钱的。你们这么客气，呵呵，以后赚钱我都不太好意思了。陈大人，你要回京，我就不留你了。这是造纸的秘方，你看一下，要是没有问题的话，我这里还有已经准备好了的朱漆。不用看了，秦姑娘，直接上朱漆封印吧。你真的不看？不看了，秦姑娘封印好了，交给在下就好。一晃又是3日，没错，3天相视，秦政考完了，他们要去接秦政。相公，你还好吗？没问题，都挺好的。走，咱们回家。相公，你进考场那天，我们碰到了救你的李神医。你看，现在你的腿也好了，我们是不是有空去道谢一下？哎呀，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今天就不去了，改日我沐浴更衣后再去拜访。安南城的知府现在是陈明轩吧？那小子不是快要回京了吗？怎么突然又用800里加急传信？奴才不知，送信的人就说是安南城急报，把竹筒给我就晕倒了。陛下你看，要不要奴才把他弄醒问问？啊，不必了，让人抬他下去好好休息吧。安南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可能是那小子太年轻，用错了方式。抽出里面的信摊开看了一眼，是陈明轩写的动用800里加急的原因，大概是说造纸术事关国家大事，为了能早点让皇帝知道，迫不得已才动用了800里加急。看到造纸术，他摊开一看，信纸的中间从左到右写了3个字：造纸术。好啊，好一个秦羽，真是名奇女。前有马蹄铁马镫，助我大前士兵击退匈奴，一雪前耻；再有黑板粉笔，让天下教书先生学子练字不再局于沙盘之上。现在又给朕送来了造纸术，我大前有此才女，是我大前之幸，百姓之福啊！有了这造纸术，我大前学子何以再为没有纸张写字发愁？哎呦，恭喜陛下，贺喜陛下！得此造纸术，大前一定会迎来久安盛世的。你个狗奴才，就你会说。不过你说的对，有了纸张，我大前男儿就会出现更多的读书人，会有更多的人为朕治理天下。陛下，信中可是有写造价几何，卖出几何呀？秦姑娘每张纸3文1张，等今后形成产业后会更加便宜。因800里加急，微臣并没有带新纸回京给陛下，还请陛下恕罪。不过，微臣写信的这张纸，就是我和刘尚书之子刘远尧制作出来的，请陛下过目。不错，不错，不错，真是不错啊！陛下，是纸张的价格不错吗？不错，不错，都不错。来，你看看这纸，3文钱1张，还是这么好的纸。我大前的学子都应该感谢秦羽，就是朕也要好好的感谢他。赵公公，你觉得这次朕再封上他为郡主，大臣还会反对吗？
陛下，老奴以为这事儿还是先不要大臣们知道的好。陈大人在信中也提到了，如果让世家知道，平西村呐，恐怕再无安宁啊。世家哪里是那么轻易拿捏的？朕虽然可以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但一时想要拿捏住世家，还是很难做到的。要是让世家知道朕手中有造纸术的秘方，恐怕他们不但不会让朕成立造纸工坊，还会把朕的秘方要过去。理由朕都能为他们想好。这些人一定会说皇家不能与民争利，一群混账玩意。赵公公，你说的对，朕还真得好好的考虑考虑这件事怎么办。正在此时，启禀陛下，陈国公、秦国公等一众大臣在宫门外询问发生了何事，求见。起来吧，去告诉他们没事儿，让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回来，让陈国公、秦国公还有礼部尚书陈大人、户部尚书刘大人进来见朕。下去吧。哎，不必跪了，赶紧去通知他们吧。听说这个小太监是你收的干儿子。哎呦，一切都逃不过陛下的法眼。奴才只是觉得这孩子聪明懂事，所以呀，就带在了身边。可惜没把秦瑜那丫头给带回来。现在我对那丫头越来越好奇了。这丫头也不知怎么做到的，这纸会这么光滑白净。很快，陈国公和秦国公还有陈大人、刘大人就来到了皇帝的御书房。哎，四位爱卿不必多礼。陛下，刚刚末将听说有800里加急，是边关又发生了什么吗？上次您没有让老臣我出征，这次无论如何也要让臣去。哎，陈国公，现在天下太平，不要总想着打打杀杀的。我让你们来呢，不是边关急报，不过也是道难题。这是陈大人的儿子陈明轩给朕的密奏，你们看看吧，看完之后给朕拿个主意该怎么办。都看完了，怎么都不说话了？老陈，你说。陛下，您让老臣打仗还行，让我想办法，您这不是为难老臣吗？要让老臣说，陛下下令容老臣带上一队兵马，把平西村给封锁起来，谁都不让进出，那不就行了？陛下，臣认为陈国公说的对，我们可以给宋爵爷和张爵爷送些步驱过去，让这些步驱严加防守。秦国公的意思是从军队里抽调一批士兵，以宋家和张家部曲的身份守着造纸工坊。是的，陛下。刘尚书和陈尚书，你俩觉得呢？陛下，老臣以为此法可行，只是这些纸张一旦流向市场，恐怕世家那边会有动荡啊。造纸术功在社稷，这侵犯了世家的利益，他们肯定会找麻烦的。两位爱卿说的对呀，可这没有理由叫停民间造纸作坊。既然大家都没有好的办法，那就按照秦爱卿说的去办吧。我就不信世家真的能明抢。陛下，那小子恐怕已经启程回京。这个时候如果安南城，特别是安南县城，要是没有一心为民的好官坐镇，这怕是有些不妥呀。年后调派过去的安南县的知县好像是刘大人举荐的吧？你来说说他这个人人品如何？当初平西村没有工坊，他还可以胜任，如今有了工坊这个利器，他还能胜任吗？回陛下，老臣以为可以。哦，说说看，你为何如此认为？郑永才，开元9年的探花，先是在老臣手下任职，后来被调派到新州城下面的一个县衙做知县。他在任期间，把其所在的县城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为民也比较清廉，
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哦，这样吗？朕怎么不知道有此人存在？郑永才，出身寒门。好，那就传旨给他，好好给朕看好了造纸坊，把安南治理好了，朕重重有赏。要是出了差错，提他的人头来见我。传旨陈明轩不要回来了，直接升任其为安南城知府。刚去上任的知府即刻回京另做安排。张二叔、宋伯伯，这账不是你们这么算的。这铁锅和菜品虽然是我想出来的，可是我出的银两并没有你们两家多，怎么能让我占股最多？你们两个要是继续这样的话，我就不跟你们合伙了，你们两家自己去做。哎呀，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们各退一步，我和文杰家各占3成半，还有3成是你的。哎，别说你投钱少，只要2成什么的，你要是这样还不同意，那这饭店我们就不开了。赶明儿我和文杰兄弟一起给你卖纸去。哎，好吧，那就这样吧。那小玉啊，咱们什么时候去挑选铺面啊？那就后日吧。后日我爹会试的成绩也该下来了，我们一起去城里看榜，然后再去找铺子。哦，对了，小玉啊，你家那1000亩土地都种什么？以前啊，没有那么多田地的时候发愁地太少了，可现在有了地又发愁地太多种不过来。是啊，我们家里也在为了这个犯愁，眼看着春播都快过去了，我们还有一大半没有种。宋伯伯、张二叔，你俩不会是全靠自己家和亲戚去种地的吧？对呀，要不然我们自己种，要种到什么时候啊？我们可以把地租给那些需要种地的百姓，问他们收取租金，也可以让他们成为你们的佃户，每年为你们种地，给他们分粮食收成的分成。当然也可以雇佣工人来为你们种地，你们按月给他们工钱。于丫头，你这么说我就懂了，可是我也没看见你分开的地开始播种啊。我也想，可是地主家没有余粮，没钱买种子，没办法种啊。今年就荒着呗。不过我种了100亩的水稻，其他的就等秋耕种冬小麦了。啊？哎，不妥，冬天种小麦，那麦子会冻死的。宋伯、张叔，你们放心吧，冬小麦呀是冻不死的。不信，到时候我种给你们看。要是种成功了，明年你们再跟着我一起种。玉丫头啊，你说你种稻子，可我也没看到你地里种稻子呀。还有春稻，种早了不容易成活，种晚了根本就没有产量。这些年啊，村里边种水稻的家里也是因为水田，不种水稻也没别的可种，都是奔着能收一口粮，总比荒着好的态度在种。这每年的收成去掉种子，也落不下来多少。宋大叔，其实不是水稻不高产，而是我们种的方法错了。我们这里春耕时气温还比较低，不适合把稻种直接播种到地里，就算播下了，发芽的也会极少，就算发芽的也会被冻死，最后能够存活下来的可能也不过1成，所以产量比较低。哦，是啊，玉丫头，你这么一说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你说方法错了，那你是不是知道怎么种啊？宋伯伯、张二叔，这样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等到了我再给你们解释。秦瑜带着宋明远和张文杰很快就来到了窑洞门口。宋大伯、张二叔，到了。丫头啊，这不就是你们之前住的窑洞吗？这里边有你种水稻的办法。宋伯、张叔，二位请进。秦瑜翻开草帘，打开窑洞的门，就看到了里面绿油油、生长茂密的秧苗。这里都是秧苗？这里都是秧苗，再过3、4天，天气再暖和一点，就可以把它们移栽到秧苗田里，让它们在秧苗田里长得比膝盖还高，就可以再次拔掉，插到大块的水田里了。于丫头，
这样做，这些秧苗不会死吗？不会，外面的气温比较低，不适合水稻生长。可是我们又要种水稻，该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够创造一个适合水稻萌芽生长的地方。这不，我就把这个窑洞改造了一番。等这里的秧苗长大，外面的气温也就刚好适合。这里的秧苗生长，我们移栽出去，它们就能成活了。哎，那玉丫头，那你准备把这些秧苗移栽到哪里呀？我早就想好了，就栽到水库下面那几亩常年有水的田里。这里的秧苗，等到秧田里面长大，足够我栽上100多亩了。他们之前也是种过春水稻的，1亩田撒下去的种子可是这窑洞里的好几倍。即使如此，成活的收割的稻子也没有多少。现在秦玉告诉他们，就眼前这一点儿，秧苗就能栽上上百亩，他们又怎会相信？张二叔，之前每天中午都是我打开窑洞的门，让秧苗接受到外面的阳光。今天既然你们都看到了，那接下来你们就要给我派几名部曲守着了哦。这个不用秦瑜说，两人都知道这个窑洞的重要性。如果这个窑洞里的秧苗按照秦瑜的方法能栽种上百亩，到秋收如果粮产大增，那他们平西村那些常年是水的水田就再也不用慌着了。宋伯、张叔，我家的田到现在还没有翻，到时还需要你们帮我找些人翻耕一下。我爹那腿呀，肯定是做不了重活了。哎嘿嘿，于丫头，这个你放心，只要你这种水稻的方法能让水稻大丰收，我相信不用你开口，这村里的父老乡亲都会非常乐意过来帮忙的。更何况啊，如今我们有了造纸工坊，百姓们有了收入，他们都非常的感激你，只要你开口，肯定都会去帮忙的。宋叔，我也知道，我开口他们肯定会出来帮忙，但我要的不是他们因为感激而来帮我。我希望咱们村的村民都能够越过越好，不能够因为报答我而不顾自己家。咱们村的叔伯就让他们闲暇时到作坊里面做工，这样他们的收入会高一些，也好早一点脱贫。栽种秧苗、翻耕水田，就从外面找人来翻耕吧。啊？可是要让他们知道咱们种水稻的办法，那你说会不会有麻烦呢？宋大伯，只要我们秧苗下田，再安排人过来巡逻，不让人破坏就行。至于让他们知道方法，还有什么好介意的呢？等到秋收证实了我们是对的，我们不但不保密，还要在明年春耕之前把这个办法普及给全县，甚至是大前所有适合栽秧的州府县。秦瑜的话令两人赞赏无比，是他们狭隘了。这不，他和张文杰和宋明远刚好路过一位在地头休息的老伯伯。哎，老伯，您这个犁种起地省力吗？累不累？于丫头啊，这种地哪有不累的？你说省力？哎呀，这土啊，经过冬天的雨雪渗透，这地呀硬得很，根本就不好耕。老伯，我为你拉犁，你来扶着，我来试试看。于丫头，这可不行，你怎么能来拉犁呢？这里可是重得很呐。于丫头啊，这可使不得，要是让村里人看到我让你帮我拉犁，他们还不要骂死我呀。没事儿，我之前也没有试过，现在就是好奇试一试，要是拉不动我就不拉了。哎呀，张二叔、宋大伯，你们就让我试试吧。你们要是这样，我以后有好东西可就不带着你们玩了。嗨，好。哎，我说罗老哥呀，你把这犁放浅一点，那就让他试试吧。哎，好，我犁浅一点。大伯，您这样可不行，别听他们的，你就听我的。刚刚你们的犁有多深，就给我犁多深。哎，好，行吧，就听他的。于丫头，一会儿可别叫苦哦。放心吧，我说了，我就是试试，又不是真的耕地，拉不动我就不拉了，看把你们给急的。其实两人真的怕秦玉逞强不服输，
非要拉梨走上一段不可。老伯，准备好了吗？我可是要拉了哦。哎，你拉吧，我已经扶好了。秦瑜说完就开始用力，结果那梨是纹丝不动。等他累得筋疲力尽，那梨才最多移动不到20厘米。哎呀，不行不行，不离了不离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小玉啊，你没事吧？我没事。离得有多少？哎，非常厉害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拉不动呢。秦宇有些不相信，他刚刚可是用出了洪荒之力。他爬起来回去看了看，果然梨只是往前移动了一点点。妈呀，太难了！哎呀，张叔、宋伯，今天不去看田了，我们现在回去。我就不信了。看到秦瑜气冲冲的从外面回来，张秀如有些懵，谁又欺负这丫头了？秀如嫂子，我们就不要这么客套了，像之前一样就行，你这样都生分了。宋大哥、张二弟，你们来了呀？是啊，跟着玉丫头来的。刚刚在地里头啊，她非要去拉梨，这不没拉动，就气鼓鼓的跑回来了，我们也就跟着来了。哎，她没事吧？没事儿。秀如啊，你泡茶，我要跟宋大哥、张二弟聊聊。只是还没过一盏茶的功夫，宋大伯、张二叔，你们还在呀？刚好，伙计不信了，我拉不动梨。走，去你家打铁房，按照这个图纸打出来。等打出来，我一定能够拉动。小月，你这不还是梨吗？就是这个圆变成了弯曲的，这样的梨还能用吗？把妈字去掉，你就按照我这个图去打，我保证一定能用，而且还会非常好用。我要抓紧时间做出来，不但要拿到罗老伯的地里，还要让罗老伯扶梨，还要拉梨，一雪前耻。哼！哎，二哥，你怎么来了？哎，这里边热，有什么事儿咱们外边说。不用，大家都停一下，配合我。咱们先把于丫头这个新东西给打出来。又是什么好东西啊？快给我们看看啊！就知道你们会这样。这就是于丫头新设计的梨，名叫曲圆梨。嘿，我还以为是啥呢，原来就一把梨啊！不就是把圆搞成弯曲的吗？二哥，这梨头都快杵到地上了，这能离地吗？不过这梨花倒还挺大的哈，翻起土来应该会比较深，只是这能拉得动吗？这得多少人来拉呀？行了，你们问题真多，都跟我过来，我们先去堂屋里喝茶，给我半个时辰，我们就能打好。不了，我要在这里看着你们打。宋大伯、爹，你们去找张爷爷聊天喝茶去吧。那行，我们去找老爷子。于丫头啊，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出去吧，你一个女孩子家的，在这里边不合适。是啊，于丫头，你还是出去吧。那行，我去找张爷爷聊天。于丫头啊，来，快到张爷爷这里来，你看看这些猪崽，按照你说的给割了，没想到他们还真是没死，每天呢吃了睡，睡了吃，真的不像那些没有割过的猪崽一样。张爷爷，你这是刚从猪圈那边过来吗？是啊，1个月前给这些猪崽阉割之后，我就每天都来看，我还以为会有猪崽扛不过去死掉呢，没想到这1个月过去了，他们能吃能睡，活蹦乱跳的，挺好。张爷爷，半个月前不是死了2只小母猪崽吗？你是不是忘记了？哎呀，那不算，开始2头母猪崽是从肚子上开口，里郎中不熟，后面这些那不是挺好的吗？走，丫头啊，跟我去看看。还有啊，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个猪阉割了为什么就不腥臊了呀？这猪啊，阉割后身体里面就会减少那种腥臊的产生，还有你刚也说了，他们吃了睡，睡了吃，
不互相打架，他们都能够和平相处，这样他们更容易长肉养膘，所以他们的肉就不会那么腥了。哦，原来如此啊！哎，于丫头，你看，这2个猪圈是阉割过的，那个猪圈里的呀是没有阉割过的。哎，张叔啊，您这几个猪圈里的猪崽儿不是一起养的吧？哟，我说宋小子，你也看出来了？嘿，你说错了，这几个圈里的猪崽儿是同一个母猪下的，是不是觉得这阉割的长得比没有阉割的肥大呀？是啊，这没有阉割的明显比阉割过的瘦小许多呀。是啊，开始的时候啊并没有区别，反而阉割的比没阉割的长得慢。哎，自从半个月前，这阉割过的猪崽那是一天一个样，明显就长过了没有阉割的。还真是神奇啊！要是真的没了腥味儿，我们村的百姓明年又多了一项来钱的路子呀！哎呀，是啊是啊，这猪草满山都是，百姓们也不用担心喂不活。于丫头，于丫头，你出来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这就做好了。哎，走，咱们一块儿出去看看。好，我们一起去看看于丫头设计出来的新农具。于丫头，可是这样吗？没错，就是这样子。二叔，你们辛苦了。走，我们现在就去张老伯那块地再试试。我就不相信我拉不动梨。哼！我说于丫头啊，要不咱们还是算了吧。你一个女孩子拉不动，其实是正常的。你瞅瞅，张老伯的几个儿子齐上阵，这才把梨拉动。大伯二叔，那不一样。用我这个梨，我一定能够拉得动。你们不去，我自己去。我说张文杰，你就这样看着于丫头自己扛梨啊？于丫头要自己扛的，爹。哎呀，算了，于丫头，你要去就去吧。先说好了，拉不动可不能逞强。放心吧，二叔，拉不动我肯定不拉。嘿嘿，走，我老头子也跟你们一起去凑凑热闹。你们看着点老爷子，别让他摔到田里了。哎，你个臭小子，我才没你想的那么不中用呢。罗老伯地里，哎，老大老三啊，你们2个歇歇，让老2老4来拉一波，咱爷5个争取明天把剩余的地给翻完。爹，我们今天能不能歇歇，明天再来？这几天实在是太累了，受不了了。爹，你看那边怎么那么多人啊？好像朝我们这边来了。啊，好像是。哎，你俩先等等，看看发生什么事了。张爵爷说，宋爵爷说，你们这一群人是干啥呀？你这娃子，说了叫张叔，又开始叫爵爷叔，你不觉得别扭吗？快滚上来，把这个梨扛到你们地里去。张爵爷说，你这扛的是梨，怎么和我们现在用的梨不一样啊？这是小鱼从你们这里回来设计出来的，我和你这几个助手刚打出来的新梨，还热乎着呢。来，给老子扛着。好嘞。你小子，你们还有多少亩地没有翻种啊？没有多少，也就还有2亩了。哦，你们4兄弟今年有没有偷懒啊？没有，这不是忙种完能到作坊里做工吗？我们哥4个都想着快点种完，去作坊赚钱，回头娶媳妇呢。老4也要娶媳妇了啊？不想娶媳妇的男儿不是好男子汉，我当然想娶媳妇了。哎，爵爷叔，你打铁房还要人不？我给你当学徒咋样？哎，还不错，够强壮。不过你这嘴皮子，给我打铁有点屈才了。回头咱们做饭的纸啊，往外面卖的时候，你不如去试一下卖纸，或者给我卖锅啊！我听爵爷叔的，你说让我做啥我就做啥，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你这滑头，赶紧走得快些，到你们地里还要试试这梨好不好用。
哼，这小子，爹，爵爷说他们是来我们地里的，说是要试一下新打出来的梨。罗老伯，来，还是你帮我扶着梨，我就不信我拉不动。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本小姐的力量。罗大哥，去吧，听这丫头的，就当是陪她闹着玩了。于丫头，要是拉不动啊，可不能勉强啊，别累着了。罗老伯，你就放心吧，拉不动我肯定不会拉。哎，那行，我们就开始吧。你瞅，还真动了。哎呀妈呀，还真动了！这于丫头怎么有那么大的力气啊？就是我们家2个娃娃也都没这么快呀。不对，这不是于丫头有多大的力气，原因应该是出在梨上。罗大哥，我来试试。老罗，有啥不敢？赶紧的，别磨叽，我就不喜欢你们这群人。赶紧的，我要试试，试完还要忙别的。罗大哥，文杰说的对，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您这样就生分了。哎，您不服，我可是要来服啊！我来。这或许就是重生后的最大意义吧。或许这些对于我来说不值得一提的事儿，可对于大秦百姓来说，那就是天大的好事。至少取原梨可以让他们省时又省力，不再担心赶不上播种而担忧粮食产量。丫头，谢谢你。希望我拿出来的不晚吧？不晚，这可是神物啊！有了这个屈原梨，今后百姓们耕种那可是要省力不少啊。于丫头，这大钱的百姓可都会感念你的好啊！啊，是啊，这下天下百姓有福了。年前让你弄出马蹄和马灯，听说改变了战局呢，让边境安定。年后的纸张直接让天下寒门的学子有纸可用。现在这取原梨直接改变了百姓农耕。于丫头啊，叔替天下的百姓谢谢你啊！哎呀，行了，你们要是再这样，以后有什么好东西都不再给你们了。哼！金鱼跑了，张文杰和宋明远哈哈大笑了起来，村民们也跟着笑了起来。痛快！今后就是没有牛，咱们家的几个娃子长大了，用上这梨也不怕了。谁说不是呢？我们家有一个男娃子，天天愁着种地没人帮忙。哎，现在好了，有了这些梨，这以后婆娘们也是可以拉得动了吗？刘远瑶看着眼前的一幕，他惊呆了。让我试试。哎，都在排队，凭什么要让你先试？啊，刘先生好，刘先生好。大伙儿，让我先一人试试可否？3位，我还有事，先走了。最终他在秦瑜家中找到了秦瑜。秦瑜得知其来意后也没拒绝，回到书房又画了几张取原梨的设计图。管家看到刘远瑶匆匆地跑回来，就在这里等着，没事不许任何人进来打扰我。给我备马，我要出去一趟。刘兄，你怎么来了？真兄，我来不及和你细说，你有没有比较信任的人？我有东西需要尽快传送回京，非常重要，关系天下百姓。我的2随从可以说打小跟我一起长大，也经历过生死，可以信任。好，那就让他们准备好，马上出发，把这个东西交给我父亲，非常重要。秦正是谁啊？之前好像都没听说过这人名字，这人到底谁啊？竟然乡试第1，高中解元，真是厉害啊！相公真的考了第1名，中了解元。宋明远几人也是非常高兴的，听的还是听的，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眼睛。等他们挤进去，看到第1名真的是秦正时，嘿嘿，真的中了啊！真的中了！哈哈哈哈哈哈！秦大哥，不行，今天你必须请我们喝酒。好，今天我们不醉不归。几人走到一个洋行前，停下了脚步。宋大伯、张大叔、张二叔，这里有个洋行，要不我们进去问问，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铺子出租？也行，要咱们自己找啊，也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
问问牙行也好。几位老爷，你们是要买丫鬟还是要买家丁护卫啊？我们不是来买丫鬟和家丁的，你们掌柜在不在？我们是来租商铺做酒楼，我想和你们掌柜谈谈。哦，听他的，你们这里要是有商铺，就叫你们掌柜出来一下，我们和他谈。哎，几位爷，你们稍等，我这就去叫我们掌柜的下来。嘿，几位爷，你们这边请，我们掌柜的很快就会下来。嘿，几位爷，你们请坐，我给你们泡茶。客人在哪儿呢？老爷，客人在这儿呢。秦瑜听到掌柜的声音，皱了皱眉，总感觉在哪里听过，有些熟悉。是你？恩公，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当初的救命之恩，我都没有来得及报，你就走了。今日在这里遇到，请受我一拜。哎，李家主，您可别，当初我不是抢走了你一匹马吗？就算我们扯平了。哎，救命之恩哪能是一匹马能扯平的？还有，你临走时的金玉良言，我是越想越觉得姑娘说的对，当初是我鲁莽了。李家主能够听得进去就好，这家牙行也是你家产业。唉，以前我们在这边经营不下去，关门了。自从去年这里换了县令，我们就又回来把牙行开了起来。这段时间在家里也是闲着没事儿，就出来走走，来这里看看。没想到让李某在这里遇到了恩公，真的是李某之幸啊！李家主，你要是还这样一直叫我恩公，我这可就要走了哦。好，我不叫姑娘恩公，可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姑娘啊。我姓秦，单名一个鱼，你可以叫我秦鱼，也可以叫我鱼姑娘。这位是我宋大伯，这位是我张大叔、张二叔，我素兰姑，还有这位我爹。这个是我娘，这个是我弟。你是秦正？莫非就是高中谢元的秦正？若是平西村的秦正，那就是在下了。没想到全县城都在传的秦谢元就在李某眼前啊！哎呀，李某是有眼不识泰山，失敬啊！确实不识泰山，刚刚可是介绍了2个爵爷给他认识，他可没这么激动。罢了，反正今后也可能不会再有交集了。李掌柜，你赶紧去酒楼订上一桌好的酒菜，今天中午我要好好招待一下秦谢元，还有我的救命恩人。等等，感谢李家主盛情邀约，不过今日可能不行，我们租好了商铺，还要去拜见感谢我的救命恩人，所以李家主的好意我心领了。改日我请李家主。那行，那就改日还是我来做东。谢元爷，不知你们要什么样的商铺，用来卖什么的，我也好给你们推荐。这个还有劳李家主和我家小女详谈。我要开酒楼，要在最繁华的路段。另外还有2间铺子，一间经营龙具、铁具，一间经营售卖纸张书籍。玉姑娘，你们能弄到纸张和书籍？纸张算什么呀？书籍又算什么？自从造纸作坊造出了纸后，百姓们日夜不停，一间大仓库都快堆满了白色的竹纸，再不往外卖都没地方放了。玉姑娘，纸张生意可否带李某做一做呀？我们李家的生意不光在商都大小府县有站点，其他州府县也有站点，遍布小半个大钱，走起货来非常方便。只要于姑娘带我做纸张生意，安南县最繁华路段的酒楼我送你一栋，杂货铁具铺我直接免收租金。这书铺纸铺你都带我做纸张生意了，自然也是免费送你。似乎也不亏，这个买卖能做，反正也要找人合作，不然那么多纸难道靠我去卖吗？好，李家主卖纸不是不可以，但是我需要知道李家主的背景。李家主也知道纸张都掌握在贵族世家手里，要是李家主跟我合作了，背后再跟世家合作捅我一刀，那我可承受不起。于姑娘担心的是，不过于姑娘也可以放心，
我们和世家没有关系。我们李家虽然从商，但也一直做的是小买卖，比如上一次你看到的帮人押运货物，还有现在的房屋租售以及家丁仆人买卖啊。不过你可以放心啊，就是家丁仆人，那也都是来历清白的人家，并非拐卖。至于官家，我们也没有后台，要是有后台，这间店铺也不会关那么久了。我这样说，于姑娘可懂得我的意思？李家主，虽然你这样说了，但我还是要去调查的。如果真如你所说，我想我们是可以合作的。不过你放心，跟我合作肯定不会让你吃亏。至于货源，暂时就不告诉你了，今后合作你自然会知道。既然李家主愿意送我们店铺，那小女子就笑纳了。宋大伯、张大叔、张二叔、苏兰姑，你们就按我之前跟你们说的，跟李家主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商铺。我和我爹去拜访一下李大夫。去吧，放心，这里交给我们。和善堂医馆。李神医啊，你可要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家夫人呐！别跪着了，赶紧起来，我们师傅已经去你们陈家了。哎呦，李神医，你可算是来了！我家老头子走得早，儿子去年又病重离世了。李神医呀，你可得救救我家儿媳妇儿啊！她肚子里可是我陈家唯一的香火呀！老夫给你跪下了！陈老夫人，你别这样，先带我去看看你家儿媳。住手！你们在做什么？你们想要一尸三命吗？放下手中的擀面杖！哪来的老头啊？你难道不知道这里面是陈家少奶奶的生孩子吗？赶紧滚！要不陈家怪罪下来，有你好果子吃。来，你用擀面杖从这边，对，就是从这边推赶一下，我们试试行不行？我是谁？你们眼瞎吗？看看我是谁！我是和善堂坐堂的李大夫，你们都给我滚出去！谁让你们这么做的？李神医，我们也不知道是你呀，你别生气。给我滚！现在不要让我见到你们，立刻消失在我面前，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疯子，疯子，李老头，你就是个疯子！再不滚，我打死你们！孩子，别怕，爷爷在，你一定会没事的，坚持住。爷爷，不用管我，抱孩子。这孩子是少宗最后的骨血，一定要保住他们。实在不行，就把我的肚子剖开，把孩子拿出来。孩子，你别急，一定会母子平安的。老夫人，你听我说，第一，现在派人去把程南头，把张婆子请来，他家门前有一棵老柳树。第二，还有派人到城里去寻找平西村的秦正，也就是今年的谢元，找到他，看他女儿秦玉来了没有，来了带到这里来。第三，派人去我医馆，让我徒弟快马去平西村找秦玉。和善堂医馆。哎，小孩，你跟你师傅学医多久了？会给人看病了吗？秦神医，您就别开我玩笑了，我前年才拜师傅为师，现在也就是认认药材，还不到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小孩，加油，总有一天你会超越你师傅的，姐看好你哦。哎，你对我翻白眼干嘛？怎么了？姐说的不对吗？来，叫声姐，叫声姐我听听。说不好姐高兴了还会亲自指导你一番。当初你师傅可是想拜我为师的哦，你要不要叫？士可杀，不可辱，死也不能叫。姐，你嘟囔啥呢？大声点。谁是李神医的徒弟？我师傅出什么事儿了？李神医没事儿，你是他徒弟吗？秦瑜是吧？
来，喝点水，缓一缓，慢点说。李神医让你来找我的？是的，李神医让我来医馆通知他徒弟。哎呀，抓紧时间去平西村，把秦宇请来陈家。我就是秦宇，发生什么事了？不就是个小姑娘吗？有话就快说，她就是我师父邀请的秦姑娘。快说，发生什么事了？求秦姑娘救救我家少奶奶，她双胎胎位不正，难产。爹娘，李神医需要我帮忙，你们在这等我啊。娘，这是相公唯一的血脉了，抛开我的肚子，取出孩子，我快受不了了。娘，我求你了，再这样下去，孩子也会没的。娘，除了产婆还有李神医留下，其他人都出去。哪来的女娃，跑进来大呼小叫的？秦神医，你来的正好，快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孩子的爹去年已经没了，这姑娘也是可怜，想办法救一救。我出来之前不希望看到还有这么多人在屋里。他就是我要找的人，放心吧，他来了，你儿媳和孙子都不会有事的。你们出去等吧。老夫人，那女娃行吗？真的能救少奶奶？哎呀，都别说话，等着吧。产妇现在什么情况？双胎，胎位不正，按照推算还有20天才是生产日，羊水已经破了。准备好热水，还有干净的棉布。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母亲，你真的很棒。放心吧，孩子没事，你也会没事的。真的吗？我和孩子都会没事的吗？相信我，一个都不会少，都会好好的活着的。我相信你。那你要加油，要坚强。我们一起把2个宝宝生下来，好不好？产妇又嗯了一声，然后产妇就睡着了。交代外面声，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许任何人进来。还有你们2个准备帮我，情况紧急，产妇被我迷晕了，有一个胎儿在产妇的肚子里，心跳非常虚弱。我们现在要抛开她的肚子，取出胎儿。如果你不敢，请出去，不要打扰我。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没问题。那行，你们2个先洗把手，洗干净，然后用这个再擦一遍手。我现在开始，一会儿无论看到什么不要惊叫。产婆，你就负责接孩子。第一个他看了一眼，没什么大碍，剪掉脐带就交给了产婆。到了产婆手里，婴儿才传出一声响亮的哭声。生了！你们听到静怡的叫喊声了吗？我怎么没有听到她的声音啊？他正在对第2个小家伙进行人工呼吸。秦神医，放弃吧，这个孩子已经没有呼吸脉搏了。秦神医，放弃吧，是救是这孩子的命，这3个活1个，已经很好了。在他不断努力下，终于手中的婴儿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让他用力哭一哭，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秦瑜则是快速拿起针线给产妇消毒缝合。陈少奶奶，我就说了，孩子很棒，你也很棒。现在1儿1女龙凤呈祥，他们都在等着你这个娘亲醒来，给他们喂奶喝。你要加油哦。产妇2行清泪从眼角滑落。可以了，给陈夫人报喜吧。不过这2个孩子都是早产，在门口让他们看一眼就抱回来，暂时先不要让他们进来。少奶奶她没事，我都说了，她只是睡着了，最多再过半个时辰就能够醒来。哦，对了，陈少奶奶暂时应该没有奶水，让陈老夫人准备牛奶或者是羊奶喂孩子。刚我问过了，他们呀已经找好了奶娘。也行，去吧。恭喜夫人，贺喜夫人，少奶奶呀生了1对龙凤胎。少奶奶呢？少奶奶怎么了？
我怎么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他是不是已经……我可怜的静怡呀！陈老夫人放心，秦小神医呀，医术高明。少奶奶这会儿睡着了，等会儿就会醒。等少奶奶醒了呀，你们就可以进去看她了。李老，你还是先出去吧，这里有我就行了。今天的所见所闻，要好好消化一下。等产妇醒来，要进去号脉，看情况。这可是平生所见第一次，这可是难得的病例脉案。李神医，静怡丫头怎么样了？哈，没事儿，我刚出来前给她号过脉，应该很快就可以醒来，一切都挺好的，陈老夫人可以放心。秦瑜在这里忙着帮产妇接生，秦正和张秀如在医馆焦急地等待着，可还有更着急的人期待着秦正他们回家。几位官爷，我知道你们是来报喜的，你报喜也没用，我们也知道你是去秦老爷家的。秦老爷早上就进了城，别说你们来了，就是你们县太爷来了，到这儿也得停下来，没得到主人家同意，谁也进不去。你们来的也不巧，能接待你们能让你们进去的人今天都不在，你也别为难我们，我们也不为难你们。我们秦老爷能考上解元，我们早就知道，你就把捷报交给我们，就可以回去了。还有，你们要是硬闯，我们把你们打残扔出去也不好。你们应该知道，这村里有2位皇帝陛下亲封的爵爷，你说你们闯进去，谁知道你们想干啥？头儿，怎么办？他们说的不会是真的吧？我刚看了四周，所有通往村里的路都有人把守。啊？那咋办？就把喜报交给他们？给他们吧。我们先回县城弄清楚再说。万一里面真有2个爵爷，我们闯进去被弄死了，那也是白死。那行，那我就交给他们了。嘿嘿嘿，几位小哥，刚刚多有得罪，还请见谅。这是秦解元的喜报和官府的证明文书，你可给收好了，帮忙转交给秦解元。等下，接着，秦老爷早上离开村子交代过了，要是有差役来报喜，就交给你们。兄弟们辛苦，当请兄弟们喝茶。嘿嘿，谢了兄弟。快回村报信儿，让大家高兴高兴，热闹热闹。秦老爷高中解元了，咱们村要出状元爷爷喽。这不，窝在秦家老宅的秦家一家人又想作妖了。你说什么？秦正那个不孝子考中了解元？是的，奶奶，现在全村人都知道了，他们敲锣打鼓的聚到村口迎接三叔回来。不，他不是你三叔，你没有这样的三叔。不行，不能让他考中解元，我要到衙门告他们去。抽，早晚抽死你！现在都什么时候，还在这抽？我说老婆子，咱们就消停些行不行？不要去再招惹老三他们一家了。我算是看明白了，现在老三一家不同往日了，你想像以前一样去拿捏他，不可能了。咱们啊，就好好的把老大找回来，这些孙子也都长大了，好好种地，过好我们的日子就行了，还去招惹他们做什么？哎呀，你个老不死的，现在也要来气我是不是？我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咱们这个家。今年他能考上解元，明年要是考上状元，那件事的真相让他知道了，他还会放过我们？为了不让他知道，我们不能让他继续考下去。你跟我现在去县衙告状。当初就不该听你，好好让这孩子去学习，不好吗？现在弄成这样子，就算你不让他学习了，你对他好点也好啊。哼，可你偏偏不听。哟呵，姓秦的，现在你当起好人了。当初谁说的家里缺劳力，自己干活累，让老三帮家里多干些活？我说归说，可也没让你直接把他叫回来专干活啊。行了，我不想跟你在这掰扯，
我就问你去不去？行，我去还不行吗？可是我们怎么去啊？路上都是向着老三的人，山上也有宋家和张家的部曲把守，我们出不去啊。怎么，我们去镇上，他们还能管得着吗？老爷，秦家二老鬼鬼祟祟的出村了，你看我们要不要跟上去看看他们做什么？出村了？是往哪个方向走了？是去县城吗？不是，看样子是去镇上。不是去县城，也不是去作坊，还有窑洞，那就随他们吧。这会儿村民都到了外面，让人盯着点，别出了乱子，特别是作坊和窑洞都不能少了人。是，老爷，这2个地方明里暗里都有人盯着，没事。那就好，下去吧。县城陈家，你醒了？哎，别动，你刚做完手术，不能动。我还活着。你当然还活着，要不然你怎么会见到我？那我的孩子呢？1儿1女，龙凤胎，很健康，很可爱。哪里可爱了？又小又丑，还皱巴巴的，一点都不好看，都把我丑哭了。少聪，你看到了吗？这是我们的女儿和儿子。你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他们健健康康的。少奶奶，现在你刚生完孩子，不宜伤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将来你还有这2个孩子，你就是这2个孩子的依靠，你要坚强起来。你说的对，我应该坚强，我以后就是他们的依靠了。我不能哭。姑娘，是你割开我的肚子，把孩子取出来的？没错，就是我。不过我管这个叫剖腹产，不是你说的把你肚子割开，把孩子取出来。我看姑娘应该还没有及笄吧？少奶奶，我已经及笄了，下个月就16了。16岁，16岁，16岁啊，多好的年华！孩子饿了，奶娘呢？你们2个是奶娘？是的，是的，他们2个就是我们找来的奶娘。好，你们2个进来。陈老夫人也进来吧。李老也进来，刚好陈少奶奶醒了，你也好进去看看，开一些调理身体的药。李老听秦羽也让自己进去，顿时欣喜的就要感谢。李老不用如此。你们说少奶奶真的醒了吗？她不会是骗老夫人的吧？是啊，产婆刚都说了，是把肚子划开，把小少爷和小姐取出来的。这人肚子都划开了，还能活？我咋就这么不相信呢？陈老夫人，陈少奶奶现在还不能下地，最少要到晚上。要是想下地的话，可以下来走走。还有就是这间房子，孩子满月之前，除了奶娘和你之外，伺候的丫鬟外，就不要让其他人进来了。李老，我知道你想要问什么，今天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我也给你讲不清楚。给女人接生还是不适合男大夫，这样你回去找一些医女，找到后可以集合到这里，我给你们一起讲，你觉得怎么样？秦神医，你说的有道理，我现在就回去准备，这里就有劳秦神医了。李老，如果你下次还这么叫我的话，我可是不会再理你了哦。好的，好的，就听秦姑娘的。那行，你先回去吧，我爹娘还在医馆等你，你帮我给他们带个话，今晚我就不回去了，让他们不用等我。丫头啊，你辛苦了，你就是我们陈家的大恩人，以后我就当你是我亲闺女，咱们娘俩呀相依为命。假惺惺的，要不是给你生了个龙凤胎，还差点死了，你会这么好吗？娘，你这说的啥话呀？要是17年前
不是你们在路上救了我，把我带回来给我饭吃，我17年前就应该死了。呸呸呸！你刚生完孩子，不能说这么不吉利的话，赶紧的！呸呸呸！原来是我狭隘了，这老夫人还真把这少奶奶当闺女儿养了啊！不对，应该是童养媳。秦瑜听着两人聊着天，陈少奶奶聊着聊着就睡着了，秦瑜听着听着也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身上还盖着一个厚厚的毛毯。少奶奶，你感觉怎么样？现在什么时辰呢？现在52刻，再等2刻就到了吃饭时间了。原来睡了那么久，1个时辰，难怪会觉得有些冷。不好意思啊，秦姑娘，我娘其实是想让你睡到里间床上的，可是怕吵醒你，就只给你盖了个毛毯。没事儿，今天天气挺暖和的，我这就是睡得有点久，感觉有点凉，一会儿就好了。比我想象的要好，不过也不能大意，你还是要有所准备。如果今天晚上不发烧的话，就没事了。秦瑜和陈少奶奶聊着天，没聊2句，外面就有人喊给少奶奶送饭菜过来了。老夫人请秦神医到前堂用膳，去跟老夫人说一声，帮我随便弄点吃的就行。我要在这里看着少奶奶，今天走不开。好的，秦神医。这2个小家伙还真乖，比他们爹小的时候乖多了。你们是不知道啊，他爹刚出生那会儿就特能闹腾人，当时家里啊还没这光景，可没把我和他爹给闹腾死。娘，都过去了，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的。等这2个小家伙长大，一定能带领我们陈家成为一流家族。我也不想着他们能带着陈家成为什么家族，只要他们2个能平安健康的长大，我100年之后去到下面，见到陈家的列祖列宗，也能给他们有个好交代了。娘，娘没事儿，就是想起了往事啊，有些伤感。闺女儿啊，好好休息，要吃什么给娘说，娘给你做啊。春困秋乏夏打盹儿，他这一睡就睡到了下午3点多，还是有捕快来找他，把他叫醒的。你就是秦瑜？是的，我就是秦瑜。既然你承认了，那就跟我们回一趟县衙，我们县太爷有事问你。我可以问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吗？为什么县太爷找我？有2个老人来县衙告状，你烧了他们的房子，还打断了他们家儿子的腿。好，我跟你们回去，不过要等我一下。陈少奶奶上午刚生产完，回去要交代一下。可以，只给你1刻钟的时间。秦姑娘，这是什么情况啊？那捕快为什么会说你烧了别人的房子？你会不会有事儿？需不需要老夫帮忙？是啊，秦神医，要是需要老夫帮忙的话，你尽管开口。这事啊，说来话长，我就先不说了。2位的心意我领了，要是需要帮忙，我一定会开口的。还请2位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爹和我娘他们是回平西村的吗？吃完午饭，他们就被前来接你们的张老大接走了。李老，陈夫人，我最迟晚饭前才能回来。这段时间，如果少奶奶发烧，就给她吃这个药；如果烧还是不退的话，就去县衙找我。可以了，前面带路。小女秦瑜叩见大人。你就是秦瑜？堂下跪的2人，你可认识？认识，是我们村里秦老毒妇和秦老头。本官可听堂下的2位人说，他们是你的爷爷奶奶，你怎么会称呼对方是毒妇、老头？回大人，小女之前的确是他们的孙女，但是去年10月份之后，秦毒妇为了50文钱把我卖给了人贩子，我就不再是他们的孙女了。他们笃定秦瑜不敢把自己被卖的事情说出来，这事关一个女人的名节。他们没想到秦瑜根本就毫无顾忌。
难怪小姑娘叫他毒妇。你说说，为了50文就卖了自己的亲孙女，说她是毒妇呀，可都是轻了的。50文，还没我家一只大公鸡值钱呢。被骂毒妇一点都不冤，天下怎么还有这样恶毒的妇人呢？就是，这种人畜生都不如。县太爷，这毒妇就是畜生啊！赶紧下大牢活剐了吧！活剐了，擒猪笼！威武！秦家二老，秦说的是真的？我是做过错事卖过他，可他现在还好好的，而我可怜的儿现在还在四处漏风的房子里动弹不得，还有我家的房子也被他一把火烧得不剩，这些都是事实啊。他家就是刚刚高中的秦介元家，过年是大鱼大肉，住新房子，我们一家孤老病残，住在破旧的房子里，吃着残羹烂菜。秦介元是我家三儿，他这就是不孝啊，大人。哎呀，这秦县元做的也太不地道了，就算他是卖过自己的闺女，但他也是他的父母啊，怎么可以这样啊？就是百善孝为先，秦介元连着孝敬都做不到，将来就算是中了状元，也一定是个贪官。哼，不能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喂猪。要我说，这朝廷啊，就该取消不孝敬老人的读书人考取功名。考上介元又怎么样？我就不信百姓朝廷知道你不孝，还能让你继续考试。哼！啪啪就是2个大耳光子。快把他拉开！哎呀，我不活了！我被自己的孙女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脸，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秦老毒妇，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不要再来招惹我？既然你不听，你想死不想活了是吧？好得很，你现在就死给我看，你去死啊！秦羽，你好大的胆子，当着本官的面竟然敢行凶！来人呐，拖下去，先打20大板！你个狗官，你不分青红皂白，凭什么打我？我从来没遇到你这样的泼妇。再上几个人，秦藐视公堂，藐视本官，拖出去，给我重重的打50大板！嘿，敢骂青天大老爷，看你这次还不死！哼！狗官，你确定要动手是吗？你确定要袒护这个秦毒妇是吗？这平西村的百姓谁不知道他先卖的我，后又把我父亲双腿打断，差点就死了。我九死一生从人贩子手中逃回来，我烧他房子怎么了？我还不能出气了是吗？狗官，你既不调查为什么我打断他儿子的腿，你就开始袒护他，你这是做的哪门子的官？说着，他3拳2脚就把围上来的衙役给踢倒在地，痛苦哀嚎。秦羽也不找秦老太麻烦了，大钱就是有了你这样的狗官，百姓才吃不饱穿不暖。刚刚有人说的对，当官不能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喂猪。全都给我上，给我拿下他，重打100大板！狗官，我希望你不要后悔今天的决定。郑大人，咱们不是有兄弟已经去平西村找秦正来县衙了吗？要不咱们等他来了询问清楚，那现在也让咱们的兄弟骑着快马去平西村核实这事情始末，问清楚喽再打也不迟啊。刚要说本大人审案有你什么事儿？大人，早上我们去送喜报，听把守村的路口的人说，那村子里头有2位爵爷。您看，这个姑娘要是跟那2位爵爷有关，那我们现在打了，2位爵爷要是怪罪下来，有空了去平西村走走。又联想到刘远瑶京城不待，跑到了平西村这个穷乡僻壤教书。他这一想，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直觉告诉他，平西村有大秘密。你怎么不早说？住手！可是还是很晚了，其余被结结实实的受了一板子。先把他压到一边，来人，去平西村，好好查查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狗官，你不是要打我吗？怎么不打了？又派人去平西村干啥？哼，狗官，我记住你了。哼，这是你们自找的。要是你们乖乖的待在平西村，或许你们还能够多过几天好日子。官差一到平西村，自己一家就完了。此刻他吓得瘫坐在地上，哪里还有之前的嚣张气焰？平西村，文健，停车，我们下去。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的支持与帮助，我才能无后顾之忧的去考取功名。今后啊，还要仰仗诸位父老多多照应一下我们家。我在这里先感谢大家了。秦正，你这是做什么？咱们村里的百姓现在过得有奔头，全都是在倚仗你和玉丫头。你这样做不是打大家的脸吗？就是，秦大哥，你这是把我们当外人啊！秦老弟，等你进京赶考，我让我家的大郎送你去，你家里我们都会给你照看着，你放心，保准没人敢欺负他们母子。他们刚进村才半个时辰，衙役的官差就到了。秦县员，走，我跟你去县衙，我都要去看看郑有才怎么审这个案子。什么情况？眼前这个人是谁？怎么敢直呼县太爷的名讳？对，我们都跟你去。我就不信了，那县令还敢偏袒秦老头一家。秦大哥，你就安心去吧，晚上我去跟秀茹嫂子睡，给她作伴。好，这样我就放心了，那就有劳了。等他们走后，消息传开，村里的人对秦家老小更加厌恶了起来，有些人更是朝他们家泼了大粪。谁他妈这么缺德的，把大粪泼在我家院子里？县城县衙后院，你说你给一个小丫头置什么气呀？问清楚缘由不就好了？之前可不见你这样。秀娘啊，也不是我气，你说他当着我的面去打秦老太的脸，毫不把我放在眼里，我让人把他拉开，他还骂我狗官。你说我自开元2年高中状元，跟着刘大人做事，后来放出来做知县，到现在也快10年了吧。我哪件事不是先百姓忧而忧，后百姓乐而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丝毫不敢马虎。不说有功劳吧，苦劳总是有的吧。现在却被一个丫头骂作狗官贪官，你说我哪里说理去啊？算了。哎呀，老爷你看，他不知道你的过去，他骂你，你生气，可这同样的呀，你也没弄清楚他为什么当你的面打秦老太太。这俗话说呀，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不，虽然他不敢藐视公堂，藐视你，但你也真不该打他呀。还好只是打了1板子，这要是真的打了100板子，这姑娘还不得被你打死了呀？夫人，你说的没错，这次是我冲动了。你呀，能明白就好。希望啊，你今后可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谢谢你啊，夫人。陈家陈老夫人，你说什么？秦小神医被打了板子吗？快，马车，我要去看看，可不能让咱家的恩人受那罪啊！出去找个下人，帮我往医馆送个信，让我徒弟去衙门作证，当初秦正确实差点被打死了。去吧，一说我徒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李神医，要不你还是亲自去看看吧，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有事。秦少夫人，这可不行，我答应过秦姑娘要在这里守着的。再说了，你这应该是大钱头一份，我还要先卖案。要是陈夫人能够顺顺利利的，今后啊，这剖腹产不知道能救多少因难产死掉的妇人婴孩啊！见所有人都到齐了，便继续开堂审案。卑职秦正拜见郑大人。你就是秦正？堂下跪的2人你可认识？回大人，认识，他们曾是卑职的养父养母。你的养父养母？既然是养父母，
哟，这谢元爷看来也是个苦命的人呐。安静！去年10月份，秦老太趁我和我家夫人在地里干活，把我女儿骗出去，卖给了人贩子。我知道真相后，找他们理论。于是秦正就将自己怎么被打，怎么知道自己身世，还有秦家老二被秦羽打断腿的事儿，一一说了出来。毒妇，你还恶人先告状！哎，郑大人，把他关进大牢吧，别让他再出来霍霍人了。就是，这毒妇就该活寡了。秦老太，秦老爷子，他说的可都是事实，你们可认否？草民认错，草民知错，还请大人饶命。既然你们知错了，那就画押吧。还有，你们已经和秦正一家断绝了关系，也收了他家的银两，今后就不要再去打扰他们了。你们两人先是卖掉别人家闺女，后来差点造成其父死亡。秦羽烧了你家房子，是为出气。秦家新房建好，你家儿子挑衅在先，被秦羽打断腿。我判这与秦羽无关，你们可同意？同意。草民知错，草民同意。那好，既然你们同意，那就再次画押吧。秦家老太参与人口买卖，按照大钱律令，贩卖人口流放3000里，念及受害者家人没有追究，但本官不能装作不知。来人，把秦老太拉下去，重打30大板，关入大牢，严加看管。秦家老爷子身为一家之主，不明是非，未能担当起一个长辈的职责，在其夫人做错事后，不但不劝阻，还同流合污，拉下去，重打30大板，关入大牢，退堂。秦羽看到秦正两眼放在秦家二老身上，眼中有些不忍。爹，闺女啊，你这是怎么了？中午不还好好的，怎么这走路？你屁股怎么了？爹，你差点就见不到我了。闺女不哭啊！你这是咋了？给爹说，爹给你出气。我说谢元爷啊，你还是赶紧带你家闺女去医馆看看吧，她差点就挨了100大板。那一个差役不知给县太爷说了什么，板子才没打完，不过呀，还是狠狠的挨了1大板。她那么小，我们看着都疼啊。哎呀，三儿啊，我们知道错了，你跟县太爷说说，别打了，再打我们会被打死的。秦正只是瞪了他们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陈老夫人的马车早就在外面等着了。谢元爷，上我家马车吧，我带你们去医馆。爹，你把我放在陈老夫人的马车上就行了，我没事儿，等我去陈老夫人家自己上点药就行。陈少奶奶那边还等着我回去。宋大伯、张大叔、张二叔，我爹就交给你们了，我先走了。于丫头，你真的没事儿？没事儿，不就是一板子吗？明天就好了。你们照看好我爹，晚上就别回村子了，在县城找个客栈住一宿。还住什么客栈呢？都去我家，我家有地方住。多谢夫人了，我们还是不去府上打扰了。老夫人，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爹他们会有地方住的，少夫人要紧。爹呀，不是闺女不管你啊，这是陈少奶奶上午我才给她肚子上面划拉了一刀，都这个点了，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刘先生呢？分头找找。等等，我们这县太爷是不是姓郑？刚刚在门口，好像听百姓们说郑大人来着。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吧，估计他是去见郑大人去了。我们来之前他是不是说过他要来看看郑永才是不是是非不分嘛？我想他口中的郑永才就是我们的这位郑大人。刘大人可是京城来的，估计是老相识了。郑大人的书房。郑兄，你糊涂啊你怎么能没弄清楚青红皂白就对秦玉那丫头动板子？
就是我爹来了，他也不敢打这丫头啊！你呀你，唉，要是100大板打下来，这丫头还有命能活着吗？刘兄，这秦瑜到底什么来头？你给我说说，我好想办法补救啊！唉，也罢，跟你说说也没有关系，反正你早晚也会知道的。她呀，并没有什么来历，就是平西村土生土长的丫头。只是啊，她去年给朝廷上供了马蹄铁和马镫，让咱们大前有史以来在匈奴骑兵对战中取得了大胜。这丫头啊，若不是朝中大人反对，陛下就封她为郡主了。你这丫头有那么大的来历，你倒是直说呀！还给我跪，说出来我哪敢打你呀？我得供着你呀！这事要是传到京城，他哪里还有好果子吃？啊，郑兄，你这是何意啊？赶紧起来！求刘兄救我！你呀，我父亲当初让你出来，就是要磨一磨你的性子，深入百姓群众，了解百姓疾苦，希望你能吸取这次教训。百姓之事无小事，好好想想吧。我会写信给我父亲，说明今天发生的事情。不过你也不用担心，秦玉那丫头很善良，得空了你去平西村给她道个歉，她也不会揪着这件事不放的。不过啊，你这个狗官的名头可能暂时在她心里是洗不掉了。只要她能原谅我，她叫我一辈子狗官，我也无怨言呐。就当是她在鞭策我，我也会谨记这次教训，为百姓谋福啊。你能想明白就好。秦家二老就先关段时间，让他们长长教训，免得出来又整什么幺蛾子。不早了，我想秦正他们还在外面等我呢，我也该告辞了。要不请他们进来，晚上就住在我这里可好？不合适，我们还是去找个客栈住一宿吧。今天就不给你引荐了，3日后你来平西村。老爷，你没事吧？哎，这次差点闯了大祸呀！夫人呐，你看看咱们家还有什么好东西，准备一下。3日之后，我们去平西村跟秦姑娘道歉。好的，老爷，我明天呀就去准备礼物。秦姑娘，你这是挨板子了？狗官，下次别让我再见到你。要是落到我手里，非要拔掉你的胡子，一根一根的给你拔下来。郑大人真是要一根根拔下来，那该多疼啊！秦姑娘，我这里有上好的金疮药，要不让丫鬟给你擦上。检查完，还不错，过了今晚就好了。不过呀，你明天必须得下床走走。还有，那个丫鬟，你过来，给你家少奶奶准备一个绑带，勒在肚子上，有助于肚子的恢复，还能够预防五脏六腑突然悬空，造成下垂不适。到了晚上，宋大哥，明天小鱼应该就能从陈家出来了吧？也不知道他昨天被打的那一板子还疼不疼？应该没事儿，走吧，我们去弄点吃的，明天等他出来了就知道了，然后带他来看看，看怎么装修。第2日，恢复得非常好，我给你们写个方子，用来调养身子。要是陈少奶奶有什么不舒服的，就让李老来看看就可以了。我今天就离开了。恢复得非常好，你这可是我们大前第一例剖腹产成功的产妇。秦姑娘，你让我找过学医的姑娘，我现在只找到了6个，你看。不着急，慢慢来。这个就有劳李老了，费心整理成册，我已经标记好了顺序。这是我写的关于孕妇、产妇还有新生护理的，你整理成册后就让6个姑娘看，能看懂多少就看懂多少，不懂的就问你，实在不明白的再来找我。秦瑜这才多大，就能写出这样的书？难道秦瑜真的去过药王谷？秦姑娘，这图是……我说我好像忘记了什么，原来这张废图在这里。
你从下面一张开始往上看，这是女性的内生殖器官示意图。秦姑娘，这真的是内生殖器官图？是的，李老，这个是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发育的子宫。自己竟然还不如一个孩子。等我自己回去慢慢研究，反正有注解，大不了多看几遍，实在搞不懂再去找秦羽请教。秦姑娘，既然你有事情要忙，我就不留你了，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回来看看我。少夫人，你放心，有时间我一定会来看你的。如果你出了月子想出来走走的话，也可以来龙平镇的平西村找我。真的吗？我可以去找你？当然可以了，不过少夫人，虽然外面暖和，但你刚生完孩子，还是要小心些，别着了风。等你出了月子，我在家里等你。夫人，请神医已经离开了，咱们还是把门关上吧，免得着凉。关上门吧。他到底是谁呢？为什么会给我一种如此亲切、熟悉的感觉？离开陈家后，李家主这是要出门吗？秦姑娘，你怎么在这里啊？你没事吧？李家主，你这是非常不礼貌的哦。那个秦姑娘，你别见怪，我只是关心你的伤势。李家主，我来找你是想问你，前天你带着宋大伯他们去找店铺和酒楼，有没有帮他们找到合适的？哎呀，看我光顾着和你说话了，差点把正事都给忘了。我正要出门去找宋掌柜他们，听说他们要装修酒楼，我过去看看。那正好，我也要去找他们，你带我一起去吧。这处房子呀，位于县城的繁华地段，原本就是一家酒楼，但是由于之前的县太爷胡作非为，导致这家酒楼开业不到2个月就倒闭了。其实里面的装修那都是全新的，如果你们也打算做酒楼的话，完全可以直接打扫干净后开业，没有必要再花冤枉钱重新装修。好，等我去实地看看再做决定吧。如果真的如李家主所说，那确实可以节省不少的时间和金钱。没错呀，秦姑娘，咱们确实没必要花冤枉钱。这酒楼1楼是大堂，2楼有几个包间，3楼呢则是为过往的商人准备的住宿。而且啊，酒楼后面还有个院子，里面有3个库房和4个厢房，足够店里的小二们居住了。秦姑娘，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县城最繁华的街区了，喏，酒楼就在前面了。秦姑娘，请下车吧，我们到了。李家主，这酒楼真的很不错，非常感谢，你费心了。秦姑娘满意就好。不过秦姑娘，你前天答应我的事儿还记得吧？秦瑜一时有些懵然，他不记得自己前天答应过李家主什么事儿。秦姑娘，你可是答应过我，只要我帮你找好铺子，就让我做纸张生意的呀，你不会忘了吧？李家主，你看你这着急的模样，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可能忘记呢？这样吧，你明天带上马车和银钱，直接到龙平镇的平西村找我，我给你纸。平西村真的会有纸吗？宋大伯，张大叔，忙着呢。哎，玉丫头，哎，我说你怎么来了？我没通知你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啊？我刚从陈家出来，本来打算去牙行问问事情，没想到在牙行门口遇到了李家主，他说要过来找你们，我就顺便搭了他的顺风车一起过来了。李家主也来了吗？哎，他人呢？我在这儿呢。宋老弟，张老弟，你们俩可真不够意思呀！啊，前天晚上邀请你们去我家住，你们说人多不方便打扰，昨天就你们2个说好了晚上去我家住的，结果让我等到半夜也没见你们人影，你们这是把我当外人呀！哎呀，李家主啊，您误会了，我们俩昨天打扫完酒楼之后，觉得酒楼既然已经是我们的了，晚上就应该有人住着看守，于是我们呀就买了床和被子住了进来。昨天听回去的下人们说你们今天要找人装修酒楼，我在路上也和秦姑娘说了，这酒楼的上个东家那也是开酒楼的，装修的很好，但是没用2个月就关门了，所以没必要重新装修。
宋大伯、张大叔，这些地方都可以规划为停马车的车位，这样乘坐马车来的客人就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停车的地方，而且也能够避免他们乱停乱放。哎呀，秦姑娘真是绝顶聪明啊！这样一来，来我们酒楼吃饭的客人就不用再为找不到停车位而发愁了，这无疑会吸引更多的客人来我们酒楼用餐呐。与人方便，自己也方便。宋大伯、张大叔，我们就按照这个计划来吧。既然酒楼已经装修过，我们就不必要再花额外的钱了，只需要将酒楼打扫干净，然后回村把木匠王叔做好的桌子椅子拉过来布置一下，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吉日开业了。好，这酒楼啊，我们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了，今天我们就回去把桌子椅子给拉过来。回到平西村的秦瑜，先是被张秀如拉到屋里，非要看看他被打的屁股。娘，我都能骑马回来了，你还不放心啊？娘，我都说了没事了，你还非要看，这下好了，看得你更心疼了不是？于丫头，你在家吗？秧田我们已经翻出来了，什么时候栽秧啊？张二叔，你来啦！你刚说秧田翻好了？刚喊了几声，见没有人回，我还以为你没在家呢，正准备去造纸作坊找你呢。张二叔，我们先去看看秧苗吧，这天气现在是越来越暖和了，是时候把它们移到田里了。2天不见，都长这么高了。张大叔，可以了，找人吧，现在就可以去栽秧了。好，我现在就去找人。我的小宝贝们，再过几个月能不能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就看你们的喽。文姐，这窑洞里这是啥呀？怎么看着那么像秧苗？张家三婶，你说的没错，这就是秧苗。小鱼啊，那秧苗不都是撒在稻田里的吗？你咋种在窑洞了呀？小鱼啊，你这秧苗能种活吗？小鱼呀，你这现在种能赶上收成吗？哪有那么多问题？让你们来就是来栽秧的，能不能活，等栽下去就知道了。都听好了，这可决定了咱们村以后能不能成功的种上稻子，吃上大米饭。都不能马虎，仔细点。小鱼让我们做啥，我们就做啥，都听他的。张二叔说的对，这确实关系到咱们村今后能不能吃上大米饭，所以各位婶娘辛苦你们了。至于你们的问题，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们没有问题，至于能收多少，等秋天才知道。那行，这是我家的筐子，你看怎么弄，你给我们说，我们去做。大家都排好队，一个个的来，等装好秧苗，我们再去田里。一群人浩浩荡荡地用扁担挑着秧苗，走过田间小路，穿过庄稼地埂。还有张爵爷，你带着这群小媳妇儿要去干啥呀？陈大嫂，我昨天晚上路过你家的时候，可是听着你在屋子里大喊大叫。怎么，我那赵大哥又打你了？哎呀，你说也是，白天见他挺老实一人，怎么晚上就变得那么禽兽呢？这样，下次晚上他要是再打你，你告诉我，我带着村里人给你做主去。张爵爷，这可是你说的啊，到时候你可别说话不算话啊。好，我一定给你做主，就怕你到时候不敢开门啊！啊！哎呦，小时候你就是个小滑头，现在成了老滑头，快告诉嫂子，你们这是去干啥去？栽水稻，这不，小鱼弄出了新的水稻栽种技术，我们今年尝试一下，要是行啊，明年我们村的水田也就不用荒着了。老二，你没骗嫂子吧？你赵大哥这些年就跟疯了一样，年年都说要种稻子，还跑去开了10亩田的荒，非说自己一定能找出种稻子的方法。结果啊，每年种下去的稻子连种子都收不回来，气得我都想把它休了。赵大哥啊，他打小就喜欢搞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不过你别说，你要是给他时间啊，保不准真能给你搞出水稻种植技术来。我记得小时候啊，
他把家柿子的枝绑到野柿子枝上，结果啊，还真给他把野柿子变成了家柿子树。哎呀，那是，要不是他那野柿子树变成家柿子树，我还不嫁他呢。我怎么不知道村里有这么一号人物，嫁接术都被搞出来了，厉害呀！这个赵大伯，我回头得去找他好好聊聊，保不准上辈子没有跟袁老爷子学过艺，这辈子能在这儿创造一个赵老爷子出来呢。哎，于丫头，你干嘛用这个眼神看着我？是我脸上有东西，还是嫌我穿的不好？哎呀，陈大娘，看你说的什么话，我咋会嫌弃你穿的不好呢？我可还记得，就在年前冬天，我没有冬衣，还是你拿着为秀秀姐做的出嫁的棉衣来我家说是做小了，拆了可惜，就给我穿了。其实我知道，根本就不是棉衣小了，而是本来就是你给我做的。哎，你这丫头，那本来呀就是给你秀秀姐做的，做小了，出嫁了又没带走，放在家里也没人穿得着，这才给你的。好好好，你说的都对。赵大伯今天也在工坊吗？今天没去，他又去田里弄他的秧苗去了。你说他都弄了多少年了，年年瞎费功夫，还说今年能成功呢。结果呢，到现在一榔头下去砸不到棵秧苗。哎呀，我说他了，他还辩说就算很多没活，活着的也会比现在的水稻产量高。哎，于丫头，你说他这是不是就是学堂先生说的玩物丧志？莫非被陈大伯真的搞出了杂交水稻？哎，丫头，你这是咋了？有没有听大娘说话？你大伯算不算玩物丧志啊？不算，赵大伯这肯定不算是玩物丧志。虽说他目前没有种出名堂，但他已经走在了很多人的前面。要是真的被他弄出高产的水稻，被皇帝陛下知道了，哼，保不准会赏赐赵大伯一个比张二叔更大的爵位呢。不，啥爵位不爵位的？要是真有那么一天啊，别嫌弃我这人老珠黄的老婆子就行。张二叔，你帮我把挑来的秧苗一块一块的放到田里，不用放得太密集，1米放一筐就可以了。张二叔，我们一会儿要倒着插秧，你就把这些秧苗一块块的从筐子里面拿出来，然后往我们的后面放，1米内放一筐就可以了。对，就像陈大娘这样，把秧苗按进泥里就可以了，间距在3到8公分就可以了，挤一点也没关系。等它们长到膝盖高的时候，还是要拔出来移栽到旁边的田里的。大家注意一下，别栽得太深，也别栽太浅，要不然被风一吹就飘起来了。于丫头啊，你来看看我这样插行不行啊？李婶子，你这插得很好，要是苗与苗之间的距离再近这么一点点就好了。觉得自己插得不好的，间距太长，就在中间补上一颗。大家就这样插完自己的，又看向旁边人的，就像小学生抄同桌作业一样。秦瑜从田里出来，小鱼啊，你歇着，这粗活就让我们这些大人来干就行，你别给划伤了手啊。那就辛苦你们了，赵大娘。嗨，辛苦啥呀？都是种地的百姓，还能有拉犁累啊？保不准还真的比拉犁累。拉犁至少能够挺着腰，现在弯着腰，不但累还难受。张二叔，要不你回村借一些凳子过来，让插秧的婶娘们可以坐在凳子上插，这样不会太累。那麻烦干啥呀？眼看就要晌午了，这会儿时间就当我们先练习一下，下午过来呀，各自带着自家的凳子来不就行了吗？就是，这也不累呀。没事儿，这要是不行，下午我们自己带凳子过来不就是了吗？他二叔啊，你还是赶紧把筐里簸箕里的秧苗快放到田里去吧，这日头是越来越大了，一会儿再给晒蔫巴了。那各位婶娘，这可是你们说的哦，一会儿可别捂着腰说疼哦。嗨，不会，这不是挺轻松的吗？好吧，
既然你们都觉得轻松了，那就轻松吧。他加快了脚步，朝发出水声的地方走去。刚靠近，就看到一个很大的豁口正在往外流水。今年年后是不是还没有下过雨？是的，秦姑娘，年后一滴雨水都没有落。这可不是好兆头啊！你们回去找张二叔，叫几个人过来，把这个缺口堵上。还有，这里要加高加宽，至少跟旁边的那棵槐树根齐平。于丫头，那豁口就是为了预防雨季水大冲毁河堤留下的，现在要是给堵上，雨季来了怎么办？张二叔，这个你放心，我已经想好对策了。其实我们这个河坝的容水面积还是小了些，上游是山坳，完全可以利用起来，容纳更多的水。我的意思是，现在刚春耕忙完，暂时10里8乡的乡亲都不忙，不如找点人来我们这里，出工钱把河坝加高、加宽、加固。年后一直没有下雨，我有些担心今年的雨少。是啊，年后一直都没有下雨，这搁在往年早就下了2、3场雨了。那行，我现在回去找人，下午就来加固河堤。陈大娘刚进家，你这是又跑哪里去了？这都晌午了也不做饭。我啊，去插秧去了。哎呀，老头子，我觉得肯定能成。咱们村以后啊，肯定能种稻谷。你开的那10亩荒田，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哎呀，老婆子呀，我早就说过，咱们村子本来就能种稻子，只是没有耐寒的稻种。只要有耐寒的稻种啊，我们都能吃上大米饭。哎，老婆子，咱们是不是都好久没吃肉了？你下午去镇上割点猪肉回来。不去，下午啊，我还要去平西河坝那边帮于丫头插秧，哪有功夫给你买猪肉？哎呀，又吃面疙瘩，你就不能换换吗？天天吃。刚走出厨房，他突然想到了什么，猛地冲进厨房。哎呦，你个老头子，要死啊！吓死我了！你要干啥？你刚说啥？插秧？插什么秧？平西河坝那边怎么了？哼，瞎折腾了那么多年，连一个丫头都不如。我呀，就行行好告诉你吧，于丫头呀，在他们之前住的窑洞里边种出了秧苗，绿油油的，长得可好了。你说于丫头种出了秧苗？是啊，我上午啊就是在平西河坝那边插秧，哎呦，可把我累死了。你也不帮我搭把手，添把柴火。陈大娘刚把一把青菜放到盆里去洗，转头已经不见了赵大伯的身影。哎，你个老头子，不吃饭了？哎，跑那么快，小心摔死你！反正不知道赵大伯听着没听着，他并没有停下。老东西，还跟小时候一样毛毛躁躁的，遇事儿啊就不知道稳重点，风风火火的。哎呀，罢了，大不了啊，一会儿我吃完饭给他带点过去。这老东西，估计去了也进不去。赵大伯，这都饭点了，还那么热，你跑过来干啥？我就是来看看秧苗。哎，听你大娘回去说，于丫头弄出了秧苗，上午她在这边插秧，我过来看看。哎，赵大伯，你看你跑那么快干嘛？秧苗有我们兄弟看着，谁也拿不走，你怕啥？怎么，你不相信我们？你理解错了。我当然相信你们，有你们在呀，谁也拿不走。我的意思是，我呀想下田里去看看秧苗。这可不行，爵爷不在，秦姑娘也不在，谁都不能靠近。赵大伯，这中午怪热的，你也还没吃饭吧？赶紧回去，吃了饭再来。到时爵爷来了，你肯定能下田。这样，我不下去，我就在旁边看看，行不？赵大伯，你还是不要为难我了。爵爷交代了，任何人不能靠近秧田20米之内。你说啊，你跑来有什么用？还不是要在这等着？赶紧吃吧，
估计一会儿啊，文杰就来了，马上都要当外公的人了，还毛毛躁躁的。两位老弟啊，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快去吃饭吧，我看着他就行。陈大嫂，你来得怪早啊！哎呦，赵大哥也在呀，你们这两口子下午要一起下田吗？赵大伯脸皮较薄，被一大群娘们儿围着，他有些不自在，羞红着脸离开了。哎呀，赵大哥你躲啥呀？我们又不会吃了你。哎呦，这脸咋还红了呢？行了，你们这群老娘们就会拿我家老头子开玩笑。你说咱们今天下午能查完吗？肯定能查完的呀。我刚来的时候啊，看到好几个上午没来的，都搬着凳子呀去了文杰家，估计呀就是要问要不要帮忙的。赵大伯看到能下秧田了，第一个冲了进去，蹲下来看秧苗。赵大伯，听说你晌午没吃饭就来了，就为了看这里的秧苗？你要看秧苗，直接去我家呀，何必这大中午的往这边跑？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哎呀，陈大姐，你们家老赵不是疯了吧？嘿，不管他，疯了更好，免得天天看他来气。看来赵大伯这是想通了，想明白了。通了，明白了。哎，于丫头，你这是怎么想到用气温差？先在暖和的窑洞里育苗，待到暖和的时候移栽到田里的。这不也是凑巧吗？1个多月前，我去窑洞看到以前掉在地上的稻谷发芽了，过了几天还没冻死，我就想着是不是可以多撒一点，这不就在砚塘里面捞了一些砚泥，倒到了窑洞里，在上面多撒了一些泡好的稻子。我担心它们冻死，就把窑洞口给封了。等着秧苗长大了一些，外面的气温也高了，中午我才打开窑洞通风。哎呀，妙啊妙啊！哎呀，好。哎，我试种了那么多年的水稻，就想着怎么提高抗寒，人工授粉，提高产量。哎呀，咋就没想过室内的温度比室外高，室外秧苗活不了，在室内就能活呢。嘿嘿嘿，哎，于丫头啊，你简直帮了我大忙了。哎呀，什么玩意儿？眼前这个人不会也是穿越来的吧？人工授粉他都知道了，要真是穿越的，不可能不知道温室大棚。那个赵大伯，你是咋知道人工授粉的呀？其实啊，很简单，你看到那蜜蜂没？它们呀在花朵上飞呀，那腿上就带了花粉。我发现果树上有一种花是带果子的，还有一种是不带果子的。我就在那花还没开的时候啊，用东西罩住了带果子的花朵，不让那蜜蜂采蜜。结果你猜怎么着？花开了，花谢了，果死了。还有一部分呢，我等它们花开了，把不带果的花粉弄到带果的花朵上，又给罩住，不让蜜蜂去采蜜。结果带果的果子不但没有掉，还长大了。你说奇怪不奇怪呀？于是啊，我就在秧田里，在稻谷开花的季节，我就给他们授粉，我称这为人工授粉。前年我不是出远门，路上遇到几棵野稻子，和我们这里的稻子长得不一样，我就带了回来。去年啊，种活了几棵，我又用他们的花粉和我之前种的花粉结合，我想看看会有什么效果。去年呀，这稻子一熟，我就和之前种的稻谷对比，这颗粒呀又饱满许多。我操！古代真有这样的神人，还是自己运气太好？赵大伯这是在搞杂交水稻啊，比我这个开挂的人牛逼多了。
哎，丫头啊，你干嘛用这个眼神看着我？啊，赵大伯，你还会啥？我还会种地啊，其他的就不会了。大伯，我是问你，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还发现了什么？没有了。我就是在想，是不是得空了得出去走走，多找些不一样的种子回来，这经过人工授粉，看看能不能长出好庄稼。赵大伯，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中午我听我爹说，你当初和他一起考过院士，得了一个童生是吧？哎，是啊，只可惜家里穷，后来就没有再读了。赵大伯，其实你刚才说的都对。我去年被卖遇到了一个神人，他告诉我，你这种方法叫做人工授粉，叫杂交水稻。哎，于丫头，你快给我讲讲，那位神人还跟你说了什么？这个杂交水稻是怎么种啊？这是。于是给他讲如何选种、亲本种植、控制花期、花药处理、人工授粉、种子收获、优选保存等。秦瑜从怀里拿出中午写好的杂交水稻技术，翻开了给赵大伯一点一点的讲。秦瑜讲的以及自己的经验，他很快就懂了。翻着秦瑜给他写的杂交水稻技术，他鞋子都没穿就离开了秧田。来，让一下，先把这几个麻袋靠着木桩码起来，等会儿打好了木桩，直接往里面填土夯实就可以了。秦瑜走开了，站到了一个不碍事的位置，看着他们忙碌。这样还行吗？太行了，这样一来就非常坚固了。今天把这个豁口堵上，明天我再多找些人把河堤加固一下。你看加固多宽为好啊？现在河堤路面的宽度是2米宽，如果把上游山谷全都蓄上水，成为河坝的一部分，到时候河坝的容水面积就可以达到60多亩。这样，再加宽10尺，加高5尺吧。中午我去找人的时候，他们听说每天都有5文钱可以拿，很多人都想来。你看我让他们都来吗？现在是3月中旬，雨季的话，按照往年都在6到8月。时间上虽然还来得及，但百姓们再过几天庄稼长出来，地里的草也就出来了，要开始除草，肯定没有时间。要越多越好，我们仓库里的纸快堆满了，明天我们就开始往外卖，不担心工钱的问题。你尽管让人来，越多越好。当然，偷奸耍滑的人不能要，这个不用你亲自去找，你跟附近几个村的李正说一声，只要李正不傻，就会给你办得妥妥的。是的，中午我也是陈家村找的他们李正，李正一听有钱赚，他就召集了一帮子人过来。那就这样吧，我回作坊看一看他们有没有把卫生纸做出来。于丫头，你确定真的要做出那种纸吗？对啊，怎么了？难道你不想用软软的纸擦屁股？不是，我就是担心咱们用纸来擦屁股，外面那些读书人知道了，还不吐口水淹死我们啊！我造出来的东西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关他们什么事儿？有能耐他们自己造去啊，有本事骂，到时候就别用。不管他们是书生还是秀才，只要他们敢来闹事儿，直接打出去。哎，也罢，你这个小的都不怕，我这老的怕什么？村民见到秦约来了造纸工坊，小鱼你来了，秧苗栽完了。哟，于丫头你来了。你们忙不用管我，秧苗还在栽，我就是来看看。怎么样，还受得了吗？嗨，这有啥受不受得了的？都是干过重活的农民，这可比拉犁种地轻松多了。怎么样，宋二叔，卫生纸试出来了吗？小玉啊，你来的正好，你来看看，是不是这样的？虽然没有达到穿越之前柔软细腻，但已经和前世自己小时候用的老卫生纸差不多了。假以时日，应该可以做出更细腻的卫生纸。非常不错，可以，那就先这样做。不过在做的过程中，要不断总结经验，进行改善，看看能不能做得更细腻柔软一些。
到了傍晚，各位婶娘，你们辛苦了。于丫头啊，这插秧啊，还真不是人干的活儿，看着挺轻松的，实际上啊，2只脚陷进泥巴里再抬起来，1次2次还不觉得，次数多了呀，这2条腿可是比拉犁累多了。可不是嘛，拉犁地里都是干土，插秧踩的都是稀泥，腿脚往外拔的时候，稀泥还有吸力，特别是陷进去深的更是吃力，加上一直保持一个动作弯着腰，10大酷刑也不过如此了。婶娘们，你们放心，你们的辛苦都是值得的，等秋后丰收，保准你们家家户户都能够吃上香喷喷的白米饭。于丫头呀，累我们也不怕，这白米饭能不能吃上也不打紧，我们主要还是关心这样稻谷的法子真的有用吗？就是，种地的苦点累点都不算什么，就怕没收成。秦家丫头，你给我们教个实底儿，这种方法真的有用吗？各位婶娘，这个方法肯定有用，你们就瞧好了吧。这2天要是没事做，你们也可以去开荒田，等到明年啊，就跟着我一起种水稻。真的吗？今天秧苗都插完了，明天我们就去把荒废多年的水田给拾到出来，也不知道能不能把水竹竿的根儿给挖出来。我家的也是，长满了芦苇，今年翻一翻，夏天要是见到芦苇芽啊，再翻一翻，明年应该就能种了。于丫头啊，你下午跟你大伯说了啥？他咋跟疯了一样，鞋都没穿就回来了？陈大娘，你放心吧，我赵大伯他好着呢，你赶紧回去给他做饭去吧，没事。好了，于丫头忙了一天了，你也回去吧，我也回去了啊。还是百姓朴实啊。张二叔，你们回来了啊？于丫头啊，明天修河堤，夏伟你说的办法真的有用吗？有用。二叔，这样，你回去吃了晚饭，叫上木匠王叔来我家，我给你们说怎么修。张文杰点了点头，只要秦宇有法子就行。他又给秦宇说了排水的豁口已经被堵上了，秧田也留了部下在那边守着，准保不会有人去破坏。今年可别闹旱灾啊，那样我做的所有努力都要功亏一篑了。他们都走了？都回去了。丫头啊，你那栽种秧苗的方法真的有用？爹放心吧，一定有用。不过年后都没有下过雨，你说今年不会闹旱吧？咱们这边已经10几年没有闹过旱灾了，应该不会吧？但愿吧。秦正、小鱼、小壮，吃饭了。哇，有鸡肉吃哎！哎呀，一点规矩都不懂，饭菜还没上桌呢，长辈都没动筷子呢，你就来偷吃啊？下次可不许这样了。娘，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做那么多好吃的，还有米饭和鸡肉。今天是你姐生辰，中午没来得及，所以啊，到了晚上我们才给你姐过生辰。谢谢娘，我的生辰就是你的受难日，所以呀，这鸡腿儿应该娘吃。姐姐说的对，娘亲辛苦，鸡腿给娘亲吃。你们2个都在长身体，娘看着你们吃高兴。再说了，这盘子里不是还有很多鸡块的吗？哎呀，好了，大家开始吃饭吧，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娘，都说了，吃了鸡爪子可以赚钱。今天是我生辰新的1岁，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银子，所以我要吃鸡爪。哼，我要吃鸡翅膀，我要当飞将军。好，咱们小众啊，吃鸡翅膀长大了就当飞将军。秀茹啊，既然是孩子们的心意，咱们就不要再让来让去了。丫头啊，白天干活大家也挺累的，这剩下的我来收拾就行了。你快去，有什么话跟他们说的就赶紧说去，说完了也好让他们早点回去休息。那行，娘，你慢点收拾，我先去了。去吧。宋大伯、张大叔、张二叔、王叔，你们来了。小玉，你叫我来是不是又有什么东西要做呀？你把图纸给我，
我明天就给你做出来。要是急着用的话，今天晚上我连夜就给你做出来。王叔，不是的，这个东西不急，做起来呢应该也简单，只是用来加固河堤用的。小仲，把你的小黑板拿来，姐姐用一下。我说小玉啊，这不就是给小孩子洗澡的木盆吗？王叔说的对，就是木盆。不过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木盆扩大加高一些，不要盆底。不，小玉啊，这不要盆底儿能用来做什么呢？不好意思啊，提前没有准备好。于丫头，你弄这东西和我们加固河坝又有什么关系？宋大伯，你继续看下去，等一下你就知道了。丫头，你是说做几个大的像木盆一样的东西扣在河里，然后把里面水舀出来，再把土填进去？爹，你说的对也不对。我们的河堤有3里远，我也想过直接把这些东西扣在水里，然后再往里面倒土，那样呢，要做多少个这样的桶才够用的啊？总不能做好一个拆一个，还有拆完肯定不好再用啊。所以我的意思是用这个木桶把水阻挡在外面，再把里面的水用桶打干净，在里面打2个深木桩，木桩之间用木板连接。于丫头，你是说我们要把加宽的河堤位置与河水分开，然后把分开的河水再舀回去？不是的，张大叔，分开河水只是为了防止泥土流失。按照我们目前的设想，要把河堤加宽10尺，加高5尺。如果我们不设置栏板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泥土顺着河水流进河底河床，这样就非常浪费人力物力。我们设置了一道栏板，即使有泥土流进河里，也会大大的减少流失。秦玉的话都说到这里了，众人也就全明白了。先不说泥袋行不行，就说这么远的河堤，需要买多少个麻袋，需要多少银钱啊？而山上的树木都是免费啊，想砍多少有多少。虽然看起来费事，但无疑是最节省成本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宋大叔他们离开了秦玉家，这不天刚亮他就起床了。老爷，咱们这2辆马车是不是太多了？您说他们会有那么多纸吗？先去看看吧，反正这些马闲着也要喂草料。郑大人和他夫人的马车也从城门口走了出去。兄娘啊，你准备的礼物够吗？要不我们再买些。好了，老爷没事的，妾身啊都已经备足了厚礼，不用再去买了啊。爹娘，我去河坝那边看看。那边田埂窄，你小心别摔跤了。放心吧，娘。相公，你说咱家这闺女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什么都会呀？谁知道呢？他不说，我们也不要去问，就当不知道好了。我知道。秦姑娘，你那么早就过来看田啊？是的，你们是昨晚值夜还是刚换班的？我们是刚刚换班的，昨晚值夜的已经回去休息了。昨晚没发生什么事，我们今天打算在这里搭建几个窝棚，晚上值夜的时候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这个可以，你们要搭的结实一些。今年我们也只是示众，等明年就不需要这么看守着了。看着秧田里的水往外流，秦玉觉得是昨天疏忽了。秦姑娘，是我们看守不力，还请责罚。你们不用这样，这也怪我昨天没有和你们说清楚。今后秧田里只要不缺水，就不要往里面存水，就算存水也不能够没过秧苗2/3的位置。是，秦姑娘，我们记住了，今后保证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行了，你们都赶紧站起来吧，一会儿水放的差不多了，就把豁口堵起来留平，让多余的水慢慢的往外流。秦姑娘，你们这是跑哪里去了？我们很多人都在找你们呢。我就是往山里面走了走，你们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宋爵爷和张大老爷去了城里，张爵爷正在招待来村里的县太爷，
还有一个来找我们买纸的李老爷。张爵爷让我们赶紧找你回去，看纸怎么卖。狗官，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看我不拔光你的胡子！待会儿回去，你们两个听我指示，明白了吗？哎呀，我的姑奶奶呀，你可算是回来了！之前你咋也不跟我说一声？这租商铺的是2个爵爷，今天一来还没把我差点吓死。李家主，这可不像你啊！昨天你与宋大伯、张大叔相谈甚欢，一口一个老弟，叫得可亲热了。怎么，今天见的张二叔却像是老鼠见了猫一样激进？爵爷的身份固然尊贵，但也不必于过于紧张。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互相尊重即可。秦姑娘，你说的是，可是他就是爵爷呀。哎呀，咱不说这个了。昨天你不是说让我过来拉纸的吗？我来了，纸张在哪儿呢？我们现在就去结算吧。哼，这个不着急，听说狗官也来了，先让我报了打板子的仇再说。张二叔，我回来了，听说狗官来了，你先别让他跑了，看我把他的胡子拔光。我刚刚听到了什么？在公堂上叫对方狗官？这都几天了，这姑娘还记仇呢，还要拔光对方的胡子。李家主站在外面犹豫着要不要进去，最终还是停在了门外。万一秦瑜真的拔县太爷的胡子，自己这个外人看到过程实在是不好。屋内听到秦瑜的喊声，郑大人，这孩子就喜欢开玩笑，不要介意啊。张爵爷客气了，要是拔掉我的胡子能让他出气，我也就认了。狗官，你还敢来我们这里？你们2个上去把他给我按住，我今天就要拔光他的胡子，我说过的。我们只是不娶，而对方是真的县太爷啊，自己上去不就是太岁头上动土吗？行，你们不动是吧？那我自己来。哼！一手猛地一扯郑大人的胡子，拽下来一小撮。屋里屋外的人都看傻了，可是秦瑜并没有停手，还在不停地拽。本就是我家老爷有错在先，就让秦姑娘出出气吧。2个人见李秀娘都不慌，也就打消了进去劝阻的念头。其实他们原本就觉得郑大人不分青红皂白，被秦瑜拔掉胡子也是活该。最终还是秦正从外面赶进来，制止了秦瑜。郑大人，小女胡闹不懂事，还请大人谅解。没事没事啊，只要恋爱高兴，不计较我之前在公堂上没有问清缘由动手，那就行啊。哼，狗官。行了，别看了，赶着你的马车跟我去拉纸。李家主，我可先和你说好喽，童叟无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要是没银子，我可不给你纸。要是装走整个仓库，李家主全身上下就是把它卖了也拿不出来。只有2辆马车嘛，也就是洒洒水喽。哎，李家主，照你家目前商铺渠道，1个月你能够卖出多少纸张？5000刀应该不是问题。你也知道现在的纸张很贵，很少有人能用得起。李家主，5000刀是少了些，要只有这么点儿，可是赚不到钱的哦。秦姑娘，5000刀还少呀？这1刀是100张，5000刀就是50万张。就是造纸作坊1个月，那也造不出这么多纸吧？李家主，请。李家主看了看秦瑜，一步就走了进去。李家主，李家主，怎么样，还满意吗？这都是纸？对啊，你一眼所见全都是纸，怎么样，满意吗？满意，满意，太满意了！秦姑娘，你是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纸啊？李家主，这个我就不告诉你，你只要知道要多少纸，我有多少纸就行了。秦姑娘，这纸我明天可以继续来拉吗？当然可以了，不过明天我应该会去县城，酒楼纸铺后天开业，我要先去看看。
啊，对了，还有，县城的纸铺开业后，李家主就不用再来村里拉纸了。需要多少纸，给县城的纸铺提前说一声，我们自然会准备好。还有，你今天来平西村所见所闻，也不可以说出去哦。这个就是秦姑娘不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做，就是不知道秦姑娘这纸你怎么卖。李家主，你还是先看看这纸你满意不？满意我们再来谈价格。秦姑娘，这真的是纸吗？我怎么有些不敢相信啊！这天下还有这么白净的纸？难道李家主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是不相信我秦瑜？不是的，不是的，秦姑娘，你别误会，我自然是相信你的，只是这纸实在是太令人匪夷所思了。李家主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你要多出去走走才是啊！看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要不是在牙行见你与上次有所不同，我才不会拉着你做纸张生意呢。秦姑娘教训的是，我今后一定多出去走走，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行了，你刚不是问我一张纸多少钱吗？这个数。30文一张不贵，外面还不如这样白净细腻的纸，那都要40文一张。我今天先拉3车，1刀3两银子，我这里有500两，今天先拉130刀回去，明天再来拉。他把银票递给秦瑜，秦瑜没有接。秦姑娘，你不会是要300文一张吧？那你这可就是抢劫了呀！我说李家主，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真的很蠢。谁跟你说我伸出3根手指就是30文300文呢？你还真会给自己加戏。我说的是3文一张。秦姑娘，你说的可是真的？3文钱一张？秦姑娘，你可知道，如果这个价格推向市场，你会遭受多大的麻烦吗？这个我自然是知晓的，不过李家主不用担心，我早有准备。还有，在你装车之前，我要跟你签署一份合约，就是我们这里出去的纸张批发价格一张不可以超过6文钱，零售价格最高不能够超过10文钱。要是同意，我们现在就可以装车，如果不同意的话，你我就当没见过面。好，我签。李家主果然是聪明人，相信以后你一定会为今天的决定感到自豪的。转头回村，就遇到了刚从书院出来的郑大人。张爵爷，你们这句话写得好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写的是真好，应当在全国普及呀。一趟学堂之行，他更是后怕了。那天还好停住了手啊，要不然估计就要完犊子了。这么想来，刚刚胡子被拔，不亏呀。是啊，这都是秦瑜的功劳。要不是于丫头啊，咱们村还像以前一样穷困潦倒呢。说句不好听的，咱们村在别人眼里就是嫌弃了鸟不拉屎的地方。小鱼啊，快过来跟郑大人道歉。什么？爹，你让我给这个狗官道歉？还不知道他手上有多少冤假错案，沾了多少百姓的鲜血，我才不给他道歉。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快过来给郑大人道歉。秦宇跑，秦正就去追。秦老弟啊，算了，没事儿，确实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秦姑娘也不会被打板子，惭愧呀。秦姑娘教训的对，郑某一定谨记秦姑娘教诲，今后想百姓之所想及百姓之所急，为百姓多做实事，带领百姓发家致富。是不是自己太小气了？难道自己真的冤枉他了，做得过分了？他真的是一个好官儿？不行，那一板子打在自己屁股上，现在还隐隐作痛呢，不能原谅。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跟我可没关系。别以为你这样我就能够原谅你了，我告诉你啊，是不可能的。当官为民做主本来就是你的分内事儿，不能为民做主，你当什么官？不如去张爷爷家喂猪好了。秦姑娘说的对，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喂猪啊！在下谨记。爹，张二叔，刘先生，我回家了。娘，我回来了。刚刚遇到打我板子的狗官，我拔了他的胡子，都怪我爹拦着，要不然我非把他拔干净不可。哼，看他下次还敢不敢不分青红皂白打我屁股。屋内的张秀如听着门外的闺女的喊声，满脸的尴尬。李夫人，小女疏于管教，还请勿怪罪，我这就叫她进来给你赔罪。不用，秦姑娘的快意恩仇，这性格我也喜欢得紧啊。再说了，本身就是我家老爷没弄清缘由，冤枉了秦姑娘，受到惩罚也是应该的。二婶，你来了。这位婶子是秦姑娘，我们刚刚见过的，可能你没注意到我就是你口中狗官的夫人，我呀替我家老爷给你道歉了。哎，夫人您大可不必，他打了我板子，我也拔了他胡子，我们两个也算扯平了，这事儿就当翻篇了。好，秦姑娘这样说呀，我可就当真了哦。那今后啊，我们可是谁也不能再提了呀。其实呢，我家老爷呀也挺不容易的，他考中状元就想有一番作为，为百姓做点实事，没想到每年往地方分派官员都轮不到他。4年前得了机会，原本以为可以大展拳脚，可是到了地方才发现被分配到了一个非常穷苦的地方当县令。刚去的时候，当地烧杀抢掠，十分的混乱。我家老爷顶住了压力，用了1年的时间来疏通吏治，这期间不知在生死线上徘徊了多少回，直到去年，当地的百姓生活才恢复到了正常的秩序。虽然他们没有过上富足的生活，但是也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活着了。这夫人比狗官还狡猾，口口声声说翻篇了，现在说这些不就是在说秦羽你之前冤枉我家老爷了？我家老爷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不顾百姓死活的狗官，而是百姓的父母官。哼，就是想让我承认错了，想都别想。李夫人，你不说我们还真不知道，郑大人这些年为百姓做了这么多事儿，真的是百姓的好官呢。现在郑大人来到我们安南县，我们安南县的百姓有福了。对，小茹说的对，咱们安南县城的百姓啊，有了郑大人，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安南县城之前的这些年，被上一任的县令弄得是乌烟瘴气。现在有了郑大人，以郑大人的雷霆手段，一定很快就能够让安南县焕然一新，带着全城的百姓走上幸福的道路。哼，不就是拍马屁吗？好像谁不会一样。3位过奖了，治理好一个县是我家老爷的职责，当然主要还得是靠着大家的支持与配合。和管家的人打交道就是累呀。唉，李夫人、二婶、娘，我回来有重要的事情做，你们聊着，我回我房间去了。见秦瑜回了自己房间，张秀如还想叫他出来。小鱼有事儿啊，就让他忙自己的事儿吧，我们呀就不要去打扰他了。随后他又去了平西河坝。张爵爷为何这个时候加固河堤呀？在前面，到了你就知道了。张爵爷，这是秧苗，为何你们这里的秧苗长得那么整齐呀？这是于丫头试验新的种植方法，这里今年都将会被栽种上水稻，如果成功了，我们安南县啊，从此就可以摆脱不能种植水稻的噩梦了。不，张爵爷你说错了，如果成功，不只是安南县城，是大前北方全部可以种植水稻，这要救活多少百姓啊！张爵爷，快给我讲讲，这水稻是怎么种植的？佩服，在下实在是佩服啊！此刻我感觉自己是白活了几十年呢，居然不如一个刚过16的姑娘。不行，这件事我回去后一定要上报朝廷，给秦姑娘请赏。郑大人，这件事情不着急，
等我们秋后丰收了，再报也不迟啊。张爵爷说的对，如果秋收真的成功，那就意味着我们北方可以广泛采用这种种植方法，大规模种植水稻。到时候我们把种植方法和丰收成果一同向朝廷汇报。反之，郑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张爵爷，你们加固河堤就是为了种植这100亩水稻吗？还有，我看你们这里最多也就10亩的样子，真的能够移栽100亩？我相信于丫头说的。好，既然如此，加固河堤的银子我们县衙出了。张爵爷不用再说，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对啊，张爵爷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儿，朝廷本该给予支持。现在张大人既然知道了，也愿意出这个银子，那就听他的吧。村里的百姓都朝造纸作坊走去。张爵爷，他们这是要去干嘛呢？郑大人，时间也不早了，我想张爵爷家里已经备好了饭菜，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吃饭吧，别让李夫人他们等急了。刘兄，你不说我还没感觉，你这一说，我这肚子真就咕咕叫了起来呀！走，我们回去吃饭啊！吃过了午饭，张爵爷刘远瑶把他们送出村。刘哥，这郑大人看上去一身正气，应该是个好官吧？我父亲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只可惜一直被埋没，希望安南县能被他治理好吧。同样，马车上，老爷，这张爵爷也太没有架子了，也太客气了吧，还送我们出村。夫人呐，你没看出来吗？他就没把自己当爵爷。刚刚这一路过来，你没听有人还叫他二郎啊？今天这平西村我们没有白来呀。夫人呐，我有预感，平西村将来一定会成为我们安南县最富裕的村子。依我看不用将来了，马上就可以了。村里的百姓都可以到造纸坊做工，一天呀最少能拿20文钱，多的呢还可以拿到50文。百姓的日子啊，可不就要好过起来了吗？百姓日子好过了，大钱才能迎来盛世安定啊！夫人，你刚刚说什么？什么造纸工坊？什么20文一天，50文一天的？李夫人见他撞到头，立刻就要上去查看询问。我没事儿，你快给我说说怎么回事。哎，老爷，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你赶好马车就行。老爷，你今天没有去造纸工坊看看吗？那你说这村子会成为最富裕的村子，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呀？夫人，你先给我讲讲造纸工坊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我不是同张家二夫人去了秦家还有秀荣妹子家聊家常吗？这聊着聊着就有人来找秦瑜了，听他们说话的意思是和纸有关，我呢就认真的听了下，才知道这村里有造纸工坊。难怪中午我们从平西河坝回来，遇到村里很多百姓都往一个方向去，我当时还想问原因，被刘兄打断了。照你这么说，他们应该就是去作坊做工去了。原来如此啊！原来如此啊！老爷，你这是为何大笑呀？夫人呐，我们都错了。还记得早上我们来的时候被拦在村外，后来还是刘兄过来我们才进去吗？记得呀，当时都以为是村里爵爷的原因。老爷，你是说村民拦着不让外人进村，不是为了保护爵爷，而是为了保护造纸工坊的秘密？夫人，你还记得朝廷今年下发的启蒙教育拼音和惩罚口诀吗？其实都出自平西村，是秦瑜的杰作。老爷，你说的可是真的？那这秦姑娘她也太厉害了吧？夫人不必惊讶，我在村里还看到了新事更离。于是郑大人就把在村里的所见所闻说给了李夫人听。老爷呀，那今天的礼背的还是轻了些，今后
我们应该多过来走动走动才行。夫人说的是，所以我打算让志文、志武到平西学堂来读书。夫人意下如何呀？好，到时候啊，我也可以常常来看看他们。车内两人交谈着，马车沿着平坦的乡间小路疾驰。随着马车的远去，平西村也渐渐消失在了视野里。赵大娘，早上好啊！这鸭子不圈在笼子里下蛋的吗？丫头，你这么早是要去干啥呢？我刚看看鸭笼里呀，有几个鸭蛋。别看那么多鸭子，也是奇怪，每天呢就4、5个鸭蛋，就是关在里面吃了早饭也是这么多。大娘，我今天要跟宋大伯他们去城里。我跟你说啊，有些鸭子就是懒，要不呢就是在外面下蛋下惯了。下次啊，你把它们关在鸭笼里，关上半天试试。哟，真的吗？那我明个早上呀就试试看。李大爷，你家的庄稼出来了吗？张大伯，作坊里面抄纸辛苦，听说你昨天抄纸又破了自己的记录。这一路过来，他嘴就没停过问候打招呼。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哥哥听啊，听到我歌声他笑呵呵。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和那哥哥呀把手牵，啦啦哒啦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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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小鱼啊，你在唱什么啊？什么给哥哥听，笑呵呵的？哎呀，大娘你怎么在这里啊？你听错了，我唱的是大公鸡咯咯叫。哦，我去菜园里啊挖了点菜回来。你是来找你宋大伯去县城的吧？是的。他应该已经准备好了，走，跟大娘进去。一辆马车就从宋大伯家驶了出来。秦宇有些昏昏欲睡。不要过去，不要过去，不要过去，不要！小鱼，丫头，醒醒，醒醒！可是无论他们怎么叫，秦宇都像是没有听到一样，毫无反应。哎呀，不好，这丫头的头烫的不行，应该是发热了，快掉头回村，让李郎中看看。老爷，你们怎么又回来了？来人啊，快回村找李郎中，让他到秦玉家。秦玉突然发烧了。哎，宋大哥，你和小鱼这个时间不是应该在去县城的路上了吗？怎么又回来了？秀如啊，快！小鱼也不知咋了，刚出村没多久就趴在我腿上睡着了。哎，这突然就发热了，还说胡话，我叫也叫不醒啊，就赶紧回来了。哎，李郎中，快看看小鱼怎么了？大家都别急，让我看看先。啊，没事儿，应该就是这2天他一直往河坝那边跑，感染了风寒引起的发热。我开2副药给他喝下就好了。李郎中，那他这叫不醒是怎么回事啊？可能是累了，让他好好睡一觉也好。他们刚走，秦玉又开始说胡话了。老大，你就承认吧，我们都知道了，你喜欢。老大，不要，让他们退下来，不要。我去外面，别让人进来听到了。丫头啊，娘在，不怕啊，娘在呢。秦正见张秀如红着眼睛出来。没事了，没事了。之前我们不都说好了吗？不管她是谁，都是我们的闺女。相公，你说咱们的闺女去哪里了呢？可能他们互换了灵魂吧。她睡着了，我去给她煎药。秦瑜一睡就是3天，可把村里的所有人急坏了，都想进屋看看。娘，相公，闺女醒了，小姨醒了。闺女，
你饿不饿？娘去给你做好吃的。你可把娘吓死了。娘，不哭，我这不是好好的吗？让你担心了。闺女啊，你可算是醒了，3天3夜呀，你终于醒了。什么情况？睡了3天3夜？爹，你说我睡了3天3夜？我不是去县城了吗？就是趴在宋大娘的腿上睡着了，怎么就睡了3天3夜？对呀，刚出村走了2里，你就趴在你大娘腿上睡着了，还说了他把手放到你额头上，发现很烫，叫你又叫不醒，就把你送回来了。娘，我饿了，想吃你做的臊子面。好，娘现在就去给你做。爹，我想到院子里透透气。爹，这3天村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李家主又过来拉了10车的白纸，县城的酒楼、铁匠铺和纸铺那也都按时开业了。酒楼开业当天，据说是客人爆满。这李神医得知你病了，也来了一趟。另外，你让王木匠做的树桶昨天已经实验过了，有用，已经在河坝那边投入使用了。这其他的也就没什么了。又是3天过去，秦瑜出现在了造纸作坊里。哎呀，于丫头啊，你可算是好了。这几天听说你病了，我们大伙可都担心的不得了，想要进去看看，你娘和你爹又拦着不让进。各位叔伯婶娘，让你们担心了，我没事儿，就是发热而已。本来前天都好了的，我娘和我爹非要我在家待几天，多养几天，这不今天才出来和大家见面。怎么样，这几天你们都挺好的吧？好，我们现在是越来越好了。于丫头啊，你可不能再病了，我们全村可都指望你带着我们过上好日子呢。就是啊，于丫头，你可要照顾好自己呀。河坝那边风大，能不去就不去，最好是不要去。感谢大家，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刚靠近河坝，张文杰就看到了他。小鱼啊，你可是不知道，本来就以为是发热，没想到你直接昏睡了3天，可把我们给吓坏了。你娘更是以泪洗面，你这刚好怎么又来河边啊？这里今天风大，赶紧回去。张二叔、王叔，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了，你们就放心好了。我呀，就是来看一看这秧苗长得怎么样了。好啊，好啊，都长得很好啊，现在比刚刚插下去长得更好了。我看呀，都有几个发了芽，绿油油的一片，可好了。我过去看看。好，那你可得答应我，看完后直接回家啊。张二叔、王叔，你们这是做什么呀？是怕我跑了吗？这前面一个后面一个的。两人只是笑笑，没有回答。其实他们不是怕秦宇跑了，而是怕现在正在修河堤，到处乱糟糟的，担心他摔倒。张二叔、王叔，你们这速度挺快的呀，辛苦你们了。辛苦啥呀？只要今年修好了，多蓄水，明年咱们村全都能种上水稻，再累也值得。是啊，无论是咱们村还是过来帮忙的其他村的人，来上工的第一件事就是远远的看一眼秧田秧苗，看完啊，一个个笑容满面的，干起活来都更有精神了。可不是嘛，这不前几天来了一个小伙子，我们觉得他小，让他去学堂读书，他不去，还说要免费帮我们家顾河堤。你问他为啥，他说在这里能看到秧苗长大，能看到明年自家也能种稻子，吃到大米饭，嘿嘿，他高兴。还问我们到时候能不能用着河坝里的水，你张二叔说可以，那小伙子可高兴了，第二天就带来了很大一群人，说是他们村的村民过来免费帮忙加固河堤。
难怪我看到现在人那么多，免费是不能免费的，来了一天就要给一天的工钱，老百姓都不容易。我们也是这样和他们说的。与此同时，京城两人就比较狼狈了。说明缘由后，门房让两人进去。老大那边最近有没有消息信件送回来？啊，没有。我昨天托人带了封信函过去给他。老爷，要不我们还是让他回来吧。听说安南县那边非常贫瘠，远瑶一家在那边该多受罪啊。远瑶这孩子一直找不到自己的目标，又不想走仕途。这次他去平西村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就随他去吧。安南县现在虽然贫瘠，平西村可是有2位陛下亲封的爵爷，你还怕你儿子受苦啊？放心吧。老爷，安南县郑大人派了2名亲卫送信过来了。送信的人曾经跟郑大人来过府上。哦，快，请他们进来。是不是安南县发生了什么事啊？属下拜见刘大人。哎，都是自家人，不用客气，快起来吧。2位这身模样，是安南县城发生什么事了吗？回大人，安南县一切安好，我们2个是奉我家县令和刘公子的命，给大人送信。哦，什么信那么急？大人，我们也不知道，只是我们接到信后，我家县令和刘公子再三嘱咐要尽快送到京城，亲手交给你。人在信在，人亡信毁，托刘大人的福，我们这一路顺利。快把信给我，我看看是怎么回事。信件没有寒暄和客套，也没有写自己在平西村的生活，通篇出现最多的词就是曲园离。好啊，好，果然是个奇人。管家，备马车，我要进宫。哎，刘爱卿这里没有别人，不用行礼。你这个时间来找朕，有什么事啊？谢皇上，微臣前来是因安南县县令郑永才派人给微臣送了一封信，微臣以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是百姓之福，特意赶进宫来给陛下禀报。哦，安南县不就是秦羽所属的县城？正是秦姑娘所属的县城。啊，这郑永才传了什么信回来？快说来听听。回陛下，是一种新型的农具，陛下一看就知。皇帝看完刘远瑶的信，也大为震惊。刘爱卿，这信上说的可属实？你家大儿子真的下地尝试过，非常好用。陛下，我相信我儿不会说谎。啊，起来吧，我就是问问。刘爱卿，这屈原离要是当真如你儿所说，这次秦羽这个郡主就是朝堂上的人反对，我也要赏赐下去。陛下，微臣以为如果没有造纸坊的话，赏赐没有问题。可现在造纸坊才建起，加上上下官员刚刚忽视平西村那边，现在真的不易让他们的目光再转移到平西村。那刘大人的意思是让朕继续憋屈着，让朕有功不能赏，让天下百姓知道后在背后骂朕吗？啊，陛下息怒，微臣只是说不宜在朝堂上公布，陛下可以不经过朝堂，直接下一道密旨，让人送到安南府城陈伯文陈大人之子陈明轩的手上，让他把圣旨交给秦羽，让他知道陛下圣恩。至于他想什么时候公布就什么时候公布，陛下认为呢？刘爱卿，快请起，快请起，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啊！果然啊，古代伴君如伴虎，上一秒还想治你的大不敬，下一秒就爱卿爱卿的叫得可甜了。给刘爱卿赐座，刘大人可是解了一个大难题呀！之前派去平西村的士兵应该快到安南县了吧？启禀皇上，
老奴算了下，今天应该就可以到安南城，明天他们应该就会到平西村。李将军，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了吧？陛下让你们以什么身份留在平西村？陈大人，之前不告诉你，不是不信任你，只是我们来之前陛下交代过，不到目的地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们的行踪。我们一共来了500人，会分散进入平西村。明天还需要陈大人和我们一起到村里给宋爵爷和张爵爷说一声，我们500人会扮成他们2家的部曲，留在平西村负责安全。500人？你们500人全部进村吗？是的，500人全都进村。不行，500人不能全部留在村里。平西村拢共也就100来户，2位爵爷家里已经有了100名部曲，再加上你们500人，太显眼了。这样，你们抽调200人出来，分到安南城和安南县周边的其他县，打探消息。这个我要向上面请示一下。你先请示一下，我相信上面的人会同意的。另外，我建议你请示的时候也问一下，到了平西村以后听谁的，谁做主。李将军不解地看向陈大人，我只是建议，到了平西村，你们如果还是只听上面的安排，什么都要请示的话，或者士兵都只是听你的安排，我相信你们很快就会被赶出平西村，所以你还是请示一下好。陈大人，我们不就是来保护作坊不被人破坏的吗？听你这么说，我怎么觉得我们这500人进了平西村，我们的命运就不属于我们自己了一样啊？应该差不多吧，等明日你去了平西村就知道了。这平西村到底是什么来头啊？搞得挺神秘呀。他看了看街道外面，还有一些人朝酒楼看了一眼就走了。去县衙给郑大人说一声，天黑之后有很多可疑的人进城，让他晚上派人加紧巡逻。他这会儿正在听衙役汇报。你说他们目前进城的有100多人？是的，大人，我们人手不够。不过他们进城后直接去了客栈借宿，并没有去别的地方。今晚上兄弟们辛苦一下，打起精神巡逻，别让城里出来乱子。还有，今天城门先关了吧，不是城里的人一律不可进城。没多久，伙计也到了县衙，知道他是张文健派来送信的后，见了郑大人。回去替我好好谢谢你家老爷，告诉他我知道了，让他放心。酒楼，文健呐，我怎么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啊？这些人风尘仆仆的，不像咱们这边的人呐。这些人给我的感觉不一般，只要他们不惹事儿，咱们就不理会。那我们晚上怎么办？没事儿，我今晚守夜。那好，我现在去睡觉，你守前半夜，我守后半夜。不行，你这2晚本来就没休息好，我守后夜，你守前夜，就这么定了啊！我先去休息了。可是平西村却发生了一件大事。百夫长，我们直接来村里不好吧？要是被村民发现了，这打出来了可怎么办？废话，我们得了皇上的命令，就是来保护作坊的。我们只是提前到了，记住，我们一直就是暗哨，是黑暗里的幽灵。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刚靠近村子1000米，就有人从他们背后将他们这群人一个个无声的给放倒了。直到只剩前面10几个人的时候，百夫长才觉得不对劲，停下了脚步。停，不对劲儿啊！只是还没等他说完，村里的部曲见他们停下，直接就扑了上去，没给他们反应的机会，把他们全都撂倒了。老大，数过了，加上这几个，一共152人，全部都被我们捆了进来。做得好。我们要回村跟爵爷说一声嘛。不用了，现在时间也不早了，爵爷他们都睡了，不好打扰。让兄弟们今晚都精神点。说，你们是干嘛的？来平西村想要做什么？除了你们，还有没有其他人？你最好说实话，要不然我的匕首可是不长眼睛的。好汉，你们是平西村张爵爷或宋爵爷家的部曲？谁家部曲那么厉害啊？
我们可是从御林军中抽调出来的，结果到了这儿，连对方有几个人都没搞清楚，152人全部被放趴下了。好在他们没有下死手啊。哦，看来你们把平西村打听得挺清楚啊。快说，不说我现在就送你去见阎王。好汉，误会，都是自己人。今晚我们一共就来了152人，都在这儿了。你们先把匕首收起来，我们都是自己人。误会，真的是误会。你看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我们也是来保护平西村，只是想提前进来潜伏下来，没想到遇到了诸位高手了。你说的都是真的？我对天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至于我们来自何处，这个不方便告诉你们。等明日你们就会知道了。你看能不能把我们先给放了呀？明天？你们明天还有人来？是，我们明天还有人过来，他们能证明我们的身份。既然明日才能证明你们的身份，那今晚委屈诸位了。再检查一遍，看绑得紧不紧，把他们的嘴都堵上，扔到路边的沟里去。这群御林军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憋屈？一个个都使劲地挣扎着，嘴里呜呜地叫着。看好他们，我去别的兄弟那里看看有没有遇到麻烦。老大，你去吧，这里交给我们，你放心。是呀，放心交给我们吧。老大，怎么样？其他地方没事吧？没事。天刚蒙蒙亮。老爷，起了吗？我们有事要跟你说。是袁茂林吗？有什么事啊？你等一下啊，我马上出来。好的，老爷。你们这么早来，是昨夜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是的，老爷。昨晚来了一群人，被我们发现，拿下捆起来，扔到村外面的地沟里。当时时间晚了，就自作主张没来打扰。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无论多晚都要来告诉我。好的，老爷。问出来了吗？他们是来做什么的？问出来了，他们说是来保护村子里的造纸作坊的，说今天还会有人来。我们也没有接到通知会有人过来啊。快带我去看看。老爷，你请。昨晚就是你们几个把我们152人给打倒的？怎么，不服吗？要不是我们手下留情，你们现在恐怕早就过了奈何桥了。哼，你们背后偷袭算什么好汉？有种把我们放开，我们真刀真枪的干一架。幼稚，一群无脑的玩意儿。谁把堵他们嘴上的东西拿掉的？给他们堵上去，实在是太吵了。对了，把那个百夫长拉起来，张爵爷要问话。我问你，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得了谁的命令？还有，你们怎么知道村里有造纸工坊？回张爵爷，我们是皇帝陛下亲自派过来保护村子，保护造纸工坊的。你说你是陛下派来的，可有凭证？还有，你们为什么要晚上鬼鬼祟祟的进村？就不能白天进吗？回爵爷，我们一直负责暗哨，只有晚上进村才能不被人发现。我们身上有御林军的腰牌，爵爷给我们松绑，我们可以拿出来给爵爷看。我们只信陛下的圣旨，腰牌这个玩意儿是个打铁的都会做，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拿个假的来糊弄我们？你说既然今天还有人会来，来的人是谁？能不能证明你们的身份？爵爷，来的人可以证明我们的身份，他们昨天已经到了安南城，今天一定会来的。既然如此，那就委屈一下各位了，只能等证明你们身份的人来了才能放了你们。茂林，今天学堂休幕，把这些人都带去学堂，多派些人看着他们。秦大哥，你们起了没？文杰，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是找小鱼有事吗？小鱼，赶快起来，你张二叔来找你了。鱼丫头还没起来呢。那丫头哪天不睡到日晒三竿才起来呀？先到屋里坐会儿，她应该一会儿就起来了。秦大哥，我就在院子里等着吧。文杰，你这么早过来，村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昨晚村里来了100多号人，被部曲拿下了。询问得知，是陛下派来保护造纸工坊的。
还说今天还会有人来，他们身上只有御林军的腰牌，并没有朝廷圣旨之类的。我就让部曲把他们押到了学堂看管，这不就来问问于丫头这事儿怎么办吗？唉，八成是真的了。先把他们捆在学堂也是对的，就等能证明他们身份的人过来吧。张二叔，你说这些人是昨天晚上抓到的，那部曲是什么时候通知你的？早上天刚亮，我刚起来，袁茂林到我家门口喊我告诉了这件事情。听他汇报，应该是昨天晚上前半夜。他们现在人呢？于丫头，你这是怎么了？他们在村学堂，有些在路边值守，等会儿应该就换班了。我怎么了？我是想知道这些部曲想怎么样。晚上发生这么大的事，竟然擅作主张不禀报。如果这是行军打仗，我们老巢被人端呢，估计我们都不知道。这叫什么？这叫失职失责。现在马上换班，让昨晚上值夜的人全部都换下来，每个人自己去领30军棍。还有张大叔呢？还在城里吗？让他回来，部曲都是他在管，就管成这副模样吗？张二叔，这个你不必为他们求情，这是第一次，我只是警告，要不然就不是30板子，那就是100板子，从平西村赶出去。文姐，这次确实是部曲错了，就按小鱼说的去安排吧。我一会儿就回去安排。那昨晚抓的这些人怎么办呢？他们既然是御林军，就应该懂得军中的规矩。既然是领了任务而来，就不该在村里都睡下后进村。他们这是干嘛？不把你们2个爵爷当回事吗？还是想来我们平西村当大爷？等能证明他们身份的人来了，直接拉到训练营打30大板，饿上3天，挫挫他们的锐气。这个还真被秦瑜猜中了。夜里进村的这些人还真就带着目的，他们想搞清楚造纸工坊的位置，等到明天村里人一起来，作坊已经被他们接管控制，今后还不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于丫头，这样不好吧？他们可是御林军啊。哼，御林军？张二叔，你想过没有？陛下派人过来保护作坊，足以看出造纸工坊在陛下眼中的重要性，更何况他们只是士兵。你觉得陛下会直接告诉他们平西村有造纸工坊？不会的。你是说他们这些人是冲我造纸作坊来的？唉，看来我们这里要不平静了。张二叔，你还觉得我惩罚他们有错吗？没错，我只是没有想到那么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走一步看一步吧。今天无论来多少人都不许进村，要是敢反抗，那就不要手下留情。刘远瑶是住在学堂的。茂林啊，你糊涂啊！哎呀呀，你呀，差点就闯下大祸了。不和你说了，看好他们，一个都不许让他们离开学堂。要是有妄图反抗的，你们不用手下留情。这不，刚到门口就听见秦瑜在院子里给张文杰分析利害关系。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见识，还是一个女子，真是了不得呀！要是男儿身，大千朝堂怕是也有他一席之地呀。可惜，实在是可惜呀。没错，于丫头说的对，张爵爷啊，这次部曲真的错了，就按于丫头说的，阻止今天来的人进村。我现在就去趟县衙，找郑大人商量对策。等我们回来。张叔，没事，他们还不敢对村里的百姓乱来，大不了就把工坊交出去给他们。不过想要拿走工坊也没有那么容易，不出点血怎么行？妈的，我刚弄出来的工坊花都还没开，就想来摘桃子，哼，真当本小姐是泥捏的不成？张文杰离开秦正家，找到袁茂林和昨晚值守的部曲，把秦瑜说的话转告了他们。刚开始他们还有些不服，明明他们抓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当听完张文杰说完问题的严重性后，这群狗娘养的，我们差点就被他们给骗了。我现在就去宰了这群狗东西。现在还不是处置他们的时候，
等剩下的人来了再说吧。你们先下去领罚，今后机灵点。爵爷，秦姑娘说的对，是我们错了，我们甘愿受罚。但现在大敌当前，多一个人就多一份胜算，能不能让我们收拾完敌人之后再去领罚？你们还是按于丫头说的做吧，先去领罚吧。这次于丫头是真的生气了。爵爷，还是让我们将功补过，等我们把敌人拿下再回营地吧。那行吧，你们先去上药，等会儿和队伍一起御敌，都给我狠狠的打，只要给他们留口气就行。此刻也是对这群来历不明的人厌恶痛恨到了极点，应了声是，拿起棍棒就朝捆绑在地的152人招呼了上去。顿时学校里就传来一片哀嚎。打了吗？哦，部曲们正在打呢。只要不打死就行。等一会儿我再过去问问是谁告诉他们村里有造纸作坊的，又是听了谁的命令趁夜进村想要霸占作坊。哎呀，我们是御林军，你们凭什么打我们？我们是皇上派来的人，你不能打我们。爵爷，秦姑娘，他们152个人已经被我们打得服服帖帖，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做得好，我们去看看。让你们不说实话，活该！你们这里带头的人是谁？站出来！秦姑娘，那位据说是他们的百夫长，把他拉过来。我们是皇上的亲兵，是皇上的御林军，你们怎敢对我们下如此重手？就不怕皇上治罪吗？你说皇上治罪？恐怕皇上知道你们连夜想闯入平西村，最先治罪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吧？说，是谁派你们来的？又是谁告诉你们平西村有造纸作坊的？谁告诉我们的？好像他们都知道啊。不对。他顿时想到了什么，脸上瞬间变得惨白。我怎么就听了他们的挑唆，直接来了平西村呢？他现在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利用了。怎么？看你这样子是被人利用了？说吧，他们是谁？姑娘，你还是杀了我吧。看来你是想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了。你觉得杀了你，这事就能解了吗？去把那2个人拖过来。我是太子的人，你们不能打我，让太子知道了，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原来你是太子派来的人呐！很好，我只问你一句，你们来了多少人？你完了，等太子知道一定会杀了你。把他押下去，好好审一审，到底来了几个人。我只要结果，别给我弄死了就行。该你了，说说吧，你又是谁派来的？我是二皇子派来的，我们一共有10个人。不错，你还是个聪明人。10个人都在这里吗？昨晚进村是你们挑唆的？有5个和我一起，另外5个今日会和大将军一起过来。昨晚进村是太子的人安排的，我们只是顺水推舟而已。看来你们互相间都认识啊。说吧，除了太子和你家二皇子，还有哪个皇子？或者说什么皇亲国戚掺和进来，混进了队伍，一起来了平西村？我就只知道太子，其他的我真不知道啊。很好，剩下的几个人是谁？是你们自己站出来，还是我让人找你们出来？秦玉见他们站了出来，立刻让人把他们带了下去，分开审问。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们昨晚进村就是借机控制造纸作坊吧？别怪我没给你们机会，在你们大将军来之前，我希望别有用心的人能够自己站出来。还有，你们也可以互相揭发举报。如果你们大将军之后，我还没有拿到我想要的答案，
我不介意再给你们松松骨头。我相信皇上知道了也会同意我这么做的。就你这样还能当百夫长？御林军，垃圾玩意儿！看好他们，谁要想搞小动作，直接腿打断。老爷，秦姑娘，不好了！村子四面又来了很多人，正在和我们的人对峙，都快打起来了！你们快去看看吧。和院子里关的人一样打扮吗？也是御林军吗？他们没有说自己是御林军，只是听说咱们村里有可以做工，想来做工赚钱。我知道了，你回去跟兄弟们说，一个人都不要让他进来。要是敢闯进来的，直接往死里打。二叔，看来咱们村子要热闹了。我也听刘先生说过朝廷皇子之争的事情。丫头啊，你说咱们村儿今后不会卷入皇权斗争中去吧？二叔，你想啥呢？就一个造纸作坊，还不至于。其实啊，我想的是村里的百姓。以前的日子虽然苦，但也能将就活着。如今这才刚有点盼头，我可不想百姓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活着呀。放心吧，二叔，我不会让村子里的人受到一丁点伤害的。二叔，其实这事儿我不想说的，可现在情况你也看到了，我也就不妨告诉你。造纸术上交朝廷的同时，我还在里面夹了一封私信，上面明确写明了皇上占作坊6成股份。放心吧。那咱们就是在为陛下造纸，对吗？二叔这么说也没有错。走吧，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安南县城。刘兄，你这是有何事啊？怎么那么早就来了县城啊？哎呀，有才兄啊，出大事了！刘兄你别急，慢慢说，发生什么大事了？刘远瑶靠近郑永才，小声在他耳边把今早村里发生的事儿都说了一遍。刘兄，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昨晚我们县城也来了一批风尘仆仆的人，今早城门一开就走了。这不，我正在城门巡视，看看他们还会不会回来。如果两伙人是一起的话，他们此刻应该到了平西村了。那有才兄，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村里的造纸工坊，我和陈明轩陈大人都知道，也是我们上报皇上的。皇上派人过来很正常，但这些御林军不应该那么快就知道村子里有造纸工坊啊。抱歉，有才兄，之前你到村子里没有告诉你这个事儿。其实我只是不想让你搅和在其中，没想到现在还是把你拉了下来。这都是小事，你说能把人安排进御林军跟着来到平西村的人会是谁呀？他们这手伸得有些长了。也就在此时，请问大人可是安南县城县令郑大人？我就是安南县城县令，有什么事？我家大人马上要路过安南县城，要去平西村，特意让小的过来邀请郑大人同去平西村。快，带我们去见你家大人。陈大人，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在这里？你就是负责带兵去平西村的将军。就不知本将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让这位兄弟如此。哼，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就在昨晚，自称御林军的152人潜入平西村，将军不知。这位兄弟，这个我确实不知。我们的队伍为掩人耳目，特意分开打散了过来的，计划在平西村集合。你对村里的百姓做了什么吗？他们还没进村就被我们的人拿下了。拿下后，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为了保护村子里的造纸工厂，李将军，我想皇上让你们过来的目的，只告诉了你一个人吧？确实来这里的目的，陛下只告诉了我一人。刘兄、郑兄，我们先去平西村，到了村再说。我再说一遍，所有人原地给我坐下。你们将军不到，任何人都给我乖乖的待在村外。我们凭什么要听你的？你是谁呀？我们要去作坊做工，我们要去修河堤，我们要赚钱。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都给我打！
让我看看你们有没有进步。旁边站着的10名部曲也冲了出去，和御林军打作一团。看来你们这速度还是不行啊，太差劲了。看来还要再给你们再来3个月的特训呢。老大，你说的不是真的吧？怎么，你们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吗？把刚刚起哄的几个人拉下去，好好审审。遇到阻拦，丝毫不留情，直接下死手。哎，行了，你们干嘛呢？收敛点，别给我打死了。老大，你放心，我们有分寸，死不了。怎么样？现在可以谈谈了吗？你们呢，也不用隐瞒身份了，皇上派来的御林军嘛。喏，这位就是陛下亲封的爵爷。你们见了爵爷还不行礼，还敢嚣张？御林军都是你们这样子的吗？见了秦瑜的雷霆手段，又听到他戳破了他们的身份，知道他们的身份，他还敢命令不许打他们。此刻他们也摸不清秦瑜的路数了。都起来吧，你们就听秦瑜的，坐在原地等着吧。你们将军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再进村。众人看到自家将军来了，一个个好像见到了救星，都起身参见将军，让将军给他们做主。在京城，这些御林军除了皇帝，他们可真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因为他们只听皇帝的命令，黄到没边儿。没想到刚来平西村就成了这副德行。秦姑娘，没看出来啊，你这真是好手段。还好上次我来的时候没和你们起冲突，要不然我是不是也会变成这副模样？陈大人说笑了，你不是回京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这还不是托了你的福，今后啊，恐怕要一直留在安南城做知府了。狗冠，你也来凑热闹啊？看到这些人没？我已经对你很仁慈了。哎，狗冠，你的胡子呢？你自己给拔了？可惜了，还想着以后见你一次拔一次呢。没想到你那么聪明啊！没劲。可惜了，还想着以后见你一次拔一次呢。没想到你那么聪明啊！没劲。丫头啊，不是翻篇了吗？你怎么还记着呢？给刘叔一个面子啊，今后别叫狗官了，不好听。那行吧，那就看在刘先生的面子上，今后就不叫你狗官了。陈明轩一脸的懵逼，看看秦瑜，看看刘远瑶，又看看郑永才，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就是你让人打伤了我的兵。没错，就是我下令打的。怎么，你不服？还是想替他们出头啊？你可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份？你一个乡野村姑还敢对他们动手？不就是御林军吗？我知道啊，反正一个是打，2个也是打，100个都打了，也不在乎再多，反正都是废物。你既然知道他们是御林军，还对他们下死手？哦，李将军，你说他们呀？看来李将军很是不服啊。来，这样，我给你一次机会，让你来挑战我，只要你赢了我，我就给他们道歉。你要是输了，今后在平西村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听我安排。当然，你也可以滚蛋，带着这群废物一起滚。你说的可是真的？一个大男人婆婆妈妈的，难怪带出来的兵一个个跟软蛋一样。好，这可是你说的，一会儿你可别哭鼻子。老大，让我上去替你好好教训教训他。哎，不用，你们在旁边好好看着，好好学。秦瑜就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前，抓住了他的脖领，直接给他来了一个结结实实的过肩摔。你偷袭算什么本事？有种跟我们将军好好打一场！哼，偷袭？在战场上，敌人会告诉你，他们已经准备来，要来打你们，让你们提前做好准备吗？
就你们这样还配当军人，还御林军？我呸！一群窝囊废！再来！两人再打起来，是你来我往，一时间似乎难分胜负。只有李将军自己知道自己已经用了全力，而秦瑜一直在防守，并没有用全力。一套组合拳猛攻，然后飞身一脚，直接把李将军踢得倒退7、8米之远，停住脚步，直接就跪在地上，吐了一大口血。唉，没劲，就这本事也敢在本姑娘面前叫嚣？记住你刚才答应的事儿，以后在平西村我说了算，你要是不听，就带着你们这群窝囊废滚。对了，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要下死手吗？那我告诉你，这几个人刚刚我们审过了，这几个是谁派来的我就不说了，我就说说他们的目的吧。他们想要混进我们村子，把作坊控制在他们手中，你说我该不该打？还有，我今天告诉你们，作坊是我和村里百姓的，谁要想伸手，就要做好被我剁掉手的准备。我知道你们这里面还有派过来的探子，我也懒得再理你们。回去把我这句话告诉你们的主子，别把手伸到平西村，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知县大老爷既然来了，审问奸细的事就交给你了。什么阿猫阿狗都想来咬我一口，我看着有那么好欺负吗？浪费表情。三位，这是你们的军队和地方的事儿，刘某就不奉陪了。对了，学堂那边还有100多号人，我想应该会比这边的人更惨。要是得空啊，你们还是先去看看吧。哎，丫头，你等等我，上次你说的函数什么的，我还是有些不懂啊，你今天再给我讲讲呗。刘先生，天刚亮我就被张二叔叫了起来，早饭也没吃，到现在我是又饿又困。哎呀，你就别来烦我了，我要好好回去睡个美容觉。嘿嘿，刘先生，就辛苦你和张二叔走路回去喽。这丫头，刘兄，这事是不是要给刘大人说一声啊？这里面的水太深了，于丫头真的审出来是谁指使她了吗？目前只审出太子和二皇子。唉，我也想到了，就这样吧，这事儿我们就不要管了，就交给郑大人和陈大人吧，咱们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回来路上我也了解了下，来到这些人会扮成你和宋爵爷家中的部区来保护作坊。小鱼也说了，等他们进村后编制到部区里，他觉得这些人的战斗力太差了，想让他们到山中的营地锻炼几个月，我觉得有些不妥。我虽然没有去过营地，但从部区的战斗素质来看，里面应该有一套自己的训练方法，这套方法应该比大前士兵的训练方法更实用。我去找于丫头聊聊吧，这个方法还是上缴朝廷的好，之前没有外人知道也就算了。昨晚15名部区俘虏了152名御林军，这消息要是传出去，恐怕训练方法在握在手里会招来灾祸呀。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2个一起去吧。其实秦宇早就想过了，只是没有合适的时机，总不能直接说皇上，大前训练士兵的方法不对，你要按照我这套方法来训练。所以张文杰和刘远洋来到秦正家的时候，刘先生、张二叔，你们来得正好，我打算让张大叔带着几名部曲直接进京，把咱们训练部曲的方法呈现给皇上，你们觉得如何？张老弟，看来是咱俩多虑了，这丫头聪明着呢，看来是早有准备啊。你们2位这是何意？丫头啊，我们2个刚刚还在担心咱们15个部曲把100多个御林军打趴下的事儿，万一被人传出去，传到皇上耳朵里，这不是要招人非议吗？所以啊，就打算来找你，跟你说说，是不是要把咱们训练部曲的方法上供给朝廷。
是啊，没想到你比我们想的更远，早就有了安排。哎呀，你要是个男娃就好了，为什么偏偏是个女娃呢？可惜了，可惜了哟。切，刘叔，看你说这话，女娃咋了？女娃就不能为国效力了？难道你们不知道妇女也是能够顶半边天的？谁说女子不如男？你们啊，这就是歧视我们女人，哼！没想到秦丫头种地、改良农具、造纸练兵是一把好手啊！哦，对了，还有启蒙教育，这讲起道理来也是一套一套的哇。细数下来，秦于对百姓、对朝廷来说，已经做了那么多事儿，还有马蹄铁和马镫这种扭转战局的东西。若对方是男儿身的话，恐怕最低也是个伯爵了吧？唉，可惜了这一条条大功劳了呀。嘿嘿，我就知道到这里准能找到你们。这村里发生了什么事了？怎么多了那么多陌生人呢？是发生什么事了吗？大哥，你不知道？你们是自己回来的？是啊，昨晚城里来了不少陌生人，我们担心这些人是冲村里纸坊来的。早上城门一开，我和宋大哥就赶着马车回来了。你们派人去城里找我们了？是的，大哥。昨夜村子里来了100多人，被茂林他们拿下了，到了天亮才汇报。经审问得知，他们就是冲着村里造纸坊来的。宋大伯、张大叔现在都过去了，你们也不用担心了。我们现在说一下接下来的安排。张大叔，等一下你就挑3名机灵的、功夫好的，和你一起进京找刘大人，把咱们训练部曲的法子上交上去。宋二叔在管造纸作坊，管的也都挺好的。回头交代他，朝廷派来的人只能够在作坊50米外值守，要是敢靠近作坊半步，让我们的人不用留守，留一口气就好。毕竟他们是皇上的人。宋大伯暂时就代管部曲吧。俊浩哥他们在山林里面训练的怎么样？城里酒楼开业前我进去了一趟，那群小子比以前欢实多了，还想找我练练，结果都被我打趴下了。他们说不把我干趴下，他们绝对不出来。他们都是咱们村自己的人，让他们多磨练磨练也是好事。等这群御林军安顿好了，我也进去看看。陈明轩带着李将军来到了秦家。陈大人，你们现在过来是有结果了吗？这3天里，我们一共调查出30个人，是为太子和2皇子做事的人。这些人我们会把他送回京城，这件事情我们也会上报给陛下，让陛下给秦姑娘一个交代。陈大人，你这话就说错了，我只是一介民女村姑，不是给我交代，我也不需要交代，但是要给平西村这100多户人家一共300多口人一个交代。往轻了说，他们只是想趁机霸占控制作坊；往严重了说，如果不是我们的部曲提早发现控制住他们，那他们进村后会不会为了利益屠杀残害村民？你胡说！我们的军队都是听皇上的命令，绝对不会滥杀无辜。哼，是吗？那你告诉我，2皇子和太子的人是怎么来到平西村的？是我安排进去的吗？陛下让你们来平西村是保护作坊不被有心人利用的，你们自己看看现在是个什么样子。陈大人，作坊开始造纸的时候你也在，这才几天，桃子都还没有熟就要摘桃子了，是不是太着急了一些？李将军，你是接了陛下的密旨来的平西村，至于2位皇子怎么知道的，和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想知道。陛下应该有交给你书信之类的给我。李将军这才想起来了，自己去见皇上的时候，皇上确实有给他一封密信，让他带来亲手交给秦羽。只是刚到就遇到那档子事儿，就给忘记了。信的内容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皇帝承认了他的功绩，只是时机不成熟，等时机成熟一定给自己一个郡主，并让秦羽放手去干，出了任何事儿皇帝为他担着。李将军，你要不要看看？啊，我能看吗？嘘，想什么呢？这可是皇上给我的宝贝，你没看到上面有皇帝的玉玺和丝章吗？是你能看的吗？哼！行了，陈大人、李将军，我还有事儿就不留你们了，
你们带来的人就按陛下说的，加入宋爵爷和张爵爷的部曲队伍里。你们的人不能够出现在作坊和打铁房以及农田50米以内，否则被我们的人打死，我可不负责。还有，最后警告你们一次，别再动我作坊的脑筋，除了陛下谁都不行。只要敢伸手过来，伸一只我剁一只，伸2只我剁一双。哼！说完，他转身就回了屋里。丫头啊，他们一个可是知府，一个又是掌管御林军的大将军，你这样太过于锋芒，是不是不妥呀？爹，你看看这个。其实也不是我想这样，只是被他们逼的。你看吧，如果我们不强势一点，是保不住造纸作坊的。还有，既然已经得罪了太子和2皇子，那就没有必要再退缩，要刚就刚到底。你就不怕太子或者2皇子秋后算账？怕什么？只要现在的皇上还活着，我相信他们不敢乱来。我们好好赚银子，真要是当今的太子登基，我们就带着银子到海外去。我可是听说海外有很多岛屿，我们平西村的父老乡亲去占一座，我们自己当家做主。哎，你这丫头，我是说不过你，你说什么都是对的。说着，他打开了秦宇给他的信。丫头，这是什么呀？爹，这是我的底气，你先看看，看完了可要好好收着。以后啊，说不准能救咱们全村的命，最关键是能够救咱家的命。说完，他就离开了家。现在既然与皇上达成了协议，那他就没有必要再缩手缩脚了。他走到造纸作坊。孙儿叔，你忙着呢？哎，小鱼呀，你来了。你这都是干啥呢？哎呀，我这不是想着怎么提高产量，提高纸浆质量吗？这不，我就在这里瞎琢磨嘛。办法倒是有啊，只是现在没那能力。现在就是制作纸浆的时间太长，要是能够直接把竹子、树木制作纸张的原材料粉碎再发酵，那就快得多了。二叔，其实办法也是有，只是现在实现起来比较难。你看啊，我们做纸浆之前要把竹子泡软泡烂，其实这样做就是取植物纤维做成纸浆，只要我们把泡发的时间节省下来，制造纸浆的时间可以提高。啊，真的吗？我还以为必须经过泡煮才行呢。真的，这原理虽然都懂，可是涡轮机、发电机该怎么做？还有变压器等等一系列的工具零件。哎呀，说起来简单，就是在200多年后制造出来都是能够震惊世界的壮举啊！何况现在是古代，难道自己要发起工业革命吗？哎 ，no， 最多制造个水车出来灌溉，等自己100年后留下一个理论，让后人去研究。我又不是皇帝，才懒得去操那个心。这搞不好还会来一个功高盖主，引来杀身之祸什么的。二叔，你先停一下，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说一下咱们作坊扩大生产的事。我想要再挖几个发酵池，把我们现在的作坊周边50亩地直接划进来做造纸工坊。小鱼啊，这周边的地可都是村里的自留地，你给建了工坊，那村民怎么办呢？二叔，你是不是忘记了？这片地去年就被皇上赏赐给我了，现在这片地都是我的。当时把工坊建在这里，我就想过扩大生产的问题，当时只是时机不成熟，现在时机成熟了，加上今年也没有耕种，明年就可以开始建设了。哎呀，你看看我，都把这事儿给忙忘记了。那我现在就去找人开始建。咱们现在每天生产跟得上吗？城里现在只是在供应我们县城周边几个县，还有安南城，每天都供应得上。李家主每天要的量也非常大，也都还好。目前材料都很充足，
人手方面呢，这村里的男女老少，只要是16岁以上的都会超值，不用担心。那行，我来找你就是这个事儿。至于改进、提高指甲效率的事儿，慢慢来，你也别着急。我也就是琢磨琢磨，不着急。秦瑜笑了笑，他可是听说宋二叔都快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了，他也没揪着这个问题不放，和宋二叔又闲聊扯了几句，便离开了作坊。老爷，刚刚吃饭的时候我打听了一下，这片山林最近闹土匪了，我们要小心一点。啊，出门在外你们叫我张大哥就好，进山了大家都注意一点啊，快速通过。4名不起应是，拍马加快了脚步。他们刚走到一半，就听到了前面传来了哭嚎打斗的声音。走，上去看看，能冲过去就冲过去，不要多管闲事，我们身上的事儿要紧。说完，他率先打马冲了过去，转了个弯就看到应该是一个商队和一群山匪打了起来。冲过去，不要多管闲事，到了前面县城和当地的捕快说一声就行。郑大爷，救我们啊！我们是李家镖局的。你认识我？我和我家家主在安南城见过张老爷。你们这是准备去哪儿啊？这批货老爷让我们送到福州城，都是纸张，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山匪。各位好汉，这个镖局的东家是我朋友，大家不妨给我个面子，今日放他们过去可好？我呸！你谁呀你？让爷给你面子，你算老几呀你？兄弟们，他们的马不错，给我抢了！大家一起上，把这群人都给宰了！这几车纸可比几车粮食值钱多了。你们之前就知道马车里面装的是纸？废话，我们不知道是纸来抢个什么玩意儿？为了这几车破粮食，哼，那可不值得我们出动这么多人。好汉，当真不让我们离开？废话，兄弟们上！老爷，你先走，我们拦住他们。走？要走我也要先杀几个再走。听着，不用手下留情，往死里打。得令。一时间，整个山谷只见刀光剑影，还有漫天的血腥气以及喊杀声。张文见他们这边即使勇猛，但也架不住对方人多呀。很快，山匪就压制了过来。杀！我们人多，一起上杀光他们，为我们的兄弟报仇！兄弟们，这群山匪不简单，小心一点，别着了道。张老爷，我们掩护你们，你们赶紧走吧。是我们连累了你，刚刚就不该叫你的。少他妈废话，有说话的力气还不如多杀几个敌人。我遇到了见死不救，传出去还让我怎么做人呢？等下找好时机，纸张不要了，一起冲出去。嘿嘿，想跑？想得美！兄弟们，给我把他们围住了，一个也不能让他们逃走。既然来了，全都给我留在这里。老爷，我们4个掩护你冲出去。这群人绝对不是山匪，要是山匪也不是简单的山匪，不是逃兵就是人假装的山匪。老爷，你不用管我们，身上东西要紧。好，有劳各位兄弟了。放心，你们要是没了，今后你们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我替你们为父母养老，保证不让人欺负你们的妻儿。多谢老爷。说完，提着刀就冲了出去。他们要护送张文健去夺马，只可惜这些山匪比他们还不要命，他们根本就无法冲出来。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不知从何处飞来2支羽箭，只听打架怎么能少了小爷我呢？他们环视四周，没有看到人，就心生恐惧，想要撤。都还站着干嘛？杀光这群畜生！他们不久前血洗了一个30多户的村子，杀光这群畜生！这男子是谁啊？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压迫感？说，距离这里20里处村里的人，是不是你们杀的？是我们又怎么样？不是我们又怎么样？兄弟们，他就一个人，我就不信了，我们这么多人还打不过他一个！都给我上，弄死他！抱头鼠窜的山匪看了看四周的山峰，见再也没其他人，也没有羽箭射来。兄弟们，杀了他！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来得好，既然你们赶着去投胎，小爷就成全你们。老爷，你没事吧？这名男子好生勇猛。怎么样，还能坚持吗？没事，就是蹭了一下，我们还能再战。好，那咱兄弟几个就去杀个痛快，跟我一起上，杀光他们！都愣着干嘛？一起上啊！一炷香后，多谢兄弟出手相助，要不然我们这群人今天肯定都得交代在这里，还不知兄弟高姓大名。哎，高兴不敢当，叫我张志清就好。哈哈，巧了，我也姓张，张文健。哈哈哈，还真是巧了，说不定我们祖上还是一家人呢。张大哥，你们这是准备去哪儿？怎么会和这群山匪遇到？哎呀，说来惭愧呀，我不如兄弟你。其实我们本打算骑马冲过去的，没想到是认识的人，这才停下来想要说和。但这群山匪根本就不给机会，这才打了起来。哎，张大哥不必过谦，这是人之常情。估计很快这里就会有人来了，咱们还是赶紧处理一下身上的伤吧，把兄弟们的尸体处理一下离开吧。陈镖头，现在就你们这几个人到福州城恐怕是去不了吧？要不你们就在这里养好了伤，等待李家主派人过来会合，然后再上路。这个小镇有我们的站点，我已经和他们联系了，他们会找兄弟们过来接替我们的任务。张老爷，你们接下来怎么打算？今晚我们就在这里休息，明日就会离开。张老爷，你们身上的伤……没事儿，休息一夜就好了。哎，张兄弟，你有何打算？要是没有地方去的话，不如你去安南县平西村，到了那里找一个叫秦瑜的姑娘，告诉她是我让你去的，她一定会好好的安排你，报答你救命之恩的。你所牵挂的人会出现在北境，到那里等待即可。在北方，一定能够见到你想要见的人。多谢张大哥好意。听说四皇子的军队是真正抵抗匈奴、抵御外敌的军队，我想北上参军。去投奔四皇子的军队也是好事儿。那我就在这里提前预祝张兄弟早日建功立业。那张大哥，我们就此别过，后会有期。张兄弟现在就要走吗？不在这里留宿一宿？今日就不留宿了，改来日我们再见，一定不醉不归。张兄弟一路多保重啊！如果到了目的地不像你想的那样，记住我给你的地址回来找我。张大哥，我记住了，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张兄弟保重啊！夜幕降临，张文健的房间里，你们两个怎么样啊？要不你们就在这里养伤，等养好了伤直接回村，我一个人快马加鞭去京城，等我回来再带兄弟们来把云飞和云星带回去。不，老爷，我们的伤不要紧，出发前爵爷交代过，一定要护你周全。还有老大也说，即使我们死，也要护送你把东西呈现给皇上，所以我们不退，要护你进京。那行吧，今天我们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就出发。平西村秦家，闺女啊，这东西还是你自己收着吧，你也太大胆了，跟陛下还敢讨价还价。爹，这可是你误会我了，我给陛下的是6成收益，是他说只要3成的。其余他们得知张文健他们路上遇到麻烦的时候，已经是7天后了。其余知道张文健没事才放心，同时他让李将军带来20名部曲，按照李家主所说的位置，找到被安葬在树林里2名部曲的尸体，带回平西村重新安排后葬。大婶儿，这都是我的错，明知凶险，应该多安排一些部曲去保护才是。丫头啊，这不怪你，只怪那些天杀的贼人。如果不是他们起了歹心，又怎会让文健撞上？大娘不怪你。宋大伯，接下来村里的一切都交给你了，我要带着这群御林军进山里训练。随着造纸作坊越来越大，加上还要做其他东西，未来进入安南城的商队只会越来越多。现在如果不肃清安南周边的山匪，日后恐怕必成大患。接下来
要加强训练部曲了。带着部曲，把安南方圆500里所有的山匪全部消灭，让山匪们听到平西村就怕就恐惧。1个月后，秦瑜第一次从山里出来。赵大伯、陈大婶、张大娘，你们把那个秧苗拔起来，直接用秧苗捆就行了，不需要特地用秸秆捆。没事的，秧苗死不了。于丫头啊，这可是咱们村第一次这么栽种稻子，怎么能随便呢？这一拧一扎，一把就是好几棵秧苗，万一死了，这一大片，这得浪费多少秧苗啊！哎呀，就是这，可是我们辛辛苦苦一颗一颗插的，眼看着长这么大，可不能浪费。唉，眼不见心不烦吧，实在是看着太别扭了。大叔大伯，你们看，看到了吗？就这样扔就行了，不用一个个的提到田里放。小鱼啊，我们这不是怕损害秧苗吗？没事儿，死不了。你们听我的，就这么来。要是这么一个个的放，慢不说，还很累的。于丫头，你来看看这线拉的行不行？老大，城里有个叫张静怡的来找你，还有她的婆婆，他们还带了一对龙凤胎，这是他们的拜帖。快去把他们带到我家里去。在村口，他见到了从马车上下来的陈老夫人和陈家少夫人。哎呦，金神医，还有劳你出来迎接，老身实在是有愧呀。陈老夫人、陈少夫人，原来是客，我出门迎接也是应当，只是让你们久等了，实在是抱歉。哪里，那里村里的规矩我们都懂，没关系的。陈老夫人、少夫人，你们里面请。哎，两个小家伙呢？从城里来了这一路啊，他们时不时的就闹一阵儿，哭一阵儿。到了你们这村子，两个小家伙就突然之间的安静下来了，直接就给睡着了。估计也是知道马上见到他们的救命恩人了，才乖乖的睡去。是啊，应该是这村子给他们踏实的干，就睡着了。秦神医啊，我看这村子四面环山，人杰地灵，是个不错的养老地。刚刚我还跟静一说，要是合适的话，打算在这里建个庄子，我们娘俩也到乡下来住。那哪里是村子和自己的原因呀？明明就是孩子哭闹一路了，累了才睡着的吧？陈老夫人和少夫人说的对，咱们村的环境好啊，确实是挺适合居住养老的。要是你们真想来村里住，回头我给宋大伯说一声，让他给你们划一片地方，给你们建房子。好，那就又有劳秦神医了。老夫人，这有什么麻烦的？还有啊，你叫我秦鱼或者是小鱼就行，或者啊，跟村里的叔伯婶娘们一样，叫我鱼丫头，这样听着亲切。你叫我秦神医就疏远的不是？好，那我们就叫你小鱼好了。哎，小鱼啊，你爹娘这个时间都在家里吧？哎，这才对嘛。我爹再过2个月就要进京赶考了，这会儿应该在学堂找刘先生请教问题呢。我娘没事做，这会儿应该是在家里绣花做衣服。几人说话间就到了秦家门口。娘，我回来了，家里来客人呢，快开门，出来接一下。哎，我这就来了。哎，丫头，你不是去河坝教他们栽秧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来，娘，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和善又疼儿媳的陈老夫人。晚辈见过陈老夫人。好，张夫人不用客气。哎，静一啊，快过来给张夫人行见面礼。静一见过张夫人。小鱼，你该多向静一学学，看看人家多懂礼数，让你学下礼数，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你这丫头看什么呢？还不快扶着陈老夫人进门。娘，你没发现吗？这陈少夫人和你长得有点像，之前我还没觉得，现在和你站在一起是越看越像。静一，
静怡，张静怡，闺女，你说他姓什么？是不是姓张？你姓张对不对？你叫张静怡对不对？真的是静怡，真的是静怡，大哥大嫂，我找到静怡了，静怡还活着。张静怡看着有些疯癫的张秀茹，有些害怕，直接躲开了。静怡，不许躲！静静啊，我是你姑姑啊，我是你姑啊！姑姑，姑姑，我是你姑姑，你不记得我了吗？像，真的像，这眼睛、鼻子跟你娘长得一模一样，我见你的第一眼就该认出你的。姑姑，姑姑，我终于见到你了，你怎么变样了呀？哥哥不见了，他们把我们全家人都杀了，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姑姑。姑姑都知道，都是姑姑不好，姑姑没有照顾好你，没有早点把你找到，让你受苦了。不是的，不是的，姑姑，不怪你，都怪那群坏人，是我没用，是我没用，我没办法给家人报仇。原来娘亲一家那么惨，被人灭了门，难怪时常看到她独自发呆落泪。不管是谁，只要让我查出来，绝对一个都不会放过。这个仇我必须报。秦正在学堂听说家里来了客人，就拜别了刘远耀。这不，刚靠近自己家，就听到了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丫头啊，先扶你娘和你表姐进去，有话咱们进去说，这都在门口待着不好。对，先进屋再说。回到屋内，静怡啊，快跟我说说，这些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还有，当初你和你哥是怎么跑出来的？回姑姑，那天哥哥偷偷把我带出去玩，再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家中燃起了大火，哥哥就带着我躲了起来。后来听说我们张家全部都被人杀害，哥哥就带着我往城外逃，我也不知道逃了多久。哥哥带着我藏到了一个破庙里，后来有人搜查过来，哥哥为了保护我，就让我躲在石像的后面，还用草把我盖住了，他自己跑出去把坏人引开了。我也不知道过多久，我太累了就睡着了，再醒来的时候就天亮了，哥哥还是没有回来，他骗我，说好的要回来找我的，到现在也没回来。是我害了哥哥，是我害了哥哥。这孩子这些年什么都不说，心中该有多苦啊！哎，这么大的事儿，这些年呐，这孩子也从没有跟我们说过，这该多苦呀！我们当年捡到他的时候，他就昏迷在新州城外距离一个破庙2里的地方。等他醒过来，他说自己叫张静一，说自己趁人牙子不注意跑出来的，问家在哪儿，他都一直摇头。当时他还小，我们见问不出东西，以为他真的不记得了，就想先带上他，慢慢的为他找家人。没想到这一找就是17年。哎呦，秀茹啊，你们也别跪了，要不是小鱼、静怡啊，
我这孙子孙女儿也未必能活着来到这个世上，我陈家的香火也就断了。所以呀，你们也不必如此。老夫人，还是让我们给你磕个头吧。没有静怡，肯定还有其他女子为老夫人延续香火，但当年没有老夫人出手相救，这静怡恐怕早就没了。这个头我们必须要磕。是啊，老夫人，我们不知道就算了，现在知道了肯定是要感谢你的。这救命之恩就算磕100个头也报答不了，所以还是让我们给你磕个头表示感谢吧。放在屋里床上睡觉的2个小家伙先后的吭哧2下，然后就哭了起来。还好，自己不光救了2个外甥，还救了可能是母亲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一家人之外的唯一亲人，自己的表姐。陈老夫人，来的时候你说想住在村里，我现在就去找宋大伯，就在我们房子旁边给你们划一片地方建房子。今后啊，你们就和我们住在一起吧。暂时城里就先不要回去了，等我查清楚当年害我娘全家的人是谁后再回去可好？陈老夫人，我觉得小鱼说的对，你们就在这住下吧。之前我们都瞒着，如今相认，要是传出去，怕真会给陈家带来麻烦。好，那我这老婆子就听你们的安排了。今后呀，我跟静怡就住在你们这儿了，还要多多麻烦你们照顾了。那好，娘，你招待表姐和陈老夫人，我去找一下宋大伯要地去，下午就找人开建。就说秦瑜来到宋明远家。宋大伯在家吗？哎呦，是于丫头吧？来，进来吧，门没锁。你这丫头啊，今天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把你高兴成这个样子啊？我突然多了一个表姐。宋大伯，你说缘分是不是很奇怪？还记得1个多月前我在城里接生的双胞胎吗？嗨，记得呀，当时啊，你还被郑大人打了一板子呢。哼，宋大伯，你就不能把打板子的事给忘掉吗？那狗官下次来，我肯定还要拔他胡子。哼，想我一世英名就毁在他的一板子上了。是不是提到狗官或者见到狗官，你们就会想到打我屁股的事儿？没有。你快说说那双胞胎怎么了？我刚听说村里人说陈家人来你家了。你也想不到吧，我救的陈家少奶奶竟然是我娘失散多年的侄女，怎么样，是不是很震惊？哎呀，这缘分呐！嘿，还好那天遇到了你，要不然……是啊，不说这个了。宋大伯，我过来找你是想让你给我表姐他们在我们旁边给他们划一块宅基地给他们，今后啊，他们就住在咱们村了。怎么还有人好好的城里不住，要来乡下住？好，刚刚从京城来了封信，应该是有了你张大叔的消息。既然你来了，我们就一块看看，看完了我就去找人给他们划地。快拆开看看，张婶子刚刚在田里见到我，还问我这个事儿，看她眼睛红红的，估计又哭了。是啊，这1个月来可是苦了桂花妹子了。说着他就拆开了信封，拿出里面的信，看着看着他就笑了。秦瑜见到他笑了，心中也松了口气，笑代表就是好消息。宋明远把信递给秦瑜，秦瑜看完后也笑了。真好，宋大伯，你找些人去帮我表姐他们划宅基地，他们在城里住的是3进的宅子，在这儿至少也得2进吧。你尽量给他们划大一点，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张大婶去。哎，我说你慢点跑，别摔着了。老婆子，我去秦正家一趟。知道了，快晌午了，早点回来吃饭呢。另一边，张大婶、桂花婶子，我张大伯来信了，他当了将军。于丫头，你说什么？张文健当了什么？将军，训练京城军队的将军。这个老东西，终于知道往家里报平安了。
三人被管家带到了前堂，见到了刘大人。哎，到了这里就当到了自己家。你是张爵爷的哥哥，更不用行跪拜之礼。这一路上你们受委屈了，你们放心，我一定会为你们讨回公道来。哎，也罢，按照远瑶信上所说，你们应该早就到了，还有5个人，怎么现在只有你们3人？你们的陆隐呢？回大人，我们是早该到了，路上遇到了山匪，2个兄弟没挺过来死了，我们也受了伤，原本以为可以挺住，没走2天伤口发炎，路上又得一大夫所救，又耽误了5日，伤好烧退，我们拿着大夫配的药快马来到京城，才发现陆隐丢了，就被关进了大牢，这一关就是7日。你们就没报老夫名号吗？大人，我们被抓第一时间就说了认识你，可是他们不听，还是把我们关了起来。在京城都报我的名号了，居然没有用，这些人真是胆大包天，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尚书放在眼里？混账！3位好好休息，这件事我一定为你们讨个公道，给你们一个交代。哎，大人呐，我们被关几天无所谓，另外我们已经被耽误很多天了，相信那些冒充御林军到我们村的人已经被送回京城了，咱们村几百号人还需要刘大人救命呢。刘大人懵了，上一次张文杰和宋礼正来找自己也是说救命，现在又是如此，这平西村又搞出什么玩意儿了？刘大人此刻听到事关御林军前往平西村的事，他平静下来，不急着去找那群人麻烦了。他看着张文健，张文健见状直接把御林军如何被抓，他们又如何审问，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你是说你们15人把152名御林军全部活捉了？你们部曲还无一受伤？是的，大人。我的个乖乖，这一群人也太厉害了，就这战力，你们200部曲岂不是能单挑上万御林军？难怪他说要救命，民间有这样一股势力，陛下知道了不猜忌才怪。别有用心的人一鼓捣，平西村不就大难临头了？老爷，府门外又来了20人，他们自称是安南县平西村的部曲，他们拿了大少爷的书信前来求见老爷。哦，你们还有别的人？没有啊。大人可容草民问一下来人是谁？袁茂林，他还问我张老爷有没有来过，看样子有点着急。是他们呢，御林军就是这个袁茂林带着14名部曲拿下的。真的吗？他们怎么来了？管家快请他们进来。刘大人让他们起来。老爷，我们总算找到你了。诸位兄弟辛苦了，你们怎么也来京城了呀？还有，你们刚刚一路一瘸一拐的是怎么回事？路上也遇到山匪了？不是的，老爷，你们遇袭传回村里，老大就派我们快马沿路北上，找到你护你周全，这不是屁股颠得疼吗？部曲退下后，刘大人才接过训练士兵的方法。你们就是按这套办法训练部曲的？是的，大人。好，你们就在府上好好休息，有什么事直接找管家。我现在就进宫面见陛下。刘大人出了门，进了宫。让他进来吧。微臣刘勋叩见皇上。刘大人现在进宫见朕是有何事啊？20天前，张爵爷的哥哥张文健带领4名部曲进京献策，路遇山匪，死伤2人，3人幸免，为了献策来不及医治，带伤前行。后来伤口感染，路上耽误5日。后来进京陆隐又丢了，被关在大牢7日。老臣今天才得知，把3人接出来，这是他们献的册子，请陛下过目。皇上接过就开始翻看。刘大人是个文臣，看不懂。这皇帝可是马上的皇帝，他可是看得懂的。皇帝是越看越震惊，越看眼睛瞪得就越大。
哎，赵姑姑，四皇子靖玉可还在宫里，让他来见朕。还有，派人去催一下秦国公和陈国公，让他们快点儿。哎呀，柳爱卿，快请起，快请起呀！这秦丫头，朕对她是越来越有兴趣了，真是个奇女子。你说这么聪明的女子，怎么就不是男儿身呢？哎呀，可惜呀，实在是可惜呀！儿臣拜见陛下。都免礼了，来这里就是想给你们看样东西。你们三位感觉如何呀？陛下，您这是哪里来的练兵法子？老臣以为我们大前士兵要是都按此操练，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再也不会怕外敌侵犯。陛下一统天下指日可待，恭喜陛下，贺喜陛下！陈国公说的对，有了这个练兵法子，我们大前士兵的战力恐怕上的不是1、2个台阶。发明这个训练士兵法子的人，那真是个天才啊！要是能来军中训练士兵，一定能为大秦缔造一支钢铁雄狮。妈呀，还好来得及时，要不然不光平西村，就是自己可能都要被安上一个谋逆的罪名给处决了。军中自古以来就不能有女驾，难不成我要破了这条规定？这老东西现在知道怕了。柳爱卿献策的人可还在你府上？他们可会这策中的方法？回陛下，献策的人以及另外15人，此刻都在微臣府上。好，赵公公快去请这些好汉进宫，朕要亲眼见见他们到底是不是长有3头6臂，竟能15人不声不响俘虏朕152名御林卫，好得很呐！陛下，您刚说的可是真的？真的15名部曲把152名御林卫给俘虏了？没有伤亡？哼，都是一群废物！这话传出去，还不让那些外邦笑死朕？刘大人，你起来吧，相信你也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就好好给他们3个说说吧。还有，不是3人活着到京城了吗？怎么又多出来15名啊？回陛下，不是15名，是20名。微臣刚没说清楚。后来20人里有那15名部曲，他们是在张文健等人遇到山匪后，秦姑娘另外派出来追赶护送张文健的人。老爷，我们真的要见皇上了吗？听说当初宋老爷病重，皇上还亲自到病床前看他，是不是真的？不想死就把嘴巴给我闭上。皇帝并没有召见他们，而是从养心殿出来。你们都起来吧，让朕看看你们到底长什么样。陛下让你们快起来，还跪着干嘛？快谢主隆恩，站起来，别惹陛下生气。听说就是你们俘虏了朕152名御林卫。哎，你们别怕，也别急着跪。朕现在这里同样有152名御林卫，朕不要你们15人，你们23人一起上吧。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如果不能把他们打倒，看朕怎么治你们的罪，还有平西村百姓的罪。开始吧，兄弟们，杀！3位爱卿，你们觉得下面2方人哪一方能取胜呢？陛下，刘大人刚刚说的实在是太玄乎了。反正老臣我不相信他们23人能真的在1炷香之内放倒眼前这152名御林卫。依我看，只要御林卫团结在一块儿，把他们牢牢困在中间，我相信要不了多久，这23人都会被打得满地找牙。陈国公说的对，刘大人说的是晚上，在御林军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俘虏也非常正常，但并不能说明这15人有打败152名御林卫的能力，所以我也觉得御林卫会赢。卒！接触的士兵不是被他们的棍棒打倒在地，就是被他们一脚踢飞，根本靠近不得。见此情形，御林卫的头头赶紧喊了一声散开。面对这样的局势，他们聚在一起就是张文健几人的肉靶子，
几位爱卿，你们现在还觉得部曲会输吗？散！打的那些御林卫毫无招架之力，很快地上就倒了一大片。兄弟们，让他们尝尝我们的拳头！这群部曲实在是太嚣张，不知所谓，居然敢把武器丢掉肉搏！陛下，陈国公安心看下去。其实皇上此刻内心也是愤怒的，拿着木棍都打不过人家，别人丢掉了武器，你们翻盘的机会可就来了，一个打5个都不够打。张文健和袁茂林干脆就退了出来，看看这就是底气。可是高台上的皇帝和陈国公、秦国公就没那么高兴了，脸顿时就黑了下来。陛下，老臣请求出战，好好教训一下这2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你急什么？看着就是，都是群饭桶。要是来千百个这样的部曲，还不把我的皇宫给拆了？就在此时，有3名御林卫看向旁边站着看戏的张文健和袁茂林，顿时感觉受到了侮辱。你屁股疼，让我来。你看我做甚？我年轻那会儿也可以。部曲赢了，都别玩了，速战速决！几个呼吸间就把所有还能站着的全都打趴在了地上。皇上、陈国公、秦国公、四皇子、刘大人集体沉默，感情那么久是在玩呢，最后才是你们的战力是吗？哎呦，我的老天爷哟，这风头出的，你们这群傻子哟，自求多福吧！哎呦，真的是群憨憨。甩袖就进了养心殿。老爷，我们刚刚是不是过了？没事，等着吧。4位说说吧，你们怎么看？朕的御林卫都是饭桶吗？之前晚上说被偷袭，不知对方底细也就算了，今天呢，你们告诉朕，还是偷袭吗？一群废物！陛下息怒。我息怒？呵呵，我是该怒的。这些亲卫都是废物吗？景玉，你来回答朕，如果换作是你，你能不能训练出这么优秀的部曲？换了你需要多少士兵能战胜这些部曲？妈呀，这是送命题啊！回能吧，皇帝肯定会多疑，那就是说朕不如你了呗。回不能吧，那陛下肯定会说废物。回父皇，儿臣恳请留下殿外的部曲，亲自操练父皇的御林卫。哼，行了，都别跪着了。几位觉得禁欲的办法可行？回陛下，四皇子说的办法可行，但是对方的来历，我们是不是要派人查探一番？老臣觉得可行，可查。可行，可查。好，那诸位觉得给他们什么官职为好呢？几人在下面议论开了，他们哪知道怎么封官，还不是要等皇上自己开口，他们应是就好。行了，那就暂封张文健为训练营大将军，负责京中御林军和御林卫所有军事的特训，让他们尽快成为像他们一样的战士。至于他手下的部曲嘛，要是训练有功，朕就撤了他们奴籍，另有封赏。张将军，还不快上来接旨？谢主恩，吾皇万岁万岁万岁！这群部曲啊，希望能给朕带来惊喜吧。父皇，儿臣请求加入训练营，跟张将军训练。好，要是这个办法适应军中，全军即刻普及。一大早，秦老二就来到秦正家门口。三弟啊，以前都是我的错，我不求你原谅。现在大哥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爹娘这都在大牢里，我一个人带着5个孩子，我实在是太难了。你能不能借我点银子？等地里收成下来了，我就还你。我去把大嫂还有春花从娘家接回来，以后我好好过日子，不再打他了。要是大哥回来，我也看着大哥不让他打大嫂了。求你了，老三。秀茹，
你觉得呢？大嫂和二嫂当初没少背着秦老太婆给我们拿东西，要是秦老二真的像他说的一样好好待他们，那借他点银子把人接回来也不错。总归孩子们是无辜的，小菊和小草都还小，需要有个娘。爹，那你就给他拿10两银子，再找2个部曲跟着，看着他，确实去接了大娘和二娘。要是敢去赌博，直接剁了他的手指。起来吧，银子我可以借给你，我会叫人跟着你去接大嫂二嫂。要是你敢拿着银子去镇上赌博，你的手就不要了。说完，他对着不远处的2名部曲喊了一声：谢元爷，您有何吩咐？有劳二位一会儿跟着秦老二，不管他去哪儿，只要不是去赌场就不用管他，要是被人揍，没有生命危险也不用出手。接到春花后，他又鼻青脸肿的到了李凤娥家。亲家大哥，三弟四弟，以往是我们对不起大嫂，现在我娘和我爹都被抓去下了大牢。我大哥去年跑出去也没再回来，你们就让大嫂回去吧，孩子们需要他。要是打我，你们能出气，能让大嫂回去，你们就打死我吧。难道这人真的转性了，变好了？你起来吧，要凤娥回去可以，拿5两银子来。今后要是再敢欺负凤娥，我就是拼了我这身老命，也要去烧了你家房子。对，大娘大伯，这银子你拿着，我保证今后大嫂在我们秦家不会再被欺负，请你们放心。记住你今天说的话，要是我家凤娥再全身伤得回来，我老太婆说到做到，不让我闺女好过，我也不会让你秦家好过。闺女，记住娘刚给你说的，回去把孩子带好。至于今后秦家二老今后再回来，不用看他们的眼色，要是敢对你不好，你就回来给娘说，娘带着你哥哥弟弟去给你出气。娘，我知道了。大娘，你放心，这次回去啊，要是还有人欺负我们，我们姐妹2个就拿刀和他们拼命。就结伴去了秦正家。三弟三妹，你们在家吗？是大嫂二嫂啊，我还说等会儿去看看你们呢。三妹，见到你现在这样啊，真为你高兴。大嫂二嫂，你们屋里坐，和秀竹聊聊，我去学堂找刘先生请教些问题。那你去了，放学就把小钟一起带回来吧。三妹啊，这三弟不会是生我们的气，才借口去学堂的吧？2位嫂子，你们就放心吧，你们能来呀，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又怎么会生你们的气呢？这不下个月他就要进京参加年后的春闱了，刚刚本就准备出门去学堂请教刘先生问题的，这不刚好赶上你们来了吗？三妹啊，我们知道这银子是老二找你们借的，这不我们也回来了，就先把银子还给你。是啊，三妹妹，谢谢你，这银子现在也用不上了，就先还给你。我们娘家人也都是气不过才故意找齐老二要的银子。大嫂，你刚回家，家里肯定缺很多东西，你先拿着这些银子用，以后有了再还我也不迟。哎，这回想起以前，要不是你们偷偷送粮食出来接济，我们这一家子呀，恐怕早就饿死了。哎呀，现在我们生活比以前好了些，也和秦家断了关系，但大嫂和二嫂对我们的恩情，我们永远铭记在心。你们就先收下吧。二嫂，你也收着，别让秦老二知道。还有啊，要是他敢打你，问你要钱去赌，你就叫一声巡逻的部曲，让他们替你出气。三妹，我们……哎呀，没事了，这日子呀，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这今后啊，要是有什么难处，你们尽管来找我。就是秦老大和秦老太婆回来了，你们也别怕。要是不敢动手，就冲外面喊。这村里在夜里也有部曲巡逻，听到了一定会为你们出气的。回来了就好好过日子。哎，他们就没有提到其他的事情吗？比如让大喜或者他们自己去作坊工作，或者让二喜去山里训练，
或者去学堂上学？没有，他们只是聊了聊回娘家的家常，还有一些对未来的憧憬，没有别的了。大娘和二娘嫁到秦家可真是倒了8辈子霉。想想看，像秦家这样的人能够娶到这么贤惠的媳妇儿，真是祖坟冒青烟了。不好好对待就算了，还3天2头的拳打脚踢。换的是我早就废了他们，受那窝囊气。你这丫头说话真是无所顾忌。娘，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吗？你看看秦家的人，咱们不说小的，就说老的，除了大娘和二娘，其他的人哪个不是心怀不轨，坏到透顶？如果秦老大回来后能够改掉以前的坏脾气，那还好说。如果他不改，我就让部曲们听到他骂大娘就去打他一次，听到他打大娘就打得他无法自理。我已经交代过了，对秦老二也是如此。哼，哎，就你聪明。这也不愧是个好办法。这样一来，2个嫂子就能立起来了。几个孩子严加管教一番，或许还能掰正过来。下午我听说1年级的先生表扬小草和小菊了。先生说他们认真听讲，积极举手回答问题，不懂还会问，这是很好的表现，还让班上的其他同学向他俩学习。看来他们娘回来了，让他们也变得自信了起来，这是好兆头。就是，父母的教育非常重要，特别是有一个完好的家庭，对孩子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哎，你这丫头自己都还是个孩子，懂什么？第二天，秦姑娘，县城的纸铺快天亮的时候被人一把火烧了，天亮后还有一伙人拿着付了定金没有取货的单子要找我们取货，之前我们都给他们备好了的，可他们一直没人来拿，如今被这一把火全都烧没了。这么快就来了吗？很好，真是找死。店里有没有人伤亡？旁边的其他商铺有没有受到牵连？我们发现的时候火被扑灭了，并没有人员伤亡，只是仓库里存放的纸全都被烧了，还有铺子里摆着的白纸和书籍也都被烧了。没有人员伤亡就行。不是安排的有人值守吗？为什么还会让别人得手？我们昨晚是有安排3个人值夜，就在天快亮的时候突然出现了5个人，二话没说就朝我们攻击，我们也是被他们打了个措手不及，就和他们打了起来，对方显然也都是高手，打着打着就把我们的人引出了纸铺，等到我们的人反应过来的时候，纸铺的火就已经烧了起来了。看来这群人是做过功课的，知道纸铺底细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些拿着订单来要货的人，订单上的日期都是今天或者明天吧？是的，秦姑娘，就是今天、明天还有后天。他们说今天不给他们纸，就去官衙告我们违约。很好，订单一共是多少辆的纸张？一共是30万刀纸。30万刀，那也就是1万两银子左右。是的。那他们也太小气了点儿，是觉得我拿不出30万刀的货，还是觉得我拿不出1万两银子？你去找张爵爷，告诉他城里纸铺发生的事，并抽调60名部曲押送30万刀白纸送到县城。我先去县城看看什么情况。驾！说完，他跃上男子骑来的马，就往县城赶去。此刻纸铺门前已经被官差给封锁了，不让任何人靠近。哎，这位差役大哥，这里面的人呢？回秦姑娘，纸铺的人和闹事的人全都被我们郑大人抓回去了，现在都在县衙呢。他跑了过去，来到县衙，就看到县衙外面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让一让，让我进去！县令大人的胡须他都敢拔，对寻常百姓而言，这姑娘的举动无异于在狮子身上拔毛，纯属找死。他们可不敢招惹这位姑奶奶，她也不知该如何是好。若是其他商户，自当明察秋毫，居中调停，令双方重拟条约，签署合同，并据理赔偿。可这纸铺不同，他背后牵涉爵爷府，
乃至与陛下密封的郡主亦有牵连。郑大人深知兹事体大，自己实难定夺，遂决定审慎行事，以免处置失当，招来祸端。让我看看是谁在找我书房斋的麻烦啊！好大的狗胆呢，敢派人烧我家纸铺，是不是不想活了？跪在地上的人们皆是一愣，心中暗想，这女子究竟是何人？见到大人不仅不下跪，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便怒斥他们。秦姑娘，你来了，你来了。金鱼对他们投去安抚的眼神，示意他们安心。他认为即使要处罚这些伙计，也应当回家再做计较，而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正是你们这群人下了单却不提货，导致仓库堆满了货物，如今书房斋失火，你们便跑来集队提货。你们是觉得我愚笨可欺，还是认为自己聪明过人？还不从实招来，究竟是受何人指使？若是你们主动坦白，我或许可以网开一面，既往不咎。可若是等我查出来，到时候你们便是求我，我也不会手下留情。无一人站出来承认，金鱼说的没错，他们就是别人安排来的。郑大人，你可查到放火的人是何人？那些人是在开城门后做的案。书房斋烧起大火后，他们摆脱你们安排的守卫后，就逃出了城。我派了差役去追，没有追到。他们应该是江湖上的高手。那放了吧，把这些人都放了。今天只要你们走出县衙大堂，明日我查到你们参与了这场针对我书房斋的阴谋，我虽不会让你们家破人亡，但我会让你们尝一尝流离失所的滋味。30%加10倍的违约金，真是好笑。1个时辰后，带着你们的合同来我书房斋取走你们的货。秦羽离开了，可那些商人还跪在公堂上，他们此刻非常迷糊，根本搞不清楚秦羽的来历，更想不明白这个小姑娘哪来的能耐，敢当着郑大人的面一声不吭就把书房斋的伙计给带走了。诸位都起来吧，我多一句嘴，刚刚那位姑娘说的话，你们最好放在心上。不管你们背后是谁，这事儿你们最好别掺和进来，要不然最先粉身碎骨的就是你们。退堂。就说郑大人回了后衙。夫人呐，我就知道把我调到安南城没有好事，特别是知道平西村有2个爵爷还有个作坊后，我就更相信自己的判断了。这不刚平静没几天，这好戏就上演了吧？是啊，我们想过会有大麻烦，只是没想到来得会这么快。接下来呀，县城和平西村可能就要热闹起来了，也是老爷的机会来了。夫人，这话怎讲啊？老爷，你想啊，秦姑娘的底气是来自何处？现在你还没有看明白吗？这秦姑娘啊，肯定是得到了陛下的什么密旨，要不然她怎么敢扩建30亩的造纸作坊？她就不怕被人吞得骨头渣子都不剩？还有上次那500的御林军，她说打就打，难道她不知道这打御林军的后果吗？老爷呀，这次是天赐的机会，能不能进入陛下的眼里，就要看你如何来处理这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了。要是可以呀，你就去找陈知府多问问，这实在不行呢，多跑起到平西村去问问秦姑娘。夫人呐，你没看出来吗？这个事件肯定就是李家作为，秦余的造纸工坊威胁到了李家人的利益，你说我搅和进去真的好吗？我说老爷呀，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陛下早就想打压世家，特别是掌握纸张书籍的李家，他们控制纸张书籍的价格，让天下寒门无书可读，科举取士基本又都是世家的人。长此以往，你想想看，
万一哪一天陛下所作所为又不符合世家利益，这些世家会不会……夫人，这话今后可不能再说了。那你接下来是助陛下一臂之力，还是做一个旁观者呢？让我想想。我熬了莲子羹，我去看看熬的怎么样了。换了身便服，骑着马离开了县衙。秦瑜回到书坊斋，我靠，这古代可全都是木质房屋，要是发现的晚一些，或彻底烧了起来，这一排的房屋商铺恐怕都会被烧成废墟，到时也不知道要烧死多少人。这些人可真是罔顾王法，自私自利，不顾百姓死活。派人跟上他们了吗？他们一出县衙，我们的人就悄悄跟了上去。好，一个也不要放过，重点留意他们和谁接头，别打草惊蛇，我要抓大鱼。是，老大。唉，还是疏忽小看了他们。派人去香满楼告诉素兰姑姑一声，无论是进入酒楼的蔬菜酒水还是伙计，都要严格筛选，别让小人钻了空子从酒楼下手对付我们。早上这边出事后，我们就派了人过去香满楼，那边的伙计现在都是我们自己的人，老大可以放心。可能是他们背后的人给了他们底气，此刻在书坊斋门前闹哄开了，要书坊斋赔钱，还颠倒黑白说书坊斋交不了货，故意放火烧了书坊斋，想要抵赖。秦瑜哪里会给他们好脸色看，直接让部曲出手，把带头挑事的人抓了起来，带到书房斋后院好好审审是谁派他们来的。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不弄死，随你们折腾。你们凭什么抓我？你们还有王法吗？父老乡亲们，你们都看到了，书坊斋这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黑店，大家伙要为我们做主啊！太吵了，把他们嘴巴给我堵上！一群无脑的蠢货！诸位乡亲，我们书房斋开业2个月来，所作所为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卖的纸是什么价钱，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别的县城了，就说我们自己安南县，如今让多少寒门学子用上了便宜的纸，有了这些便宜的纸张，他们就可以练字，练好了字就可以去考功名。咱们安南县城未来可以出多少才子，大家想过没有？我们安南出的才子越多，大家脸上是不是也有光？秦姑娘说的对，我们不能被这些无良商家带了节奏，书坊斋的人都是好人。就是啊，以前买张纸要几十文一张，现在5文钱就可以买很大一张，非常便宜。我们不能被这些人蛊惑了。秦姑娘说的对，我就是来买纸的，以前我练字都是在地上练，买不起纸啊。现在我对考取功名又充满了希望，谁敢动书坊斋，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好了，诸位，你们的小命还是留着考取功名吧。我的书房斋是谁想说毁就能毁掉的。哼，家中还有纸用的，今天就先回去，等3日后书房斋整理完毕再开门时，欢迎大家再来光临。我说秦姑娘，3天之后书房斋真的能开业吗？那是自然。也就是这个时候，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马车轮子的声音。这书坊斋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真的弄来了30万刀纸吧？于丫头，你没事吧？二叔，我没事儿。各位，我们的纸已经到了，你们的马车呢？怎么，是想让我们送货上门，还是压根就没有想过我能够拿出这么多货？把他们一个个给我记清楚了，以后他们要是来书房斋订货，一律按照市价的10倍出货。凭什么啊？凭什么我们来订货就比市场价高出10倍？不光你们来订货高出10倍，要是让我发现谁把我书房斋的纸卖给你们，或者出现在你们的店铺，今后同样以市场10倍的价格计算单价。给他们收银点货，今天如果没来拿货的，明天一律让他们赔偿违约金。我不管书房斋的起火和你们有没有关系，
也不管和你们背后的李家人有没有关系。我不需要证据，你们一会儿回去给你们背后李家带个话，就说我说的。既然敢动我书房斋，就要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你们烧毁了我3万两货物，以及书房斋重新翻修的费用，我也不要多，一共5万两。今日太阳下山之前，给我乖乖的送来，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哟，这哪里来的黄毛丫头，竟这么大口气，要对我李家不客气，还要我赔5万两银子。你怎么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呢？啊，李公子，您来了，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你们不要着急，有本公子在，本司会为你们做。李公子那么喜欢尿，那我就成全你。来人，让李公子好好的在尿里面照照自己长什么熊样。我还没找你，你倒好，这个时候撞上来。既然你这么爱出风头，那我就让你出个够。瞬间又上去了10名部曲，把李公子团团围住。那些护卫想要上去阻拦，也被部曲们3拳2脚的给打趴在地，一动不动。我是李家3少爷，你们不能动我，你们动我，我爹饶不了你们的。把他给我按进去，好好的让他洗洗脑，让他看清楚自己到底长什么熊样。笑话，我勤于报仇从不隔夜，有仇当场就报了，除非打不过。就被部曲按进了马桶里，那叫个酸爽。还不去拿银子取货？怎么让我留着你们吃晚饭不成？于丫头啊，我们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好啊？那李家万一真的撕破脸来针对我们，恐怕我们也抵挡不住啊。二叔，你觉得现在还不算撕破脸了吗？难道等他们把这铺子烧成废墟才算撕破脸吗？他李家人今天不出现还好，谁让他出现了呢？出现了也就算了，还侮辱我，我是那么好欺负的吗？今天我们要是就这么把这口气给咽下去了，那明日他们岂不是要骑到我头上拉屎？张文杰现在虽然有爵位在身，但他骨子里仍然觉得自己还是个老百姓，依然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来处理问题，所以他才觉得和李家撕破脸不好。二叔，接下来几天麻烦你待在这里看着，要是李家的人找来，你不知道怎么应对，就直接不见就好。你是爵爷，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见的，有时候该以身份压人，还是要以身份压人的。好的，我知道了。死了吗？没有，只是晕了过去。要不要我们把他弄醒？不用，你们留下30个人随身保护张爵爷，15个人去酒楼给我盯着，只要有人闹事就给我抓起来送到县衙，把背后的人揪出来。剩下的人跟我回村儿，回去告诉你们家家主，我只给他3天时间，5万两银子不送到我们书房斋，别怪我不客气。走。其余一路回到村里，直接到印刷房。孙二叔，怎么样？这半个月印刷了多少本书？哦，你发明的这个活字印刷实在是太好用了，比以前的雕版印刷好用得多。这半个月来啊，我们一共印刷出了3万册书籍。还不错，我还以为这一天不会那么快到来。既然如此，那就和李家人开战吧。不行，于丫头，李家可是1000年世家，他们与其他家族的关系又非常错综复杂，你贸然得罪他们，恐怕落不得好下场啊。李家传承1000年，经历3个王朝，每一个王朝湮灭兴起，都有他们李家在背后支持。也不是没有朝代君主想要铲除李家，可最终都没有成功。就如我们的前朝大燕王朝，你们都以为是皇帝昏庸无道导致大燕灭国的吗？不是的，其实大燕国皇太子慕容辰，无论是治国还是在军事上以及在朝堂上的能力，都超越了历代的皇帝。就因为他过于优秀，他出台的一些政策对世家来说百害而无一利。这些世家都觉得他如果当了皇帝，
他们这些世家的好日子肯定就要到头了。于是啊，他们就想办法让皇帝废掉了慕容辰的太子之位，并立了被他们操控的三皇子为太子。慕容辰被废后没多久就被世家的人给杀害了。慕容辰的死让燕国皇帝悲痛不已，似乎也唤醒了这位皇帝。原本因为废太子被叫停的计划突然启动，执行起来可以说是强势无比。这些世家怕了，于是就找到新立的太子，共同合谋送走了燕国皇帝。新帝登基，他本来就是草包，不但是草包，还杀害忠良，再加上自然灾害，百姓流离失所，他不但不管，还要增加赋税。就这样，在他登基10年后，我大前太宗皇帝起事，推翻了大燕国，平定了诸侯叛乱，建立大前王朝。而这背后同样是有几大世家出钱出力支持，我太宗皇帝这才夺得了天下。天下平定后，太宗皇帝不想大前不前朝后尘，一直都在想办法削弱世家在朝堂上的势力。可惜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100年的时间，世家的势力不但没有被削减，反而是越来越根深蒂固了。刘先生，我知道你的担心，正因为这样，我才更应该这么做。世家之所以能够把持朝堂，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造纸术和书籍，以及天下大部分的财富。刘先生，你想过没有，总该有人打破这种局面，否则无论经历多少朝代，寒门学子都无法出头，那些世家永远存在，那么这个天下永远都不可能太平。只有天下读书人多了，这个社会才能有所发展，才会富强起来，天下才能够太平。刘先生，如今我们掌握了造纸技术和最先进的印刷技术，难道你就不想借此机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好，好一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你这个丫头都不怕，我怕什么？算我一个，你就说接下来该怎么做。3日之后，我们就会带着这些书，在我们重新开张的书房斋门口，向全安南县的学子们送书。我不但要送，我们还要把活字印刷术传出去，让天下的印刷工坊全部都用上活字印刷。丫头，就这么白送出去吗？对，就是白送。他们世家不是牛吗？那我就让他们知道得罪我秦瑜的下场。另外一边，我要杀了他！给我爹去信，我要书坊斋的人全都去死，特别是那个黄毛丫头，我要活剐了她！奇耻大辱，奇耻大辱！长这么大还没受过如此侮辱。于是李家人又开始查这家纸铺的来历。这不查不要紧，一查就吓一跳，原来就是年前册封的2个爵爷所在的村子搞出来的。他们开始以为是皇上安排的，后来一打听和皇上没有关系，2个爵爷他们并不放在眼里。老三，你家老三还没传来消息吗？今天应该是书坊斋最后一天营业吧？啊，想跟我李家斗，也不打听打听我李家是谁？啊，是的，大哥，李三做事你放心，过了今天，不光书坊斋是我们的，平西村的作坊那都是我们的，那些刁民只能每天起早贪黑的为我们免费造纸，回头我们再拿到造纸秘方，今后李家可以独霸天下所有纸张书籍的生意了。三老爷，三老爷，不好了，不好了！哼，天塌了吗？让你如此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三老爷，不是天塌了，是三少爷被人欺负了，还是您自己看看吧。都给我滚！都给我滚下去！老三，发生什么事了，让你如此气急啊？大哥，你可得为老三做主啊！
瞧瞧你这什么样子，发生什么事儿？你先说来看看。大哥，还是你自己看吧。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她一个黄毛丫头，竟然敢当众羞辱我们李家人，真的是不把我李家人放在眼里。本人派100名部曲去安南县，我倒要看看对方到底有何能耐。大哥，三弟，且慢，这事我们还需商量一番才是。贸然过去，怕吃亏的还是我们呀。二哥，他都骑到我们脖子上拉屎了，你还有空在这里说商业？老二说的对，之前是我们小看了他们，没有部署好就让泽辰去了。这一次我们要好好计划一番，争取一击即中。那大哥二哥，你们说怎么办？这秦羽只是个村姑丫头骗子，居然敢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对他下手容易，可书房斋还是2个绝业的产业。二哥你就拉倒吧，那2个泥腿子也能当爵爷？我看就是陛下糊涂了。老二、老三，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皇上亲封的男爵，我们不能随便动他们。我先书信一封给家主，把我们这边发生的事给他讲清楚，让他向朝廷施压，把造纸作坊交出来。我们这边想办法阻止他们往外售卖1张纸。好，那就这么办。明天我去安南县城会会书房斋那个张爵爷。二哥，明天我和你一起去。哎，王叔，这宅院什么时候可以完工啊？哈哈，再有3天就可以了。现在该弄的、该建的也都弄好了，只要把屋里的废渣清理一遍就可以了。怎么样，还满意吗？很好，非常好，辛苦你们了。哎呀，这有啥辛苦的？我们本来就是干这活的。哎，看来今天又是个大晴天啊。走到一泓道处一看，河坝里的水位下降，没人发现吗？守田的兄弟10天前回去说过，说白亩稻田挺费水的，每天河坝里的水都蹭蹭的往下降。当时我们也以为是田里用水，也就没有在意，没上报。秦羽也觉得是自己疏忽了，没有告知他们注意水位。我记得插秧我们来的时候，这水位还在山边上吧？是的，老大，就在山边那颗大石头边上，现在山上也没有水流下来了。难道真的要遇到旱灾了吗？走，回去。回到家里，闺女，你这是怎么了？爹娘，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已经派部曲出去打探了，希望打探回来结果是好的。不过我们也要未雨绸缪。娘，咱家现在有多少银子？造纸作坊除了支付给工人的工钱，购买秸秆和竹子的钱，现在应该有20多万两。娘，一会儿你拿出最少10万两出来，我让人去外地买粮。闺女，你这是怎么了？这好好的，怎么突然要买那么多粮食啊？我刚去了平西河坝，河里的水位下去了1米多，上游水位原本在山脚下的，现在水位至少下降了30米。现在都6月了，还没有下雨，我担心今年要大旱，所以派了部曲出去到方圆200里查看情况。要都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秀茹啊，拿钱吧，不管旱灾来不来，我们都是要吃饭的，囤点粮食就囤点吧。昨天我去买米，每担1两银子。如果按照这个价格买粮的话，我们可以买10万担。丫头啊，这是多少斤呢？你确定要买这么多吗？娘，你不要算了。如果不遇到粮食涨价的话，就是1200万斤粮食。我们村加上部曲1000人，每人每天1斤粮，能吃最少30年。可是娘，你想过没有？我们不一定能够买来那么多的粮食，还有粮价未必一直保持不变。我们要尽快安排人去买粮才行。那这里有11万两银子，你先拿去用，不够的话，娘这里还有。谢谢娘。相公，旱灾不会真的来临吧？20年前那场旱灾也是如此，半年没有下雨，平西河坝干枯，所有的庄稼都死了，这村里人就开始出去逃荒。
后来听活着回来的人说呀，这外面比我们这里的旱情还要严重，每个村子都是食不存一，哀鸿遍野，到处都是死人白骨，人吃人更是随处可见，人间悲剧啊！京城皇宫里，我大前国开国100年，历代皇帝为了天下百姓，无不励精图治，效益于时，虽无大功，亦无大过。而你却再次将灾难降临我大前王朝，致使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20年前的那场旱灾，百姓饿死无数，惨不忍睹。如今你又故技重施，莫非是想亡我大前？陛下已经站在这里许久了，该回去休息了。赵公公，你说朕这个皇帝做得怎么样啊？奴才不敢。这天下难道就没有一个敢对朕说真话的人吗？起来吧。安南县城，张爵爷，你把价格提上去，你好我好大家好。要是你们还是按照现在这个价卖的话，后果我相信你是承担不起的。李老三，我最后提醒你一次，你们要是还不离开，休怪我不客气。哼，不客气？我还没找你们算账，怎么的，还敢打我不成吗？有本事就朝这里打！把这群狗东西全部给我扔出去！再胆敢靠近书房10步之内，直接打断狗腿！架起李老三等人，像是搓死狗一样拖到了门口，猛地往外一扔。这个狗东西，刚刚在我们店里叫嚣说，要是我们的纸张不涨价，只要我们敢再开业，他就叫人再来放一次火，一次把我们这条街给全烧了。还说他们李家就算是烧死几个人，他们李家也承担得起。想必大家都知道，我们书坊斋的纸张向来都是以成本价对外销售，为的就是让我们百姓家的孩子能够买得起纸，用得起纸，让孩子们把字练好，把书读好，将来考取功名，光耀门楣。可是这李家人却不择手段，先是派人大量订购我们的纸张，订完后不来取，最后是李家人派人一把火烧掉了我们所有的库存。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在大家眼里，可能只觉得我们书坊斋失火，烧掉了纸张，损失惨重。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昨天拿不出他们订货的30万刀纸，我们书坊斋会怎样？我告诉你们，他们会按照合同总价的30%的10倍来找我们讨要违约金，一天也不多，就是27000两，是我，甚至是很多人一辈子做梦都赚不到的数字，而他们李家人却可以。他们就是想用这个办法逼我们交出造纸的法子，控制我们造纸作坊，让我们的书坊斋成为他们的书坊斋，把价格提到和他们纸张一样的价格，从而再次控制天下寒门学子，没钱买纸，没钱读书，阻断我们考取功名的路。大家说，这种人是不是猪狗不如？是不是该打？场面顿时就失控了，每个人都朝李老三以及带来的那些家丁护卫们身上拳打脚踢起来。呀，我踢死你个狗东西！前几天我还在说现在的纸张便宜了，明年我家孩子也能去学堂读书了，现在你们又想垄断，拉高纸张的价格，我踢死你这个黑心的东西！打死他们！我儿原本都要放弃读书了，没想到啊，书坊斋拿出了便宜的纸。这才2个月，我儿都有信心明年考个头生回来。你们想垄断纸张，就是想断我儿子的仕途！我打死你！可不是嘛，我儿明年考秀才，每天都需要大量的纸练字儿，他都打算去找账房放弃考秀才了，是书房斋让他又有了信心。我们不能没有书房斋，打死这群狗东西，不能让他们毁了我们孩子的前途。最后还是李老二带人赶过来，才把李老三给救出来。张爵爷，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你就这样眼见着见死不救吗？爵爷？张爵爷？谁是张爵爷？他在哪儿？你又是李家的人，进我们书坊斋买东西的，合作的是客，
对待前来闹事的那些，我们只当是杂碎和牲畜对待。请问你属于哪一类？你简直粗俗！我就是一平头老百姓，我爹想送我去学堂读书，可是纸张被你们李家把持着，买不起啊。我这是只能当一个庄稼汉了，想让我文绉绉的跟你说话，我也说不来呀。李家的人，要不你来教教我呀？诸位父老乡亲，大家都是同乡人，我刚刚也说了，我就是一个糙人，和你们一样，在平西村种地。去年有幸给陛下送了件宝贝，才得了个爵爷的封号。大家也不用拘礼，就当我还是书坊斋的东家，甚至和你们一样种地的农户都行。张爵爷，就凭你这句话，书房斋我们都不会看着他被李家抢走了。你只管放心，只要他们再敢来闹事儿，我们打着他娘都不认识。就是，张爵爷，跟他们干，往死里干！我们就不相信这天下还是他们李家说了算。大不了我们陪你一起到京城告御状。诸位请放心，只要我还在书坊斋，纸就绝对不会涨价。哦对了，秦姑娘，也就是昨天那位姑娘，她说了，3日之内，李家人要是拿不出5万两银子赔偿我们书坊斋被火烧的损失，我们就对李家宣战，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今天是第2日，明天就是第3日了，大家后天记得叫上亲朋好友过来帮我们助威啊！张爵爷，你说的可是真的？你们就不怕李家报复吗？张爵爷，你说这李家可是世家李家。张爵爷，跟他们干，我们支持你。你既然想把事情闹大，那好，我李家奉陪到底，希望你们不要后悔。我们走。李家那人，记得明日太阳落山之前把5万两银子送来，不然别怪我没提醒你们，你们真的会吃不完兜着走的。狄老三好险没有从马车上掉下来，他上了马车，冷哼了一声，就让马夫赶着马车走了。回到家里，他就大发雷霆：大哥，平西村这群泥腿子简直就不把我们李家放在眼里，他们不但命人打伤了老三，还要我们赔偿他们因为书房斋被烧造成的损失5万两银子。你说他们这不是无赖抢劫吗？老三现在怎么样？有没有问题？大哥放心，老三没事，我已经让大夫把他安顿好了，我才回来的。好，很好。既然他们敬酒不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顾及颜面了。这是你们逼我的。夜渐渐深了，走，我们去那边看看。就在他们离开后，从田垄下面跳上来10来个人，这些人终于摸到了造纸作坊跟前。哼，就这样还想跟我李家斗啊？简直自不量力！今晚之后，看你们怎么死！行了，看人都到齐了没有？到齐了一起放火。瞬间，造纸作坊四周就响起了一声声鸟叫。还真是一群蠢货！大晚上的，你学猫头鹰叫还不会引起人怀疑，你们这大半夜的学百鸣鸟叫，是怕我们不知道你们来了不成？老大，一共来了100人，已经被我们的人全部盯好了，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就能立即把他们拿下。等我命令。人都到齐了，开始行动。打着一束烟花就直接飞上了天空。不好，上当了！大家快放完火车！一个都不要放过，反抗者直接杀了！一个个嗷嗷叫的就朝黑衣人冲了过去，有些黑衣人都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打倒在地，那些反应过来的也顾不着放火了。撤！中计了！大家撤，杀出去！报告老大，一共100名黑衣人全部擒拿，其中有30人貌似反抗，被我们的人打死了。好，这些人就交给你们了，给我连夜审问，到底是谁指使他们来的？我困了，让兄弟们打起精神。要是再有人来，直接在村外就打断腿。我还以为会来什么货色，就这浪费表情。
还有你们，这速度也太慢了，100个人你们也要1盏茶的时间。这次事了，回去给我好好的加强训练，要不然打哪儿来就给我回哪儿去，我不需要废物。部曲们一个个脸色愁苦，还要练，那是噩梦啊！龙平镇一个院子里，他们出去多久了？这都3更天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哎呀，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还没回来？他们不会出事了吧？不会任务失败了吧？只可惜天亮了也没有人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三少爷，我们赶紧走吧，万一他们被抓了，把我们供出来，我们就完了。哼哼，想走吗？你们不觉得已经晚了吗？快带少爷从后门走，我来阻止他们。来了还想走？哪有那么容易？一个不留，全都拿下！李将军才到秦家门口禀报：秦姑娘，俘虏已经招供，他们就是李家派来火烧作坊的。我们根据他们提供的地址，把李家3少爷也给抓了来。你看怎么处置？知道了。李将军，你本就是陛下派来守护作坊的，实话我也给你说了吧。这李家就是你所知的世家李家，不知道你和李家有没有关系？如果有的话，我希望在我没有找你麻烦之前，立刻离开平西村。哦，秦姑娘多虑了，我虽然姓李，但和世家李家并无关系。那好，我就告诉你第2件事，造纸作坊有陛下30%的份额，至于原因你不需要知道。啊，作坊有陛下的份额，那是不是说陛下也要拿李家开刀了？我操，这秦姑娘要害我呀！这么机密的事竟然告诉我，我操了我操！现在就算你是李家的人，我也不怕了。陛下既然让你来保护平西村的造纸作坊，那李家派人火烧作坊，这事儿就交给你办吧。至于李三，这可是最好的证据，不用我多说，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办了吧？末将明白。那你现在就去办吧。哼，李家，你真以为我不敢动你们是吧？好，很好，就是陛下不弄死你们，我也要弄死你们。李家派人火烧造纸作坊的事就交给你了，我还有事，李将军请便。秦瑜和10名部曲走到山里，寻找树木比较茂密、低洼的地方，打开了带来的箱子。一天下来，他根本就没找到合适的水源。这个箱子你们拿着，明日你们继续按照今日的方法出去寻找水源，人手要是不够，你们可以再叫几个。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了。放心吧，老大，我们就是把这黑子山、锅盖山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出水源来。尽力就好。今天一天下来都辛苦了，回去休息吧。怎么办？唉，老大现在心忧的就是旱灾来临。昨天他已经派弟兄们出去买粮了，粮食应该可以买得到，就是干旱到来，平西河坝干枯，咱们的白某实验水稻怕小颗粒无收了。走吧，回去吃饭。吃了饭问问有没有兄弟懂得勘探水源的，明日我们多带几个兄弟上山。秦瑜也坐到了饭桌上。过年到现在那么久没有下雨了，找水源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慢慢来，不着急。爹，你说我们这地下会有暗河吗？我在书籍上看到过有关记载，地下河形成大多是石灰岩地质地貌，可我们这里并不是那种地质，具备地下河的可能性极小。你在山中寻找水源是对的，山林树木茂盛，常年见不到阳光，土壤比较潮湿，水分挥发得慢，或许还真能找到泉眼。至于地下河，可能比较难。爹，你说的对，只是今天我们一连找了许多地方都没有找到，找到的也只是小泉眼，10米深的小洞，等里面的水溢出来，我们硬是等了半炷香。你张大叔在京城，无法给你帮忙。明日你去县城，可以让你文杰叔回来，
他在山里打猎多年，对山里地形比较了解，或许能帮上忙。哎，对呀，我怎么把二叔给忘了？明日我就去把他叫回来，带上部曲去山里面找水源。这傻姑娘，这么干旱，这水源哪里有这么好找的？你以为换个人就行了？哎，老天爷呀，你还是下点雨吧，愁把这姑娘给愁的。哎，这孩子，这心怎么就那么要强呢？啥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就不累吗？和皮西村的平静不同的，则是安南县城一座2进的院子。你们都是废物吗？一天都过去了，让你们找个人打听个事都打听不到，要你们干嘛？都是吃屎的是吗？三老爷，我们把龙平镇周边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三少爷的影子。我们的人也乔装想进平西村，可平西村把守的非常严实，我们根本就混不进去啊！你们这群废物！那你告诉我，那100名部曲还有你们少爷和保护他们的人都去哪儿了？直接人间蒸发了吗？我的儿啊，我的三儿啊，你到底在哪儿啊？我就说了不让你去，你非要去。你现在到底是死是活呀，儿啊？给我派人继续出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老爷，我觉得三少爷不会有事，他们肯定都在平西村被人给关押了起来。你看，我们要不要今晚再派人进去打探一下？不用了，你下去吧。我的儿啊，是爹害了你呀，爹应该拉着你不让你去的呀。商都李家，大哥，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呢？按理说我们昨晚派去平西村的人，他们上午就应该给我们传回消息了，这都1天了还没消息，你说会不会？不可能，那100名部曲可是我们李家的精锐，都是花了高价钱买来的江湖高手，还有很多是受我们家供奉的高手，就算他们被平西的人发现，也不可能一个都跑不出来。大哥，要是我们的人真的折在了平西村怎么办？还有，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没有把银子送过去，明天书房斋那边要是真的对我们李家宣战怎么办？哼，一群泥腿子，他们就是蚍蜉撼树，自不量力，也想撼动我李家。不是我小瞧他们，是他们有那个能力吗？放心吧，我已经快马把这边发生的事汇报给家主了，相信他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联合其他世家向朝廷施压，让平西村这群泥腿子把造纸的配方交出来。大哥，要不我们再去找书房斋，找他们好好谈谈？不必，等家主知道，一定会以雷霆手段让他们知道我们李家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招惹的。第2日天刚蒙蒙亮，把那驴车先赶过来，这些书籍先装上去。那个谁，把车先赶到一边去，别挡住了路。你们几个也进去帮忙搬书。你怎么回事？没看到油灯吗？这要是给打翻了，这一仓库的书还不白瞎了？去，到外边去看着马车，做个事毛毛躁躁的。孙二叔都准备好了吗？老大早。你们都辛苦了。哎呦，于丫头，你怎么也这么早过来呀？吃过早饭了没有啊？我们这儿快装完了。刚刚随便吃了一点，你们忙了一早上，应该都还没吃早饭吧？我带人过来换你们，你们先回去吃早饭，吃了早饭和我一起进城。哎呀，不用，这才什么时辰呢？这农忙的时候啊，天还没亮就起来，到太阳升得老高了，热了，我们这才从地里回去吃饭。现在装几车书那不算什么，一会儿走的时候啊，回去拿张大饼吃就好了。二叔，你就听我的，今天和往日不一样，你们回去好好的吃顿早饭，吃完的饭我们还要往城里赶路，路有点远，很是浪费体力。印刷工坊门口，大家今天辛苦，出发。安南县城，
张爵爷，截止现在李家都没有送来5万两银子，你们今天真的要跟他们开战吗？郑大人，你错了，不是我们要同他们开战，而是在他们火烧我书坊斋的那一刻就已经对我们宣战了，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反击而已。另外，我们平西村不是蛮横霸道的村子，反而村民为人和善，一向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可是现在李家人蹲在我们门口拉屎，我们不可能坐视不理。郑大人，你说呢？这还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老实憨厚的打铁匠吗？难道这就是常言说的时势造英雄？还是说这就是把老实人逼急了？那张爵爷，不知道你们如何对抗李家呢？郑大人，你这一大早是过来打探消息的，这是准备站队李家吗？不，我就是好奇问问，只是问问而已，你别误会啊，我没别的意思。老三，这书坊斋你说是爵爷开的？那是当然，我还骗你不成？爵爷就在里面，一会儿等他出来你就见到了。哼，也不知书坊斋今天会如何对付李家。你们说5万两银子李家赔了没有？这李家也真够狠的，我倒希望他们没有赔，让书坊斋跟他们干。你就站着说话不腰痛，我这2天可是打听了下，这李家可是1000年世家，这书坊斋要是真的和李家撕破脸，那就是以卵击石。是吗？那这书坊斋恐怕要悬了。前面这人是谁啊？怎么看起来有些眼熟？是知府老爷陈大人。对，我认识他，他就是去年微服私访还我们安南地界一片清明的青天大老爷陈大人。啊，诸位乡亲父老，大家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啊！哎呦，我怎么能受得了你们如此大礼仪？大家都快起来吧，你们这是来看热闹的吗？刚好我也和大家一样，都快起来吧，我们一起看看到底会怎么样。陈大人好官呐！要不是陈大人，我们现在还被之前的狗县令、狗知府欺压着抬不起头呢。是啊，陈大人就是我们百姓的父母官啊。下官拜见陈大人。郑大人不必多礼，我今天都没穿官袍，就是来凑凑热闹，大家都不必多礼啊。既然陈明轩说自己是来看热闹的，也就没必要请陈明轩进书坊斋了。陈明轩跟我们走的是比较近，但现在事关1000年世家，谁知道他是什么态度？自己此刻对他热情，外带一会儿站队世家李家，岂不是要被啪啪打脸了？我家老三就是你们书坊斋为了报复我们李家把他给掳走了，想要用他来威胁我们李家。书坊斋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赶快把我家老三给我交出来，否则我现在就把你们书坊斋给烧了。老三，你给我闭嘴！二哥，你终于来了，我家老三被他们给抓走了，已经1天1夜了。老三，你闭嘴！张爵爷，上午好啊！这李三一大早就在这里叫嚣，说是我们掳走了他们家3儿子，现在他又叫你二哥，想必你是来为他撑腰的吧？张爵爷，你说笑了，这都是误会，是我三弟不懂事，他瞎说的。张爵爷怎么会做这种事儿呢？最好是这样，既然你来了，就把你家满口喷粪的三爷带走吧，我可以既往不咎。要是还有下次，休怪我拿爵爷的身份压人。张爵爷，我今天来是想和你们书坊斋合作的。哦，李二老爷是想我们怎么合作呀？你们火烧我们书坊斋，导致我们最少损失了5万两银子，你拿来了吗？张爵爷说笑了，我们李家人怎么会做如此卑鄙的事？纵火的事绝对和我们李家无关。张爵爷还请明察，不要冤枉了我才是啊。就是，张爵爷可不能冤枉我们老爷。至于爵爷说的5万两银子，我带来了。二哥，这银子咱们不能给啊！
张爵爷，银子我不但带了5万两，还多带了5万两，一共10万两。但不是你说的赔偿款，而是我李家入股你们造纸作坊的本金。我们只要你们30%的份额，不参与经营管理，只负责销售。也就是说，作坊造出来的纸优先供应我们李家。李二爷可真是好算计啊！区10万两就想要我作坊30%份子，控制我纸张销售。你这算盘打的，我这泥腿子是不佩服都不行啊！优先供货给你们，那岂不是说今后纸张的定价还是你李家说了算？不能答应李家，不能让他们控制书坊斋，不能让他们定价，大伙儿一起把他们赶出去。诸位乡亲，大家先静一静，听我说。大家听我说，你们现在把他们赶走了或者打伤了，一会儿秦姑娘来了，没了这个戏的配角，这戏还怎么演？还怎么看李家被我们打脸？大家都忍耐一下。也就在此时，轰隆隆的声音从城门方向传了过来。是秦姑娘。他们拉的那是什么呀？那么多马车、驴车，还有牛车。你憨呐！书房斋是做什么工作的？肯定是纸和书啊。这么多的纸和书，书坊斋能放得下吗？人挺多的嘛，这是都来看我打脸李家的吗？哟呵，李三爷，那么快就可以下床了呀？这旁边这位是你找来的帮手，还是你们主家来人了？我说李三爷，你要找人来，也该找个带胡子的呀。人都说嘴巴没毛，办事不牢啊。郑大人，听说你的胡子被秦姑娘拔了，然后你就不必蓄胡了？你，哎，不对，抱歉了，你谁呀？哎呀，抱歉，可能是我误会了。咱们村啊，去年皇上派来传旨的李公公也没胡子，他办事就挺牢靠的。你莫非，郑大人啊，你今后还是留着胡须吧，这秦丫头的嘴皮子，惹不得呀。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站那么远也躺枪。你竟敢骂我太监！看来这李家二爷也是要栽在秦羽手里了。这就受不了了。把李家的人都给我赶出书房斋50步之外，胆敢上前一步，只要不打死，随你们便。只可惜他们压根不是这些部曲的对手，一个照面全都倒在地上起不来。各位父老乡亲，书房斋遭人纵火，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在此我就不多说。今日我书房斋再次装修好，开门营业。为了答谢大家对我书房斋的支持，今日我送大家2样东西，请大家后退5步，给我们的马车留出通过的路，并排好队站好。车队离开，让大家久等了。大家一定都很好奇，这里堆的是什么？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是书籍，是你们孩子启蒙的书籍，里面的字都用拼音注解好了。听说拼音是皇上今年颁发普及孩子启蒙的书籍，据说只要学会拼音，就不会再有不认识的字。即使没有银子送孩子去学堂，只要会了拼音，就能识字。不是听说，是事实啊。这位兄台家中没人读书？没银子买书。可不是嘛，纸张价格下来了，可是书籍依然贵，买不起啊。大家安静，听我把话说完。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知道皇上颁发的政令，但家中依然买不起书，上不起学。今日我告诉大家，书房斋联合县衙郑大人，将在今日起开启文人下乡扫盲活动。我什么时候答应秦羽这个事了？我怎么不知道？郑大人，你之前这一板子打的，怕是这秦姑娘要记你一辈子了。我想大家都不懂什么叫扫盲，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扫盲就是让所有人学会认字写字。
秦姑娘，你说的扫盲我们懂了，可是哪有那么多读书人愿意教我们呀？就是，我们安南那么多人，多数人不多，怎么教？还有，他们都在忙着考功名，怎么可能会来教我们？大家可以放心，我书房斋已经解决了你们的用纸写字问题。那么今日我就来解决你们书籍问题、认字识字问题。郑大人和陈大人已经联合上书朝廷，鼓励读书人下乡支教扫盲。下乡支教的读书人都会得到所有村子村民以及里正和学生们的评分，这些评分将在未来他们考功名的路上为他们加分，评分越高，加分也就越高。人群中的郑永才和陈明轩懵逼了，霎时间反应不过来。陈大人，郑大人，真是我们百姓的好官呐！谢谢郑大人，陈大人。陈大人，我们家是不是也可以出读书人了？爹娘啊，你们看到了吗？我们家世世代代没有一个识字的，人家朝廷要扫盲了，我们家也要出现读书人了。你们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大千万年，皇帝万岁啊！不行，快去阻止他们！一进书房斋，你们真的上书朝廷了？刘秀，我们要是能想的办法解决世家和朝廷千年的难题，此刻还会站在你的面前吗？那你们的意思是？被秦于坑呢？这丫头。刘秀，这个不重要。你可知道秦于接下来的打算？我们要趁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快向京城送信才行。要是这里的消息传出去，怕是世家要坐不住了。秦丫头这次捅破天了。世家肯定会反对，如果陛下一定要推行，怕是世家会起别样的心思。这丫头要是早点和我们说一声，我们也好提前和陛下汇报，提前有安排。这下真有点措手不及呀。要不我派人把李家的人先控制起来。不必了，世家这次可能真的要割肉了。秦于既然敢说出来，他肯定就有准备，李家的人不用我们管。平西村现在还被关着70多人，其中李家3少爷也在里，这个你们知道就行，不用你们管。我要说的是，秦于发明了一种印刷术，活字印刷。两位大人，活字印刷一天可以印书3000册，秦于今天将会把活字印刷术公开，让天下人使用。二位大人，你们可以800里加急奏报了。陈大人，刘兄刚说什么？一天印书3000册？这个不可怕，可怕的是秦于要公开活字印刷，相信印刷工坊会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到时候只要有纸张，天下还会没书读吗？希望这群世家到时候不要再来找秦于的麻烦了。要是秦于再公开造纸术，后果不堪设想啊。是啊，秦姑娘这一招釜底抽薪，够世家喝一壶的。行了，我俩就疯狂一次吧，就以秦于联名上奏。要变天了。是啊，这场风波也不晓得会死多少人。郑兄啊，从此刻起，我们的脑袋就已经不是我们的了，后悔吗？我昨天去找过刘兄，他给我说过一句话，让我觉得十分震撼。哦，什么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吧？一群废物！流民四起，你们想起朕了？早几月你们在做什么？其他几个州郡前2个月都奏章奏报旱情可能会出现灾情，你们豫州朕到现在都没收到奏章，你们到底隐瞒了朕什么？想做什么？来人，把他们都押入大牢，好好的审一审。请陛下息怒，保重龙体。让朕息怒？看看你们都做了什么！刚不是有人上奏说有商家出售低价纸，扰乱市场吗？给朕站出来！朕倒想问问，纸张便宜怎么了？饿死人了吗？有人为此流离失所吗？有人妻离子散吗？
难道比现在的旱灾还重要？诸位大人，豫州旱灾，你们可有办法？皇上，微臣请求前往豫州赈济灾民。那个丫头如此聪明，也不知是否有办法。刘爱卿，你起来说话。其余的4万册书籍已经被领走了2万多册。诸位，我刚说过了，书房斋今日重新开业，我会送大家2份礼物，书籍是第1份。那么现在我就给大家介绍第2件礼物。这件礼物可以说关系到你们所有人今后的生计以及学习。我也不多说废话，有纸笔的现在可以拿出纸笔了。哎呀，这是啥呀？有一股子墨水味儿。这礼物也太大了吧，我们也搬不走啊。这是印刷机啊。对，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就是印刷机。看来有些人已经认出来了。没错，这就是印刷机。不过和你们所知的印刷机不同，我这个是最新的活字印刷机。这就是我送给大家的第2份礼物。秦姑娘，你这是为何？你难道要每人都送1台？就是啊，秦姑娘，这可不是书籍，不好送吧？还有，送了也不一定对有些人有用，雕版1版字的时间都够我们抄1本书了，我们用不上啊。就是，大家先安静。我刚已经说了，这和你们知道的印刷术不一样。我这是活字印刷术，不需要刻雕版，只需要把刻出来的字挑选出来摆盘印刷就可以了。原来还可以这样，从此天下读书人何愁无书可读啊。原本站在远处的李家老2、老3直接说了句完了就晕了过去，被李家下人抬回了住处。今后书房斋的纸就叫平息纸，没听懂活字印刷术的可以到旁边登记姓名，我会派人再次教你们。另外，印刷术的方法我刚进城时已经贴在了城门口，而且我也印刷了1万张制作说明，你们可以来领。秦瑜刚说完话，一匹快马就冲了过来，他跳下马就来到秦瑜跟前，低语了一番：“你到书房斋等我。今日我书房斋重新开业，2件礼物也都已经送出，有需要的可以进去看看，没有需要的这就都散了吧。”说完，他扭头就进了书房斋。这2位，一位是知府大人，一位是县令老爷，你可以把你打探的情况说一下。哎，你直接说。我们4个兄弟骑马往北疾驰，沿途所过荷塘池水都已经见底，地里的庄稼和我们这边差不多，也有已经干死的。我们疾驰200里后，遇到了10几个从豫州逃荒过来的人。什么情况下有逃荒？那就是遇到洪灾旱灾啊。当然还有战乱可以叫逃难，也可以叫逃荒。小兄弟，你说的可属实？你确定他们是逃荒的，不是投奔亲戚的？我确定他们就是逃荒的。我们又往前疾驰了20里，又遇到了100来人，同样是逃荒的。他们说后面还有很多灾民，豫州旱灾，庄稼都干死完了。多谢小兄弟。秦姑娘，我这就告辞了，我要回去提前准备一番。2位大人，你们可有赈济良策？不会是回去计划开仓放粮吧？眼下只有这样，不过还不到时候。我需要回去和我那些幕僚们商量一下，灾民来到安南城之后的救治办法。未雨绸缪是个办法，我是想问，灾民来了后，你们打算怎么办？找个安置点让他们闲着，每天投喂？也只有这样，等到灾年过去再让他们回去。秦姑娘可是有法子，还请秦姑娘解惑。这狗官这次怎么学聪明了？孺子可教也，哦不，此人可教也。唉，若不是亲眼所见，谁能想到我大千一县的父母官会居身向一个16岁的少女请教赈灾之策？唉，还请秦姑娘指点。据我所知，朝廷会拨赈灾款，这笔款项还会非常大。你们应该是收到款后，或买粮，或者是直接发给灾民吧？以往都是这样的，秦姑娘难道是觉得不妥？当然不妥。这些灾民逃荒至此，无依无靠，也没有事做，每天吃了喝，喝了睡，太闲，
两位大人就不觉得有问题吗？没办法呀，他们没有土地，又不愿意落户于此，历年来逃荒的灾民都是等荒年过去，哪来的又回哪儿去？再来灾年又是如此，周而复始。每一次这些灾民吃饱喝足后都会闹事，后来官府就想了个法子，给他们吃的，但是不让他们吃饱，使他们无力闹事，饿不死就行。可越是这样，反抗的灾民就越多。那如果以工代赈呢？以工代赈？没错，就是以工代赈。各地官府不应该为赈灾而救灾，你们把钱粮分发下去，这些人无论吃不饱还是吃得饱的，他们闲来无事都是会聚众闹事的。所以以工代赈就是把这些灾民集合起来，每天给他们分发任务，利用赈灾的钱粮给他们发工钱，这样他们有活干，有钱拿，又有饭吃，还会有人闲着斗殴吗？对呀，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以工代赈，以工代赈，这简直就是赈灾良策呀！秦姑娘，你又立大功了，我这就回去上奏陛下，给你请功。不，陈大人大可不必。你要是想要上报，就说是你和郑大人一起商议出来的吧。文艺女子现在闹出的事儿实在是太多，这个功劳不要也罢。我再次提醒你们一下，大旱之后准有大涝，要是朝廷采用了以工代赈，那就该趁河坝水库、河道沟渠干枯，该加固的就加固，该加宽的就加宽，该疏通的就疏通。至于其他的，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吧。买不到粮食了吗？那我们这一次一共买了多少担粮食？这次我们走得比较远，外面的粮食一天一个价，这次我们只买回来50担粮食。另外，我们这次出去发现，外地过来的灾民越来越多了。咱们安南城下各县都还好，过来的灾民都不多，当地县衙也都统一给安排了。靠近豫州那边的县城，直接就关闭了城门，不让灾民进入。各位兄弟，这些天辛苦了，明天就先不要出去，好好休息几天。说完，他就又去了平西河坝。老大，要不我们阻止那些人，不许再挑河里的水去浇自家的地。不，再等等看，张二叔他们进山还没有传回消息吗？没有。可是老大，要是不阻止那些村民取水的话，恐怕我们的实验田要白瞎，那可是你的心血啊。这话不必再说，我心中有数。要是真的没办法再说。别人穿越就是金手指，就是有空间或者有系统，我怎么就那么命苦，穿越过来差点死在人贩子手上。要不是会些医术，搞不好还会死于天荒。再回到平西村，每天都是想着法子改变村里落后的生活。现在可是有盼头了，还贼老天，你又来个旱灾，不是，你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啊？进山多日的张文杰，他们此刻也是弹尽粮绝。爵爷，不行啊，进来那么多天，我们的干粮都快没了，还是先回去备足干粮再进来吧。看来这老天爷是不想给我们活路呀。行吧，回去收拾一下，备足干粮和粮食，我们再进来。和他们一样叹息的人，还有养心殿的皇上。赵姑姑，今天豫州那边又有什么消息传来吗？启禀陛下，今天没有。老奴觉得二皇子到了豫州，一定会为陛下分忧，处理好难民的事情的。按照时间推测，他已经到达豫州了吧？是的，陛下，二皇子已经出发豫州赈灾5天了，今日应该可以到。希望静武这孩子不要让我失望才好啊。嘿呦，我亲爱的皇帝陛下，他就是一个喜欢耍弄小聪明的人，您对他的期望是不是有些高了呀？是哪里来的800里加急啊？呈上来吧。皇上，您没事吧？启禀陛下，是安南城和安南县来的。快把奏报呈上来。还请陛下恕罪，因为担心路上差错，郑大人和陈大人特意派了小陈3批人加急奏报。请陛下恕罪，陈大人也是担心小陈在路上遇到灾民，
特意派了小陈二人加急进京。皇上没理会他们，而是先看了看密封的期蜡，撕开了信封，从里面拿出的正是陈明轩在府衙和幕僚们商讨完善后的以工代赈的奏章。哎呀，好啊，好一个秦瑜，好一个以工代赈，我大钱有救了！好，赵公公，赏他们5人每人300两银子，下去好好休息。5人听到皇帝说赏后，再也坚持不住，直接就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哎，他们这是怎么了？回皇上，还有呼吸，可能是受伤太重，或者是赶路太累，晕过去了。受伤？800里假期也有人敢阻拦？快带下去让御医看看。5人被抬下去后，皇上继续拆剩下的信。第2封和第1封一样，但他还是看了一遍，看完还是高兴地笑了几声。可是拆开第3封信，他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如果没有遇到旱灾，他看到这封密奏可能是高兴的吃好大碗饭。赵爸爸，你看看吧，你说朕该怎么办？奴才不敢。行了，起来吧。那些大臣听到800里加急，应该都到了宫门外候着了吧？让他们进来吧。待百官到齐，启奏陛下，近月来我国各地旱灾严重，庄稼欠收，灾民流离，民生困苦。朝廷虽已赈济钱粮，然各地灾民众多，钱粮有限，未能尽解灾民之困，且灾民长期无所事事，恐生变故，亦非长久之计。微臣深知陛下忧国忧民之心，故斗胆进言。微臣有一策，可解灾民之困，又可为朝廷节省钱粮。微臣恳请陛下以工代赈，以解灾民之困。朝廷可借此机会召集灾民，兴修水利、道路、城池等工程，以恢复各地之元气。如此则一举两得，灾民得济，工程亦可完成。以工代赈之举，不仅可解决灾民之温饱问题，亦可为国家之建设做出贡献。微臣恳求陛下三思，采纳微臣之建议。陈明轩、郑有才联合锦奏。不是赵公公没有读出秦瑜的名字，而是皇上把有关秦瑜的文字给划掉了。以工代赈，好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陈明轩是陈大人之子，这郑有才又是谁啊？陈大人养了一个好儿子呀！以工代赈，治国良策也。好，既然诸位大人都没有异议，那就下去拟定章程，将其定为我大前国策，昭告天下，快速推行，不得有误。吾皇圣明。好了，都退下吧。秦国公、陈国公、刘大人、陈大人留下。哎呀，秦丫头啊，你真是让朕既高兴又无奈，你可真会给朕出难题呀！你们4人都看看吧，给朕拿个主意。这个秦瑜啊，给朕出了个大难题呀。事成，我大前从此不再受世家约束；失败，我大前恐怕要亡在朕的手上。皇上，末将随时听候调遣。嘿嘿，只要陛下一声令下，末将就亲率大军把世家都给围了。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只要他们敢反抗，我就送他们去见太祖。你送他们去见太祖，是去告朕的状吗？哼！此刻进山多日的张文杰正愁眉苦脸地站在秦玉面前。张二叔，你们进山才几日，不必灰心。如果水源好找，也不至于出现干旱。以前我和你文建叔进山打猎，那山上
哗啦啦的水流个不停，好几个泉眼往外喷水。这几天我和部曲们都去看了，挖进去10几米、20几米都没有任何反应。唉，怎么就突然这么干了呢？没事的，二叔，我们慢慢来。实在不行，平西河坝的水就通知咱们村的人先不要再挑水浇地了。干旱太严重，浇那么点水也是没用的。至于其他村子的也给禁止了吧。要是秋收无望，朝廷会发救济粮，我们水稻收下来，我们也会给他们发粮食。还有，我最近不是买了大概有6万担的粮食吗？应该是足够应付附近几个村子度过今年的旱灾了。唉，也只能是这样了。我一会儿去把附近几个村的里正叫到一起商量一下。可以。同时你要告诉他们，平西河坝的水位下去后，我们还要继续加高加宽河坝，加深河床。我的目标是把河坝的容水面积达到100亩，旁边的田和地能毁就毁了。要是能够把容水面积达到200亩就更好了。于丫头，这样一来要毁多少地啊？那周边可都是皇上赐给你的永业田啊，就这么给毁了？二叔，我意已决，这个就不用再说了。要是能够让平西上下游的百姓安居乐业，就是把我的田地全部都规划进平西河坝，那又何妨？于丫头，你让二叔佩服呀。二叔，你啥时候也学起了文人一套了？真是越来越有爵爷的份儿了啊！那我是不是也要回你一个礼呀？于丫头大可不必，我就是被你说的话感染了，所以就不由自主的想学他们拜一下，以表敬意。二叔啊，我还是喜欢你之前的样子。这1个月来，平西河坝的水即使附近村子不再来挑水浇地了，但下降的依然很厉害。宋大伯，这100亩水稻正在关键时期，每天一定要派人看好了，控制用水量。现在7月中旬，再过2个月稻子就可以收割了。河坝里的水最多能够坚持1个半月，不过也差不多了。哎，小鱼，你就放心吧，我天天都巡视不下10次。现在我和部曲们都住在了这边，日夜看守。哎，我保证啊，这些稻子全都能丰收。赵大伯，这可是要辛苦你了哦。你的那10亩水稻现在不管了？管呢？怎么不管呢？我每天都要跑10几趟呢。早知道今年干旱，当初就把我那些秧苗拔过来栽在这边喽。那赵大伯，你可要看好了哦，今后咱们村吃到高产大米，可全要靠你了。小鱼啊，你放心，我一定能让大家吃到高产粮。我原本打算今年出去前往江南盛产水稻的地方走走看看，采集点稻种回来。如今这旱灾呀，实在是不安全，我也就打消了念头。赵大伯，你这样是对的，无论是做什么都要先保全自身，只有自身安全了，才能够成就大事。你放心，只要你出去，你给我说一声，我给你找10名最厉害的部曲跟着保护你。真的吗？你也支持我出去寻找良种吗？到时候你真的派人跟我同前去。哎呀，这下可好了，你大娘应该就不会再拦着我了。当然了，大伯，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是不是每件事我都说到做到了？你就放心吧，也让大娘放心。只要你出去，我一定派10名部曲跟着你，帮你打下手，并且所有的开销都由我来承担。不，小鱼啊，我自己出去，我自己承担花费就可以了，不用你承担的。哎呀，我说老赵啊，你就听于丫头的吧，出门在外花销大，你这份开销啊，也不让于丫头一个人承担了，就让我和于丫头一块承担啊！你到时候啊，可要记住安全第一，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第一位。那就多谢2位了。哎呀，你呀，咱们都是打小一块长大的，那么客气做什么？来到了平西河坝上游，大家都辛苦了，要是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可别累着了。
有个老汉灰头土脸地走到秦瑜和宋明远跟前，刚要跪下，老伯，你这是为何？是被人欺负了吗？还是家里有什么难处？你尽管说出来即可，不用下跪的。我们平西村不习这一套。哎呀，秦姑娘，宋爵爷，我们一家是从豫州逃荒过来的。路上我爹我娘以及我兄弟都没有挺过来，我家老婆子也是得你们大救才活过来。我想问问，我能不能带着我家老婆子，还有我兄弟家的孩子，一共6口人，在你们这边落户啊？我想很多人都跟这位大伯有一样的想法吧，都站了出来回答是。可以是可以，你们有些人是未经过官府的分发就到了我们这边来的，村里也都为你们登记上报给了官府。你们要是想在这边落户，一会儿就找你们的班头登记，回头我再统一上报给官府，由他们统一分发，把你们落户在何处。能不能直接给官府说，直接落户在平西村？这个我们村里是做不了主的，不过大家可以放心，不管是我们安南县的县令，还是安南城的知府，都是一心为民的清官，他们一定会妥善安排你们的。相信在他们的治理下，安南一定会很快恢复生机，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什么声音？赵将军可是觉得这些女子不好看不漂亮，你若不喜欢，本王这就给你换。换！停下，都停下，乐器歌舞都停下。赵将军，你想干嘛？你看不起本王吗？你信不信本王禀告父皇撤了你的职？大将军，不好了，灾民哗变已经冲进城门，守城的兄弟抵挡不住，已经朝我们这边冲来了。大将军，你看该怎么办？你在胡说些什么？就那些吃不饱的灾民，他们也敢哗变，也敢反抗？是谁给了他们狗胆？他们这是不想活了是吗？拿我的剑来，我要去砍了他们的脑袋。走，跟本王去杀敌。来人，保护好二皇子。二殿下，你在屋里好生待着，我这就带人出去灭了这群灾民。来呀，情况不对就带着二皇子从西门出城。快随我回去保护二皇子，撤！一夜之间，豫州城历经灾民抢夺，民不聊生。次日清晨，我们要为自己而活，朝廷不管我们，我们就自己管自己。反了，去别的地方抢粮食去。我们要活着。就这样，豫州的灾民弃掉了豫州城。这天，他正在学堂里劝阻刘远瑶不要在这个时候出门游学。秦姑娘，我知道你的担心，这不外面在你提出以工代赈的良策之下，灾民们不都得到了很好的安置吗？你再给我几个部区，应该是不会有危险的。刘先生，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等到旱灾过去，就算你不出去，我也会让部曲带着你出去。所以今年你就好好的待在村里，哪儿也不能去。你不让我出去，为什么还让自己的老爹秦正去了京城赶考？老大，我们派出去的人刚传回来消息，豫州半个月前灾民发生哗变，攻破了豫州城。这半个月来，这伙灾民四处流窜，队伍已经汇聚到10万之多，正在朝我们安南城而来。半个月，豫州城不是二皇子在那里赈灾吗？他是吃干饭的吗？还有，豫州的守军呢？就看着这些灾民壮大。刘先生，我只说最后一遍，旱灾不除，你不得离开平西村。说完，他留下2名部曲看着刘远瑶，不让他出村，就走了。赵公公真没事儿，传陈国公和秦国公，还有刘勋刘大人，还有陈大人，让他们进宫见朕。哎呦，我的陛下呀，你说话都虚弱成这样了，怎么还说没事儿啊？哎，让我躺一会儿缓一缓，你快去叫他们进来。老天爷啊，你这是要亡我大钱吗？给皇帝请了脉，得出结论是皇上最近过度焦虑，睡眠不足。
所以几人来的时候，皇上在他的龙椅上已经睡着了。几人也不忍心打扰，只能在殿外等着。赵公公，秦国公他们还没来吗？启禀陛下，秦国公、陈国公、刘大人、陈大人已经在殿外候着了。让他们进来吧。几人进来，刚要跪拜叩见。行了，朕也就直接说了，找你们来是因为豫州城沦陷的事儿。如今晋武下落不明，豫州叛乱还需要有人去处理，灾民还需要人去安置。四位爱卿有什么主意啊？末将愿往平叛，微臣愿往安置平复灾民。四位爱卿行起吧，你们说朕是不是教子无方啊？让他去赈灾，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四人低头无言，这是皇上的家事，他们实在难以评判。也罢，那就有劳陈国公率军去平叛了。秦爱卿，世家那边最近有什么动向？起初以李家为首的世家官员，他们是打算向朝廷谈和，不知为何后面突然就消停了，末将还在查。他们没有乱就行，咱们就当不知道。陈爱卿，朕就封你为豫州钦差，跟着陈国公一起去豫州吧，给我好好查查豫州动乱和世家有没有关系。刘爱卿，你就和秦国公一起查查世家有什么阴谋。朕累了，你们下去吧。其实皇帝已经猜测到，这些肯定和皇位之争有关。如果自己一意孤行，力挺秦虞，力挺安南县，恐怕他这个皇位很快就会被人拉下马了。至于为什么消停，这背后肯定是某股势力达成了协议。太子和四皇子最近都在做什么？太子最近一直在东宫和太傅学习，没有出过宫。四皇子自从宋文建训练御林军开始，他每天就跟着训练，这2个月也没有离开军营。御林军训练的怎么样了？里面可还有其他人？陛下，今日这天气不错，陛下不如移驾前往军营看看，也好缓解一下心情。另外，里面的人也都清理出去了，陛下可以放心。那好，朕就听你的，去训练军营看一看。秦虞刚从学校出来，就碰到了前来找自己的陈明轩和郑有才。你们怎么来了？我们就是来看看，平西村这边灾民有数千，我们担心这里出乱子。平西村这边不用担心，你们来的正好。朝廷是怎么回事？豫州造反的灾民就这样让他们不断壮大吗？还有，地方的军队都是饭桶吗？朝廷并非不管，估计是有人封锁了消息，京城未必知晓此事。另外，地方军队的情况你可能有所不知。自20年前那场大旱以后，朝廷国库每年都很紧张，根本无法给地方发军饷。后来，地方军队只能自给自足，从而导致不少军队与地方官员勾结贪腐。人啊，没钱可以拼命厮杀，有钱了就比较惜命了。难民军正好是没钱没粮的一部分人，而当地军经过20年的积累，有些军队将领不可说是富可敌国，也是富得流油。他们不再是不怕死的将领，而是怕死的有钱人。所以，听到渝州造反的难民长驱直入，还没到他们管辖的地界，他们就先带着钱粮跑路了，留下来的都是些虾兵蟹将。加上多年来他们的军饷都不是朝廷发放的，自然也就不甘心抵抗。就这样，以林慕白为首的造反势力日渐壮大。你都知道这些，难道朝廷就不知道吗？难道朝廷对这些贪腐就不管吗？算了，我问也是白问。听说这群造反的军队径直朝我们安南而来，
商都全境的守军能够抵抗得住吗？不对，他们会抵抗吗？秦瑜几乎是被气糊涂了，说话都有些自问自答起来。他能不气吗？原以为自己穿越过来的是个太平盛世的朝代，没想到也是个纸糊的朝代。一场旱灾就暴露出了这么大的危机，要是这个时候出个18路反王，那大秦岂不是直接就灭国了？难道自己不但要抗旱，还要逃难？陈明轩也是比较头疼的。我和郑大人过来的另一件事，就是因为林慕白而来，我们想看看你有什么想法。不是，陈大人，你是不是觉得我无所不能啊？林慕白的难民军有10万之多，你看看我们平西村现在这个样子，是有办法抵抗10万大军的吗？还有，这不应该是你们官府的事吗？你问我这个小老百姓，不是笑话吗？郑大人之前是领教过秦瑜的毒辣性格，所以此刻只听不说不张嘴，生怕被秦瑜再把他刚长出来的胡须给拔了。那秦姑娘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我没有办法，要是那些难民军来了，我大不了就带着我娘还有我弟还有我表姐他们躲进大山里，至于其他人我是没有办法，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说完，他直接错身从两人身边走了过去，不再理会两人。叫上100个兄弟跟我去平西河坝，要是那些难民敢闹事，直接往死里打，打完连同他们的家人一同赶出去，让他们自生自灭。我要给大家说件事，这件事关乎大家的生死，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们。这是发生什么事了？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部曲？谁晓得呢？听听秦姑娘怎么说，总不可能要赶我们走。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要告诉大家，就在刚刚，我们派出去的部曲回来告诉我，豫州城，也就是你们的老家，半个月前被一个叫林慕白的人带着当地的难民造反了。秦姑娘，我们虽然是豫州那边过来的人，但是他们造反和我们可没有关系啊！我们都来这里很多天了，你们可不能把我们当成造反的灾民对待啊！就是，秦姑娘，我们只想好好的活着呀！大家都安静，听我说，我并不是说你们和造反的人有关，我是想要告诉你们，那些难民军聚集了10万之多，已经朝我们安南城过来。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打到我们这里来，但我要提前告诉你们，如果他们打过来了，我们也不一定有能力保护得住你们。如果你们有人要离开的话，我们会为大家准备路上吃的口粮，大家可以领完离开。另外，留下来的如果想要学着造反的话，我们平西村的部曲绝对不会客气，轻则会暴打一顿扔出去，严重的打死我们也不会负责。秦瑜说完就不再理会他们，被10名部曲保护着离开了平西河坝。真的就拦不住了吗？来不及了吗？再有1个月就好，哪怕商都郡能够抵抗1个月也好。老大，到时候实在不行，你就带村里的乡亲们进山，给我们100来个弟兄在这里守着这片稻田。不用，就算你们以一敌百，我们所有的部曲抽调回来也挡不住难民军的。他们就如饿狼扑食一样，走到这一步，他们早就把生死置之身外了。现在他们在新州城休养，新州城距离我们这里快则5日，慢则10日。让派出去的侦察兵加紧探查，情况不对就即刻回来通报，我们退进山里去。让那些还在挖河坝的百姓都回去歇着吧，歇好了，该逃命的就逃命去吧。老大，这群人是之前问你能不能落户平西村的老汉的同乡，他们一起来的，官府没有把他们安置到平西村，但给他们安排在了旁边的村子。他们说不逃了，反正伸头缩头都是一刀，没那个力气，还不如在这里多挖1镐头泥巴，这平西河等到雨季也就多存1镐头的水，即使他们看不到了，也想让后来人活得好一点。那就不要饿着他们，等到我们撤进山里的时候，记得把他们一起带进去。你们2个怎么又来了？我们是想来和你说个好消息，那就是陈国公挂帅，不日就会达到新州城。这段时间，我也和当地的驻军不断交涉，他们答应向新州城增兵，
和其他的府城驻军一起将叛军堵在新州城，等待陈元帅大军到来。这应该是好事，可看你们这愁眉不展的模样，是还有其他的事吧？秦姑娘，你说的对，我们还有其他的事，那就是大军需要粮草，所以来请你帮忙的。感情你们是来打我粮食的主意啊？我们也不让你白给，我们可以出钱买的，只是这银子现在给不了你。好，不过你们需要给我打借据，等这件事了，你们必须还我。另外，我只能借你们4万担，我们自己要留2万担。那就多谢秦姑娘了，这件事了，我一定上奏朝廷，为你请功。请功就算了，我只希望朝廷能够肃清吏治，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不要再像纸糊的一样一戳就破就好。2位大人想过没有，假如这反贼再多出几路，那请问如今的大浅军队、大浅朝廷能在这场风雨中飘摇几下呀？记得叫你们的人来拉粮食，另外还有欠条，我们是不负责往外送货的。这群狗东西真是可恶。将军，怎么办？我们再不阻止的话，这些灾民可全部都出来了。再等一等。将军，不能等了，这些妇孺一字摆开，明显就是在掩护背后的反贼出城，再等我们就真的拦不住了。然而下一秒，新州城突变，从城门里冲出来一大群骑兵。怎么回事？城里怎么会有骑兵？不管了，所有人听我命令，放箭！只可惜时已晚矣，那些骑兵已经冲出了城，他们就像是脱缰的野马，疯狂地朝围城的士兵冲了过来。这群士兵都是饭桶吗？怎么连吃不饱饭的灾民都打不过？围城的将领开始下令撤退了。这一退，那些反贼的气焰更加嚣张了，一个个不怕死一样的咬住了士兵。商都军队死伤无数。队长，我们现在怎么办？就这么退回村子里吗？不，我们从山上跟着这群人，大家注意掩护配合，别被敌人发现了。距离安南城越来越近，他那种预感也就越强烈。所有人快速撤退！你们5个快速回村，通知村里的所有人全部进山，还有李家那些俘虏也全部都绑了带到山里去。在我回去之前，不能给他们吃的，一天让他们喝1次水就行。李家人，你们最好不要是我想的那样，要不然我归去时，别怪我拿你们祭旗。队长，怎么了？我们不跟了吗？不跟了，直接回安南城，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宋俊浩、宋俊峰，这些兄弟们都交给你们了，我要出去进城一趟，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去。老大，让我们跟你去吧。不用，让李想和李明2兄弟跟着我进城就好。大概15分钟，他们3人出现在了安南城门口。走吧，进城。可能是他们比较幸运，刚到城门口就遇到了出来巡查的陈明轩。秦姑娘，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这里说话不方便，我们找个方便的地方说话。秦姑娘，现在就剩我们2个了，你可以说了。我从新州城一路尾随造反的队伍过来，这一路走来，我越想越不对劲。怎么不对劲啊？我觉得这群人是有组织的预谋，我觉得他们就是冲着我们平西村来的，确切是说，有可能是冲着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来的。不能吧？现在的纸张都这么便宜了，他们还来抢你的作坊干什么？还有，这未免也太兴师动众了吧？你不觉得奇怪吗？如果他们想要造反的话，完全可以北上，或者去其他比我们这边富足的地方，特别是在新州城。到了新州城，去任何一个方向都比我们安南富足，可他们恰恰一路往我们这穷的鸟不拉屎，四面又全是山的安南城而来。请问陈大人，他们图什么？图这里山高林密吗？还是想在这里扎根扩大队伍？你我都知道，如果要养兵的话，豫州郡能够养兵的地方多了去了，何必要跋涉千里来安南？秦瑜正在城楼上跟陈明轩商量事儿呢，
城门外就有匹快马疾驰了过来。启禀陈大人，我奉我家将军之令前来告诉陈大人一声，叛军改道去了安南县。他们什么时候改的道？距离安南县还有多远？有没有探查到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你起来回话。我们并没有打探到他们的目的地。我们将军说他们在大富山转道，如果翻山过去，那边只有安南县，没有别的地方，所以他推断这些反贼是去安南县。至于去做什么，他也想不清楚。秦瑜不再等他把话说完，都没跟陈大人告辞，就叫上李想和李明两人下了城楼。就两人解开了马绳，一人骑着一匹，牵着一匹。等到看马的马官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冲出了城门。不用去追了，通知下去，所有的灾民和原住民，此刻起不许进出城门。看来还真是有人坐不住了呀。希望这一切都还来得及。大夫山山坳处，慕白兄啊，等我夺得了皇位，我一定封你个异姓王当的。你这个办法实在是太好了，任谁也想不到我们的目的是一个小小的村子，只是这样有点大材小用了。哎呀，二皇子此话差矣，杀鸡用牛刀，这才能杀得利索。等我们拿下平西村，小娘子还不是任你蹂躏吗？慕白兄说的有道理，我们先去灭了平西村，再把那秦羽掳了，以后给我做个丫鬟，天下执掌依然掌握在我们手里。咱们再一路北上，逼父皇传位于我，以后大钱就是咱们哥俩的了。陈国公带领的10万大军也已经到了安南地界。元帅，这群叛军甚是奇怪，您说他们为什么要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刚才探子来报，他们进山了。哎，老夫也是纳闷儿。你说他们进山了，不是去安南城？元帅，不是。末将也不知道他们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山的那边只有一座贫困的安南县，下辖的村镇在20年前那场旱灾之中，家家户户食不存衣，无论是人还是经济，到现在都没缓过来，十分的贫苦穷困，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末将实在是不懂啊。你刚说什么？山那边是安南县？是的，元帅。您看，这是安南县地区的地图，上边标得非常清楚。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们怎么可能是去那里？元帅，您怎么了？来呀，传令下去，让所有士兵加速前进，必须把他们拦在龙平镇之外。老大，不用着急，我们应该来得及。那大富山要想翻越过来，没有那么容易。翻过了山，他们到村里也要好几个时辰。我知道了。花了那么多心血，生活才得到改善，就这样要没了吗？看来还是自己太仁慈了，不想打破这个世界的平衡。要是早日把炸药搞出来，今日还有何畏惧？但他们知道，反贼林慕白带着10几万难民的队伍来了。撤吧，都撤回山里去。老大，不能撤，这里可是你大半年的心血啊！我们就这么撤了，你的心血岂不是白费了吗？撤吧，你们撤回山里，我留在这里。老大不走，我们也不走，就让我们一起跟他们拼了。对，就是拼了，杀一个够本，杀2个赚1个，让我先去取了林慕白的脑袋。你们真的不怕死？不怕。好，既然如此，那就和我一起守护咱们的村子，咱们的稻田。接下来秦瑜就开始给他们分配任务。分配完任务，秦瑜提着自己的箱子，独自去了一个视野开阔的高处。这就来了吗？希望你们不要太让我失望。通过狙击镜看向反贼的队伍，骑在马背上的林慕白看向旁边的二皇子。二皇子，你不是说平西村有自己的部曲吗？而且里面的部曲都可以以一敌10，
可是刚刚前去探路的人说，村子里并没有发现有人啊。这不是正常的吗？我们可是带了15万大军而来，他们部曲再多能多过我们？再厉害还能是铁做的不成？遇到我们不跑，难道要以卵击石自寻死路吗？二皇子你说的有道理，村里人都跑了，我们来了还有用吗？那造纸术要是没有人，我们也得不到秘方啊。哎呀，没事儿，我带的人里边有懂得造纸的，只要让他们到工坊里转上一转，2、3日绝对能弄明白他们的秘方。这个时间是不是太长了些？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在这里浪费。朝廷就算是再迟钝，应该也知道了我们造反的事。要是他们派来的大军在这里，我们恐怕抵挡不住呀。嘿嘿，没事儿，父皇只要不派那些国公领兵出战，有我在就不怕。大哥不好了，我们后面10里有大量的军队，还有骑兵正在朝我们追来。慌什么？不就是一群虾兵蟹将吗？让兄弟们加快脚步，快速前进，另外留5万人在这里阻挡。二皇子，要不要我们比一比看谁先到达平西村？好啊，那咱们就比比看。话音刚落，他们就打着马狂奔向平西村。通过狙击镜看到这一幕的秦瑜笑了，哼，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你们不脱离大部队，我还真就拿你们没办法。现在很好，区100来名骑兵也敢闯我平西村，真是不知死活。学着鸟叫传递自己的消息，很快不同地方也传来了鸟叫声，表示他们收到。500米，450， 380， 320， 230，够了。秦瑜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连续2枪点射跑在最前面的2个人。2人落马之后，立刻就有人想要上前救援。秦瑜毫不客气地扣动扳机，子弹从他们的胸口一一穿过，不见踪影。秦瑜打了一个响亮的口哨，隐藏起来的部曲们飞速地窜了出来，冲向前面的骑兵队伍。先把那2个人抢过来。而就是这个时候，100来名部曲就在他们四周突然的出现，一个个犹如猛虎又犹如饿狼一样冲向了他们，一个不留。你们的首领已经被我们拿下，朝廷派来的10万大军有陈国公挂帅，已经到了你们身后。难道你们真的就不怕死吗？我投降，不要杀我们，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啊。全部分开，把你们手上的武器堆放在中间，然后回去蹲好，我可以保你们不死。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就是，你只是一个黄毛丫头，我们凭什么相信你？秦瑜刚要说话，从远处村子里又有几10匹快马朝他们这边疾驰而来。既然我不能让你们信服，那皇上亲封的2位爵爷呢？于丫头，你没事吧？宋大伯，张二叔，我没事。你们怎么来了？于丫头，你真的没事啊？我真的没事。这2个蠢货带了100来人脱离了大部队，这边刚好进了我们的埋伏圈，被我们当场就拿下了。他命50名部曲骑上马朝灾民后面跑去，边跑边喊林慕白已经被俘虏，其他头领已死。就在这种情况下，难民们觉得带头的都死了，他们也就觉得没救了，纷纷放下了手中的棍棒、锄头等物，投降了。50名部曲一直跑到和陈国公的人接触，才停下马。陈国公，我们老大说了，这些灾民就交给你们尽快遣返，他不想在安南甚至在安南城见到他们。另外陈国公也可以回去了，他就不来见你了。咋的了？他这是不买我的账，怪我来晚了吗？带我去见见你们这位秦姑娘，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有如此本事，不费一兵一卒降服了10几万的难民军。陈国公走后，前来灭贼的10万将士就像是做梦一样。
我们不是来灭贼的吗？怎么变护送灾民了？陈国光刚骑马走到前面，一眼就认出了被秦羽踩在脚底下审问的二皇子。说，是谁指使你们来的？再不说，我现在就弄死你！女侠，女侠，刀下留人呐！怎么，老将军，你认识他？陈王，陈王救救我！哟，这戏感可以啊！要在现代，说不定能拿个奥斯卡金奖呢。哟，你们果然认识啊！来人，把这些人都给我赶出去！把刀都放下！呵呵，想必你就是秦羽吧？我在陛下面前可没少听到他夸奖你。还有啊，你那个蜜蜂，也是我和刘大人、秦国公以及陈大人给陛下出的主意。要不，你看在陛下的面子上，请容我借一步说话。都安静的待着，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的。给我往死里打，但别打死了，给他留口气回京城就行。老大，就让我们来教训他可好？好，你们打吧。你们也跟着陈国公回京吧，不需要待在平西村了。是，老大。陈国公，别怪我没给你面子。如果早一点出来阻止，我平西村也不至于陷入如此险地。要不是被我们拦着，恐怕我们平西村今日就不复存在了。陈国公，村子我就不请你们进了，我们就在此别过吧。陈国公，还是请回吧。这秦姑娘的脾气我懂，说出的话从来就没有回收过。她这是对我们的军队失望了呀。就真的没办法了吗？没办法了，这丫头很记仇。当初郑有才冤枉她，打了她一板子，她直接拔了郑大人的胡子。那我只能回去了。只能回去了。一会儿村里的部曲全部出来了，更没有办法进去了。咱们总不能硬闯不是？哎，真是位有趣的丫头。也罢，来日方长。嘿嘿，我说你小子不错，你爹现在也出任了豫州钦差，好好的干，前途不可限量。老大，人都退走了，陈知府在村外求见。不见，让他回去吧。可是商都李家此刻就不平静了。你这个混蛋玩意儿，尿裤子了找我做甚？管家，门外面，你这说话都说不清，我要你有什么用？人头啊！二老爷，三老爷！跑到门口，他也被眼前的一幕吓得浑身发抖，差点也尿了裤子。快，赶紧去通知老爷！此刻的平西村也迎来了新的一天。哼，有意见给我憋着，要是不服就搬出平西村。至于投奔的人，直接找官府去，让官府安排。你是说村子外面来了几百人，说是来当部曲的？是的，老大，他们都是附近村子的，有很多都是来我们这边做过工的。那你们有告诉他们，到我们平西村当部曲，随时都有可能送命吗？说过了，我们还说了训练非常的苦，他们都说不怕。带我去看看。宋大伯和张二叔呢？他们知道了吗？他们就在村口，也是等你过去拿主意呢。说话间，两人就骑上了马，快速朝村口奔了去。怕不怕死？怕不怕累？不怕。很好，那都听我命令，家中独子者站出来。很好，就你们10几个吗？还有没有？要是被我查出来你们在骗我，今后你们全村人都不可以到我们村子里来做工，包括修平西河坝的。好家伙，又出来了至少20个。好了，还有没有？我不想再问第3遍。这一次再也没有人被推出来和被举报。好，你们都有自己村里的证明，以及村子里5户以上人家的证明材料吧？有的话，现在就可以拿在手里，一会儿排队检查完，就可以跟着我们的人离开了。
没有证明的，现在就回村里开完再来。他回到村里，直接去了打铁房。张叔，我昨天让你帮我做的铁管子做好了吗？哎，于丫头，你弄这个干啥用啊？张叔，你等着看吧。张叔，你们谁有兴趣，这个玻璃就交给你们了。这个叫玻璃，通过吹拉可以做出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包括我们喝水用的杯子。哎，我们真的可以自己做吗？你真的交给我们吗？就是个小玩意儿，你们要是不怕热和累，拿去做就是了。你们都识字吗？算了，不识字也没关系，看得懂图纸就行。我们这些人最近半年也去学堂或者跟孩子们学了下认字儿，简单的字儿也认识了几个，认不全。没关系，不认识的不懂的来找我就行。这个就是玻璃制品的方法，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的图片，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铁管子。你们通过这个铁管子往玻璃里面吹气，就能够吹出这个图纸上的造型。我一会儿让张二叔给你们准备材料，我这点材料就留给你们练手了。这两个是平面的，就像我们的纸张一样平的，你们也帮我弄出来。旁边还有制作方法，你们就先尝试着做碗口那么大的吧。他刚离开打铁房回到家里，姑姑，小钟还小，逃学也属正常。他不也说了，学堂先生教他的他都会了，在学堂觉得没意思才溜回来的吗？锦衣，你放开我！你都不知道，自从他爹去了京城之后，都逃学多少次了，气死我了！你放开我，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他就是不打不成器。表姐，你让开，让我娘打，打死我算了。那学堂的先生教的我都会了，为什么还要去学堂？我要去山里，我要去学武艺，在学堂有什么用啊？天天就会知乎者也，知乎者也的。我们被贼人欺负了，就只能躲起来，只能让我姐在前面保护着。我是男子汉，我才不要被我姐保护，我要保护我姐姐。表姐，你放开我娘，让他打死我好了。男子汉不能上阵杀敌，算什么男子汉？好啊，既然你不想去学堂学习，那你现在就起来，是男子汉就把嘴巴闭住，你哭给谁听？姐，那先生教的我都会了嘛，我去高年级学习他又不让我去，我又觉得无聊就回来了，我不是有意翘课的。姐不怪你，你既然想去步曲训练营地，那我现在就带你去。真的吗姐？真的吗？你真的要带我去训练营吗？真的，希望你不要后悔。我不后悔，绝对不后悔。好，我带你去可以，但是你的学业不能够落下。姐，只要你让我去训练，我什么都答应你。小鱼啊，你真的要让你弟去训练吗？他那么小，这样真的能行吗？我们就是试试。日子一晃而过，又是1个月过去了，老天爷还是没有下雨。老大，陈知府和郑县令来了，你看是让他们来这里，还是到村里？你不觉得应该让他们看看我给他们勾画出来的大好蓝图吗？秦姑娘，1个月不见，可还好啊？切，我借你们的粮食呢，没有粮食银票也行啊。怎么，这都1个月了，也不见你们还我？今天这是来还粮的吗？秦姑娘，我们这刚来就来找我们要账，是不是不太好啊？这可是你们白纸黑字写好的契书，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怎么着，两位大人想赖账不成？不过呢，也没关系，反正这银子到时候也是要给陛下的，到时候没有，我直接把契书给他就好了。反正那些银子买了粮食，也是给他的军队吃，不关我的事。哼！秦姑娘，你可不能害我俩呀！你这哪是把借条交给陛下，明明就是把我们2个人的脑袋交给陛下呀！我还以为两位大人不懂呢。说吧，你们什么时候还粮？我这里每天大几千张的嘴等着吃饭呢，我可养不起。够，算了，郑大人，
你最近老往我们平西村这边安插难民，什么意思啊？秦姑娘，你这可就冤枉我了。这些灾民他们也不知哪里得了消息，说只有到了龙平镇平西村这边才能有好日子过。这不，天天都有人在县衙在城门口吵闹，我也是不得已啊，这才把他们分来的。今天也是来给你告罪来的，还请秦姑娘原谅。哎，切，甄大人，冠冕堂皇的话呢，谁都会说。我也知道你们官府难，可是你全都安排过来，你倒是给点粮食啊！你总不能让我全部都养着吧？我平西村是有粮食，那也经不起那么多人吃，不是？秦姑娘，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先给你凑来2000石粮食送来，可好？不行，如果是以前2000担就2000担了，可现在两位大人，你们自己看看四处的山上，还有这河坝里，还有四周的田地里，你们哪次来见过这么多人呢？这么多张嘴，我实在是养不起。这样，秦姑娘，我们再加1000担，剩下的等朝廷发下来救济粮或者救济款，我们再还你，可好？好吧，那现在只能这样了。秦姑娘，你这是什么神奇之物啊？这个叫水车，我们这里上游高下游低，加上我们特殊设计修建的沟渠，只要河里常年有水，这些沟渠就不会断流。沟渠里的水只要不断流，这些水车就不会停。这水车上面有圆筒，在水车转动的时候会把低处的水存起来，到了高处，里面的水就会通过这些木桶顺流而下，再通过修建好的灌溉沟渠到达任何一处农田里。要是地势高的农田，就再修一个水渠，建一个水车，把水送上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在上游修建的那个河坝的作用，恐怕就是让这些水车转起来吧？陈大人果然聪明，不愧是状元。你说的没错，我们上游地势高，我们从中间修建一条比我们脚下更高更宽的河堤，不光可以缓冲将来突遇的山洪，还可以驱动水车，这是一举多得，好处多多。你这个脑袋瓜子，真不知道是怎么长的。我们大秦要是多几个像你这样聪明的人，百姓又怎会流离失所？大秦又怎能不强盛？是啊，要是全国都按照秦姑娘这样，旱时兴修水利，不但可以解决涝时洪灾，还能解决再遇到干旱时的旱灾，真的是利国利民呢。如果普及下去，再遇旱灾何惧，水灾何惧呀？是啊，天下百姓恐怕就要就此摆脱旱灾和水灾了。可就是不知道会有多少当官的会实行下去。下官一定竭尽全力，在安南县大力兴修水利，以平西村为典型，普及下去。郑大人，你我之间不用如此，看来我得抽个空，把安南城下县的另外19个县的县令给召集起来，来平西村好好看看了。若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我们这里能种出这么一大片水稻？的确如此，自此以后，恐怕我们大前北方的粮食就再也不会只有麦子这一种了。那郑大人，我们是就在此处，还是另寻一处，将这丰收之景记录下来？你我不妨比试一番，看谁的画作更胜一筹。可惜啊，就是这平西河坝干涸，要不然给人说这里是江南的鱼米之乡，怕别人也不会怀疑啊。是啊，不过那有何难，我们画上去就是了。陈大人难道不是要把这画卷呈现给圣上？你给添上去了，可是欺君之罪呀。无妨无妨，这么好的画卷，怎么可以有如此瑕疵？相信圣上也不愿意看到有如此瑕疵的一幅画面。陈大人所言极是，那就听陈大人的。京城皇宫，你个混账东西，是谁给了你本事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拉下去吧，不要再让朕看到他。赵敬武参与难民闹事，贬为庶民，即刻赶出京城，永不得回京。父皇，
而这冤枉安抚啊！老大，陈大人、郑大人带着安南下辖所有官员都来了，正在村子外面等着。陈大人说要来开镰。既然来了，就让他们过来吧。既然如此，那大家就再等等吧。郑大人，这就是陈大人说的水车吧？这真的能灌溉农田？各位大人，我们一会儿再谈。现在重中之重是乡亲们等着我们开镰呢。那是啥呀？黄腾腾的，真的是水稻吗？怎么可能？我们安南城不适合种植水稻，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一片水稻啊？这足有100亩吧？这怎么种出来的？行了，大家别讨论了。我之前一直没有告诉大家，这就是平西村种出来的水稻。我今天带大家来，就是让大家来看看我们安南城，让大家看看，现在不止南方能种水稻了，我们北方依旧可以种植水稻。大家同我去开镰，等回到自己管辖的事，第一要事给我记住了：兴修水利，储水为安，为安南城明年能种上水稻做好准备。宋爵爷、张爵爷，两位爵爷好啊！大家一路辛苦了，都起吧。这时候也不早了，还请陈大人带大家开镰吧。好，我们一起去开镰。两位爵爷，请。还是陈大人先请吧。各位大人，你们眼前刚好是1亩，我在这里等你们割完了，来称重量哦。你们可不能偷懒，割2刀就跑了。好，你看我们这么多人，一人几镰刀就割完了，是像会跑的人吗？啊？那不一定，谁知道你们里面有没有不会割稻子的、滥竽充数的呢？陈大人，要想当好百姓的父母官，那可得多下地干农活才行。既然你说一人几镰刀就割没了，那本姑娘就给你们划出20亩来，你们割完了再走，可好啊？要割20亩，我们加起来有40人左右，这分担下来，一人也有半亩啊，割完还不累死了？难道陈大人怕了，还是不愿意以身作则，与民同乐？呵呵。放肆！哪儿来的黄毛丫头，竟然敢对知府大人无礼？是谁给你的胆子，敢指使我等朝廷命官干活？这姑奶奶你也敢得罪，自求多福吧。陈明轩刚想出口让替自己说话的大人住嘴，就见到秦瑜坏笑着从田埂上跳了下来。完了，这姑奶奶要坑人了。是吗？这位大人，看来是觉得20亩有些少啊，还是说你要替陈大人割他那1亩的稻子呢？你想干嘛？我可告诉你，我是朝廷命官，你不能乱来。不能乱来是吗？要是我乱来了又会怎么样呢？狗官！秦瑜笑了笑，一把抓住了他的胡子。亲娘呀，还是离这姑奶奶远些好，省得殃及池鱼啊。狗官，我不但要骂你，我还要拔光你的胡子。你竟敢骂本官，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是吗？我骂你怎么了？狗官，我不但要骂你，我还要拔光你的胡子。说完，他手上一用力，一撮胡子被他扯了下来。哼，既然你觉得太少，那就40亩吧。来人，给这几位大人划40亩的稻田出来，让他们割。什么时候割完了再让他们走，不割完今天的饭就省了。我们是朝廷，这就是权力的滋味吗？真是令人陶醉呀！如果天下全都掌握在我的手中，所有人都向我叩拜俯首，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吾皇万岁万岁万岁！宋家老宅里，末将拜见主公，主公千秋。诸位将军，朝廷派了李继远为主将，秦勇为副将来阻拦我们。事后汇报，他们仅有10万大军，就是前来支援的部队，也要3日之后才能到达。
我已经派遣另外一支5万人的军队去拦截，而我们要在这3日内拿下朝廷派来的10万大军，然后一路向北，直取京城。雍州城黄将军集结了10万大军，朝京城而来。另外还有晋州城郑家也集结了5万大军，均与我们达成了协议，在京城会合。诸位将军，千秋霸业就在眼前，只能成功，不可失败。请主公放心，末将定为主公打下大江山的江山，让主公君临天下。郡主，你说小众他们能成功吗？火烧宋家祖宅肯定是能成功的，就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逃出来。唉，真希望天下安宁。说真的，我怀念跟师尊在山上学习的时光了。哎，你师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会真是那种不问世事的老道吧？不过也不对，他既然不问世俗，干嘛要教你功夫，还教你兵法呢？莫非你师父是传说中诸子百家之一？这个我也不清楚。每次我问师尊，他就说自己厌倦了外面的生活，很早以前就跟随他的师父进了山中，不问世事。张将军，老大鲁州城城内火光冲天，好像是少爷他们得手了。鲁州城内，少爷，你们快走，我们来断后。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张子，你们几个带少爷走。少爷，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少爷，你快走。这就是权力的滋味吗？真是令人陶醉呀！如果天下全都掌握在我的手中，所有人都向我叩拜俯首，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吾皇万岁万岁万岁！宋家老宅里，末将拜见主公，主公千秋。诸位将军，朝廷派了李继远为主将，秦勇为副将来阻拦我们。事后汇报，他们仅有10万大军，就是前来支援的部队，也要3日之后才能到达。我已经派遣另外一支5万人的军队去拦截，而我们要在这3日内拿下朝廷派来的10万大军，然后一路向北，直取京城。雍州城黄将军集结了10万大军，朝京城而来。另外还有晋州城郑家也集结了5万大军，均与我们达成了协议，在京城会合。诸位将军，千秋霸业就在眼前，只能成功，不可失败。请主公放心，末将定为主公打下大江山的江山，让主公君临天下。郡主，你说小众他们能成功吗？火烧宋家祖宅肯定是能成功的，就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逃出来。唉，真希望天下安宁。说真的，我怀念跟师尊在山上学习的时光了。哎，你师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会真是那种不问世事的老道吧？不过也不对，他既然不问世俗，干嘛要教你功夫，还教你兵法呢？莫非你师父是传说中诸子百家之一？这个我也不清楚。每次我问师尊，他就说自己厌倦了外面的生活，很早以前就跟随他的师父进了山中，不问世事。张将军，老大鲁州城城内火光冲天，好像是少爷他们得手了。鲁州城内，少爷，你们快走，我们来断后。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张子，你们几个带少爷走。少爷，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少爷，你快走。这就是权力的滋味吗？真是令人陶醉呀！如果天下全都掌握在我的手中，所有人都向我叩拜俯首，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吾皇万岁万岁万岁！宋家老宅里，末将拜见主公，主公千秋。诸位将军，朝廷派了李继远为主将，秦勇为副将来阻拦我们。事后汇报，他们仅有10万大军，
就是前来支援的部队也要3日之后才能到达。我已经派遣另外一支5万人的军队去拦截，而我们要在这3日内拿下朝廷派来的10万大军，然后一路向北，直取京城。雍州城黄将军集结了10万大军，朝京城而来。另外还有晋州城郑家也集结了5万大军，均与我们达成了协议，在京城会合。诸位将军，千秋霸业就在眼前，只能成功，不可失败。请主公放心，末将定为主公打向大秦的江山，让主公君临天下。郡主，你说小众他们能成功吗？火烧宋家祖宅肯定是能成功的，就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逃出来。唉，真希望天下安宁。说真的，我怀念跟师尊在山上学习的时光了。哎，你师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会真是那种不问世事的老道吧？不过也不对，他既然不问世俗，干嘛要教你功夫，还教你兵法呢？莫非你师父是传说中诸子百家之一？这个我也不清楚。每次我问师尊，他就说自己厌倦了外面的生活，很早以前就跟随他的师父进了山中，不问世事。张将军，老大鲁州城城内火光冲天，好像是少爷他们得手了。鲁州城内，少爷，你们快走，我们来断后。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张子，你们几个带少爷走。少爷，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少爷，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为你断后。感谢你们的收留，要不是你们收留我们兄妹早就死了。我若是回不去，帮我照顾好我小妹。小钟交给你们了，快带着他离开。四哥，还是你走吧，你功夫和水性好，带着小钟一定能逃出去的，我们为你们断后。听话，小钟，你不能死，我死了，我家中还有大哥、二哥、三哥，秦三叔就你一根独苗，你不能出事儿。四哥，你保重。大家不要着急，你们看看出口，他们还没有发现水中出口，大家边打边退，退到出口，能逃出一个算一个。小钟应该已经离开了，大家撤。不好，这里的河水连同外面的护城河，都跟我下水去追。哎呀，淡定淡定，等等看，相信少爷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哎，老董，淡定个屁呀！那是少爷，要是他有个3长2短，老大肯定会发疯的。老高，你干嘛去？回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少爷在城里出事而不顾，我去救少爷。我们好不容易潜伏过来，在这里接应少爷，你想死不要连累兄弟们，在这里给我好好等着，不要打乱老大的计划。看着火光冲天的鲁州城，放心吧，小众肯定不会有事的。你说我们去烧宋家祖宅，真的对吗？也不知他们能不能都活着回来。如果这把火能够激怒宋老狗，让他早一日从乌龟壳里出来，那我们也就不用大费周章的想办法进城去活捉他了。活捉？不存在的，他的命我早已预定。可是陛下，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答应过我娘，一定会亲手为外祖父一家报仇。活捉？不存在的，他的命我早已预定。可是陛下，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答应过我娘，一定会亲手为外祖父一家报仇。就算不为他们报仇，我也一样不会放过宋家。去年我们太多的兄弟死在他们手上，我要为他们报仇。你在这里看着，我去接应一下小众。小弟，你醒了？老四，张子他们呢？他们出来了没有？狗蛋还活着吗？小众，别吵，我还活着呢，再让我睡会儿，太累了。少爷，我没事。行了，你们一个个的给我老实的躺着，等病好了再说。大姐，狗蛋儿他没事吧？我记得他昨晚为我挡了一剑。把他喝了，狗蛋失血过多，
好在昨晚回来的及时，他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应该要昏睡3天。郡主殿下，潞州城门开了，宋家人全从城里出来了，叛军已经集结朝我们这边过来了。张将军让我过来问您的意见。我没有意见，你回去跟张将军说，我不参与。如果可以的话，把宋老狗的脑袋给我留着就行。是，郡主殿下。京城皇宫。赵班班，今天有没有李大将军的消息啊？回陛下，今日还没有李大将军的消息。陈国公早上传来消息，北上安康的商道出现大量的商人死亡，还有被抢了的商人，损失惨重。陈国公询问陛下该如何处理。另外，四皇子汇报，昨日平西商队抵达京城，四皇子做主将他们安顿在了四皇子府。陈国公的奏折我看了，命令陈国公北上的商道不许断，令他将商道上的那些匪徒清理干净。另外，让张文建和李昌2位将军来见我。末将拜见皇上。免礼。我找2位爱将过来，是想问你们，目前军中可否抽出1万精兵来？朕要命你们2人去守护通往康安的商道。回皇上，末将2人自从接管训练京城士兵之责后，这2年除了训练拱卫京城的8万精兵，另外还完成了8万预备军的训练。末将2人愿带1万人为陛下分忧。好，那朕就命你2人率领2万士兵去守护商道。末将领命，保证完成任务。1500米，1200米，再往前一点，800米，很好。他扣动了扳机，宋老狗洋溢着笑容从马背上倒在了地上，灭掉了几个骑着高头大马和宋老狗并排走在一起的人后。算了，后面的事就交给李大将军他们吧。奇怪呀，就这身体也想谋反，实在是可笑啊！秦将军、张将军，你们看到了吗？叛军队伍是怎么回事？怎么就突然摔马了呢？有没有可能老天爷看不惯他嘚瑟的样，直接收走了他的性命呢？末将看那几个倒地的全都一动不动，应该是死了。是啊，大将军，我看宋老狗那老东西应该是死了。咱们要不要现在出击，趁他们慌乱，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让弓弩手和弓箭手放箭。乱了，全都乱了，叛军全都乱了。撤！全都撤！大将军，我们是否去追？不用，派斥候盯着他们。如果宋老狗真的死了，其他世家还会拥护宋家吗？等着吧，或许我们不费1兵1卒，这20万大军就会分崩离析，到时我们再逐个击破也不迟啊。走吧，2位将军，也轮到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不是宋老狗那个狗东西了。启禀大将军，叛贼宋直良还有他的妹夫原潞州城守将李明春、大儿子宋文宇全都已死。老董和老高看着眼前剑拔弩张的气氛，他们这么快就各自为阵了吗？站在李家主身后拉弓的是李家人吗？是的，老大，刚刚宋家队伍里突然出来一人，将刀横在了李家主的脖子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这样，你们各自带上5个人，老董，你负责往宋家队伍里射箭，要是一箭能够射死宋家2爷，或者是拿刀那人就更好了。老高，你负责往陈家队伍里射箭，不过要在老董放箭之后。老袁，你负责往郑家队伍里射箭，同样要在老董那边行动之后，让场面乱起来，乱了之后就不要再射了。数以千计的羽箭射向了宋家军队。什么情况？真的打起来了？谁放的箭？弓箭手，给我把宋文峰射死，宋家人一个不留。我就不信了，没了宋家人宋家军还能听他们的？叛军队伍更乱了，他们趁乱回到了秦玉身边。老大怎么样？还行吧？大家做的都很好，
走吧，我们该撤了。老高、老董、老袁，还有何海滨、钟润明，你们这些人等一会儿回军营就不要再跟着我了。去吧，去建功立业吧。你们也老大不小了，也该结婚生子，为你们的子孙留下些东西了。这或许是你们最后的机会，别错过。这是为了你们好，也是为了我好。大家都别再说了，我已经跟李大将军和秦将军说好了。狼牙口阵地上，启禀大将军，叛军队伍在5里外发生冲突，互相打了起来。发生什么事了？他们为何会打起来？属下看到那箭并不是从对方队伍里射出来的，反倒是从他们身后的山上射出来的。按照距离计算，应该是我军的强弩。你的意思是说，是安南郡主他们？难怪今天一直没见到那丫头，还有她身边的部曲，原来是去执行秘密任务去了。好啊，好，这个郡主要是男儿身就好了，咱们大前男儿理当都应向安南郡主学习呀。哈哈哈，可不是嘛，咱们大前男儿真要细找下来，恐怕还真没有几个有这丫头的才能。唉，两位将军，你们这是在捧杀我表妹吗？这话要是传到有心人的耳朵里，恐怕并不是好事哦。你呀，看来张将军不服气呀。不过张将军说的没错，这话以后我们还是不要说了。那大将军，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要不趁对方大乱，我们直接压上去，杀他们个措手不及。不必了，从目前看，这不过是一群上不得台面的跳梁小丑罢了。等他们分散开来，我们逐个击破就是。张将军，你准备一下，宋家军群龙无首，等他们撤离，带兄弟们咬上去，能收编就收编，收编不了，杀了便是。唉，我父亲来信说，他带兵去了南越镇压叛乱。李叔啊，您说我是不是也该请命离开京城？权力让人面目全非呀。四皇子的封地是不是就在南越？莫非陛下派你父亲过去是为四皇子扫平障碍的？这么一来，这次平乱之后，四皇子怕是要去就藩了。哦，对呀，您不说我还真给忘了，恐怕还真有这个可能。看来陛下也担心四皇子功高盖住了太子的锋芒啊。李叔啊，以您看，小鱼该如何？如果不想卷入争权的漩涡，是不是他该远离京城？依我看，这丫头呀，陛下是不会轻易让她离京的，除非她嫁人。就算嫁人，陛下恐怕也不会对她放心呐。哎，那如果她嫁给皇子呢？嫁给皇子？以她的功劳，嫁给皇子恐怕更危险。除非嫁给太子，要不然难哦。不可能，太子已经有了太子妃，我秦家嫡女怎么可能嫁人为妾？不，绝对不可能。是啊，问题就出在这里，不嫁给太子，嫁给其他皇子。以那丫头现在的功绩，你觉得太子会放过她？其他皇子会放过她吗？他们争夺皇位，就算是人脑袋打成狗脑袋、猪脑袋都不关我事。如果想要把我卷入其中，我是不介意一刀砍掉他们的。郡主啊，背后偷听别人说话可不好哦。两位将军在背后议论别人，似乎也不是大丈夫所为哦。两位将军，我是来向二位告辞的。宋家叛军已经成不了气候，眼下宋家军群龙无首，只要你们能够收拢，拿下其他世家的军队不在话下。郡主好好的，你干嘛要离开呀？李爷爷刚刚不是说了吗？我啊，功劳太大，京城就是个是非之地，我还是逃远一点的好。我可不想被陛下赐婚给皇子，远离漩涡，
我还想多活2年呢。那丫头，你想去何处呢？走到哪儿算哪儿吧。我应会先去凤琴姐的老家看看，答应过帮她报仇的，肯定是要说到做到的。你离开一段时间，让大家从你身上移开目光，那也是好事儿。那秦大伯，小仲他们就交给你了。等回了京，就让我母亲跟着小仲一起去康安县吧。他又找到张志清。那行，表哥，凤琴姐跟二丫他们就交给你了，还有表姐和陈奶奶。你真的要不辞而别？唉，我也不想啊。这一次回去，陛下肯定会赐婚，我可不想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所以啊，我还是先出去躲躲吧。那也好，你什么时候出发？待会儿就出发吧，别告诉小仲他们啊。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别忘了给我们来信报平安。秦瑜离开了军营，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去参战了，没人想到他是离开，也没人知道他去了何处。军队少了一名英姿飒爽、运筹帷幄的女将军，京城少了一名强势的安南郡主，但在江湖上出现了一名女神医。